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刘少夫人和坐在廊下，微眯了一双妩媚的凤眼，用细长的银勺盛了葵花，引逗着架上的绿鹦鹉甩甩说话。每当甩甩说一句牡丹最可爱，他便奖励他一粒葵花，语气温和地道：甩甩真聪明。甩甩熟练地将瓜壳吐出，咽下瓜仁，用爪刨了刨脚下的横杆，横着踱了2步，自得地道：甩甩真聪明。牡丹笑出声来：是，甩甩真聪明。少夫人，您该午睡了。一个穿着粉绿色半臂、束银红高腰裙、圆脸大眼的丫鬟走过来，笑嘻嘻地对着甩甩了个鬼脸，作势要去他。已经10多岁，成了精的甩甩根本不惧，怪腔怪调地叫了一声：死荷花。那腔调与牡丹身边的另一个丫鬟雨桐娇嗲糯软，还要转几个弯的声音一模一样，只是配上甩甩的怪腔调，怎么听怎么好笑。雨荷没有如同往常一般放声大笑，悄悄地瞟了牡丹一眼。牡丹面无表情，站起身来，将手里的银勺递给一旁站着的小丫鬟硕儿，抚了抚身上那条16红的巴弗罗裙，转身往里走。雨荷瞪了甩甩一眼，低声骂道：笨鸟，以后不许在那脸的雨桐，不然不给你稻谷吃。也不管甩甩听懂没有，提了裙飞快地朝牡丹去的方向追了过去。少夫人，雨荷刚喊了一声，就被走廊尽头那个高挑的身影吓得闭了嘴。他用最快的速力定站好，手贴着2腿，以牡丹铁定能听到的声音响亮地喊了一声：公爷。刘畅掸掸身上那件精工细做的墨紫色团花圆领锦袍，淡淡地嗯了一声，背着手仰着头，慢吞吞地踱到牡丹的房前。雨荷赶紧上前，将精致的香妃竹帘打起，请男主人进去。刘畅一双略显阴鸷的眼睛在静悄悄的屋里扫了一圈，道：少夫人又在午睡。雨荷殷勤地送上茶，点头哈腰，略带谄媚的道：是，少夫人早上起来就觉得头有些晕。刘畅浓密挺拔的眉微微挑了挑，请了大夫吗？大抵是今日他的脾气有些好的出奇，雨荷有些不安。少夫人说是老毛病了，多躺躺就好，用不着麻烦大夫。刘畅不置可否，突然抬脚往里走。你退下。雨荷看见他的动作，吓得一抖，脸上的笑容越发谄媚。公爷，奴婢替您打帘。刘畅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从2片薄唇里硬邦邦地吐出一句：下去。雨荷脸上的笑容疏忽不见，垂着头倒退了出去。刘畅立在帘外，透过水晶帘，把目光落在那张宽大的紫檀木月洞门架床上。床上挂着的樱桃色罗帐早已半旧，黄金镶壁的凤帐钩闪烁其中，粉色的锦被铺得整整齐齐，并不见有人睡在上面。刘畅皱了皱眉，把目光落到窗边那张被春日的阳光笼罩了的美人榻上。果见16红长裙从榻上垂下，以米为地。牡丹斜倚在榻上，用素白的完扇盖了脸，以挡住日光。象牙扇柄上浓艳的紫色流苏倾泻而下，将她纤长的脖遮了大半，越发衬的那脖犹如凝脂一般雪白细腻，让人忍不住想轻轻摸上一摸。刘畅的喉结微不可见地动了动，情不自禁地将目光移在牡丹穿着的那件豆青色绣白牡丹的小袄上。素白的牡丹偏生有着金黄艳丽的蕊，绣在前襟上，一边一朵花蕊在日光下灼灼生光，妖异地吸引人。刘畅立在帘外低咳了一声，牡丹纹丝不动。牡丹。刘畅掀起帘，大步走进去，水晶帘在他身后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煞是好听。久久听不到牡丹回应，刘畅的眼里涌起一丝气，勉强压了声音道：又说身不好，干什么又这样随意躺着？快起来到床上去，当心病加重了又闹腾的何府不安。牡丹浓密卷长的睫毛在完扇下轻轻颤了颤，唇角漾起一丝讽刺的笑，食指纤纤取下附在脸上的完扇，慢吞吞地坐起身来，脸上已是一派的温婉。夫君可是有什么事？他背对着光，微眯了眼，嘴唇鲜红欲滴，还带着刚刚睡醒的茫然，神态慵懒迷人。刘畅的心跳不受控制地快了一拍，张口便道：没事，我就不能过来了。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柔和，牡丹有些讶异，随即垂下眼，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那一大盆开得正艳的位子，淡淡地道：使人来抬去好了，只要莫折给人带，借天夜也无所谓。刘畅被他一眼看穿，有些恼羞成怒，刚刚平静下来的情绪立时又被点着。他冷笑着看着他：雨桐怀孕了。牡丹眼睛也不眨：哦，这是大喜事啊，待我禀过夫人，给她增加月例，多拨一个人伺候，够了吗？刘畅死死盯着他，妄图在他精致美丽的面容上找到一丝裂缝，看透他装下的荒与痛苦、失望和悲苦。但牡丹只是随意地抚了抚脸，
微笑着看向他。我脸上有花，还是觉得我额头这翠垫新颖别致？哦，是了，前日玉儿瞧着了，说是要你给他买呢。就在东正街的福新坊，2两银一片，只不过我这花色肯定是没了。他举止随意，语气平淡，如同和一个交好的闺阁姐妹一般闲话一般，并不见任何的慌乱与难过。刘畅突然泄了气，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病过那场，好起来之后突然就变了一个人，不争不抢，不妒不恨，就连他要了他最倚重的雨桐，也不见他有任何失态，非常平静地接受了，倒叫他有些没脸。刘畅的神色变了几变，这他漾起一丝微笑。不是你脸上有花，也不是翠垫别致，而是你本身就是一朵牡丹花。他大步走过去，温柔地抚上牡丹的脸，他的手指冰凉，带着一股浓浓的熏香味。牡丹妩媚的凤眼里闪过一丝厌恶，人却是没有动，微微仰着下巴，微笑着看着他。我本来就叫牡丹吗？夫君看错了眼，也没什么稀罕的，牡丹只是小名，实际上他大名叫何为芳，但还是一个意思，绝代止息，众芳为牡丹。何家老爷将它看作宝贝，觉得什么名字都配不上，只有这花中之王的牡丹才能配得上。但又觉着牡丹这名直接做大名不够雅致大气，于是便弄了个为芳做大名，可私下底一家人都还是只叫他的乳名牡丹。牛角牡丹，听牡丹这样说，刘畅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他讽刺过自己的这个词来，他顿了一顿，收回手，沉默片刻，仍然下了决心。你最近深得我意，今夜我在这里歇。深得他意，他以为他是帝王临幸。牡丹垂下眼，掩去眼里的不屑与慌乱，只怕是不行呢。不肯要是一回事，被拒绝又是另一回事。刘畅冷笑起来，不行，你嫁过来年始终无出，现在又拒绝与我同房，你不是想要我刘家断绝孙？牡丹委屈的眨眨眼，夫君息怒，生这么大气做什么？妾身是身不便，不是不想服侍你。刘畅瞪着他，他平静的与他对视，继续扮可怜，说的那么严重，什么断绝孙？其儿不是你儿吗？要是婢无知道，又要哭闹了。恕算什么？刘畅把这句话咽下去，冷哼一声，拂袖就走，扔下一句话：明日我在家中办赏，你打扮得漂亮点，早点起床。牡丹没有回答他，他大步冲出帘，忍不住又回头张望了一眼，只见牡丹已经转身背对着他，纤长苗条的身伏在窗边，手去触那盆位子上最大的那朵花。盆离窗有些远，他够不到，便翘了一只脚，尽力往外，小巧精致的软底绣鞋有些大，在他晃了几晃之后，终于啪嗒一声落了地。白缎鞋面上绣着大红的牡丹，鞋尖缀着的明珠流光溢彩。刘畅的心突然软了，这珠还是他嫁过来的第2年15岁及笄，他随手扔给他的礼物，没想到他还留着，并将它坠到了鞋尖上。他顾不上生气，再走到他身后，低声道：你要做什么？我帮你。那一刻他想，就算是他恶意的想摘了那朵最大的花和他作对，让他明日无花可赏，坏了客人的兴致，他也认了。牡丹吃惊地回头望着他，一双流光溢彩的眼睛瞪得老大。你还要借什么？刘畅再黑了脸，好容易涌上的柔情蜜意尽数倾泻干净，转而化作滔天的怒火。他冷笑：借？我用得着和你借？就连你都是我的，我用得着和你借？给你留脸面，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稍后我就叫人来抬花，不但要这盆，还有那摇黄、玉楼点翠、紫袍金带、瑶台玉露都要。牡丹不说话，静静地看着刘畅。何牡丹疯狂地爱着牡丹花，所以何家陪嫁陪了24盆名贵牡丹，如今都在他院里由专人养着，倒成了刘家春日待客之时必然要出示的道具之一。特别是这几盆名字吉祥如意的，几乎是每年必点之花牡丹的这种眼神，又叫刘畅想起了从前，以及他为什么会娶她。他愤怒地举起手来，牡丹这回算是真的慌了，迅速观察了一下地形，计算出最佳逃跑径，往后缩了缩，有些结巴地说：你想做什么？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你就怎样？你倒是说来我听听。刘畅的手终究是放了下来，他鄙视地看着牡丹因为害怕和生气而涨红的脸，再看看他因为惊慌而四处乱转的眼珠子，突然有些想笑。门口传来与何怯生生的声音：少夫人，公子爷，得，主仆俩一起结巴了。刘畅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起来，挥挥袖子，转身就走。恭送公子爷。雨荷利落的给他打起帘子，嘴巴也利索了。刘畅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从嘴唇里轻轻挤出一句：你信不信哪天公子也将你收了？雨荷的大眼睛里顿时涌出泪花来，接着鼻子里淌出了清亮的鼻涕。
她也不擦，使劲吸了吸，可怜巴巴地看着刘畅，想哭又不敢哭，揪着衣角，语无伦次地道：我娘会打死我的。谁都知道雨禾的娘是何夫人的陪房，是个会耍剑的粗暴女人，力大无穷，泛起横来就是何夫人也骂不住，屡教不改，偏何夫人又离不得。雨禾刚过来的时候，何夫人曾经答应过不叫雨禾做通房或是做姨娘，到了年龄就放出去的。要是自己真碰了雨禾，那浑人只怕真的会打上门来，为了个相貌平平的小丫头闹得满城风雨的不值得。刘畅正暗自思忖间，雨禾又响亮地吸溜了一下鼻涕。刘畅看着他清亮的鼻涕，恶心的要死，几乎是落荒而逃。雨禾立刻收起眼泪，弄干净脸，皱着眉头进了里屋。牡丹还在继续先前的动作，翘着脚，伸长手臂去够那窗外的位子。少夫人，您这是何苦来哉？雨禾蹲下去，将地上的绣鞋拾起，给他穿在那只光着的脚上。以前少夫人病着时，巴不得公子爷常来看她，病好后就天天盼着公子爷来他房里与他圆房，公子爷偏偏不肯来，他哭过求过，不过是自取其辱。如今不用哭不用求，公子爷反而肯来了，他却要把人给推开，这是什么道理？终于够到了，牡丹轻出了一口气，一手轻轻抓着位子的枝叶，一手取了头上的银簪子，将藏在花心里的那只小虫子给挑走。虫子吐了丝，缠着不肯走，牡丹非常小心地挑着，只恐伤了花。雨禾等不到他回答，便道：既然少夫人如此爱惜，为何不绕出去挑，偏在这里拉了来挑，同样会伤花梗？牡丹笑道：没有，我很小心的，我这样顺便也活动活动，拉拉腰，这个身子很柔弱，不锻炼一下是不行的。雨禾见他笑容恬淡，忍不住又道：您到底在想什么？如今您身子大好了，不能再叫别人踩在您头上了，您得赶紧生个小公子才是。牡丹不置可否，这种贱男人也配？他呸！他在这具死去的身体活过来，也继承了这具身体原有的记忆。一个把深深爱恋着他的妻子当草，逼死柔弱妻子的人，凭什么要他给他生孩子？圆房？他还以为他是恩赐了，殊不知他根本就没打算要和他过这一辈子，自然不肯多流一滴血。他把他当草，他也不会把他当宝。没有机会那是无奈，既然他有幸众生在这个富足奢靡、民风开放的异界，他要不抓住所有的机会解放自己，那就是对不起他自己。雨禾见牡丹脸上浮现出那种淡淡的神色，便知自己是劝不动他了，又急又气。少夫人，您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您倒是说说看，这样过着憋屈。牡丹挑挑眉，雨禾，依你看，我能怎样打算？这丫头不比那勾搭了刘畅，不管不顾，踩着他一心往上爬的雨桐，是个绝对的死忠。雨禾指指自己，睁圆了眼睛。您问奴婢？牡丹笑道：就是问你。我也觉着憋屈，他们家看我不顺眼，无论我怎么做都是错。就算是侥幸生了儿子，他不喜欢，又不是长子，平白到叫孩子受气，过得也不爽快。他们不稀罕我，我又何必赖在这里？我又不要靠着谁活。少夫人这是想和离呀？雨禾听明白他的意思，吃惊过后，飞速地盘算开来。本国民风开放，女子当的家做得主，从公主到村姑，和离再嫁的多得很。虽则和离过的妇人自不如未嫁的女孩子那么金贵，可就凭自家少夫人这容貌家世，再嫁根本不难。纵然找不到刘家这样的人家，却定然不会再受这种鸟气。他也不用提心吊胆，平白装样子恶心人。雨禾盘算过后，有些迟疑的开口：可是他们会同意吗？雨禾指的这个他们，包含了刘家的老爷、夫人，以及和牡丹的爹和娘等人。两家当初结亲可是有协议的，没有他们的首肯和支持，怎么和离？特别是如今何家深信少夫人这病就是和公子成亲才好的，又如何肯轻易丢了这个保命符？不用说，那是难上加难。牡丹调皮的眨眨眼，他们总会同意的。等时机到了，条件成熟，由不得他们不同意。雨禾叹了口气，明日的赏花宴，听说那不要脸的清华郡主也会来，还有那几位也得了吩咐，让盛装出席。大爷还请了方运斋的几个清官来表演。您要是不喜欢，还是老法子。牡丹道：不，我很喜欢。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他自认已经可以融入到这些人中间去了。他不可能永远窝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迟早总是要走出去的。择日不如撞日，就明天吧。以前少夫人一遇到这种事，通常都是装病了事，这回可算是愿意出去露一回脸了。雨禾的眼里闪过一丝喜意，兴高采烈地道：那奴婢把香笼打开，少夫人看穿哪套衣裙合适，奴婢好运凭在，身上镶装满了华丽春长的4只樟木箱子，一字在牡丹面前排开，
五彩的绮罗，粉嫩的绫缎，夺目的红罗，柔媚的丝绢，犹如窗外灿烂的春花，以它们各自特有的方式静静绽放。无一例外的，每件衫裙上都绣有一朵娇艳的牡丹，这是何家父母疼爱女儿的表现之一。和牡丹一样珍贵美丽，备受娇宠。牡丹挑出一件粉色的纱罗短襦，指了一条绣葛金紫牡丹的8幅粉紫绮罗高腰长裙，道：就这个吧，这个好看呀。雨禾的圆眼睛笑成弯月亮，弯腰在箱子里刨了好一会儿，才找出一条烟紫色的薄纱披帛来搭在襦裙上，请牡丹看搭配效果。少夫人看配这个行吗？牡丹点点头，行。她看看天色，打了个呵欠，时辰还早，我睡会儿。雨禾欢天喜地地去收拾衣服，却发现裙角某处走了线，便寻那烟紫色的丝线也找不到，只得去针线房里寻。临行前吩咐树儿：树儿，少夫人在睡觉，你在这看着，别让闲杂人等扰了夫人。等夏林妈妈回来，你赶紧的把雨桐有了身孕的事儿告诉她，千万别忘了呀。我记住了，雨禾姐姐。树儿不过11、12岁，小巧的瓜子脸，梳着2个压髻，一双杏核眼，长长的睫毛，饱满红润的唇，正是公子爷最喜欢的类型。若是这样下去，不过几年，待这小丫头长开，一准又要被公子爷给收了。雨禾叹了口气，摸摸树儿的脸，转身走开。见雨禾走远，树儿便端了个小痦子，取了针线出来，认真地守在牡丹的帘下，不时往院门口瞟一眼，时刻准备着驱赶不受欢迎的闲杂人等。约莫过了1刻钟，门口响起一阵嘈杂声，流畅的贴身小厮西夏领着7、8个拿着麻绳和扁担的小厮到了门口，道：就是这里，这是少夫人的院子，进去后不许东张西望，更不许乱走，不然家法伺候，记住了吗？西夏不过13、14岁，天生扮了老成的样子，还学着流畅背手挺胸，看上去颇有些滑稽。有个人响亮无比地应了一声：西夏，知道了。这点规矩大家都知道的，是不是？一群人哈哈大笑起来，七嘴八舌地道：当然知道。西夏沉了脸道：你们小心些，若是伤了这些宝贝疙瘩，把你们全数卖了也顶不过一朵花的。太过分了，竟然敢跑到少夫人的院子门口来喧闹。舒儿把针线一丢，提着裙子跑到院门口，涨红了一张小脸瞪着西夏道：西夏，你怎么敢带了一群粗人到少夫人这里来喧闹？你就不怕家法吗？见一个粉生生、浴血可爱的小丫鬟生气地跑出来指责西夏，众人都静了下来，就看平时又拽又饿的西夏会怎么办。西夏不耐烦地皱了皱眉，道：明日公子爷要办赏花宴，我是奉了公子爷之命，来这里抬花到院子里去布置的，这些人就是这个样子，你没看见我正在约束他们吗？这也倒是事实，只是舒儿推讨厌这群不尊重少夫人的粗人，便扬了扬下巴，道：抬花？我怎么不知道？谁不知道这花是少夫人的宝贝，是你想抬就能抬的，弄坏了卖了你一个也不够赔一片叶子的。好呀，这小丫头还牙尖嘴利的。西夏很凶地竖起眉来，主子要做什么事还要先告诉你啊，你是丫头还是什么人？别忘了自家身份。识相的赶紧让开，不然别怪我禀了公子把你给卖了。舒儿不甘示弱，叉腰道：你又是什么人？别忘了自家身份。识相的赶紧躲开，不然别怪我禀了夫人把你给卖了。众人一阵哄笑，西夏的脸由红转白，又白转青，死死瞪着舒儿。舒儿见呛住了他，得意地抬起下巴，丢了个鄙视的眼神过去。他今日若是收拾不了这个黄毛丫头，他以后还怎么混？西夏冷笑道：别理他，给我进去，谁挡到一概给我推开。言毕退后一步，2个膀大腰圆的小厮就往上挤。舒儿闻到他们身上熏人的汗味儿，又见他们来真的，不由有些着慌，转身抓起又长又粗的门栓，当门一站，中气不足地道：谁敢？正当此时，廊下传来一条懒洋洋的声音：西夏是吧？你带了一群人不经通传就往我院子里闯，不惧惊扰了我，还要卖了我的丫头，我没听错吧？这声音又软又滑，听着特别好听，明明是质问的话，听上去倒像是在闲话家常一样。众人都睁大了眼睛往廊下看去，只见一个身量高挑苗条的女子立在廊下，雪肤花貌，16红裙分外耀眼。一时之间，立在西夏身后的小厮们竟然看得呆了。这位久病不出院门的少夫人，原来是生成这个模样的，为什么先前大家都传说她是个病得见不得人的黄脸婆？西夏长期跟在公子爷身边，倒是见过少夫人几次。少夫人自去年秋天重病一场之后，便不再管家里的闲事。他还记得有一次生了庶长子的婢吴姨娘，仗着公子的宠爱，借酒装疯，
闹到他面前来，他也不过就是命人关了房门，不予理睬。公子爷收了方韵斋最红的清官茜素姑娘，茜素姑娘故意不小心将茶打泼洒到了她的玉白绣花裙上，还夸她的裙子漂亮。他不急不恼，转手就将那裙子送了茜素。他这样一番作为，倒叫从前不甚喜他的夫人怜惜起他来，背地里还说了公子爷几次，说是嫡庶尊长，不容混乱。安静了这许久，他今日是要发威了吗？自己可比不得那几个得宠的姨娘们，若是不依的他，闹到夫人那里去，少不得要吃点苦头。西夏想到此，上前行礼赔罪道：西夏见过少夫人，请少夫人恕罪，小的是听从公子爷的吩咐前来抬花去布置的，恕儿是才是误会了，小的也是嘴欠，只是玩笑话，不然就是借小的10个胆子，小的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牡丹不置可否，只问公子爷可否与你说过要抬哪几盆？西夏一一报来：魏子、瑶黄、玉楼点翠、紫袍金带、瑶台玉露。牡丹点了点头，道：淑儿，你只给西夏看是哪几盆，小心些儿，可别碰坏了枝叶花芽，这样就放过这狂悖无礼的恶奴了。淑儿心里10000个不高兴，撅着嘴不情不愿地领了西夏入内，却把那群早就不敢吱声的小厮挡在了院外。一盆一盆的抬，别全都涌进来，小心熏着了我们少夫人。众人却也没人敢再如同先前一般胡言乱语，都平了声息，偷看牡丹。牡丹无动于衷，不紧不慢地扇着素白的完扇，微眯了眼，嘱咐道：最要紧的是这盆魏子，当心别碰着了。西夏心里有数，明日唱主角的就是这盆魏子与公子爷花了大力气弄来的那株玉板白。这魏子自然是重中之重，不容半点闪失，因此他最先看的就是那盆魏子。这盆魏子据说有30年了，株高近3尺，冠径达4尺，十分罕有珍贵。这样的老牡丹一般都直接种在地上，唯独这一株，当初何家为了方便陪嫁，提前几年就弄了个超大的花盆，高价请了花匠来精心养护，才有今日之光景。西夏数了数，今年魏子正逢大年，开得极好，共有12朵花，每朵约有海碗口大小，另有3、4个花苞，花瓣、枝叶俱都整齐。淑儿在一旁看着，鄙视地道：这么美的花，落在某些人眼里，也就和那钱串子差不多，只会数花数枝叶，半点不懂得欣赏的。西夏白了他一眼，走向那株瑶黄。瑶黄是花王，魏子是花后，若论排名，瑶黄还在魏子之前。只可惜这盆瑶黄年份不长，又是盆栽，虽然也开了5、6朵，光彩夺目，但远不能和那些高达6尺的大树相比。再看玉楼点翠，层层叠叠的玉白花瓣堆砌犹如楼阁，花心正中几片翠绿的花瓣，显得很是清新典雅。瑶台玉露，花瓣花蕊皆为白色，紫袍金带，花瓣犹如紫色上加绸缎，在阳光下折射出柔润的光芒，花蕊金黄，艳丽多姿。几种牡丹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无一不是稀罕之物。西夏清点完毕，偷偷瞟了立在廊下的少夫人一眼，暗想这几样花任一种的一个街头就要值500钱以上，少夫人却这样任由它自生自灭，只供他一人观赏，平白浪费，真是可惜。正想着，忽听牡丹道：西夏，我听说这魏子的街头去年秋天卖到了1000钱，不知是真还是假。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西夏唬了一跳，忙弯腰作答：是这样，少夫人。又听牡丹道：我听说城北曹家有个牡丹园，世人进去观赏要变出50钱，每日最少可达上百人，多时曾达5、600人。是这样。牡丹摇着扇子慢慢朝西夏走过来。你可曾去过？牡丹的身形不同于时下众多的胖美人那般丰腴，但自有一段风流所在，长腿细腰，胸部丰满，走路步子迈的一般大小，挺胸抬头，有种说不出的好看。特别是前襟所绣的那2朵牡丹花，娇媚闪烁，叫人看了还想看。西夏不敢再看，红了脸道：小人不曾去过，公子不许我们家的人去看。这样啊。牡丹很是遗憾，往他身旁站定，缓缓道：也不知谁去过，里面是什么光景呢？少夫人身上的熏香不同于其他姨娘那般浓艳，却是十分罕有的牡丹香，悠悠绕绕，总不经意地往人鼻腔里钻。也不知制这香花了多少钱。西夏鬼迷心窍一般，斯文地道：小人的妹妹曾经去过，她说曹家的牡丹都种在一个大湖边，亭旁桥边，湖心其实下也有，游人进去后乘了船，沿着湖漫游一圈，便可将诸般美色尽收眼底。说到此，西夏谄媚的道：只不过都是些平常品种，只是种类多一点而已。要论牡丹种类稀罕贵重，远远不能和少夫人的这些牡丹相比。若是少夫人也建这样一个园子，休要说50钱，就是100钱也会有很多人来。牡丹妩媚一笑，
用完扇指了他道：胡说！公子爷若是知道你给我出了这么个馊主意，不得乱棍打死你。西夏瞬间白了脸。牡丹一点都没夸张，流畅其人，身为3代簪缨之家的唯一继承人，从小锦衣玉食，不知钱财为何物，只知享受消遣。冬来煤钱吹笛，雪水烹茶，秋来放鹰逐犬，纵马围猎，夏至泛舟湖上，观美人歌舞，春日击球走马，赏花宴客，过得风流快活，好不肆意。直到前几年，刘老爷犯了糊涂，贪墨数额巨大，险些被查，急需有人援手。早就看上流畅八字的何家，便趁此机会替他还了赃款，也替女儿换得了一次冲喜的机会。从此后，刘畅爱上了钱，却也恨上了钱。他蒙祖荫做了从6品的散官凤翼郎后，又闲又挂着个官名，不但热衷于结交权贵，更是热衷于赚钱。家里的大小管事几十个，个个都在想法子赚钱，每年替刘府搬回许多钱来。他却从不谈钱，更不喜有人在他面前说钱，只爱附庸风雅。这样1号人，若是叫他得知他的贴身小厮竟然撺掇他出身商户的妻子开办这样一个园子，公开用牡丹花来赚钱，他铁定不会轻饶了西夏。牡丹立在一旁，看西夏的鼻尖上沁出许多细汗来，惶惶不知所措，不由轻轻一笑，漫不经心地道：看你这孩子，一句玩笑话就被吓成这样，怪可怜的。公子不会知道的，你且安心办差吧。若是你妹妹喜欢牡丹，今年秋天我送她几个街头玩玩。多谢少夫人。西夏松了一大口气，却不敢再多话，低着头默默指挥其他人抬花，丝毫没了刚才张狂的模样，小心点儿。牡丹满意一笑，径自朝廊下走去，心中暗自盘算，若是真能建起这样一个园子，每年就卖点街头和花季观光游览，就够他好好生活了。要是再培植出几种稀罕的品种来，更是高枕无忧。舒儿尽职尽责地监督着小厮们，谁要是手脚稍微慢一些，都要得到他几句斥骂，见货还指桑骂槐地嘲讽西夏几句。西夏也一改先前的张狂，对他恶劣的态度视而不见，只专心做事。好容易，众人小心翼翼地合力将几盆花依次抬了出去，舒儿立时跑去关门。门正要合拢，一只肥壮的手紧紧抵住了门，涂满了脂粉的肥脸咧着鲜红的嘴唇娇笑：舒儿，别关门，雨桐姑娘来给少夫人请安。乍听到这个名字，舒儿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只觉数9天的寒风顺着她的袖口裙角倒灌了进去，阴冷的刺骨。她本想不管不顾地将那门给砸上，转念一想，忽地拉开了门，冷眼打量着怯生生地躲在胖婆子身后那个身姿丰腴，肌肤如雪，穿着时下最流行的几重纱衣，衣下16红度都露出寸许，发髻梳了1尺余高的美人，嗤地笑了一声，尖刻地道：难得雨桐姐姐还记得这道门哦，舒儿应该称你雨桐姑娘才对。恕罪呀，恕罪。美人抬起微垂的头来，又长又弯的峨眉下，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噙满了晶莹的泪水。她颤抖着红润的嘴唇道：舒儿，你怎么也这样说？舒儿围着她转了一圈，轻蔑地在她肚腹之上扫了几眼，冷冷地道：我不这样说该怎样说？是不是该喊你姨娘？你还没抬成姨娘呢，我怕我喊了挨打。美人捂住脸，小声地啜泣起来：舒儿，他们不知道实情，你也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难道少夫人还是不肯原谅我吗？呸！舒儿啐了他一口，道：你也配少夫人记着你？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来做什么？莫讨人嫌！滚！美人擦了泪水，道：我来拜谢少夫人的，是来示威的吧？舒儿冷笑：别在这恶心人，趁着雨禾姐姐和林妈妈不在，你赶紧滚，不然他们来了你又要说有人眼红嫉妒你，和你过不去了。胖婆子笑道：舒儿姑娘好歹都是一处出来的，雨桐姑娘有了出息，你们也光彩，彼此拉拔着，大家都好过，何必这样针锋相对？传出去人家还说少夫人容不得人，那么多的姨娘侍妾，也不缺雨桐姑娘一人，多了一个雨桐姑娘，还是少夫人的助力呢。你再说一遍。一个身材枯瘦，穿着青金色裙子的老妇人满脸凶相地立在胖婆子身后，不怀好意地打量着雨桐，伸手去揪那胖婆子：少夫人容不得人。少夫人打他还是骂他了？走，咱们请老夫人做判去。雨桐紧张地看着那婆子，害怕地护住小腹往后退了几步，委委屈屈地道：林妈妈，您别这样。林妈妈，舒儿，少夫人问你们为何吵得这般厉害，越发没有规矩了呢？却是牡丹院子里的另一个小丫鬟宽儿立在廊下招呼二人。林妈妈想了想，笑道：的确没规矩，遂把那婆子扔了，道：小心扶着你们雨桐姑娘，别跌了跤后悔都来不及。一把将舒儿扯进了院子门，将院门给关紧了。
舒儿贴在门上，听到那胖婆子劝雨桐：“姑娘还是回去吧，当心中了暑，可就趁了其他人的意了。也莫哭了，好生将小公子养下来，讨了公子爷的欢心，到时候想要什么没有。”雨桐抽噎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胖婆子不耐地道：“行啦，门也关了，左右进不去，你是不是故意的，也没人听了。走吧，走吧，出了事儿，公子还要拿我是问。魏大嫂，你怎么也这样说？”雨桐噎了一下，越发哭得伤心，哭声渐渐的远了。舒儿扭头对着林妈妈道：“妈妈，这人真是不要脸，用心恶毒。”她这般大声的哭着回去，落到旁人眼里，只怕又要生出多少闲话来。鹦鹉甩甩听到，啊！地叫了一声，拍着翅膀怪腔怪调地道：“闲话，闲话，小东西，你知道什么闲话？”牡丹走出来，用扇柄亲昵地戳了戳甩甩，道：“所以咱们就别惹他，他要哭他自哭去，旁人问起来，怎么都落不到咱们身上。你这脾气越发的像爆炭一样，这样不好，以后见着他躲远些，莫叫他攀咬上你。怕什么？反正咱们这里的闲话也不少，多他这一哭圆也算不得什么。”林妈妈的脸比锅底还黑，生气地看着牡丹，一脸的恨铁不成钢。牡丹把扇子一收，靠过去挨在她身边，闲着脸笑道：“妈妈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你今日又听了些什么闲话？说给我听听。”林妈妈是和牡丹的奶娘，无儿无女，一心就只扑到牡丹身上，跟着牡丹过来，本想替何夫人守着牡丹，护着牡丹，让牡丹病愈，再过点好日子。怎奈牡丹太可怜，太软弱又固执，被刘畅伤害成那个样子，却始终无法自拔。本人不争气，任他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改变牡丹的境遇。好容易牡丹大病一场之后，看着要明白些了，刘家人对牡丹也有所改观，境遇也好了些，偏偏牡丹却似把什么都看淡了，看着刘畅也似没看见一般。今日他在半途遇到雨禾，听雨禾说了牡丹拒绝了刘畅，又遇到雨桐来示威，气得他和什么似的，只恨牡丹不争气。牡丹见林妈妈沉着脸不说话，便小狗似的在她肩上蹭了蹭，拖长声音连喊了几声妈妈。林妈妈由不得叹了口气，就想起牡丹小时候总喜欢靠在自己身边，像根小尾巴似的，娇滴滴的，左一声妈妈右一声妈妈的，叫得人心肝颤巍巍的，什么都不忍拒绝。如今人大了，她还是舍不得不理她，但又想到不能任由牡丹这样下去，便硬着心肠冷声道：“丹娘，你若心里还把我当你的乳娘看，就听我说几句。”牡丹讨好的笑道：“你说啊，我听着。”林妈妈的固执她不是第一次领教，那时她刚来到这里，大病初愈，正值懵头懵脑，不肯接受现状，躲在被窝里装鸵鸟的阶段，是林妈妈硬生生将她拖下床，又压着到了刘夫人戚夫人的面前，逼她讨好戚夫人，逼她面对刘畅的姬妾。之后又有好几次类似的事，都叫她深深体会到林妈妈的固执。林妈妈叫淑儿在一旁注意，不叫闲杂人等靠过来，沉着脸道：“从前妈妈劝你莫要太当真，别苦了自个儿，你不听，每日自寻烦恼，生了那场大病，将妈妈和老爷夫人俱都吓个半死。好容易病好了，以为你明白了，偏生你又太不当回事了，送上门来的机会都要赶走，这不是白白便宜旁人吗？知道你想通了，但要在这里立足下去，要想护住身边的人，不叫像雨桐那样的小贱人都敢寻上门来，你就得拿出手段来。这个样子算什么？别丢了何家的脸。”牡丹深知林妈妈同和老爷和夫人一般，都迷信自己这病是和刘畅成亲后才好的，这纸婚约就是她的保命符，即便日子不好过，也不会同意她与刘畅和离，故而从来也不敢告诉林妈妈自己想和离的想法，便低着头温顺地道：“妈妈，你说的我都知道，我只是气愤她当时不把我当回事的样子罢了，以后我会注意的。”林妈妈叹了口气，拥着她道：“委屈我的小丹娘了，如果不是你这病，老爷和夫人也不会想法子让你嫁到这里来，让他家觉着咱们高攀，又强迫了他家。若是配个门当户对的，何至于受这种气？可来也来了，日子还得过下去，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心疼你的老爷夫人想想才是。”牡丹笑道：“我省的，所以明日我也要盛装出席宴席，不叫他们小瞧我。妈妈帮我想想，明日梳个什么发髻才配得上这身衣服。”三言两语的便将林妈妈的注意力给引开了。林妈妈兴致勃勃的和她商量起发型首饰来。少顷，雨禾寻了丝线回来，便将衣裙抱出来，主仆几人认认真真地商量起来。待到申正，牡丹算着婆母戚夫人应该有空了，便叫雨禾将手里未完成的活计交与林妈妈，重新整理了衣裙发髻，二人撑着绢布竹伞往戚夫人的院子走去。
戚夫人住的主院离牡丹的院子有些远，走路怎么也得1刻钟。虽是初夏，日光却很强烈，热浪一阵一阵的往上冲，就是伞也挡不住那热气。不多时，牡丹和雨禾的额头鼻翼就沁出细汗来，就是腋窝里也觉着有些潮了，让人怪不舒服的。雨禾指指不远处的紫藤架，笑道：少夫人若是累了，不如先去那里躲躲日头，待清爽些咱们又走，反正夫人那里也没什么急事。牡丹摇头：不必，晒一晒出汗也挺好的。这种天气走这10多分钟的路算得什么？想当初她穿着7厘米的高跟鞋，顶着3伏天正午的太阳，健步如飞，和男人们抢公车，也从来没见输给谁过。现下不过是好日子过多了，越发显得娇贵了而已。但娇贵这个东西，若是你不把自己当作娇贵之人，狠一狠心，自然也就娇贵不起来了。雨禾笑道：奴婢记得您从前最怕晒太阳，最怕出汗。牡丹指指前面通向另一个院子的青石路口，笑道：你看，也不只是咱们不怕晒。青石路口走出一行人来，正中一个丰满的少妇，穿着柳绿鸡心领罗纹纱衫，束鹅黄高腰百褶裙，百褶裙上还绣了一对闪闪发光的金鹧鸪，梳瓣翻髻，眉毛化作寒烟眉，一张饱满的菱角嘴涂得红艳艳的，正是刘畅那个生下庶长子的宠妾碧梧。碧梧一眼看到牡丹头上那把伞，便摇着扇子走过来，虚虚朝牡丹行了个礼，娇笑道：少夫人身子不好，经不得晒，就不该在这个时候出来，省得中了暑气。牡丹笑道：可不是，但早间公子爷去了我那里，说是雨桐有了身孕，让我多关照他一下。趁着此刻夫人有空，我抓紧时间禀了夫人，多调个人给他使唤，加上阅历，也好叫他安心养胎，为刘家开枝散叶。碧梧早就知道了这个让人不喜的消息，脸上闪过一丝不快，故作不在意的道：少夫人真是贤惠大度，雨桐做了那种事情，您不但不生气，还牵挂着他，一心一意的为他打算，实在是公子爷的福分。牡丹拿完扇掩了半边脸，故作柔弱的叹道：我身子弱，本就对不起公子爷，若是这种事情还不能妥善安置好，那我简直就没颜面去见他了。公子爷最不喜欢的就是少夫人这种身无2两肉的身材。碧梧不屑地扫了牡丹纤长苗条的身形一眼，翘起嘴角，微带怜悯的故意道：瞧您瘦的，您要多休息，好好看看大夫，吃好药，养好身子才是。前几日婢妾还听夫人感叹，不知您什么时候才给公子爷添个嫡子呢？牡丹受伤的叹了口气，做思考状，吞吞吐吐地道：其实我这几日都在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能耽搁咱家的子嗣啊，不如，还是算了，我再想想。碧梧听音变异，觉得这句话里面暗含的内容太多，笑容都僵硬了，飞快地道：哎呀，少夫人，您别难过，您还这么年轻，才17岁吧，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牡丹只是摇头叹气，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琪儿呢？我好几天没看见他了，你怎么不带他出来？热浪袭来，热得碧梧差点窒息，他拼命地扇着扇子，道：早上带过去给夫人请安，夫人便留下了，这会儿婢妾便是去接她的。牡丹道：琪儿聪明伶俐，乖巧可爱，漂亮听话，我很是喜欢她。碧梧紧张地道：夫人也是这么说，那天还说琪儿瘦了，嫌婢妾带不好，不如让她老人家亲自来带呢。正是无出，将妾室的孩儿夺过去养到自己身边的多了，但想要他儿子，也得看看你和牡丹敢不敢和夫人抢。牡丹失望地道：哦，这样子啊。碧梧见牡丹失望的样子，暗道果然被自己猜中，这个病婆子果然有这种心思。只可惜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牡丹得到琪儿的。琪儿目前是刘家唯一的男孙，也是他一辈子的依靠，他怎么都得把他紧紧握在手里才是。一直不说话的雨禾突然道：少夫人也别担忧，雨桐不是有了吗？待他生下来，要是喜欢，抱过来养也是一样的，岂能让那贱人的贱种骑到自己儿子头上去？碧梧更是不满，狠狠地瞪了雨禾一眼，尖声道：雨禾，不是我说你，就算你和雨桐关系好，你也应该劝少夫人好好养身子，正正经经地生个嫡子出来才是。雨禾目的达到，淡淡的一笑，并不作答。被这件事一打岔，碧梧就没了心思找牡丹的麻烦，拼命扇着扇子，整个人呈焦躁暴走状态。牡丹朝他的腋下看过去，只见他2夜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看着狼狈得很，不由心情大好，眉开眼笑的当先往戚夫人的院子而去。进了主院，戚夫人跟前的大丫鬟念奴笑嘻嘻的迎上来，朝牡丹行了礼，道：少夫人今日过来的早些了，夫人此刻还在佛堂里念经呢。碧梧讨好的朝念奴笑：念奴姑娘，琪儿今日给你添麻烦了吧？
她是府里唯一的小公子的生母，又得公子爷宠爱，这府里从来没有人敢小瞧了她去。但她到底是聪明的，知道夫人身边的人一定不可以得罪，自然要小意讨好念奴儿。特别是这关键时刻，更要低调。姨娘太过客气，都是奴婢应该做的。念奴不卑不亢的淡淡一笑。小公子此刻还在碧纱橱里睡着未醒，奶娘在一旁守着呢，姨娘要不要进去看看？碧梧赶紧摇手，不了，不了，我就跟着少夫人一起等着夫人好了。小小的佛堂内香烟缭绕，穿着乌金纱衫，系着珊瑚红团花绸裙的刘夫人、戚夫人跪在供养的观音像前一动不动，若不是手里握着的迦南木念珠见或转动，一旁伺候的陪房间流畅的乳母朱嬷嬷几乎以为她是睡着了。听到外间牡丹、碧梧和念奴的对话声，戚夫人并不理睬，专心致志地将佛经念完，才睁开眼睛，伸出一只手来。朱嬷嬷忙快步上前，弯腰小心将她扶起。戚夫人淡淡地道：什么时辰了？怎么一个个就都来了？朱嬷嬷笑道：身正刚过了一刻。早间不是说雨桐有了身孕吗？得她提醒。戚夫人心里有了数，揉了揉眉间，不悦地道：都是些不省心的。这个子叔生下来就只会给我添麻烦，到了现在还叫我替他的这群姬妾操心，他倒是快活。他今年40有2，但保养得宜，看上去不过35、6，貌美善妒，娘家又强势，刘尚书刘成才根本不敢和他对着干，故而多年以来膝下不过一子一女罢了。刘畅刘子书便是那唯一的儿子，从小万千宠爱在一身，少不得调皮捣蛋，真是让他操够了心。如今他成了亲，做了官，做事也出息，但就是女人这方面实在难缠。当初迫不得已娶了这门不当户不对的何家女儿，却也是委屈了她，他便纵着她了些，由着她一个接一个的往屋里拉，谁知道最后这烂摊子竟是全由他来收。朱嬷嬷觑着他的神情，笑道：若是少夫人没这么柔弱，夫人也不必这般操心。要老奴说，公子爷的确也是委屈了些，以我们公子爷的家世人品风貌，就是配郡主娘娘也配得上的。戚夫人闻言疾言厉色地道：已然既成事实，就不要再提了，难不成还能休妻？又凶狠地盯着朱嬷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我是断断不会要一个寡妇进门的。夫人不是不想休妻，不过无奈何罢了。至于这寡妇吗？朱嬷嬷的眸光闪了闪，恭敬地弯腰退了一步，取了一杯凉茶递上：是，老奴知错了。戚夫人接过茶来，优雅地啜了2口，平息了情绪，道：走吧，看看他们怎么说。朱嬷嬷赶紧上前一步，抢在帘下立着的小丫鬟之前，把帘子打起来，笑道：夫人您请。戚夫人的脚才一踏出门槛，脸上的笑容便自然而然地漾了出来，语气温和地道：丹娘，天这么热，为何不等日头落下去再过来？你身子弱，自个儿更要注意些才是，有劳母亲挂怀。牡丹笑眯眯地给戚夫人行了礼，上前扶了她的胳膊，笑道：儿媳如今身子好多了，一个人也闷得慌，想出来走走透透气。戚夫人慈爱地笑道：早晚出来走走就好。牡丹顺着戚夫人的话头，轻言细语地与她一同说了许多没有营养的闲话。带进了正屋，戚夫人坐下后，一直就没机会上前献殷勤的碧梧赶紧地接过念奴儿手中的白玉盘子，将一盘金黄个大的枇杷递到戚夫人身边，边洗手边笑道：这枇杷又鲜又甜，婢妾伺候夫人用点。牡丹见状，也忙着起身卷了袖子，洗手接过念奴儿递过的小白玉盘子并银签子，准备一道伺候戚夫人用果子。戚夫人见他二人忙个不休，缓缓道：都不用忙了，我现在不想吃。丹娘，你身子弱，过来坐在我身边歇歇。牡丹推辞不掉，只好在戚夫人榻前的月牙凳上侧身坐下。戚夫人又叫念奴儿：给少夫人上茶，别取凉茶，重新泡热茶来。碧梧见戚夫人对牡丹这般上心，不由有些讪讪的，停了动作站在一旁，微侧着脸打量牡丹。戚夫人看得分明，笑道：碧梧，琪儿睡的时辰有些长了，你进去看看，哄她起来，清醒清醒，便该用晚饭了。碧梧这才欢喜起来，高兴地跟着戚夫人屋里的另一个大丫鬟念娇儿去了碧纱橱。戚夫人这才问牡丹：听说今日膝下对你不敬？这家里原本就没有什么能瞒得过戚夫人，牡丹也不吃惊，微微一笑：没有的事，是我院子里的小丫鬟淑儿不懂事。戚夫人转动着手里的迦南木念珠，正色道：你是家中的少夫人，便该拿出点气势来才是，不要一味软性，纵着下人不知天高地厚，传出去别人要笑我刘家没规矩。牡丹忙起身应下，暗自腹诽道：若是他真拿出气势来，只怕戚夫人又容他不下了。在他目的未达到之前，总得安生的活下去吧。
戚夫人见牡丹谨小慎微的模样，又换了笑脸，探手握住牡丹的手，你别怪我对你严厉，我这是为了你好。我们家的情形和你娘家不一样，将来你迟早都要当家的，那时候你才知道有多难。若是从前的牡丹，听到什么刘家和何家不一样，脸色铁定极难看，偏牡丹此刻仿佛不曾听明白，只低眉垂手地道，都是儿媳不好，叫母亲操劳了，这都是命，有什么办法？戚夫人叹了一些，方道，听说雨桐有了身孕，你要想开些才是。她也曾听人说过，雨桐午间哭哭啼啼的从牡丹的院子里离去，虽不知缘由，但前后一想，约莫是受了牡丹的气，才会哭成那个样子的。牡丹垂着眼道，媳妇正是为了此事而来，想求母亲给她添个侍候的人，调高阅历，以免她心情郁闷，不利养胎。戚夫人也无心去管他二人到底谁是谁非，只要不出大乱子，就乐得装晕。这也是应该的，你看派谁去伺候他比较好呢？他是从你那里出来的，和你身边的人约莫是要亲近些。按说戚夫人不会放心自己的人去伺候雨桐才对，故意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牡丹皱着眉头道，媳妇身边伺候的人不多，林妈妈和雨禾是离不开的，另外2个小丫鬟，一个性情暴躁，一个懵懂不知事，都不适合，请母亲另行安排吧。戚夫人拿眼看去，只见牡丹长长的睫毛微微抖着，怎么看都是楚楚可怜的样子。这个儿媳又是商贾之家的出身，又病歪歪的，从前行事也不大度，不要说刘畅不喜欢，就是他看着也不喜欢，现在却是比从前懂事了许多。只可惜草鸡就是草鸡，飞上枝头也做不了凤凰。牡丹久久等不到他答话，探寻的喊了声母亲。戚夫人饮了一口凉茶，咽咽的叹了口气，也罢，我另外给他指个稳重些的丫鬟，再有他身边那个魏大嫂跟着，差不多了。月例钱呢，他以前跟着你是2两银子，如今调成3两银子吧，别的待生下孩子又再说，你看如何？牡丹只要能应付过去就好，哪里会有什么意见，当下便起身道，儿媳哪里懂得这些，母亲做主就好。他的小心恭敬让戚夫人心里好过了些，口里却道，自家人莫这般累，谢来谢去的，你快些调养好身子，赶紧给我生个嫡孙出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嫡孙，嫡个头！牡丹烦躁得很，好容易才忍住了，挤出个干巴巴的笑来。碧梧抱着刚醒过来的琪儿走了进来，春风满面的笑道，夫人，您劝劝少夫人，先前婢妾和她一道过来时，她正为此难过得不得了呢。这话仿佛坐实了牡丹午间因嫉妒弄哭了雨桐的传闻。戚夫人挑了挑眉，看向牡丹，牡丹也不反驳，只垂着眼看着青石地砖。反正除去刘畅和他身边的雨禾、雨桐、林妈妈、戚夫人等，可不知道刘畅与他尚未圆房，只知道刘畅甚少去他房里，每次去了也是匆匆就走，如此怎能生出孩子来？身为刘家少夫人，她难过实属正常，不难过才不正常。戚夫人沉默片刻，道，知道极了就好，明日我让老爷下帖子去请祝太医过来给你开个方子，调养好了身子，自然该有的都会有。这话就说得很明白了，不管刘畅喜不喜欢，他都会祝牡丹生下嫡子。牡丹惊悚万分，面上却不敢露出半分，僵硬的笑道，母亲安排就好，只是明日夫君要办赏花宴，让媳妇去招待女眷。太医若是来了，还烦请母亲派人过去提前和媳妇说一声，媳妇赶紧过来。既然如此，便换个时候吧。戚夫人顿了顿，意有所指地道，来的都是客，你要好生招待才是，不要失了体统。牡丹恭敬的应下。碧梧在一旁听得发酸，抓心挠肺的难受，忙低头问怀里2岁的琪儿，琪儿刚才不是和姨娘说想替祖母捶腿吗？琪儿外貌萧似流畅，被碧梧调教得很是乖觉，闻言立刻正着从碧梧怀里下去，张着2只手朝其走势过去，小脸上堆满了笑容，甜糯地道，祖母，琪儿想您了。这么小的孩子捶什么腿？戚夫人笑眯眯地将琪儿抱入怀里，一叠声的叫念奴包了琵琶来喂她。琪儿并不要念奴喂，而是自己拿了，也不往自家嘴里塞，高高举着去喂戚夫人。戚夫人眉开眼笑，接了，同牡丹夸赞，难为这么小的孩子，最是乖巧懂事。牡丹看着一旁得意洋洋的碧梧笑道，小孩子最是知道谁对他好，母亲这般心疼他，他自然愿意孝顺母亲。碧梧不但将他生得好，也教导得极好。见牡丹当着戚夫人夸赞自己，碧梧虽然狐疑，却还是很高兴。婢妾愚钝，平时都是按着夫人教的规矩去做。戚夫人扫了他2人一眼，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一家人想要繁荣昌盛，必须守礼之礼，你们少夫人宽厚大度，你们也要把该守的规矩都守起来，从明日起，每日领了琪儿过去给少夫人请安吧。
毕吾脸色大变，不明白为何突然要兴起这个规矩来，牡丹也颇不明白。自和牡丹进了刘家门，刘家从来都是要求他遵礼守礼，可从没要求过旁人对他守礼。加上又经常病着的，不要说旁人来给他请安，就是他向戚夫人请安，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最近晨昏定省才算是固定下来。这突然间这样弄，到底是怎么了？牡丹直觉有些不妙，便笑道：母亲，媳妇的院子离得远，孩子们还小，早上起不来，再说媳妇也怕吵，他们若是去，可没清静了。戚夫人不高兴地皱着眉头道：你身子不好，就更该由他们伺候着才是，喜欢清静就不要他们吵闹好了。就是这样定了，他们每日早上先过去给你请安，然后你们再一道到我这里来。又吩咐念奴，把我的话传下去，谁都不许违背。如此一来，牡丹与毕吾都不敢再发话，俱都沉默下来。小丫鬟在帘外道：夫人，孙小姐过来了。戚夫人仍未收了脸上的厉色，沉声道：让她进来。小丫鬟打起帘子，走进一个穿葱白小袄配银红半臂，系碧绿撒花裙，瓜子脸，小山眉，舒筋骨髻的美人来。美人怀里抱着个1岁多的女婴，婀娜多姿，给戚夫人行了礼问了安，又和牡丹见礼。正是刘畅另一个得宠的妾室玉儿和刘畅1岁半的庶长女娇娘。戚夫人淡淡地看着玉儿母女道：我刚才说了，从明日起，孩子们都要过去给他们的嫡母请安，你们也要赶早过去伺候。玉儿同样有些惊讶，随即很快掩饰过去，温顺地道：婢妾早有这种想法，只恐吵着少夫人，故而不敢多去。毕无讥讽地扫了玉儿一眼，不屑地把脸别开。玉儿并不理睬他，认真地问候起牡丹的身体来。在刘畅所有的姬妾中，唯有他与毕无氏正是抬了姨娘的，又各有宠爱，都生了儿女。要说他什么地方不如毕无，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生的是女儿罢了。不多时，外间有人来报，说是刘家父子俩都有事不回来用饭。于是牡丹起头，几个女人恭敬地伺候戚夫人用过晚饭，各自告辞回房。牡丹前脚才走到门口，戚夫人又发了话：丹娘你等等，刚才被他们打了岔，我话还未说完。你房里伺候的人太少了，我另外给你指派一个妈妈和一个1等丫鬟如何？牡丹不由暗自叫苦，她躲清闲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林妈妈眼看着太阳落了山，牡丹仍然不曾归来，不由有些着急，便叫宽儿出去打听消息，看牡丹是否在戚夫人那里留饭。宽儿出去不多会儿，便蹦跳着跑回来：妈妈，少夫人回来了。林妈妈忙招呼淑儿摆饭打水：赶紧的，饭菜要凉了。饭菜刚摆好，廊下便响起甩甩讨好的声音：牡丹最可爱，牡丹最可爱。牡丹有气无力地道：甩甩也可爱。牡丹进了屋，懒懒地往榻上一躺，到待会妈妈着人去收拾一间屋子出来。夫人今日赏了我2个人，一个是李妈妈，一个是兰芝。林妈妈停下手上的动作，诧异地道：夫人怎会突然赏人过来？牡丹病了那许久，刘家只知道找借口将何家给的人不断打发出去，与同出了事，这里缺人手，也不曾给过人。如今突然给了这2个人，怎么看都像不怀好意。牡丹叹道：那有什么法子？总不能拒绝的。牡丹见自己这话一出，屋子里顿时静悄悄的，几人都一脸难过的看着自己，心想不就是多2个伺候的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总不能骑到自己头上去，这么多人都看着自己一个人，绝不能示弱。遂打起精神，起身净手拿起筷子准备吃饭，笑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多有2个人帮你们做事，岂不是更好？林妈妈佝偻着背只是叹息。虽是这样说，可是牡丹见他眉头深皱，脸上的皱纹越发的密，看上去极是愁苦，心中老大不忍。因知道他最喜欢听什么，便招雨禾使眼色。今日也有好事，雨禾说给妈妈听听。雨禾的令，忙笑道：妈妈，今日夫人发了话，从明早上起，2位姨娘都要带了公子小姐们过来给咱们少夫人请安。夫人还说了，要请太医来给少夫人调养身子呢。那便是了，从前夫人不曾将您放在心上，如今重视了，自然要放人到您屋里来。这府里谁院子里没几个夫人给的人？这缘也算不得什么。林妈妈眼睛一亮，脸上的愁色一扫而光，兴奋地道：少夫人，您要翻身了，您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早日诞下嫡子才是。牡丹一口饭哽在喉咙口，胡乱把话扯开。突然这样看中我，我心里很是不安，也不知到底为何，总觉得怪怪的。林妈妈哈哈一笑，丝毫不把牡丹的担忧放在心上。管他呢，总之对咱们有利就是了。见牡丹在那里数饭粒，上前加了一柱爆炒羊肝到她碗里。天色不早，少夫人赶紧用了饭，沐浴之后早点休息，
觉睡好了，明日才有精神。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一定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牡丹咬牙切齿地将碗里的饭菜吃了个干净，看得林妈妈与雨禾等人好一阵欢喜。却说戚夫人作弊晚课，钟嬷嬷手脚利索地指挥丫鬟们伺候她梳洗完毕，扶了坐在帘下纳凉。因刘成彩尚未归来，钟嬷嬷便端了针线筐子，陪着戚夫人边说闲话边等候。在钟嬷嬷有意识的引导下，话题从10几年前的陈年往事扯到了牡丹的身上。先前夫人说要2位姨娘和小公子、小小姐去给少夫人请安时，奴婢瞧着少夫人都听呆了。后来听说要请太医过来，她更是感激得不得了呢。戚夫人扫了她一眼，淡淡地道：“你一定很奇怪，我今日为何要管她的事，为她撑腰，又赏他人吧？”钟嬷嬷笑道：“老奴是不明白，看着少夫人也不明白。”戚夫人正色道：“我这可都是为了家里好，虽则家门不幸，遇到这种事情，但木已成舟，若是多事反悔，任由子叔和那清华郡主继续胡作非为下去，逼死了人，得罪了何家，将那事泄露出去，不但老爷的官声和子叔的前途都要受损，我刘家还要留下一个薄情寡义、忘恩负义的名声，想要在这京中上层人家里立足，却是千难万难。子叔荒唐也荒唐过了，该收心了。”钟嬷嬷陪笑道：“夫人一向极有远见，但奴婢看着少夫人看似柔弱，实则韧性强得很，哪里那么容易就想不开了。”戚夫人突然发作，猛地一拍桌子，冷笑道：“去岁秋天她那场病是怎么来的？你们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懂还是假听不懂？”她极为慎重，这一发作吓得钟嬷嬷心慌意乱，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夫人息怒，老奴知错了，请夫人明鉴，老奴自7岁跟在您身边，如今已近40年，从无二心。说起这近40年的经历，戚夫人有些动容，叹道：“我知道你是子叔的奶娘，打小就疼他，总爱依着他的性子来，但这是非同儿戏，不能由着他胡来。他心里念着那清华郡主，清华郡主如今也是自由身，两人心里存了那个念头也不奇怪。但他就没想过，我们这一房2代单传，只得他一人，我和老爷还指望着他传宗接代，儿孙满堂呢。单娘还好，到底软善，心里再难过，也不过是躲起来哭一场罢了，断不会做那乌七八糟的事。可若是换了那人，这家里只怕就要不太平了。他身份高贵，就算是我，他也未必放在眼里，又如何会让其他人有好日子过？咱们家无福消受，老奴记住了，以后会劝着公子爷的。”钟嬷嬷松了一大口气，还好，夫人只想着自己是偏颇公子，没有疑心到其他方面去。看来夫人主意坚定得很，以后不能再提这个话了。明日还是找空子告诉清华郡主，让她另外想法子的好。戚夫人揉揉额头，真是让人不省心，杀千刀的刘成彩，顾前不顾后，做了丑事还要女人和儿子来替他受罪。钟嬷嬷不敢答话，只是陪笑。翌日天刚蒙蒙亮，牡丹就被一片嘈杂声吵醒，婢吴骂婢女的声音，小孩子哭闹的声音，育儿劝解的声音响成一片。这才什么时辰就过来请安？请安有这么吵闹的吗？特意来挑衅的是吧？这群女人真烦。牡丹烦躁地捶了枕头几下，忍了几时忍，到底没忍住，翻身坐起，大声吼道：“雨禾，谁这般没规矩，一大清早就在外面喧哗？”外间的吵闹声略静了一静，雨禾清甜的声音响起：“回少夫人的话，2位姨娘带了大公子和大小姐，按着夫人的吩咐给您请安来了，您可是忘了？”牡丹翻身下床，随手在床头取了件薄丝袍披上，披散着长长的头发，漫步走至外间，淡淡扫了精心装扮过碧梧和玉儿以及他们带去的那群丫鬟婆子一眼，在妆台前坐下。我怎敢忘了夫人的话？怕是有些人忘了夫人的话才对。碧梧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皮笑肉不笑地道：“少夫人此时还未梳洗，只怕稍后去夫人那里请安要迟了。”玉儿则笑嘻嘻的行礼道：“都是婢妾的不是，竟然让娇娘抢了齐公子的布老虎，这才引起喧哗，扰了少夫人的清静，还请少夫人恕罪。”因见宽儿盛上净面水来，便主动上前接了盆子，亲手伺候牡丹净面。牡丹不习惯流畅的姬妾如此示好，看了玉儿2眼，见她只是望着自己温顺的笑，也就不推辞，低头净面。罢了，小孩子哪有不闹的？我这里还有些时候才能好，碧梧若是着急，不必等我，先去夫人那里伺候吧。碧梧犹豫片刻，真的就行礼，命人带了旗儿出去。如此，婢妾就先去了。少夫人慢慢的来。玉儿脸上闪过一丝不屑，低声道：“少夫人，她就是这个脾气，您莫和她计较。”牡丹不置可否，招呼雨禾：“快来帮我梳头换衣服。”云髻如蝉翼，金钗玉步摇，粉纱短如小，
燕子罗起裙。新装成的牡丹光芒四射，玉儿眼里闪过一丝羡慕和酸楚，随即换作了惊喜和谄媚。少夫人真美，这样的容貌风姿，不要说在咱们家是头一份，就是在京城里也是少有的。牡丹叹了口气，这算是做了和牡丹唯一的福利吧。看到趴在奶娘怀里睡眼朦胧的娇娘，便道：这么小的孩子，怪难为他的，日后让他不必来了。玉儿犹豫了一下，道：婢妾不敢违背规矩，让他从小学着，将来才识得大体。牡丹淡淡一笑，也不多语，当先走出。到了戚夫人的门外，戚夫人已经起身，正在梳洗，碧梧与琪儿却未在廊下候着。朱嬷嬷拿眼觑着牡丹，淡淡地道：小公子被抱进去了，碧梧姨娘去厨房给夫人取早饭了。正牌的媳妇还没有一个小妾请安到的早，也没人家伺候的周到，落到旁人眼里，就算不是牡丹的不是，也是她的不是。玉儿偷偷看了牡丹一眼，但见牡丹饶有兴致地看婆子们将廊下的红灯笼一盏一盏地取下，一盏一盏地熄灭，看得津津有味，半点在意的样子都没有，却是根本没把朱嬷嬷的话听进去。朱嬷嬷见牡丹无动于衷，反而自得其乐，暗自唾骂一声：真是个木头疙瘩，和他说这些简直是浪费精神。刘畅神清气爽地走过来，远远就看到牡丹与玉儿立在廊下，高矮不齐，燕瘦环肥，各有千秋，果然养眼，不由心情大好，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来。玉儿眼尖，率先看到了刘畅，见他今日束着玉冠，穿着绯色团花圆领纱袍，踏着青丝云履，腰间挂着花鸟纹银香囊与玉佩丝绦，显得玉树临风，风流俊俏，不由满心爱慕，屈膝行礼道：婢妾见过公子爷。因见牡丹还在发呆，忙轻轻拉了他的袍袖一下，牡丹如梦初醒，木木地朝刘畅行了个礼：夫君万福。刘畅心不在焉地朝玉儿摆摆手，看着牡丹淡淡地道：今日这个样子还不算丢我的脸。牡丹木愣愣地瞥过眼神，看着地砖，扎扎。玉儿的目光在二人身上打了个来回，若有所思，将娇娘接过来笑道：娇娘快给爹爹请安。娇娘说话还不利索，睡眼朦胧地吊着玉儿的脖子，皱着眉头瘪着嘴看着刘畅，一脸的委屈，就是不叫人。刘畅心中不喜，走过场地戳戳娇娘的脸，这哭兮兮的样子也不知和谁学的，大清早的看着就会气。边说边瞟了牡丹一眼，牡丹只做不见。玉儿难过的要死，心疼的搂紧了娇娘。帘子里响起戚夫人的声音：都进来吧。戚夫人看到牡丹的装扮，也是眼前一亮，笑道：这就对了，这才是我刘家媳妇该有的样子。回头望着刘畅道：子叔，我昨日才同丹娘说，过些日子请祝太医来给她瞧瞧，开个方子调理一下身子，赶紧给我生个嫡孙。刘畅闻言淡淡的嗯了一声，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戚夫人知道他这个态度相当于同意了，不由心情大好，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丹娘是第一次操持这样的宴会，子叔你可要护着他点才是，他不懂的你好好教他，别又惹他生气。刘畅又嗯了一声，心不在焉的再靠过来，趴在他膝盖上的琪儿头上摸了两把。在帘下听了半晌的碧梧掀起帘子走进来，笑眯眯的将食盒往桌上放了，给众人请了安，道：夫人此刻用膳吗？戚夫人冷冷的扫了他一眼：你缘何没有按我昨日的话去做？碧梧吃了一惊，以为牡丹告了他的状，愤恨地瞪了牡丹一眼，委屈万分地蹲下行礼道：婢妾先去了少夫人那里的，是见时辰晚了，少夫人还未梳洗，婢妾生恐伺候不着夫人，故而禀了少夫人，先赶过来伺候夫人。他这话听来有讲究，时辰已晚，牡丹却还未梳洗，并不怕伺候不着戚夫人，分明就是故意怠慢。戚夫人却冷笑了一声：巧言令色，按规矩你该伺候你们少夫人梳洗才是，我这里自有人伺候，哪要你多事？你连分内之事都做不好，还敢擅自多事？我看你是欺负少夫人良善，不把她放在眼里才对。碧梧想哭又不敢哭，一边拿眼觑着刘畅，一边道：奴婢知错了，再也不敢了。刘畅只是看着手里的茶碗，并没有如同往常那般出言替他解围求情。牡丹低咳了一声，笑道：母亲莫气坏了身子，不是什么大事，媳妇的确答应了碧梧先过来的。戚夫人叹道：罢了，既然你们少夫人为你求情，我少不得要给你们少夫人面子，但你不懂规矩由来已久，今日就罚你不许出席宴会，跟在我身边学规矩。啊！碧梧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想到自己为了参加这个宴会，为了给牡丹好看，五更天不到就起来精心装扮，如今却得了这样一个下场，一时恨不得大哭，看着牡丹的眼神更忧愤了。
这个狡猾恶毒的女人，这是生恐自己在宴会上抢了她的风头，明知戚夫人说一无二，还故意设下这个圈套给自己跳，可恨自己当时猪油蒙了心，怎么就上了这个贼当。再看玉儿的嘴角都翘了起来，一脸的幸灾乐祸。碧梧委屈的要死，一瞬间恨透了牡丹。牡丹收到碧梧恶毒的目光，有些莫名其妙。按说自己已经够意思了吧，不曾打骂过谁，算计过谁，所求不过是安稳二字而已。他不愿意伺候自己，忙着来讨好戚夫人，就放了他来，他自己不机灵，吃了戚夫人的挂蜡，就把气出到自己身上。哪有这种道理？当下毫不客气地瞪了回去。刘畅正好看到，冷冷地哼了一声，暗想原来牡丹的淡然木愣都是装出来的，内心里仍然妒忌多事，这招就叫欲擒故纵。既然喜欢装，就装呗，熬到最后他还不是得来求自己。戚夫人处理完碧梧，便留牡丹与刘畅同他共进早膳。牡丹想着稍后要见到的人和事，有些食不下咽，而刘畅也不知在想什么，显得心不在焉。戚夫人见状，不满的赶人：“走吧，走吧，去忙你们的。”牡丹一刻也不愿在这里多候，立刻起身告辞。戚夫人叫住刘畅：“子叔，我有话要同你讲。”牡丹也不管他，亲热地携了玉儿的手往外走。我许久不曾参加这样的宴会，有些怕生了，只想在一旁看热闹，你要多辛苦才是。以往都是碧梧出尽风头，想不到如今自己也有这机会。玉儿看到帘下哭丧着一张粉脸的碧梧，心中暗喜，又想到戚夫人和刘畅对牡丹的态度，只怕是少夫人要翻身了。宴会出彩，少夫人高兴，公子爷也会高兴，自己定然要把握好机会，不叫少夫人和公子爷失望才是。当下便上了12分的心，和牡丹细细讲述起今日宴会的安排来。客人大约要4正才会陆续到来，无非就是赏花作诗、看歌舞、观百戏、游园宴会，之后是斗花斗草斗鸡、玩出仆，怎么高兴怎么来，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牡丹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玉儿笑道：“这个简单，让人去问西夏要一份名单来，便可知晓。”说着扬手叫了贴身丫鬟绿腰过来：“你去问西夏要一份今日宾客的名单过来，就说是少夫人要看。”绿腰领命离去。玉儿又道：“时辰还早，少夫人要不要先回房去歇歇？婢妾看您刚才也没用多少早膳，正好回去用一点。”牡丹笑道：“也行。”二人一前一后，笑逐颜开地回了牡丹的院子。林妈妈见二人不过半日功夫就突然如此亲热，微微有些惊讶，面上也不显，迎上来笑道：“少夫人可用早膳？”牡丹道：“摆上吧。”又立邀玉儿与她一道共进早膳。这里没有外人，你和我一起用了吧，省得你稍后还要回房去吃，耽搁了时间。玉儿推辞一些，站着吃了。碗碟刚撤下，绿腰就取了名单过来，双手奉给牡丹。牡丹第一眼就看到了2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刘畅的老情人，年前新寡的清华郡主，一个就是和牡丹的表哥李信。其他人牡丹都不感兴趣，随手便将那名单扔在桌上，走到廊下去斗甩甩。林妈妈便带了戚夫人指派的李妈妈和兰芝过来给牡丹磕头。玉儿见状，很有眼色的告了退，说是稍后过来伺候牡丹一道往园子里去。牡丹嗯了一声，随意瞟了李妈妈和兰芝一眼，道：“我这里没什么规矩，要紧的就是这几盆花，可别乱碰。”李妈妈和兰芝都笑：“少夫人放心。”牡丹点点头，不再管他们，回房拿了几个自己糊的纸袋，趁着太阳还不大，走至几株即将开花的牡丹旁边，挑着那最大最壮的花苞，小心翼翼地将花瓣除了，只留雄蕊与雌蕊自交授粉繁殖，再将纸袋套紧，吩咐宽儿树儿多加注意。他这种行为，林妈妈他们已经见怪不怪，李妈妈和兰芝却看得心疼万分，兼不以为然。心疼的是，这样一朵牡丹，若是盛开之后拿到外面去卖，怎么也值得几百钱，可少夫人倒好，辣手催花，一次催几朵，真是暴殄天物。不以为然，却是认为这是牡丹给他们的下马威，是不是警告他二人小心点，否则下场就像这朵牡丹花呀。他们来前可都是得了夫人叮嘱的，才不怕这又病又软又不讨喜的少夫人呢。于是这二人才一照面，就对牡丹生了抵触之心。牡丹并不知他们心中所想，一心只记挂着自己要做的事情。四下巡查了一遍，暗想这几盆牡丹的颜色和花型虽则都不算上佳，但前面2年若能将这几个品种繁育好，就够开销了。至于其他杂交品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着急不得。巡视完小花园，牡丹招手叫雨荷过来：“等会儿李公子也要来，你抽空去和他说，我有事要同他商量，叫他务必寻了机会来见我。到时候你就想法子把林妈妈引开。”雨荷的眼睛珠子转了几转，笑道：“
表公子是个不错的人选。牡丹掐了他的脸颊一把，龇牙道：胡说八道什么？我是有正事。金上酷爱牡丹，曾一次豪赏万金与献上千叶摇黄的民间花匠，又建牡丹园，园中牡丹种类繁多，更有各地献上的稀罕品种。每当花开之时，宴赏群臣，美人歌舞，评选花中魁首，终者美名远扬，更是钱财滚滚。有了这个因由，京中王公贵族、富甲豪绅无不以家中有稀奇牡丹为荣，竞相夸耀，就是小百姓也以家中有牡丹为荣。待到牡丹盛开之时，满城尽是插花之人，今日刘家的这场宴会也不例外，来的宾客之中不分男女，10个倒有8个簪了牡丹。特别是女客们，高高的发髻之上多数都簪了一朵硕大的牡丹，比衣服比首饰比风貌，还比谁头上的牡丹品种更稀有，更大更艳更值钱。牡丹却是那极少数没有簪牡丹的女子之一，她没跟在刘畅身边迎接客人，反而早早就躲在树下阴凉处不显眼的地方默默观察出席花宴的客人。由于之前病弱不喜出门，怕吵不喜与人结交的缘故，牡丹在记忆之中搜寻了许久，也不过从这些客人之中找到寥寥几张熟悉的面孔。至于他一心想见的那位清华郡主和李姓，却始终迟迟不曾现身。玉儿尽职尽责地候在一旁，耐心地指点客人给牡丹看。少夫人，您看那位穿银红大袖纱罗衫，簪红牡丹戴金步摇的夫人，是公子爷最好的朋友，楚州后世子潘荣的夫人白夫人。她去年刚得了一位小公子，家里也同咱们家一样，人口众多。她看着冷傲，实际上脾气修养很不错，少夫人若是喜欢，可以和她说话，她一定不会怠慢您。牡丹被玉儿后面那句饱含深意的话所提醒，不由认真打量起那位楚州后世子夫人来。这位世子夫人被一群莺莺燕燕簇拥着，聚精会神地看着面前被篱笆轻纱围起来，还未露出真容的玉板白，偶尔皱着眉头冷冷地扫身边献殷勤的女子一眼。牡丹看她身边围着的那群女子扮相妖娆，举止轻浮，便好奇地道：她身边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看他们对白夫人殷勤的紧，白夫人并不怎么理睬他们。玉儿顿了顿，尴尬地笑道：都是世子爷的姬妾。想了想，又添了一句：不是谁家的主母都如同少夫人这般宽厚软善的。玉儿的奉承之意实在太过明显，牡丹淡淡一笑，指了另一个扮相娇俏，正围着自己那株位子打转，跃跃欲试，恨不得将那朵最大的位子摘下来的簪花少女道：这位小姐好容貌，又是谁家的？玉儿只瞄一眼便笑道：难怪的您不认识，这是戚家二娘呀，她上个月才和舅老爷一起从任上回了京，过来拜会的时候，您身子不好，没有出来。后来几次来府上，都是阴错阳差就错过了。玉儿这样一说，牡丹就有了数，这是戚夫人那位刚任了正五品上接见议大夫的胞弟戚长林的嫡女戚玉珠，年方及笄，听说是个才女，多得宠爱，曾有过此生定要嫁个举案齐眉的良人的宏愿。刘畅此次举办这个花宴，一多半的原因怕是为了戚玉珠，要为她觅一门好姻缘。说起来，与刘家交往的都是些高门大户，名门贵胄，何家就算是很有钱，却也是世门不当户不对，也难怪的刘家上上下下这般不舒服，也不知当初刘家怎么就到了那个地步，其他助力都靠不上，只能求上何家呢。牡丹正自沉思间，刘畅家养的10来个如花似玉的家妓，在倩素的带领下，若柳扶风一般走了过来，就在不远处大喇喇地坐下，开始娇声说笑。倩素虽然不曾抬了姨娘，却独自住着个精致的小院子，身边有5、6个人伺候，刘畅1个月里也总有10来天在他那里。他又妻牡丹无宠不讨喜，性子绵软，自来不把牡丹放在眼里。此时明明看见牡丹和玉儿在这里，却也装着不知道，领了众人在一旁调试丝竹，高声谈笑，顷刻间就把牡丹给吵了个头昏眼花。玉儿不忿他许久了，一来是想借着戚夫人发威这个关口，借牡丹的手收拾收拾他，二来也是想试探试探牡丹的深浅，便道：少夫人，他太目中无人，半点规矩全无，婢妾这就让人去好生训斥他。林妈妈闻言冷笑道：就算是他目中无人，要训斥也是少夫人的事，玉姨娘这不是越俎代庖吗？可见姨娘表面上看着尊敬夫人，实际上却也存了轻视之心，是不是？玉儿赶紧站起来，满脸急色地望着牡丹道：少夫人恕罪，婢妾并没有这种心思，只是见了他们这般无礼，心中不忿而已，一时冲动，难免失了礼。牡丹早就看得明白，这些人心中就没一个真正把自己放在眼里的，玉儿是好不过是别有打算和看在戚夫人的面子上而已，而区区一个清官出身的倩素，连戚夫人的院子里都去不得，自己要真的当着这许多宾客和他计较，那才是真正丢人。遂笑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若是和他们计较，才是失了我的身份。
他们爱在这里，我们另外换个地方就是了。玉儿悄悄打量着他的神情，笑道：少夫人说的对极，婢妾没有见识。这里也没什么好的，咱们去那边，又清静，又能把这场地里的情形尽数看得清楚。这里本就是专为了在室外设席游乐而准备的地方，几十年生的老树好似屏风一般，把一块方圆20丈有余厚软的草地围了起来，树下阴凉处，阴席铺地，矮几上果子，酒水糕点琳琅满目。在主人席面的侧边，有一间小小的茅草亭子，由一丛盛开的丁香遮了大半，正是个好去处。玉儿指的便是那亭子。牡丹笑道：那里倒是个好去处，既如此，我们这边去罢。二人刚起身，一个丫鬟匆匆跑过来行礼道：少夫人，公子爷请您到前面去迎接客人，郡主娘娘来了。此言一出，丝竹调笑之声骤然停下，众家妓、林妈妈、雨禾、玉儿，所有人都用同情的或是看笑话的目光看着牡丹。倩素更是起身走到牡丹面前，笑道：奴婢见过少夫人，郡主娘娘上次说想看婢妾跳绿腰，奴婢练习了许久，昨夜里跳给公子爷看，公子爷说已是能拿得出手了，还请少夫人见了郡主娘娘，征询娘娘的意思，若然还愿垂赏，奴婢便上场一舞。真欺人太甚，什么东西竟然敢在牡丹面前这般炫耀。林妈妈气得发抖，正要出言呵斥倩素，牡丹已经目不斜视地从倩素身旁走了过去。既然公子爷已知悉此事，该不该跳，他心中自然有数。作为下人，想讨主子欢心是好事，但这般不顾规矩地上赶着，却是失了体统。你既然做了家奴，便要忘了从前，按着府里的规矩来，莫要让人笑话你轻浮。玉儿一声笑出来：倩素姑娘，你继续忙，想必稍后公子爷有了空，定然会遣人来唤你。倩素一张巴掌大的俏脸顿时气得浮上青灰色来，待牡丹走远方，恨恨唾了一口：什么东西，不过商人之女罢了，侥幸得了这个位置，就以为真的飞上枝头做了凤凰，还敢笑话我。心里便想着，待晚间刘畅去他那里，一定要给牡丹上点眼药。牡丹自是不知倩素在后面如何唾骂算计自己，只暗自想着，刘畅叫自己去迎接这郡主，二人必然存了恶念，自己又该如何应对才能妥当。还未走到园子门口，牡丹远远就看见刘畅和一个穿宝蓝件袖袍的年轻男子立在一株柳树下，正与一个身材高挑丰满、打扮得分外华贵妖娆性感的年轻女子正在说笑。一个面目俊俏、这胡服的少年郎与7、8个穿着青衣的年轻婢女垂手秉声，规规矩矩地立在不远处，看样子大概便是清华郡主与他的随从了。刘畅回过头来，正好看到牡丹，便低声与那二人说了句什么，那华服男子与清华郡主都回过头来看向牡丹。牡丹看得分明，那华服男子眼里分明闪过一丝惊艳，清华郡主却是满脸的探究打量之意，眸子里还有毫不掩饰的轻蔑和讨厌。少夫人，那穿宝蓝袍子的便是潘世子了，旁边那位贵人，玉儿顿了顿，你也见过的，就是郡主娘娘。牡丹面带微笑，毫不胆怯地目视着那几人。她看得分明，那清华郡主年约20有余，面容艳丽，发髻高耸，身材妖娆迷人，扮相更是华贵。五晕罗银呢宽袖长衫曳地，黄罗抹胸裹得极低，露出一片雪白饱满的胸脯。8幅黄罗银呢长裙下露出一双精致小巧的珠履，单丝红底银呢披帛随风飘舞。清华郡主的头上同样没有簪花，仅只是戴了一只样式繁复精巧的香八宝花钗步摇，此外再无半点饰品，就是脸上也不曾上妆，而是素面。偏生她在那里站着，众人便只看到了她，所有的衣服首饰都不过是陪衬罢了，果然气场强大，美丽动人。一个女人不化妆就敢于出席这种争奇斗艳的宴会，只有2个可能，要么就是不懂规则，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容貌非常自信，确信没有人能比得过自己清华郡主，显然就是属于后者。牡丹想，光看外表，刘畅的确有眼光。清华郡主微微皱起了眉头，她也在打量牡丹，记忆中牡丹是个鬓歪歪，说话如同蚊子哼哼，但骨子里却最是娇气，最固执，却又没有自信的商家女，对着她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带了几分懦弱和胆怯，从来不敢直视，只敢偷偷红了眼流泪。但眼前的牡丹显然与她印象中的那个女子不一样，病弱之气一扫而光，美丽婀娜，不但敢直视自己，还对着自己泰然自若的微笑，摆出一副女主人的样子来。牡丹走到离几人3、4步远的地方，正了神色，规规矩矩地对着清华郡主扶下去。郡主娘娘万福。清华郡主只做听不见，拉着刘畅说笑，笑得花枝乱颤。一旁的潘荣摸摸下巴，盯着牡丹笑道：子叔，这是弟妹，好久不见，竟然养成了这个样子，你好福气啊。
他如此一提，清华郡主便不好再装晕，不满地扫了潘荣一眼，娇笑道：你可真管得宽，怜香惜玉到子叔家里来了。眼角瞅到刘畅脸色不好看，便扬了扬手，罢了，家宴不拘礼，不然这一群人个个对着我行礼，我可坐不住了。谢郡主娘娘。牡丹看了看潘荣，又扶了一扶，世子爷万福，快起快起，莫拘礼。潘荣毫不掩饰对牡丹的赞叹之情，摇着头笑道：真是想不到，按我说，子叔，你家这个女主人实在是明智识规。刘畅听到潘荣赞叹牡丹，又显而易见地看出了清华郡主眼里的嫉妒之意，心中不是不得意，却道：她懂得什么？不叫人笑话就好了，想要她担当大任，那是难上加难。牡丹只当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面上带着淡淡的笑，连眉毛都没挑一下。什么女主人？一个过门3年仍未圆房的女主人。清华郡主讽刺的一笑，她血统高贵，生来就是当今圣上宠爱的侄女，从小锦衣玉食，前呼后拥，又天生貌美聪颖，从她及笄时出席大大小小的宴会，就从来没有不出风头的，包括今天也是如此，只要有她在，什么牡丹也不过就是一根草，她想怎么采就怎么采。清华郡主想到此，雍容大度的一笑：牡丹，我今日出门，本也想随俗簪花，谁知遍巡府中，总也找不到适合我的那一朵。听说你这里有诸位子开的正盛，想向你讨要一朵，不知你舍不舍得。潘荣不待牡丹回答，就讥笑清华郡主：哟，我今日见你不曾簪花，还以为你不屑于与那些庸脂俗粉一般，要靠花着色，正想夸赞你同弟妹一样，都是清水出芙蓉，谁知你转眼就叫我失了望。清华郡主面上闪过一丝愠色，冷笑道：我要子叔家里的花，主人家还未开口，你又操的哪门子闲心一边去，见着你就烦。潘荣也不生气，只是笑。清华郡主见牡丹垂着眼不说话，便柔弱无骨地往刘畅身上一靠，用美人扇掩了口，斜睨着牡丹娇笑道：不过是一朵花而已，牡丹不说话，畅郎也不说话，难道是要把整盆都给我端了送去吗？刘畅略一犹豫，慢吞吞地道：你若真喜欢，也未尝不可。牡丹大怒，刘家的杂碎，没经过他的允许，竟然就敢私自将他的嫁妆做人情，这不要脸的东西，当他是死人。这次送花，那下次送什么？当下便上前一步，拦在了清华郡主面前，皮笑肉不笑地道：按说郡主娘娘垂爱，实在是小妇人之幸，只可惜这盆花虽然不值钱，却是家父家母所赠之价资，小妇人虽愚钝，却不敢不孝，还望郡主娘娘垂怜。牡丹此举令周围众人无不惊讶，这以柔弱出名的女子，竟然敢同时违逆了她的夫君和郡主的意思，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刘畅微微皱起眉头看向牡丹，却也没表现出有多不高兴来。清华郡主哈地笑了一声，翘起兰花只戳着刘畅的脸，娇声笑道：畅郎，他不肯哦，你说的话不算数呢，你可真没魅力。刘畅轻轻将他的手拿开，低声道：别闹。清华郡主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气，猛地将手收回去，望着牡丹冷笑道：咦，是别3日当刮目相待啊。林妈妈生恐牡丹惹祸上身，忙上前拉住牡丹，连声道：少夫人您糊涂了，虽然是嫁妆，但不过就是一盆花，郡主娘娘看得上，是您的福气，还不快谢恩。林妈妈这话说出来，听着是劝牡丹从了，可细细一听，却是清华郡主在巧取豪夺人家的嫁妆。潘荣哈哈一笑道：清华，你就别戏弄人家了，看看人家都要哭了。牡丹不记得自己与这潘荣有什么交情，但今日他的确是一直在帮他，也不及细思，就顺着他的话头，可怜兮兮地道：是我愚钝，郡主乃是天界之女，什么稀罕物没见过，郡主的园子里又怎会少这样一盆花，又怎会为了他和我一个无知妇人计较，逗我玩我也不懂。刘畅扫了牡丹一眼，低声呵斥道：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牡丹很好学地问：夫君，上得台面的又是什么东西？刘畅被噎着，冷冷地瞪着牡丹，牡丹一本正经地看着他，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潘荣又是一声笑：妙呀，下次我夫人这样骂我，我正好这样回她。清华郡主瞅了潘荣一眼，笑道：行了，我再怎么混，也不会为了一盆再寻常不过的花，就落下一个仗势欺人的名头，不然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御史又找到可以说我的由头了。言必看也不看牡丹一眼，摇着扇子问刘畅：还不入席吗？你不是说今日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你要敢骗我，给我当心着心儿。刘畅笑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说了会有就一定有，你放心好了。二人把牡丹给扔到一旁，目中无人的携手往前去了。
潘荣凑到牡丹身边，笑道：你倒叫我刮目相看了，他这样对你，难过吗？因着他刚才几次三番为自己说话的缘故，牡丹虽知他与刘畅本是一样的人，却也没多讨厌他，微微一笑道：世子爷若是认为我该难过，我便难过；若是不该难过，我便不难过。潘荣沈然一笑，能留下这条命就是好的，若是还要奢求，便是贪心了。说完哈哈大笑着往前去了。牡丹冷冷一笑，无论刘畅身边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性情，无一不认为他是高攀了。可是潘荣为何愿意帮他呢？尽管看来不是那么情愿，但他到底还是帮了。还有，这李信为何这个时候了还不来？难道他之前所以为的错了？玉儿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牡丹的神情，他以为牡丹一定会如同从前那般失魂落魄地躲回自己的院子去黯然神伤，谁知牡丹却在那里犹如老僧入了定，便担忧地推牡丹：少夫人，您还好吧？牡丹笑道：我当然好。玉儿笑道：那婢妾伺候您进去，里面只怕是开了席呢。也好。牡丹带了惊魂未定的林妈妈与雨禾一道进了宴会场所，里面已经开了席，那班家既已然开始奏乐，茜素换了一身雪白飘逸的轻纱宽袖长衣长裙，正在跳绿腰舞，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不可否认，茜素跳得很好，但场中却没几个人看她跳舞，而是自顾自的谈笑。尤其是刘畅和清华郡主，正头挨着头的窃窃私语，忽而哈哈大笑，也不知在做些什么。林妈妈气得浑身发抖，既然叫牡丹出席宴会，主人席位却给一个莫名其妙钻出来的郡主给占了，这不是往牡丹脸上打耳光吗？牡丹看茜素跳舞看得入迷，却不知旁人也在看她，没办法，众人皆入了座，偏她立在那里不动，想不叫人注意她都难。她那样的容貌风姿，很容易就被人探听了真实身份，是刘畅那位因病半隐居的正室。众人都像打鸡血似的兴奋起来，这下子好玩了，清华郡主好好的上席不坐，偏跑去和刘畅一起挤，如此大胆的公开话调情说爱，而美丽哀愁的小妻子哀怨地凝视着自己的丈夫和情人，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多么狗血的场景啊！玉儿被看得难受，悄悄扯牡丹的袖子：少夫人，您还是先入座吧，后面好看的歌舞百戏还多着呢。哦。牡丹回过头来往场地里一扫，这才发现席位的设置有讲究，上首3张阴席，正中1张空着，但阴席后面团团站着清华郡主的仆从，明显就是专为这里地位最高的清华郡主所设的上席。左边1张坐着潘荣和他的妻子白夫人，身后是他那群艳丽殷勤的姬妾。右边1张却是主人席，本是他与刘畅的位子，却被清华郡主给占了，而下面2排坐席乃是男左女右，女客们来的不少，早就将左边坐得满当当的，男客席虽还有空余，他却不能去挤。下手，也就是他站立的地方，只有一棵孤零零的合欢树，并未设坐席，他竟然是没有地方可坐。而此刻，除了刘畅与清华郡主以外，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奏乐的家计乱了调，跳舞的茜素错了5步。众人的目光中有同情不忍，有幸灾乐祸，有不屑，有纯属就是看热闹的，但就是没有一个肯帮着他解围的。潘荣甚至对着他端起酒杯摇摇一柱，白夫人皱着眉头扫了刘畅和清华郡主一眼，却也垂下了眼。林妈妈已经清啜出声，雨禾因为愤怒而变得沉重的呼吸声也响彻耳畔。可能大家都以为这种场合他还是躲开的比较好，他今日若是败退，日后又如何还有脸面出来？不过就是欺负他脸皮薄，这算得什么？还能憋死人不成？牡丹朝着众人淡淡一笑，示意雨禾将他抱着的那件织金锦缎披风当众铺在合欢树下，他就往那上面施然坐下。他有的是好料子，不能做阴席，就做织金锦缎怎么样？与那奸夫遥遥相对的滋味原也不错。什么是主位？他这里独树独席，更像主位。绿腰舞步已乱，再没什么看头，牡丹就坐在那里，抬眼淡淡地看着众人。众人看他，他也看众人，讲到心理承受能力，他自问还是不错的。诡异的安静，所有人都在看着牡丹，看着刘畅和清华郡主。紧接着私语之声渐起。本朝固然民风开放，公主们郡主们私下里蓄养男宠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这般明目张胆的当着旁人的妻子调情，男人实在是太欺负人了些，女人也太无耻了点。察觉有异，清华郡主脸上闪过一丝愠怒，使劲掐了刘畅的腰一把。你这位夫人挺有钱的吗？织金锦缎晃得人眼花，花巧也挺多的，她到底想怎样？怎么还不滚？刘畅目光阴鸷地扫了牡丹一眼，看着面前镀金银盖碗里用糖和奶酪拌成的蜡烛樱桃，
慢慢伸出银勺子，咬了一颗樱桃，喂到口里，淡淡地道：他这样盯着，所有人都玩不好，这里面还有与何家熟识的人，只怕明日那糟老头子就要打上门来理论，烦得很。清华郡主唇角浮起一丝冷笑，说得好听，不过是看着他扮可怜，觉得心疼罢了。也罢，他若是当众嚎哭起来，你面上也无光，我先过去了。言罢起身去了上席，叫那貌美的胡服少年给他捶着腿，自己端了一杯葡萄酒，目光沉沉地看着牡丹。西夏领了刘畅之命，快步走到牡丹身边，躬身作揖道：少夫人，公子爷说了，这里凉，那披风也薄了些，您身子不好，还是去那边坐比较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似乎自己在这里守着的目的，真的就是为了和清华郡主争那一席之地。牡丹微微一笑：你去同公子爷讲，这里最好，若是体恤我身子弱，便请另外给我设个席位。西夏为难得很，又别不过牡丹，弓腰退下，去回刘畅的话。刘畅面无表情的道：他爱那样就由得他。西夏领命，立刻去给牡丹重新设席。席位设好，牡丹把目光投放在几案上，但见鎏金鹿纹银盘里装着羊肉做馅的鼓楼子糊饼，镀金银盖碗里是糖和乳酪相伴的樱桃，玻璃盏里装着葡萄酒，更有一盘细瓷盘装了的世人称为软丁雪龙的白鳝。食具精美，菜肴讲究，这样的席面在当时已是上等，但牡丹本人对用糖和乳酪拌了樱桃这种古怪的口味是敬谢不敏的，因见玉儿在一旁眼巴巴的，便随手将那碗樱桃递给他几人：你们分吃了吧。又把那白鳝赏给了西夏。西夏眉开眼笑的讨好道：少夫人，您若是不喜欢吃这些，稍后还有飞刀快鱼，还有混洋梅糊。飞刀快鱼说白了就是吃生鱼片，而这混洋梅糊牡丹却是不知道，当下便道：这混洋梅糊是怎么说？西夏说的口水都流出来。这是宫里传出来的新法子，先将烫水脱去毛的鹅去掉五脏，在鹅肚子里填上肉和精米饭，用五味调和好，再用一只羊同样脱去毛，去掉肠胃，将鹅放到羊肚子里，把羊缝合起来烤制。肉熟之后，便取鹅食之。公子爷前些日子方使前打听了法子，留在今日给大家尝鲜。牡丹叹道：那也太浪费了。心里却想着，刘畅的钱可真不少，这里面说不定占了何家多少便宜呢。自己和离的时候，那些嫁妆一分一厘也不能便宜了他。又问西夏：什么时候才开始赏花？西夏笑道：回少夫人的话，要待客人酒足饭饱之后，有了诗兴之后，方才开始。清华郡主见牡丹自得其乐，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掌将那美貌少年郎推开，斜睨着刘畅道：他这是和你对着干。我记得他从前都是一有机会就跟在你身后哭眼抹泪的，现在可厉害，把你的长随小厮都勾过去了。刘畅尚未回答，白夫人淡淡地道：兴许是胆子小，不敢上来也不一定。他若是真的如同以往那般轻轻就被弄得哭了，大家也没意思，这样甚好。接着举起杯子来对着清华郡主道：清华，我敬你一杯。白夫人出身百年望族，在京中贵族圈子里名声很好，清华郡主自是不敢小瞧她，也不管她平时对自己有多么的冷淡，高高兴兴地道：护敬护敬，你说的极有道理，虽然他是鸠占鹊巢，怎样都是活该，但总不能为了他扫了大家伙的心。鸠占鹊巢，你来就是众望所归了。白夫人淡淡一笑，轻抿一口葡萄酒，起身道：成日里总是坐，怪没意思的，我去走走。潘荣无所谓的将杯子里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去吧，怎么都好，只要你高兴就好。白夫人扫视了牡丹一眼，带了随身几个侍婢，转身绕出了宴席场所。清华郡煮酒意上来，兴冲冲地朝刘畅那边靠了靠，拍了拍手，待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之后，方大声道：本郡主近日得了一个胡旋儿，胡旋舞跳得很是不错，借着这个机会与众乐乐。他要卖弄，谁敢不从？众人自然是都连声附和。一个青衣婢女取了一张小圆毯子放在草地正中退下，清华郡主瞅着那美貌少年道：给我好好的跳，请郡主娘娘放心。那美貌少年露齿一笑，竟然是明媚娇艳不遑于女子。他站到圆毯上后，听到弦鼓一响，便举起双袖，左旋右转，风一般的转起来，纵横腾踏，两足始终不离毯子之上，见货还不忘朝席间的女子们抛媚眼。眼见众人看得目不转睛，俱都连声叫好，特别是席间几个年轻的女孩子俱都红了脸，清华郡主不由得意的笑成一团。潘荣拍着几案连声道：好呀。话音未落，遥遥听到一声清脆的叫好声，好。抬眼望去，正好看到牡丹眉飞色舞的样子，不由吃了一惊。
不要说潘荣等人吃惊，就是雨禾、林妈妈等人也格外吃惊。牡丹一声喊出来，才惊觉失口，这与真正的和牡丹的性情相差实在太远了。他心里犹如惊涛骇浪一般，面上不变，索性兴奋地同玉儿道：我平常不来参加这些宴会，真正是一大损失，跳得实在太精彩了。玉儿见他一张脸红扑扑的，凤眼里闪着兴奋的亮光，不自禁的就跟着点了头。婢妾所见过的人当中，此人的确是跳得最好的。这算什么？不过喧宾夺主罢了。稍后你看着，我一定让他黯然失色。随着一声不以为然的淡笑，一个穿银白褶织团花圆领缺胯袍，着皱纹靴，戴长角罗孚头，年约20有余，唇红齿白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牡丹一见到此人，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是安安稳稳地落了下去。他立刻朝雨禾使了个眼色，起身高高兴兴地迎上去。表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的却是和牡丹的远房姑表兄长李姓。与世代为商的何家不同，李家属于先经商致富，而后成功转型，混进了官员圈子里的代表，而李姓却又是官家子弟中明目张胆爱做生意、爱玩爱乐的代表人物。牡丹来到这里之后，从不曾见过李姓，但病重之时，却曾收到他让人送来的好些礼物，有精美小巧的玩物，也有精致美味的吃食。在记忆中，这个男人除却和家人之外，对他是真心实意的好。而和李此事，既然不能通过和家人，他独木难支，便要着落在他身上。先前迟迟不见他来，他很是焦虑，此刻终于见了此人，由不得他不高兴。既然是赏牡丹，我又怎会不来？李姓面上在笑，眼里却全无笑意，也不问牡丹为何独自坐在这里，指着那场中跳得风骚卖力的胡旋儿道：瞧不起商户？嘿嘿，若是没有商户通百货，他们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这样一个胡旋儿，身价不过100两银子而已，可是今日哥哥带来的，却价值千金乃至万金，你就等着看好了。牡丹笑道：我正想这个问题，我倒是宁愿做那富有自在的商人，也不做那穷死饿死的官。李姓一拍巴掌，说得好，随即招手叫了身边跟着的青衣小厮，低声吩咐了几句，那小厮领命而去。他自己撩起袍子，在牡丹几案一侧坐了下来，细声询问牡丹身体如何。却说清华郡主的目光从始至终就没放过牡丹，见牡丹与李姓对着胡旋儿指指点点的，便拿扇子掩了口，朝刘畅靠过去，轻声道：看见了吗？他喜欢胡旋儿，我就拿胡旋儿给他，叫他莫要再缠着你，你看如何？刘畅的眉毛顿时竖了起来，将手里的筷子重重一顿，冷笑道：原来我在你心目中就如同那下贱的胡旋儿一般的。清华郡主恍觉失言，却也不甚在意，娇笑着拿扇子给刘畅扇了扇，贴在他耳边道：你想多了，我这不是太喜欢你了，故而冲口而出吗？你在我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你自己应当最清楚吧。刘畅的脸色好看了些，抬眼看到牡丹与李姓谈笑正欢，不由又重重地哼了一声。清华郡主见状，啪地一下将扇子拍在几案上，也沉着脸重重地哼了一声。此时鼓弦停下，胡旋儿跳完了舞，得意洋洋地向四周行礼讨赏。席间众人本该有赠赏，但主人不曾打赏，其他人却不好妄动。偏刘畅面无表情，没有任何表示。没有想到刘畅竟然这般不给自己面子，清华郡主大怒，回过头去死死地盯着刘畅。刘畅不吭不声地喝着酒，看都不看那彷徨无措地立在中间，眼圈都红了，不知该上还是该下的胡旋儿一眼。潘荣见势不妙，忙扬声笑道：跳得好舞，赏红绫1匹，钱1万。他身份高，与刘畅关系又好，却是可以不用看刘畅的眼色行事。刘畅此时方懒洋洋地道：赏白绫1匹。众人方纷纷言赏，胡旋儿忙跪伏在地谢赏。胡旋儿退下后，丝竹之声暂停，刘畅向李姓发问：行之，你何故来迟？不但姗姗来迟，还躲在那里，这是怕被罚酒吗？你说吧，现在该怎么办？李姓起身笑道：我有事，故而来迟了一步。我先罚酒3杯，然后再给大家赔礼。言毕，就将牡丹席上的酒倒入婢女奉上的琉璃杯中，干脆利落地饮了3杯。潘荣笑道：一段日子不见你，还是一样的爽利。你说赔罪，怎么赔得好？李姓微微一笑：我有一件宝贝，保证在座的各位都没见过，今日就给大家赏玩一番，全当赔罪。自己什么稀罕的东西没见过？清华郡主微微不屑地道：什么东西这般稀罕？他面上做的不屑，实则却也被引得好奇万分。潘荣抚掌大笑道：别卖关子了，快些儿，我可等不及了呢。李姓笑道：就快了。随即走到众乐伎面前，低声吩咐了几句。
忽听得一阵马蹄声响，众人俱都惊奇地引颈相向，却见一对穿着彩衣，年约12、13岁，浴血可爱，长得一模一样的双生子笑逐颜开地牵了一黑一白、身高体型相仿的两匹马来。那马长得健美精神，打扮得也格外精致，颈后的鬃毛被金玉璎珞打理得整整齐齐，披着五色彩丝，往绿草荫中一站，却也不曾埋头吃草，或是做了惊恐胆怯状。这是做什么？清华郡主拿扇子掩了口，娇笑道：行之，你这是打算卖马呢，还是卖人？我看你这两匹马卖相虽好，但我府中最不缺的就是马，还不如把这对童儿卖给我，我倒是可以给个好价钱。李姓淡淡一笑，对着众乐伎潇洒地打了个响指，钟鼓之声一起，那两匹马儿便突然精神起来，随着乐曲旋律，或昂首，或摆尾，或起立，或横走，或婉转回旋慢行，或在原地踢踏腾空，姿态诸多。最难得的是动作整齐划一，丝毫不乱。与胡旋儿跳舞之时又有所不同，席中众人皆平生静气，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匹马，满脸的惊讶。林妈妈、玉儿、雨禾等人更是看得如痴如醉。牡丹虽然也觉得好看，但因为前世看过太多马戏的缘故，并没有他们那般惊异，却也装作惊异万分的样子来。忽听得有人在他耳边道：没有想到马儿也能随乐起舞的。牡丹回头，只见潘荣的妻子白夫人立在他身边，淡淡笑道：你这里风景很好，我可以和你一起坐吗？这是今天席中第一个主动向自己示好的贵夫人。牡丹愣了片刻，不卑不亢地笑着让了一半坐席来。承蒙您不嫌弃，请坐吧。白夫人优雅地在牡丹身边坐下，示意侍婢去将她的杯盘碗盏等物取过来，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地看着马儿表演。一曲终了，那马儿立即随声止住。顷刻之间，叫好声如同潮水一般袭来，潘荣的叫声最响亮：好呀，好呀，后赏！赏彩缎2端，钱10万。那两个童儿笑嘻嘻地牵着马儿上前领赏，每每有人奉上财物之时，便轻轻用马鞭打马儿，那马儿便将后腿取下行礼，以作答谢之姿，更是引得众人啧啧称奇。清华郡主与刘畅虽然也曾后赏，脸色确实都不好看。清华郡主是因为刚才自己没有眼光，说了傻话，深觉没有面子。刘畅却不知是想到什么上面去了，左看看李姓，右看看牡丹，但见牡丹神色淡淡的，还不如刚才看到胡旋儿那般兴奋，便垂眸想了片刻，指着南宾席道：行之，你的位子在那里。李姓无所谓的入了座，望着刘畅笑道：真是对不住，糟蹋了你的好草皮。刘畅只笑不语。潘荣道：行之，你这宝贝从哪里弄来的？李姓道：我此番去青海，途中见到稀奇，花了万金才从一位胡商手里买了来，换作5马，感觉还不错吧？潘荣眼珠子一转：我给你3倍的价钱，你把它们让给我好不好？这样稀罕的东西，若是献入宫中，岂不是大功一件？他话一出口，刘畅与清华郡主俱都猜到他是个什么主意，几乎是同时。刘畅道：让给我，我给你5倍的价钱。清华郡主道：给我给你6倍的价钱。席间众人听得咂舌，然而席上3位却都是打得如意算盘，高价买来，献入宫中，所得远不止付出的这一点。李姓哈哈一笑，大家都觉得这5马还看得。众人纷纷点头。李姓道：那我就放心了。众人的心一沉，果听他徐徐道：这样稀罕的东西，我怎敢独占，又或是卖了享用？不瞒诸位，我是要进献入宫的。潘荣3人的表情顿时精彩万分，清华郡主更是嘴都气歪了。牡丹在对面看见，不由暗自好笑，这明摆着就是调戏吗？李姓却是根本不知这3人心中不好过的样子，举起自己面前的空酒杯道：怎地不与我上酒？白夫人淡淡地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看这天底下，大家都差不多，不过会装与不会装而已。如果说他先前主动在自己身边坐下是示好，那么现在对着自己说这个话，就是明显的安慰自己了。牡丹心中淌过一股暖流，真心实意地望着白夫人一笑，却见潘荣突然起身往外去了。少顷，迎了一个身材高大、小麦色皮肤、轮廓深邃的青袍男子进来，亲自引着那男子在南宾席第1位上坐下，方笑嘻嘻地同刘畅和清华郡主道：这是我和你们说过的那位朋友蒋长阳、蒋成风，稍后的飞刀快鱼就由我2人来吧。众人也不见惊奇，立刻便有婢女抬上几案砧板并刀具瓷碟等物，以及已经收拾好的新鲜鲫鱼来。侯爷世子亲自动手切生鱼片，果然稀罕事物多。牡丹又笑眯了眼。白夫人见牡丹喜气洋洋，满脸期待的样子，忍不住道：你很喜欢这个宴会？牡丹连忙收了脸上的喜色，
解释道：“我自幼身体不好，缠绵病榻，错过了许多美好的事物。去岁秋天重病一场，险些丧命。从那之后，我便想通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反正总得活下去，为什么要整日愁眉苦脸的呢？不要说人家看着烦，就是自己照镜子也不好看啊。”白夫人道：“人生得意须尽欢，是这个道理，我先前倒小看你了。”牡丹哈哈一笑，把目光投向上手。潘荣和蒋长阳并排而立，潘荣由着侍女系上了精美的丝绸围裙，蒋长阳却不过只是将袖子挽上去而已。流畅的筷子一敲酒杯，二人就摆开架势，专注的动作起来，去皮剔骨、切片，两个人的动作都是干净利落，手起刀落，节奏感很强。与其说他们是在切鱼，不如说更像是华丽的刀技表演。刀光闪闪中，盘子里的鱼丝很快堆成了小山。侍女们不断地将他二人切出来的鱼丝各取一半，放入铺了新鲜紫苏叶的小瓷盘中，再配上一小碟用蒜、姜、菊、白梅、熟粒黄、精米饭、盐、酱8种调料制成的八合鸡，倒上一杯用炒黄的米和绿茶煎成的玄米茶，鱼罐送至客人的席前。白夫人低声和牡丹解释，每个人案板上的鱼数量是有定数的，他二人这是要比谁更快，谁切的鱼块更薄更细。你看，差距出来了吧？他用筷子翻动着盘子里的鱼丝给牡丹看，乍一看看不出什么，直到筷子挑起来之后，牡丹才发现厚薄精细程度完全不一样。蒋长阳切的又薄又细，白夫人对着轻轻一吹，竟然飘了起来，而潘荣切的就没这样轻薄了，明显是蒋长阳切的2倍那么厚。白夫人将潘荣切的扒到一边，微微不屑地道：“他这个手艺也就和我们家的厨子差不多，也好意思拿出来当众炫耀。”加了一注，在八合鸡蘸了蘸，放到牡丹的碟子里，叹道：“这东西寒凉，你身体弱，少吃一点。”仿佛是为了验证白夫人所言不虚，霍的一声轻响，蒋长阳切完他案板上的最后一条鱼，将刀放在了砧板上，淡笑着对众人依了依，回身立到一旁，就着侍女送来的姜汤洗手去腥，撩起袍子坐回了席间。而此时潘荣的案板上还躺着2、3条鱼。刘畅大笑道：“阿荣，你输了，还切吗？”潘荣也觉得没有意思，啪地一声将刀放下，伸着2只手任由侍女上来替他洗手擦手整理袍服，懒洋洋地道：“成风，我苦练了2年，还是不及你。罢了，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数。”刘畅笑道：“你自然是比不过他常年握刀的，你该心服口服才是。”清华郡主笑道：“你们打的什么赌？”潘荣笑得促狭：“秘密。”边说边扫了牡丹一眼，见牡丹望去，便转而对着白夫人抛了个媚眼。白夫人视若无睹，只问牡丹：“你可曾见过今日这株花了？你觉着如何？”我围着看了半日，却没看出到底是什么品种来。牡丹笑道：“此花与夫人恰好同姓，风姿却是不错的，与我那几盆花比较起来，算是各有千秋。玉板白，色白似玉，半硬，雄蕊偶有半化，荷花形，花朵直上，优点是这花量高。花期早流畅这一株，不过就是占着个推迟了花期，同株生了雄蕊半化程度高的几朵花，又是自己那些陪嫁的牡丹中没有的品种，所以被他视为稀罕物，故意拿出来炫耀而已。实际上，牡丹私下里以为，按着此时众人的观赏眼光，玉板白羽同为白色系的玉楼点翠、瑶台玉露比较起来，一定会认为楼字台阁型的玉楼点翠和绣球型的瑶台玉露更美丽珍贵。只是二人关系微妙，当着白夫人，他确实不好点评。白夫人一笑，指了指上手正缠着蒋长阳说笑的潘荣，轻声道：“有人想算计你的花，你小心了。”牡丹一愣，原来潘荣先前帮自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是不是也怕那株位子被清华郡主给弄去呢？他抬眼认真地望着白夫人，低声道：“不管你出于同情还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非常感谢你提醒我。那几盆花，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给人，也不会卖的。那是他今后安身立命的本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怎么也不会弃了他们。既如此，我便尽力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吧。”白夫人定定地看了牡丹一眼，摇了摇手中的刺绣兰花团扇，机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牡丹突然没了好心情，她不安地调整了一下因为不习惯席地而坐而变得麻木的双腿，垂眸望着面前精美的食具和精致的饮食，暗想，等到那一天，她的日子也许不会有现在这样过得豪奢，但她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过得提心吊胆。不多时，众人酒足饭饱，进入赏花环节。刘畅笑道：“在座的诸位都知道，寒舍种了几株花，侥幸勉强入得眼，每年春末夏初，总能给诸位在闲暇之余添上一点乐趣。
今年却又与往年不同，鄙人新近得了一株玉板白，生而有异，不但比寻常的玉板白开得晚了许多，还有一束同开2种花型之际。说完之后，他并不急着立刻揭开轻纱，而是含笑望着众人，听众人说了一通恭贺的好话，方起身准备亲自去揭开轻纱。不过刚站起身，清华郡主就用扇子挡住了他，娇笑道：子叔，让我先睹为快如何？这便是他要去做了揭纱之人的意思了。牡丹心想，不过就是如同现代人剪彩一般，喜欢请个领导明星之流去指剪，冲着清华郡主那唯我独尊的性子，这种行为也算不得什么。刘家小儿既然要捧他，便该从了就是。谁知刘畅哈哈一笑推了过去，来者皆是客，我若是让郡主先睹为快，岂不是有意怠慢其他宾客？下次可就没人来玩了。竟然是径自就去接了那块轻纱。清华郡主娇笑道：你这个人呀，这般狂傲，心里眼里总是没有人。说着回眸狠狠瞪了牡丹一眼，瞪得牡丹莫名其妙，只当是他疯了不正常。众人纷纷起身去观赏那玉板白，又去看牡丹院子里抬出来的那几盆花，牡丹也跟在白夫人身后上前赏花，趁空给雨禾使了个眼色，雨禾会意，起身离去。不多时，众人开始点评作诗，牡丹不会，也不愿意剽窃谁的诗句成就自己的才女之名。因见李姓已经独自绕出了宴席场所，便趁着众人凝神思考，无人注意自己，便带着林妈妈和雨禾跟了出去。清华郡主一直就没放弃过关注牡丹，见状不动声色地对着自己的一个婢女抬了抬下巴，那婢女点点头，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潘荣却也拉了那蒋长阳一把，示意他跟着自己出去。蒋长阳淡淡地扫了冥思苦想的众人一眼，转身跟在潘荣身后出了宴席场所。牡丹按着事先商量好的，由雨禾引开林妈妈，她自己则坐在一个四面没有任何遮挡的亭子里坐着等李姓。所谓龌龊，都生于阴暗处，这里人来人往，光明透亮，根本不具备作案的条件，就算是有人想抓他的错处也抓不到。他要的是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拿着该拿的嫁妆走人的合理，而非是被人泼了一身脏水后被休弃。李姓并没有让他等多长时间，很快就进了亭子，也不废话。丹娘，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讲？牡丹深深一伏，表哥，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想和离，请你帮我。久久没听到李姓回答，牡丹一颗心跳的咚咚乱响，心想虽然叫了这一声表哥，到底是外人，不想搅入这场乱麻中去也是正常的。如果真是那样，他便只有破釜沉舟了。李姓长叹了一口气，沉声道：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我若答应你，好像是做缺德事。牡丹抬眼望着他，你帮我才是功德无量，我需要你帮我说服我爹娘他们。那时候成这亲也是没法子，既然我现在已经好了，他家也不乐意，不如放彼此一条活路，又何必逼人逼己？与其这样卑躬屈膝的活着，我不如死去。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在和一群女人争斗上，岂不是太可惜？李姓的眼神闪了闪，道：我看你现在的确似乎比从前想的开了许多，但你要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世上没有后悔药。一旦成功，从此以后你就与他再无任何瓜葛了，见面变成路人，你不会后悔吗？牡丹忙道：我想通了的，我去年秋天病那一回就想通了，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怎么求也求不来。若不是我爹娘他们不肯，我也不会厚着脸皮来给你添麻烦。看来谁都知道和牡丹痴恋流畅啊，难怪的上次他归明时才一和何夫人提起个头，何夫人就骂他小孩子脾气，一会儿一个样，简直不懂得轻重。都怨死去的何牡丹是个傻瓜，之前的替流畅遮掩，把他说得天花乱坠的。至于去年秋天那场重病侥幸不死，不过越发证明了刘家是他和牡丹的福地而已。说起来，何家的要求也真是低，最主要的是女儿能活下去，然后有名分，没有受到明面上的伤害就行。见李姓在打量自己是不是说的真话，牡丹紧张地挺了挺胸膛，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坚毅，努力摆出坚贞不屈、永不后悔的革命样给他看。李姓看得抿嘴一笑，算是相信了牡丹不是心血来潮。他对何刘两家这事儿清楚得很，你这事儿光靠姑爹和姑母他们同意还不算，还得刘家同意。当初刘家答应过，若是你们不成了，责任又在他家，就得把那笔钱尽数还回来。先不必说姑爹和姑妈他们会不会相信你离了刘家也会没事，就说刘家为了不还这笔钱，也肯定会找借口死赖着不放。就算是姑爹姑母不要那笔钱了，刘家为了防止手中再无筹码，导致当年失谢，只怕也是不肯的。再说，你若是主动提出和离，便是出夫，刘畅的性格从来吃不得半点亏，怎会允许你率先提出舍弃他？
况且表面上他除了清华这件事之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失。而这种事情世风日下，世人已然见怪不怪了，他一句改了也就改了。就算是最后勉强同意和离，他定然也会想法子出了这口气，反把污水泼到你身上，所以吃亏的人还是你。因此此事需从长计议。牡丹道，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才需要表哥助我。先前我还想过一绝来着，可条件达不到。一绝的4个条件中，夫犯妻族，夫族妻族相犯，不可能发生，而妻犯夫族，妻犯夫，他可以去做，却是害了自己一辈子。理性修长的手指轻敲了停住几下，道：你放心，你从小到大没求过我，好歹开了回口，我总得替你细细筹谋才是。假设能摆脱，稍微吃点亏我也能接受。此间女子的地位虽然较高，但始终也是个男权社会。牡丹笑道：如果可以，今年秋天之前我就想搬出去。秋天是牡丹花的繁殖季节，那个时候搬出去，正好实施他的计划，不然平白又要耽搁1年。这么急？李信微微笑了，看来你真的是死心了。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牡丹歪着头想了想，笑道：我还没想好，但不管怎样，总要好好活下去，要努力过好日子，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叫旁人看笑话。李信抬眼看着他，低声道：你一定能得偿所愿。忽听得不远处有人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牡丹回过头去，只见潘荣与那蒋长阳立在不远处的一丛修竹旁，潘荣脖子伸得老长，却被蒋长阳牢牢揪住了袖子。看似是2人早就发现了自己和李信，潘荣想过来看热闹，却被蒋长阳拉住袖子，还出声提醒自己。果见潘荣满脸郁闷地从蒋长阳手里将自己的袖子拉出来，大声道：你们躲在这里说什么悄悄话呢？这蒋长阳真是的，若不是他多事，自己前去拿了那2人的把柄，还不好胁迫他2人一回。李信泰然自若地对着潘荣和蒋长阳行了一礼，笑道：说笑，不过是自家兄妹许久不见，叙旧而已。牡丹在一旁淡淡一笑，表示赞同。潘荣的眼珠子转了转，在牡丹和李信2人的脸上来回扫了几遍，但见2人俱是一脸的坦然，想想刚才的确也没看见有什么失礼的举动，何况此刻已经失了先机，说什么都无用，便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亲热地道：你这趟去得远，很久不曾见面，自家亲人是该叙旧才对。牡丹见他突然变了态度，想到先前白夫人提醒自己他要算计花的事情，下意识的就想躲开他，便低声道：表哥，他今日殷勤的紧，只怕是别有所图。这个病弱娇养的表妹，如今竟然也懂得揣测人心了。李信闻言，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低声道：我知道，稍后你就先回去吧，我自会派人与你联系。言罢上前天花乱坠地与潘荣攀谈起来。牡丹在一旁静立片刻，因见不远处雨和雨林妈妈拿着一把伞和一个食盒走了过来，便上前将食盒接过递给李信，还请表给替小妹送到家中，然后告退。潘荣道：弟妹你别走，我有事要同你商量。牡丹暗叹一口气，笑道：商量不敢，还请世子爷吩咐。潘荣道：你这人真是的，我说了此事，不管你肯与不肯，都是吩咐，倒像是我仗势逼迫你似的。李信笑道：丹娘你可以放心了，若是你不肯，世子爷断然不会逼迫你。又看向一直在一旁不说话的蒋长阳，这位蒋兄，你也听见世子爷说的话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蒋长阳淡淡一笑，张开2匹微薄的嘴唇，斩钉截铁地道：是。都是些什么人？这般小瞧我与你们拼了。潘荣翻了个白眼，又望着牡丹谄媚的笑：弟妹，实不相瞒，我是有要事相求，天下间只有你帮的我，你若是不帮我，我便要死了。李信勃然变色，还请世子爷言语自重。林妈妈也将牡丹拉到自家身后，警惕地瞪着潘荣。潘荣啧了啧嘴，道：至于吗？我是想向弟妹高价买2株花，怎么就不自重了？就是那盆为子和玉楼点翠，弟妹若是割舍的，我愿出100万钱。牡丹默默算了算，100万钱，就算一个街头值1000钱，也够他卖1000个街头，或者是工人游园1万次的。对旁人来说也不算太吃亏，可对他来说就是大大的吃亏了。试想5年后经他的手可以繁殖出多少来？这100万钱算的什么？当下便笑道：世子爷是在为难小妇人了，先前郡主索要时，小妇人就曾说过，这是父母所赠之嫁资。潘荣急了，看了蒋长阳一眼，道：他那是强取豪夺，你先前是咽不下那口气，自然不能给，我也成全了你，但他那个脾气，只怕过后一桶滚水就给你浇死了，倒叫你哭不出来。
现在我真心实意出钱给你买，你卖给我可是大大的好处，花活着，你得实惠，又正好气死他，还有人情在，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牡丹淡淡一笑，就算是一桶滚水浇死了，那是我无能，不是我的过失。可若是卖了，便是我的过失。今日他卖了这2盆花，只怕过不得几日，就1盆都保不住了。潘荣恨道：你这人可真是榆木疙瘩，白白生了这副好皮囊，难怪的不讨人喜欢。蒋长阳忙劝道：不愿意卖就算了，生意不成仁义在，又何必出口伤人？潘荣瞪了蒋长阳一眼，道：我若不是为了你，又怎会干这没脸皮的事情？厚着脸去求人，反被人喷了一脸的口水。原来竟是为了讨好这蒋长阳吗？牡丹闻言，仔细打量那蒋长阳，但见他一身看不出任何花巧的青色缺胯袍，脚上一双再普通不过的6凤靴，腰间也未像席间其他男客那般，什么香囊玉佩之类林林总总的挂上一堆，只垂挂着一把2尺来长的横刀，刀柄上也不曾有任何装饰，那刀鞘更是乌漆麻黑的，朴素普通的，让人看了第1眼就不想再看第2眼。至于长相，虽然说很有男子气，但那表情也太过僵硬木讷了，似乎那眼睛和眉毛都是不会动的，半点不生动。蒋长阳见牡丹打量自己，微微有些羞窘，朝着他淡淡一笑，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回头望着潘荣道：我不要了。原来打的赌不算了。潘荣瞪眼道：你说不算就不算了。蒋大郎，凭什么从小到大都是你叫我怎样就要怎样？今天我还偏就要兑现这诺言。怎么样，弟妹，你卖是不卖？该说的我已经和你说清楚了，你自己想清楚。李性讥讽道：刚还说不仗势欺人，此刻便要欺负一个弱女子吗？潘荣泛起了横，拿眼瞪着李性：我就欺负了，你要怎样？不过2颗花而已，我没为难他，他为何要为难我？他这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这是什么世道？这都是些什么人？任谁都可以来踩他一脚。牡丹被激起一股怒气来，忍不住冷笑：原来我不肯出卖自己的嫁妆，竟然就是为难了世子爷。今日我还偏不卖了，既然留着是个祸害，待我今日就去将他当众砍了，砍了树子老瓜就不叫。言罢推开林妈妈，弯腰从李性腰间去拔她的佩刀，要怎样就怎样，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吗？咦，这个软脚虾竟然敢和自己唱反调，难道是自己看上去太好欺负了？潘荣一把按住那把刀，怒道：你敢？还敢骂我是老瓜？牡丹瞪着他冷笑：我凭什么不敢？我在自己的家里砍我自己的花，干世子爷何事？只怕就是闹到丹壁之下，也是我有理。什么老瓜？我可没指名道姓说是谁，谁爱上赶着去就是谁。蒋长阳看着潘荣，语气严肃地道：你若真是把我当朋友，就不要无理取闹的为难人。似这般，我若是得了这2盆花，也羞于见人。潘荣恨道：蒋大郎，你不识好歹。蒋长阳扫了他一眼，向牡丹行礼，认真严肃地道：家母爱花，在下曾同世子爷打过一个赌，言明输了的人便要为对方做一件事，世子爷输了，便要寻2株好牡丹花给在下，不然就是不守信用。故而今日都是在下的错，请夫人不要见怪于世子。夫人您也不必砍花，世子爷要买，您就卖给他，待您收了钱后，在下立刻完璧归赵，您可以尽赚100万钱。牡丹尚未开口，潘荣已指着蒋长阳，咬着牙道：蒋大郎，你好毒。李性扑哧一声笑出来，从2人手里夺回自己的佩刀，道：我来做个中人，既然世子爷已经开了口，丹娘你就不该这般不体贴人意。这样吧，今年秋天你挑几个好品种出来，接几株牡丹送给世子爷和蒋公子，你看如何？牡丹先前不过凭着一口气，此时有台阶下，自然要顺着下，便笑道：但凭表哥吩咐。蒋长阳客气地道：给夫人添麻烦了，到时候在下按着市价来，不好叫您白忙。潘荣虽然极不甘心，却也不好再生波澜，当下重重哼了一声：要送我才能消了我心头之气。牡丹道：就当是为了先前世子爷替小妇人在郡主面前解围的谢礼。他坚决不承认刚才是他错了，也不肯为此赔礼。李性笑道：既是这样，咱们便回去吧。几人回身，忽见清华郡主身边一个青衣婢女匆匆而来，见了众人，行礼问了好，笑道：我家郡主请和夫人一叙，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水晶阁里。林妈妈紧张地拉住了牡丹的袖子，别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吧？就算是知道清华郡主不安好心，也不可能不去，更无法拒绝。但清华郡主既然敢当着这些人面这样正大光明地邀请自己去，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约莫只是为了威胁自己一通。
又或者有意外的收获也不一定。牡丹想到此，又见李姓朝自己眨眼睛，便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待牡丹走远，李姓挽住潘荣的肩头，伏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潘荣只是摇头。李姓便伸出一根手指，潘荣犹豫片刻，还是摇头。李姓冷笑一声，转身就走，潘荣立刻拉住他的袖子，举手与他击掌。成交。刘家所谓的水晶阁，不过是建在湖中的一间木质的小阁楼而已。刘成彩因为喜欢在此纳凉看书，便建了水车，让水车从湖中将水抽上去，从阁楼房檐上淌下来，形成雨帘。夏天住在里面，格外凉爽，更有情趣。每当日出之时，无论从里从外望去，那雨帘子都如水晶一般耀眼夺目，故称水晶阁。走至曲桥入口处，那婢女拦住林妈妈和雨禾，笑道：郡主娘娘有几句私密的话要单独同夫人说，还请二位随我在此稍候。林妈妈和雨禾不安地看着牡丹。少夫人。牡丹抬眼望去，此时还不是盛夏，水车还未车水自雨，水晶阁看上去稀松平常，从曲廊到它周围的一卷栏杆处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貌似不会是搞人身危害的好去处。更何况水晶阁外悄无一人，全然不见清华郡主的其他随从，便道：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就来。林妈妈双目微红，却又不敢当着那婢女的面说出阁的话，只是望着牡丹低声道：少夫人，你要小心。那青衣婢女笑道：不必担忧，我们郡主没有恶意。夫人到了外间，若是没有人应承，自家进去便可。牡丹点点头，自己接了伞顶在头上，稳稳地朝水晶阁走去。阳光射在水面上，反射回来的光又强又烈，把牡丹的眼睛晃得眯成了一条细缝。看着面前9曲18弯的青石曲桥，他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越走得近，水晶阁里传出的琵琶声就越响。走到约有1丈远的地方，已经是响彻耳畔，更有丝丝用大石蔷薇水泡了海南酱针所制成的名贵熏华香萦绕鼻端。牡丹顿住脚步，朗声道：何事为方应郡主之邀，前来一叙。连叫3声，琵琶声依旧响个不停，却始终无人应答。牡丹想到先前那青衣婢女的提醒，便索性提步往前走去。待得走近了，琵琶声骤停，一声娇笑夹杂着几声暧昧的娇喘，清晰的从半掩着的窗子里飘了出来。牡丹抬眼望去，但见水晶阁里一张软榻上，12扇银屏托花鸟屏风半开半掩，帐架上的青纱帐随风飞扬，里面一对半裸男女正动作激烈的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帐外一架落地屏风旁，一个青衣婢女抱着一把琵琶，垂眸不动，仿若老僧入定一般。牡丹扶了扶额，停在窗前不动。原来是请自己前来观赏的。这清华郡主真是没有创意，上一次和牡丹便是因为撞见了他2人苟合，气急攻心，事后又被清华郡主奚落讥讽了一番，眼瞅着流畅也就是那样子，万念俱灰才会呜呼哀哉。这次是不是希望自己彻底病死了事呢？牡丹严肃认真地思考着。此刻自己应该尖叫出声，然后掩面奔逃呢？还是应该梨花带雨，义正辞严地捧着胸口，指着他们声泪俱下的控诉一番？怎样做最好？这是个问题。清华郡主粉脸微红，一双眼睛滴得出水来，雪白的双腿紧紧缠在流畅的腰上，将腰往上一送，涂着扣丹的食指牢牢捧住了他的脸，挑衅地看着窗外的牡丹，深深吻了下去。流畅背对着牡丹，丝毫不知窗外之事，压抑地闷哼了一声，汗湿罗衫，狰狞了脸色，唰的一下扯住清华郡主的发髻往下一拉，一口咬在了清华郡主雪白丰腴的肩头上。清华郡主夸张地尖叫起来，不甘示弱地一口咬在了流畅的脖子上。流畅的动作越发激烈，从始至终，清华郡主的眼角都瞟着牡丹，唇角都挂着讽刺的讥笑。怎么样？这就是你和牡丹死死缠着不放的男人，他不屑于碰你，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任由我羞辱你，他虽然也会对我发脾气，但始终他就是我的。你看到了吗？他就喜欢我，喜欢我的身份，喜欢我的地位，喜欢我这具身体，还喜欢我尖叫，喜欢我咬他。识相的，你就该早些去死才对。你为什么不去死？死死占着这个位置做什么？这世上怎会有这样的白痴？清华郡主一边轻蔑地朝牡丹飞眼刀子，一边扭动着发出更夸张的声音。牡丹的脸红了，她看不下去了。真人版的和电视版的完全不一样，可是为什么旁边跪坐着的那个青衣婢女竟然如此淡定？可见这是需要修炼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牡丹愕然回头，3颗脑袋同时出现在她身后。潘荣满脸的八卦兴奋之情，李姓脸色铁青，好像要杀人。那看守曲桥的青衣婢女则是脸色惨白，几欲昏死过去。
牡丹的脸顿时变得血红，把手里的伞一扔，回头不要命的开跑。在他身后，清华郡主发出了一声急促嘹亮的尖叫，这回是真的尖叫。牡丹已经顾不上后面会怎样混乱了，只顾提着裙子快步穿过曲桥，走到曲桥入口处，快步越过站在那里的蒋长阳，一把拉了林妈妈和雨禾的手，急促地道：走。林妈妈和雨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看到牡丹满脸红得不正常，鼻翼也冒出了细汗，惊吓不轻。少夫人，您这是怎么了？他们远远望过去，只看见牡丹一直独自站在水晶阁外，并不知道她听见或者是看到了什么。蒋长阳沉声道：何夫人，您可是受了什么惊吓？牡丹慌乱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李杏和潘荣已经折头走回来了，眉飞色舞的，一看就是打算大肆张扬的样子。他自问没有勇气，更不能做到面不改色的当着3个陌生男人讨论刚才的活春宫事件，便道：没什么，有急事。扯了林妈妈和雨禾飞也似的逃离。蒋长阳只看到牡丹的8幅粉紫绮罗长裙在空中画下一道美丽飞弧线，上面绣的牡丹花瓣似要飞洒出来，纤细的腰几乎要断的样子。他纳闷地摸了摸下巴，迎上李杏和潘荣：到底怎么了？为何一个个都是见了鬼的样子？李杏铁青着脸不说话。潘荣笑得打跌：不是见着鬼了，而是见着鬼遇上了都会害怕的人了。人不要脸，鬼都怕，清华郡主果然够不要脸，竟然请了人家的妻子来观赏。因见李杏脸色着实难看，便笑着上前揽了他的肩头，笑道：别生气了，这算的什么？有人为了偷香，连尿都可以喝，他家这是有传统的。他说的是刘畅的父亲刘成才。刘成才当年也是翩翩少年郎，貌美多姿，很得女人喜欢，却娶了戚夫人这样悍妒的女子，根本不敢靠近身边任何一个侍婢。他不甘心，于是便与戚夫人斗智斗勇。他看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侍女，盘算良久，趁着戚夫人洗头的时候，假装肚子疼，把那侍女召去，还未成其好事。戚夫人也听说了他的肚子疼，立即飞奔而至。刘成才无奈，只得继续假装肚子疼。戚夫人便按着偏方将药扔到童子尿里去，让他吃。他没法子，只好吃了下去，这场风波才算免了。经过多年，这事仍然是京城上流圈子里的笑料之一，在旁人眼里不过是风流韵事一桩而已。李杏歪了歪嘴道：还请世子爷和尊夫人说一声，去劝劝我那死心眼的表妹。潘荣这才后知后觉地道：是哦，他别想不通。走吧，先去找人。蒋长阳隐约猜到水晶阁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多言，抿紧了唇，默默跟在二人身后。不多时，突然道：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就不和主人家道别了。潘荣忙挽留他：别呀，好玩的还在后头呢。蒋长阳摇摇头：与人约好的，不能失信。潘荣立时将刚才答应李杏的事情抛在脑后：我送你出去。蒋长阳伸手止住他：不必，你去做正事要紧，过2日得了空，我自会来寻你。见蒋长阳走远，李杏问潘荣：这是谁？之前怎么从来没见过？我看他手上有老茧，经常想去握刀，从过军吗？还杀过人呢。潘荣夸张地喊了一嗓子，敷衍道：是一个世伯的儿子，他平时不喜欢和我们这种人厮混的。走吧，走吧，去得晚了，你那表妹又要想不开了。二人一道往宴席处去寻白夫人不提。却说水晶阁内，已经穿戴整齐的刘畅沉着脸立在床前，冷冷地看着发髻微乱，衣冠不整，露出大片雪白，湿湿染痒卧在榻上的清华郡主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清华郡主早就从被2个男人偷窥的刺激中恢复过来，懒洋洋地将黄罗抹胸往上提了提，翘起玉腿来左右打量了一番腿型，越看越满意，淡淡地道：怎么回事？你又不是没看到，就是和牡丹带了野男人来捉奸，想看你我笑话，然后如愿以偿的看到喽。刘畅铁青了脸，指着他道：铁定是你捣鬼，谁叫你自作主张？清华郡主将床头的鎏金银压香炉猛地一推，翻身坐起，直视着刘畅：就是我又如何？我就是要让他看看你是怎么爱我疼我的，好气死他。见刘畅脸色越发难看，他眯了眼冷笑：怎么，敢做不敢当？吃干抹净就这样算了，左右李杏已经看见了，须臾就会传到何家耳朵里去，你倒是说说看，怎么办才好？要是他还死死缠着你不放，你又没本事解决掉，不如我去求了赐婚如何？你若是喜欢，留着他也好，我做大，他做小，可一点没辱没了他。刘畅的瞳孔缩了缩，深吸了一口气，道：这事儿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清华郡主不以为然：你家那点破事儿，我又不是不知道，藏着掖着的，算得什么？
只要你肯，交给我办，什么事做不到？怕的是你不肯吧？畅郎，你变心了？你忘记当初我们山盟海誓了吗？你这个没良心的！他后面这句话是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倒吓了刘畅一跳，但见清华郡主两眼含了泪，满脸恨色，看上去狰狞可怕，他犹豫片刻，试图安抚他。你莫喊，我和你说过没有，这事儿要从长计议。清华郡主不管不顾地扑上去，用头用力去撞他的胸口。我不管，你今日就要给我答复，不然我就去告你诱奸我。刘畅被他撞得发晕，脾气激起来，猛地将他一推，也不管他是不是跌倒在地，恶狠狠地道：你且去告，你去告，想必你一开口，我刘家立时就满门抄斩了。言毕一拂袖子走了。清华郡主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咬碎了一口银牙。抬眼看到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青衣婢女，立时狰狞了脸色，厉声道：贱婢，还不过来扶我起来！婢女软手软脚的，好容易才挣到他面前，手才碰到他的胳膊，就被他抡圆了胳膊，狠劲扇了过去，打得跌倒在地，也不敢出声，只是五体投地的抖成一团。牡丹快步前行一段距离后，本想躲回自己的院中，左思右想又改了道，去了宴席场所。李姓等人已经见着了刘畅和清华郡主的丑态，这二人不敢对着他们发作，只怕会来寻自己的晦气。要闹就闹大一点，怕什么？此时众人有继续作诗作词的，也有歪在席上喝酒谈笑，观赏乐伎弹奏歌舞的，也有闹中取静下围棋的，更有玩出谱赌钱的，不拘男女，个个自得其乐，纵情欢愉。牡丹刚一露头，就见一个穿绿线鞋，这胡绿半臂，仪态端庄的年轻婢女寻过来向她行礼，却是白夫人安排了来寻她的。牡丹跟着那婢女一道去了那丁香花丛后的草亭，只见白夫人与一个书屋蛮妓，攒金雀钗，系八幅海棠红罗裙，披金色薄纱披帛，鹅蛋脸，长眉俊眼，琼鼻潭口，神情倨傲的少女坐在亭中，正轻声交谈。白夫人见牡丹进去，笑着起身道：刚才一转身就不见了你，我还以为你不告而别了呢。牡丹推道：适才有点事情，不得不去处理，不敢打扰夫人雅兴，故而没有知会，倒是妾身失礼了。白夫人将牡丹拉到身边坐下，笑道：和你开玩笑的，你是主人家，琐事极多，哪里比得我们只管吃喝玩乐。二人笑了一回，白夫人便介绍那女子给牡丹认识，这是清河的吴氏17娘，小字惜莲，我们平时都叫她阿莲。吴惜莲只略抬了抬身，淡淡的朝牡丹笑了笑，并不多语。牡丹见白夫人未曾向吴惜莲介绍自己的身份，便知她是知道自己是谁的，对于她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牡丹并不放在心上。这清河吴氏乃是本国有名的世家大族之一，就是皇室也喜欢同他们结亲的，久而久之，他们都形成了目中无人之态。就算是清华郡主在他们的眼里，也不见得就有多高贵。白夫人笑道：5月端午，又是皇后寿诞，自兴庆宫勤政楼到金光门，以东春明门，至以西金光门为戏场，有摆地献艺，你们到时候可要去？吴惜莲笑道：家父前些日子还说要去搭个看棚，想来是一定要去的。牡丹连刘家去不去搭看棚都不知道，更不要说知道自己那个时候是否能够出门，便道：我确实不知。白夫人道：不妨，你若是想去，到时候我便派车来接你。吴惜莲扫了牡丹一眼，道：说句不客气的话，也难为你过得下这样的日子去。若是我，早就出夫了。牡丹淡淡一笑：我若是阿莲，又怎会遭此待遇？吴惜莲一滞，尖刻地道：就算我是你，我也不会活得这般憋屈，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白夫人不高兴地道：阿莲，我曾同你说过，人的际遇不同，性格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不同。你姐姐难道又过得好吗？我难道又过得好吗？吴惜莲拂袖起身：阿欣，你是我姐姐的好朋友，她遭遇不幸，你不但不同情她，反倒把她的痛苦拿出来做谈资，实在是让人齿寒。白夫人道：我好意介绍有人给你认识，你却当众给她难堪，不也是给我难堪吗？我本想着你和旁人不同，是个有见识的，又有我和你姐姐的事情在前头，你不会如同旁人一般肤浅无聊。谁知是我错看了你。我肤浅无聊？吴惜莲气得鼻孔一张一吸的，眼圈都红了。阿欣，你才刚认识他，就为了他欺负我？白夫人道：我不是欺负谁，也不是护着谁，我就是论事而已。这其中许多事，你嫁了人后就知道了。吴惜莲撅嘴道：我才不会嫁给这种人。牡丹起身朝二人施了一礼：为了我引得二位生气，实在是我的不是。我那边还有事情，就先告退了。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又何必让白夫人为了自己的缘故得罪她的朋友至交呢？
白夫人要留牡丹，但见牡丹神色淡淡的，眼里无悲无喜，一派的平静自然，心想若是强留下来，闹得不愉快，也是平白给牡丹添堵，遂起身送牡丹到亭子口，轻轻握了握她的手，低声道：改日又会。牡丹点点头，才行几步路远，就见潘荣与李信二人步履匆匆地赶来，唬了一跳，赶紧闪身躲开。潘荣大声道：弟妹，你莫跑，听我说两句，这算不得什么。他声音极大，引得众人侧目。牡丹见状，越发躲得远了。李信沉了脸，一把扯住潘荣：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添堵的？你是故意的吧？你再捣乱，我们先前说的话就作废。潘荣眨了眨眼：你休想抵赖，本来就算不得什么，他若是不尽早适应下来，岂不是白白受罪？话虽如此说，还是探手将白夫人唤了出来。白夫人听他三言两语说完，奇道：我适才也不见他有多难过的样子。潘荣道：坏了坏了，哀莫大于心死，他不但重新回到这里来，还能对着你谈笑自若，一定是心存死志了。你赶紧去，叫他千万不要想不开。话音未落，就被李信呸了一声。白夫人淡淡的扫了他一眼，也不和他多话，也不和亭子里的吴希莲打招呼，自寻牡丹去了。牡丹躲开潘荣等人，迎面遇到玉儿与个年轻女子玩出仆，玉儿已是输了许多，便极力邀请牡丹坐下一起玩。牡丹笑道：我不会玩。玉儿笑道：简单的很，少夫人玩过一次就会了。说着便叫牡丹。掷出5枚全黑为炉，彩16，一语未了，忽听有人在旁道：2掷3黑为掷，彩14，2毒3白为毒，彩10，5枚全白为白，彩8，这4种彩衬贵彩。接话的竟然是刘畅。玉儿吓得赶紧起身行礼，刘畅很自然的就坐到了牡丹身边。牡丹闻到他身上传来的熏华香味道，想到彼时的情形，机遇作呕。不是他对他有什么多的情绪，而是想到自己和一个公共厕所坐得这么近，实在是件恶心人的事。刘畅见牡丹不语，只垂眸看着面前的棋盘，便纡尊降贵地道：我教你玩。语气是肯定的，而非探寻的。好诡异。牡丹抬了抬眼，狐疑的看了他一眼，渣男要做什么？叫他不要声张，不要哭闹。他有半点要声张哭闹的样子吗？他还不如去寻他那狐朋狗友潘荣说说还要好一些。他为什么不找他算账？清华郡主呢？白夫人走过来时，就看到刘畅和牡丹二人面对面的坐在出仆棋盘前。刘畅沉着脸，将5枚矢抛过来抛过去，牡丹则像一根木头一样，直直的杵在哪里不动，脸上无悲无喜，不知在想些什么。白夫人想了想，便上前同刘畅打了个招呼，看向牡丹：弟妹，我有事寻你。牡丹哦了一声，起身道：玉儿，你陪公子爷玩。玉儿早觉着情形有些不对劲，也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只干笑着应下，私立在刘畅身边，并不敢多话。刘畅见牡丹与白氏越行越远，将手里的矢一扔，起身加入到一群堵得热火朝天的男人中去，须臾便堵得眉开眼笑，高声呼噜。白夫人拉了牡丹到僻静处，平退左右，严肃地看着他道：你是怎么想的？牡丹心知他已经知道了刚才的事情，淡淡一笑：没什么想法。白夫人严厉地道：是无计可施，所以干脆不去想，还是已经绝望，所以什么都想到了。我和你说，这算不得什么。他一把抓住牡丹的手腕，将牡丹的手腕抓得生疼。为了这种人寻死，不值得。他们越是这样对你，你越要好好的活着。原来是生怕自己去寻死。牡丹笑道：我才不会去寻死，没什么想法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不在意而已。就好像我此刻正在很舒服的晒太阳，有人和我说别处在下雨，那又与我有何干系呢？白夫人沉默片刻，似乎相信了他的说法，便道：这样最好，你还是小心些吧，当心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脸面是小，性命是大。牡丹一凛，忙行礼称谢。忽听远处一阵嘈杂，众人如潮水一般朝某处涌了过去。白夫人招手叫了那穿绿线鞋的侍女过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少顷，那侍女去而复返，看了牡丹一眼，道：是刘凤一郎和李公子因琐事争执，动了手。白夫人和牡丹心知肚明，必然是为了刚才的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没多久这桩丑事便会通过在座的众人传遍京城。白夫人皱了皱眉：你帮谁都不是，不如先回去吧。虽然并没有亲眼目睹事件经过，但牡丹下意识地认为刘畅是主，不会主动挑起事由，此番冲突应该是由李性挑起的，挑衅的目的是把丑闻扩大，从而引起何家的不满。此刻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不要管，不要问。可这到底是刘家，牡丹生怕李性吃亏，便拜托白夫人。
我表哥这个人没什么坏心眼，就是生性比较冲动，还请夫人和世子爷帮着劝导劝导，莫要因此成仇才好。白夫人正色道：知道了，我这就让外子去调停。言罢果真领着人急匆匆的去了。牡丹回到院里已是申初，才一进门林妈妈就追问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牡丹心想她总会知道的，便很隐晦地道：当时郡主和公子爷都在里面。林妈妈的脸色一变，随即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在屋里来回转了几圈，想安慰牡丹几句，觉得无从说起，想说几句泄愤的话，又隔墙有耳，不敢多言，只得愁眉苦脸地看着牡丹，替她担忧不已。牡丹提心吊胆地坐了约有半个时辰，与何方来回话：少夫人，已经好了，表公子回家去了。外间又摆上了酒席歌舞，公子爷仍然主持宴席。原来刘畅正与人赌得欢，李姓斜刺里杀出去，不由分说，杀气腾腾的要与他赌，刘畅怎可能直接认输？自然应战，然后他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不知怎地，二人言语上起了冲突，便动起手来。有人说先动手的是李姓，又有人说其实是刘畅，这都无关紧要。总之二人是打成了一团，刘畅的2只眼睛污了，李姓的鼻子流血了。从始至终，清华郡主都没有再出现，难为他成了乌眼鸡，还能继续主持宴会，真是强悍。牡丹松了口气，正要松了头发躺一躺，一个婆子快步进来道：少夫人，夫人有请。牡丹无奈，只得重新洗了脸，抿了头发，前往戚夫人的院子里去。碧梧抱着琪儿坐在廊下，拿着一只线球逗一只波斯猫玩，看到牡丹进去，讥讽的一笑，起身迎着牡丹行了个标准的服礼。少夫人，今日宴席散的可真早呢，不知宴席可精彩？牡丹也笑，没散，精彩的很，有舞马表演，还有清华郡主带了个胡旋而去，跳胡旋舞跳的极精彩，都是得到满堂喝彩的。可惜你没去，打肿脸充胖子罢了。碧梧撇撇嘴，清华郡主很漂亮吧？牡丹笑道：当然漂亮，不愧是出身皇室，通身的气派就没几人能及得上。碧梧疑惑得很，以往牡丹见一次清华郡主就要哭一次，这次怎么这般兴高采烈的？想来是装的，为了讨好公子爷便假装大方罢了，他也会的。便讥笑道：那是自然，她是有名的美人，身份又高贵，为人又气派大方，见过的场面也多，不是寻常人能比得上的。正是如此。牡丹心说，到时候清华郡主做了你的主母，你就会更加体会到她的美丽高贵，气派大方了。碧梧还要纠缠，念奴儿打起帘子探出头来，朝牡丹甜甜一笑：少夫人，夫人请您进去。牡丹才一进了屋，碧梧立刻将线团往帘前一扔，引着琪儿和猫过去，她自己顺理成章地蹲在帘前竖耳偷听。戚夫人才见牡丹进了屋子，就将手里的茶碗重重一放。牡丹早知道来了不会有好结果，伤人的到底是李姓，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被迁怒，更何况依着戚夫人的性格，为了防止何家来讨说法，必然要先狠狠威吓自己一番，把错都推到自己身上，然后再假装宽宏大度，哄哄骗骗的。便泰然自若地给戚夫人行礼：母亲万福。戚夫人好一些，才淡淡地道：你起来吧。又叫朱嬷嬷，你给少夫人搬个凳子过来。牡丹眼角扫过朱嬷嬷，只见她两眼闪闪发亮，心知这事儿与她必然脱不了干系，也不知又在戚夫人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自己些什么坏话，便侧身在月牙凳上坐下，道：不知母亲召媳妇来有何事？戚夫人狠狠瞪了牡丹一眼，突然高声道：念娇儿，你去看看，谁在外面吵吵嚷嚷的，不成体统。碧梧唬了一跳，不等念娇儿出去赶人，先就结结巴巴地道：是小猫，然后抱着琪儿一溜烟地躲远了。收拾了不老实的碧梧，戚夫人方厉声道：媳妇，子叔他糊涂，你这个做妻子就要提醒他，替他周圆才是。你倒好，不但不帮着他，还带了外人去看他的笑话，撺掇着自家的表哥当众挑衅，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没脸你就有脸了，你待要如何？出了事情不在他身边，倒偷偷的跑回自家的院子里去躲着，白白浪费了我对你的一片心。牡丹暗自冷笑，见字当道，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见男见女怎么都有理，指这个时候并不是辩解的时候，还得先让这母老虎发泄完毕才好开口，因此也不答话，就起身垂手站好听训。夫人息怒，少夫人向来老实厚道，又怎会拘意做这样的事？定然是无心之过。朱嬷嬷表面上是在劝戚夫人，实际上等于直接给牡丹定了罪，假模假样的递了一杯茶给牡丹。少夫人，您也莫怨夫人生气发脾气，她最希望的就是您和公子爷和和美美的，遇到这样的事焉能不气？
您赶紧奉杯茶给夫人，认个错就好了。牡丹暗骂一声变态的老钱婆，接了茶递到戚夫人面前，静静地道：母亲批评的极是，媳妇无能，既不能成为夫君的贤内助，劝阻他不要做糊涂事，也不能在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挺身而出，替他挡住灾祸，只顾想着自家没脸，躲到自家的院子里去，所以实在是无能之极。戚夫人一愣，凌厉地扫了牡丹一眼，也不接她的茶，冷冷地道：你的意思是我说错你了？牡丹的头弯得更低，语气却铿锵有力：媳妇不敢，今日之事的确是媳妇无能，郡主召唤，不敢不去，世子爷要偷偷跟随看笑话，也无力阻止，夫君与客人发生争执，更是没有胆子上前去劝解，只恐一不小心就被人看了笑话，所以母亲说的都是对的，媳妇想改，能力有限，改不了，请母亲恕罪。戚夫人从未被他这般用软钉子碰过，气得深吸一口气，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来，恨恨地捶桌道：罢了，是我对你期望太高，太强人所难了，我也不指望你能有多大出息，从明天起你就哪里都不要去，就安安心心在家调养身子，早点给我生个嫡孙出来。你父母年纪一大把了，你就不能做点省心的事情，自己争气点，让他们安安心？牡丹心想，这就要说到正题上去了。果然戚夫人道：你们成亲这些年，我对你怎样，你心里应该有数，我从没少过你吃，也没少过你穿，家里上上下下都尊敬着你，就是子叔心中别扭，与你合不来，我也只有骂他劝他的，他脾气再不好，也没把你怎么样，妻是妻，妾是妾，男人谁没个年少轻狂的时候？那农户多收了3-5斗，也还想养个妾，更何况这种外头的，不过图个新鲜，过些日子也就丢开了。你有生这种嫌弃的功夫，还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如何才能留住夫君的心。牡丹一言不发，只垂着头。何家给了刘家这么多钱，她自己也是有嫁妆的，怎么吃怎么穿都不为过，怎么倒像是刘家白白养着她似的？戚夫人看得生气，又拿她无可奈何。刘成彩从外面进来，见状叹道：罢了，也不全是他的错，子叔也太不懂事了些。媳妇，你先回去，稍后我会和子叔说，叫他把这些脾气都改了，以后你二人好好过日子。戚夫人哼了一声，一个两个都是不让人省心的。你今晚早些休息，明日一早就过来等太医。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怕何家来闹腾。牡丹顺从的应了。念奴儿送她到院门口，突然很小声地道：少夫人，您放心，郡主娘娘是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咱们家门的。牡丹待还要问，念奴儿已经快步进了院子。主仆二人相携回院子，与和小声道：少夫人，奴婢觉着念奴儿为人不错，从前就喜欢替您解围，如今出了事，第一个安慰您的还是他。若是夫人赏的人是他，而不是兰芝就好了。牡丹笑道：这刘家的人，只怕也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良知。你也莫失望，夫人没把他赏给我也是好事啊。你想想，若是有什么，他还能替我解解围，跟了我，他却要倒霉了。雨禾听他把这种心酸话说得如此平静，心里不由一阵发酸，偷眼看去，但见斜阳下，牡丹笑容恬静，微风吹过她身后的紫藤花架，吹落一地的花瓣，衬着她这身衣服，衬得她颜如玉，飘若仙，端得好人才。可就是这样的人，却被人当做了草一般，毫不怜惜的践踏。雨禾只觉一股热流从喉头处顺着鼻腔一直冲到眼眶，又酸又热，几乎忍不住就要流下泪来，好容易才忍住，强颜欢笑地道：少夫人，您不要难过，这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您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牡丹笑道：有你帮我，一定能。眼看着雨禾的眼睛不受控制的红了，不由失笑，反手握住他的手道：哭什么？我都不难过，你难过什么？走走，咱们先回去，吃了晚饭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起早呢。雨禾愁兮兮地道：难道您真的要让太医给您瞧？圆了房，生了儿子还怎么走？牡丹哈哈笑道：你这丫头怎地突然比我还急了？这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戚夫人的性格，听风便是雨，雷厉风行，指不定很快就会将刘畅赶到自己的房里来。刘畅那日已经流露出那种意思来，今日的态度也有些诡异，得好好谋算谋算才是。雨禾叹了口气，反正奴婢是您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他心里没说的是，如果是他遇到这种男人，他定要将奸夫给杀了。主仆二人回到院子里，林妈妈早翘首以待，见二人说说笑笑的回来，心里松了一大口气，迎上去道：少夫人，夫人找你有什么事？是不是为了表公子打了公子爷的事？可骂你了？牡丹怕他担心，轻描淡写地道：肯定是有些生气的。
但也没说什么，只是说明日请太医来家，让我早点休息，明日早点过去看病，然后以后不要我出门，在家好好调养身子。林妈妈听了，心想这到底是丑事，刘家也软着一招的。左右张望一番，不见李妈妈和兰芝的身影，便恨恨地低声道，既然是请太医来，便该连着您的其他病一起治了。这次定然要叫老爷和夫人上门一趟，让他给您赔罪才是。牡丹听出林妈妈的意思是要自己借机装病，好叫和老爷夫妇上门替自己出气讨公道，收拾刘畅。实际上刘畅又岂是那种轻易会开口道歉的人，死性不改的王八罢了，更何况他也不稀罕。牡丹虽不以为然，但也觉着可以借这个机会生回病，顺理成章的躲断时间也是个好主意，说不定他的病还没好，事情就已经解决了。当下便道，妈妈说的是，我都听你的。林妈妈见他听话，立时高兴起来。好，到时候听妈妈替您安排，您只管舒舒服服的躺着就好。牡丹应了一声，因见甩甩吃饱了，对着自己欢喜地扑腾翅膀叫牡丹丹娘，便笑嘻嘻地取了一根新鲜树枝递过去，给你。甩甩正在嘴痒，见状欢喜地伸长脖子叼了过去，开始啃咬。牡丹立在廊下陪他耍了一回，心里的郁闷和担忧消散去了大半。忽听院门轻响，却是去拿晚饭的树儿怒气冲冲地回来了。牡丹见他怒气冲冲的，便笑道，谁又招惹你们了？树儿忙换了一张笑脸，道，没什么，就是今日厨房里太忙，出不来菜。奴婢怕少夫人等急了，便让宽儿在那里等着，奴婢先回来说一声。牡丹不在意的道，今日客多也是事实，也不要他们单独做，让他们就将宴席上的饭菜备一份来我吃就行。树儿知他在这方面向来不计较，也不和他细说，笑着应了，背着牡丹低声和雨禾商量，真是欺人太甚，这风头也太转得快了些。你们刚从夫人的院子里出来，少夫人招惹了夫人和公子爷不高兴的事，立时就传到了厨房里，我们去了半日，个个对着我们笑，就是不给饭菜。我不敢和少夫人说，怕她知道又生气。以前少夫人和公子爷闹腾后，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总得吃上那么一两顿冷饭菜，才会又重新好转起来。这次只怕又要到少夫人看过御医后，风头才又转变过来了。雨禾沉吟片刻，道，你叫兰芝陪你去，她是夫人给的，来了咱们这里其他什么都不用做，不会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来吧？树儿道，好主意啊，带我这里就去。才转了身，就见牡丹立在不远处道，不必了，就是兰芝去了也是一样的结果，他哪里敢和公子爷作对，你得当心被人拿了做法。正好的，我午间吃的太过油腻了些，不是很想吃，稍后他们给什么就是什么，不要闹，不要吵，拿回来就是。我不吃就给你们吃，总比你们的饭菜好。事情越多越繁杂才好呢，白天遇到丈夫和人偷情，傍晚被婆婆骂，晚上被下人刁难，没得晚饭吃，她还不该病吗？舒儿心里老大不忿，呀，少夫人就是脾气太好，才会被人蹬鼻子上脸，这般欺辱，真是气死个人了。雨禾推了他一把，还不快去？舒儿撅着嘴，不情不愿地出了门。牡丹笑道，这丫头的脾气爆炭似的。宽儿又太木讷了些，若是他二人中和一下，岂不是好？雨禾叹了口气，我娘常说舒儿的脾气还要像他一些，不知我是从哪里蹦跶出来的，半点不像他。天色黑尽，宽儿和舒儿总算是回来了，不过几碟中午吃剩的冷菜，更不要说饼子上的羊油凝结的白花花的，唯有一碟樱桃碧螺还是热的。牡丹随意用了点碧螺，便放下不吃，让众人将其他菜分吃了。这一夜不单是饭菜怠慢，就是热水也怠慢。牡丹一直等到晚间才有热水送来，松了头发换了衣服，一只脚才跨进澡盆里去，忽听有人使劲拍门。开门，公子爷来了。这个时候来肯定没好事。雨禾吓得一抖，苍白了脸看向牡丹，却见牡丹也白了脸，匆匆忙忙地将脚收回来，将一件红罗夹袍迅速穿上。林妈妈心里也有些打鼓，暗想刘畅是不是为着被李姓打了来报复牡丹出气的，又想到白天戚夫人的态度，胆子又壮了起来，当下便指挥牡丹，你躺下，带我去应对。他打定的主意是，若是刘畅态度好也就算了，若是他要耍横，拼着自己这条老命不要，也要闹得他何府不得安宁。话音未落，就听到李妈妈在外面道，少夫人睡了吗？公子爷来了呢。原来人家根本没管他们，和兰芝先就去把门开了，将人迎了进来。林妈妈看看白了脸，抖手抖脚正往内房躲的牡丹，只得强忍下气走到门口去接人，
只见刘畅浑身酒气，半边身子歪在兰芝身上立在门口，一双眼睛乌青肿胀，如同乌眼鸡似的，表情却是强横霸道的无与伦比。你们少夫人呢？反了他了，竟然敢让那狗东西来打我！乍听的这声咆哮，牡丹不由吸了一口冷气。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总不能叫又老又瘦的林妈妈挡在她前头吧？还有雨禾、宽儿、舒儿等人都是下人，一个不小心就成了出气筒。想到此，牡丹紧了紧衣服，淡定地走了出去，先将林妈妈拉到身后，然后望着刘畅惊讶地道：呀，夫君，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快让厨房煮2个鸡蛋来给公子爷滚滚眼睛，消消肿。见宽儿和舒儿站着不动，特别是舒儿，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只盯着自己看，便直接点名：宽儿、舒儿，你们去厨房，跑快点，再叫他们做碗醒酒汤。你莫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搞的鬼。看到我被打成这个样子，你很高兴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虽然成了这个样子，理性也没讨了好，她漂亮的鼻梁被我打断了。刘畅冷冷地扫了牡丹一眼，就着兰芝的手歪在了帘边的藤椅上，神色阴郁地瞪着满脸惶然的雨禾与我监察来。雨禾悄悄看了看牡丹，正好接收到牡丹担忧疑问的眼神。主仆二人早就心意相通，他知道牡丹是向自己询问李姓的鼻梁是不是真的断了，便坚定地摇了摇头。牡丹松了口气，示意雨禾照着刘畅的话去做。雨禾只好暗叹一口气，告退去了隔壁煮茶，提心吊胆地竖着耳朵听动静，只怕一个不注意，刘畅就动起手来。林妈妈见自己这边得力的几个丫鬟都被支走，只剩自己一个干瘪老太婆，而粗壮的李妈妈与兰芝却都簇拥在刘畅身边，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左右张望一番，偷偷去将一柄拂尘拿在手里以备他用。谁知刘畅又指使李妈妈与兰芝：你们还杵着做什么？还不去给我备下热汤洗浴？李妈妈大胆地扫了牡丹一眼，笑道：奴婢记得，少夫人房里正好有干净热水。牡丹暗恨，随口道：不干净了，已是用过了。若是重新洗盆子，另外给公子爷准备，只怕已是晚了。我这里离厨下远得很，待到送到什么时候了？李妈妈，你去碧无姨娘那里，让她备好热水，稍后公子爷就过去。李妈妈站立不动，只拿眼角去刘畅。刘畅瞪了牡丹一眼，恶声恶气地同李妈妈道：既然有热水，还不滚出去，杵在这里做什么？李妈妈与兰芝对视一眼，忙满脸堆笑地告退。奴婢们就在外面候着，公子爷和少夫人若是有什么吩咐，喊一声就来了。林妈妈却似全然没听见，靠在条案旁，手握着拂尘，微闭着眼，好似睡着了一般。刘畅也不管她，直接起身就往里走，边走边解腰带。牡丹紧张得手脚都是软的。你做什么？刘畅冷笑：我做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来做该做的事情，省得你胡思乱想，一会儿跟踪我，一会儿引人去看笑话，一会儿又撺掇你那劳什子表哥给你出气，害得我丢脸。边说边将腰带解下，直接扔到了林妈妈的脚下。腰带上的香囊狠狠砸在林妈妈的脚背上，唬了她一跳，认清是怎么回事后，一张老脸涨得通红，攥紧了手里的拂尘，沉声道：公子爷且慢。刘畅停下解衣带的手：妈妈有话要说。林妈妈挺了挺胸，道：今日的事情您冤枉了少夫人，她没跟踪您，是郡主派人将她换去的。当时潘世子正想和少夫人买花，也听了去，不知怎的，竟然就跟了去，实在与我们少夫人无关。后面的事情就更不知道了，公子爷可别听了旁人的谗言，冤枉了少夫人，夫妻间生了下戏，可就不美了。刘畅看向牡丹，淡淡地道：是吗？牡丹忙道：当然是真的，他哪里有那个闲心，错不在他，公共厕所你赶紧走吧。刘畅侧头想了想：我知道了，妈妈你别担心，我不会把他怎么样，你且先下去歇着。语气听着却似比先前柔和了许多。牡丹惊恐地看着林妈妈，林妈妈踌躇得很，刘畅便又解开了一根衣带，林妈妈无奈，只得给牡丹一个鼓励的眼神，表示自己就在门外，有什么不对劲的，他就进来。虽然他原本计划的是让牡丹装病，叫和老爷夫妇逼得刘畅给牡丹赔礼道歉之后再说其他的，但刘畅来牡丹的屋子里沐浴过夜，却是天经地义的，他一个下人又怎么敢把他赶出去？随着门被关上，牡丹一颗心悬在了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呼吸都成困难，只能下意识地将衣服紧了又紧。刘畅见门关上，便将两臂伸开：来帮我解衣服。牡丹垂着头不动，咬着牙道：我不。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凭什么？他要敢动粗，他就废了他。
他偷偷扫了扫刘畅的身形这个虽然有点难度，但是可以试试。即便就是成不了功，但最起码也能败兴，谁敢和一个算计着自己命根子女人睡觉？就算是因此被休弃，而非和离，那也认了。刘畅一愣，只见牡丹垂着头，长卷浓密的睫毛在烛影下微微闪动，可以看见她的下颌咬得死死的，眼见的是气愤得很。不知为何，他心里竟然有几分雀跃。今天你很生气？牡丹抬起眼来看着他，很真诚地说，其实我不生气，也不介意。你放心，要是有人来问我，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当然，现在不用他说，人家都已经知道了。刘畅虽然半醉，却很明白地看出，牡丹的眼睛里真的没有悲伤失意，而是一种隐隐的厌恶，还有幸灾乐祸。这个发现让他非常生气，转念一想，他又觉得，他其实是看错了，牡丹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当初看到他和清华多说几句话，他都会那么的难过，现在怎么突然就改了性？欲擒故纵，欲擒故纵，就是这样的。女人吗？说不的时候，往往就是说要的时候，自己和他较什么真？想要，拿过来就是了，反正总要正儿八经生个嫡子的。刘畅想到此，便不再和牡丹计较，自顾自地往屏风后面去，脱了衣物进了澡盆。牡丹侧过脸，背对着屏风，听着水声一声响过一声，暗叫晦气，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妆盒前，翻出一把小银剪来藏在了袖子里，看着竹心发呆。竹心啪的炸了一下，牡丹正要取了剪子去剪竹心，忽听刘畅在屏风后道，你今天和你表哥说了些什么？牡丹淡淡地道，没说什么，就是说那胡璇儿的舞跳得很好，表哥说他从西江那边见过比那胡璇儿跳得更好的，身价却没胡璇儿这么贵。刘畅尖刻地道，莫非你还想学人家一样的买一个来养着，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好的不学学坏的，以后少跟李姓来往。牡丹轻轻一笑，我清楚得很，我自己都是任人欺辱还要忍气吞声的，就算是真的买了来也是害了人家，不买就是积得了屏风后一阵沉默。就在牡丹以为刘畅被洗澡水淹死了的时候，他突然语气生硬的道，你来给我擦背。说起来成亲3年，你可从来没为我做过什么。牡丹坐着不动，反唇相讥，不知你又做了什么？刘畅冷笑，那是你欠我的。牡丹差点冲口而出，那我们和离吧，你不欠我，我不欠你，不要死磕了。但一想到刘畅的性格，便硬生生的将话咽了回去，改而叹道，是呀，谁叫我身子不好，竟然需要冲洗呢？其实我也想，如果我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就好了，哪里有那么钱来给我糟蹋啊？让我病死就病死了吧，省得一害几家穷。害了我爹娘，也害了你，更是害了自家。空气突然不会流动了，牡丹很清楚地听到刘畅的呼吸声渐渐变粗。他惬意地想，气死你个渣男，你不是最恨人家提这事儿吗？我偏叫你想起你最屈辱的事儿来，我看你还发不发骚？吧嗒一声巨响，4扇银平托山水纹屏风被刘畅猛地推倒，哗啦一声水响，刘畅精着身子从澡盆里站起身来，恶狠狠地瞪着牡丹，似是随时要从盆里走出来打人一般。牡丹握紧剪子瞟了一眼，只见他铁青的脸配上乌青的眼，正像是一只巨型乌脸鸡。巨型乌脸鸡生气了，后果很严重。砰砰砰，关键时刻门被敲响，雨禾小心翼翼的声音从外间响起，少夫人，公子爷要的茶好了。牡丹扫了刘畅一眼，飞快地奔去开门。门开处，夜风吹进来，将烛光吹得一阵晃悠，水晶帘子更是叮当作响。没了屏风的遮挡，刘畅和澡盆都暴露在外。门外守着的几个女人都发出一声轻呼，迅速将头垂了下去。刘畅立时蹲了下去，抚摸着身上被冷风激起的鸡皮疙瘩，红着眼睛恶狠狠地瞪着牡丹，他绝对是故意的。牡丹看也不看他，伸手接过茶盘，随手放在一旁的几案上，慢吞吞将门掩上，却又不关严，只道，不知夫君此时饮用还是稍后饮用。刘畅气得太阳穴突突作跳，本待不理他，却又改了主意，自然是此时饮用。你拿过来。他不过随便问问而已，危险区域勿近。牡丹慢吞吞地道，那边没有放茶盘的地方，夫君还是出来饮用好了。刘畅气得要死，这不是故意和自己作对吗？问自己要不要，自己说了要，他却又不给，可见是故意和自己作对的。他是喜欢有点情调、会调情的女人，但并不代表他喜欢被女人捉弄，尤其是这个他从来瞧不起的女人。他气呼呼地瞪着牡丹，咬牙切齿地道，何牡丹，你会后悔的。牡丹瞟了瞟门外，满脸害怕地道，夫君，你为何又不高兴了？可是妾身什么地方没伺候好？你说妾身一定改，千万不要动手啊。
我爹娘和兄长这几日大概会上门，要是被他们看见，妾身丢脸事小，只怕我哥哥不饶你也这一回。他脸上的表情太过虚伪，刘畅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他的确是在嘲笑他，故意激怒他，而不是欲擒故纵。结合之前他的种种作为，他突然发现他变了，变得很陌生。这种陌生，不到关键时刻分辨不出来，但和从前相比，确实天差地别。他瞧不起他，他轻视他，他厌恶他，但他明明白白的却又是牡丹。果然变了吗？刘畅突然有些发懵，就坐在澡盆里盯着牡丹看。牡丹等着刘畅下一轮发飙，最好不管不顾的起来打上那么一两下，又或者怒气冲冲的摔门而去。但他没有，反而就坐在那里探究的盯着他看，那眼神看得他发毛。牡丹没有安全感，只能反复握紧袖中的剪子，才能让自己不发抖。她不是身怀绝技的侠女，怎可能不怕有暴力倾向的色狼？二人僵持了约莫1刻钟后，刘畅方转身背对着牡丹起了身，随手拉了衣架上的一块金帕，擦了擦身上的水渍，就将自己脱下的里衣拾起来随意套上，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伸手将门关严，然后又慢吞吞地朝牡丹走去。他每往前走一步，牡丹都觉得是踩在他的心上，又重又沉，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你在怕我？刘畅从牡丹的眼睛里轻易捕捉到了恐惧，这个认知让他瞬间有了心理优势。他甚至笑起来，伸手去抬牡丹的下巴。牡丹被他强势地抬起下巴，一张精致的脸以最完美的角度暴露在他面前。俗话说，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美。刘畅不得不承认，牡丹半点也不辜负他这个名字。他不需要像清华郡主那样故作与众不同，故意引人注目，他只需要静悄悄地往那里一站，就会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浑然天成，叫人无法忽视。他的目光顺着牡丹小巧的下颌一直望到她雪白的脖颈下，葱绿色的抹胸在红罗夹袍里只露出一个边角来，却如同春天新发的嫩芽一般勾人，叫人忍不住想剥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刘畅咽了一口口水，专注地看着那一缕绿意，手随心动，顺着牡丹的脸和脖子就往下抚了去。手过之处，牡丹的肌肤迅速蹿起一层鸡皮，人也控制不住地微微发起抖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所谓美人如花，便不过如此了吧。刘畅很是满意牡丹的反应，他到底还是无法抵御住她的，只要她稍微示好，他就会和从前一样的对她死心塌地。想到此，他笑了，得意洋洋地说，你别怕，我会很温柔的。的字尚未出口，一壶热茶兜头淋下，茶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再顺着脸颊淌入嘴里，将他的得意洋洋和自以为是都倒灌回肚子里去。他忙不迭地收回手，就将袖子去擦脸，只见牡丹圆睁双眼，手里的茶壶还尚未放下。他敢拿茶来淋他，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必须得好好教训一下，让她知道什么是做的，什么是做不得。刘畅喘了一口粗气，铁青了脸，探手去抓牡丹，手还未碰到人，一道寒光卷着烛影迅速向他的手刺去。与此同时，牡丹迅速后退，匆忙中不忘将手里的茶壶朝他的头砸过去。刘畅措手不及，手臂一阵刺痛，随即茶壶又狠狠砸在头上，本就有些昏沉的头被击中那一下，不亚于先前眼睛被李性打了一拳，痛晕。最要命的是，他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大吼了一声，何牡丹，你找死！顺手将几案上的茶杯茶盘等物狠劲砸在地上，探手要去抓牡丹。少夫人，公子爷，有话好好说啊。门被疯狂地捶着，雨禾和林妈妈不要命地撞了进去，身后还跟着生怕果真出了大事，自己也逃不过干系的李妈妈和兰芝。牡丹顺势往地上一倒，把剪子扔得要多远有多远，白着脸张皇失措地喊，妈妈救我，公子爷要杀我。趁着刘畅没反应过来，一把抱住刘畅的腿道，我真没敢说郡主娘娘什么，真的没有，不信你问他们，我什么都没说过，真是他的侍女叫我去的，我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啊。手却用力在刘畅的腿弯肉嫩处捏起一层皮，迅速转了一个圈。刘畅疼得倒吸一口凉气，龇牙咧嘴，待要抬腿踢出去，临时却又收住，转而弯腰一把掐住牡丹的肩头使劲晃。你这个阴险卑鄙的！牡丹见他收住脚，很是遗憾，于是顺着他的力道晃头，晃得披头散发，脸色苍白，满脸泪痕，不忘大声惊呼，救命啊，救命啊！眼睛往上一翻，林妈妈和雨禾一人抱住刘畅的一条腿，大声喊叫，求公子爷饶了少夫人吧，她真的没说过半句怨言。李妈妈和兰芝对视一眼，也都跪下去求情，公子爷，公子爷，有话好好说，少夫人晕过去了，娇弱弱的人呢，哪里经得起大老爷们这几下。
看来谁都认为是自己打了他，焉知从始至终被耍的人就是自己。难道要叫他说他被自己的女人用茶壶砸了，还用剪子呲了？刘畅有苦说不出，看着牡丹只是磨牙，恨恨顿了顿脚，道：还不把人抬上床去？林妈妈和雨禾忙丢了他，一左一右扶起牡丹。林妈妈一摸，牡丹手脚冰凉，心疼得嚎啕大哭。我苦命的丹娘啊，这是做了什么孽？忍气吞声还要赶尽杀绝，老天爷你睁睁眼啊！这是做什么？戚夫人立在门口威严的一声断喝，乱七八糟的闹腾什么？林妈妈不管不顾，只是抱着牡丹哭。牡丹见她哭得撕心裂肺的，很是不忍心，却也只得将手将脚的不动。给我闭嘴！谁再嚎就插出去。戚夫人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刘畅一眼，指挥众人打扫战场。先去看了牡丹，叫人立刻去煎餐茶来，又狠狠地骂了伺候的人一顿。公子爷醉了，你们也醉了，就这样任由他闹腾下去。一群不中用的东西，拿你们何用？少夫人若是没事也就罢了，若是出了事，看我不收拾你们。牡丹心说，老巫婆，你儿子行凶打人，转眼就被你说成是醉了，把错全都推到伺候的人身上去，是伺候的人不得力，这手法用得纯熟啊。众人唯唯诺诺的应了，戚夫人却又夸奖立在门口不敢进来的宽儿和硕儿。多亏这两个小丫头聪明，知道去叫我，不然还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子才能收场。不多时，餐茶端来，林妈妈将牡丹扶起，为了半盏下去，牡丹方轻叹一声，醒了过来，只是望着帐顶默默流泪，不言不语。戚夫人见她醒过来，松了口气，沉着脸道：子叔，你随我来。也不要人跟着，扯着刘畅就往外走，见四下里无人，一掌就扇在了刘畅的脸上，沉声道：你个糊涂东西，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我的话你全当耳边风吗？刘畅不避不让，硬生生挨了一掌后沉声道：母亲出够气了吗？若是出够了，那我就先走了。手臂被刺中楚痛得很，那女人也不知下了多大的狠劲，真是够恶毒的。戚夫人被他呛得气短，随即眉毛竖得老高。你给我说清楚，你到底要闹成什么样子才满意？我早上已经和你说过，那女人无论如何我都是不要她进门的，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她要进门，除非踩着我的尸体进来。刘畅探手入袖中按住伤口，目光沉沉地看着牡丹的房门，轻描淡写地道：我说过要她进门的话吗？不过就是玩玩而已，你也当真？该怎么做，我心中自有分寸。今夜不过是个意外而已，以后不会了。戚夫人冷声道：我不许今天这种事情再发生。你记好了，你怎么荒唐都可以，就是不能让那个进门，让这个死在我家，病在我家。何家的人很快就会上门，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解释吧。要是再出问题，我就死给你看。刘畅不置可否。知道了，我以后会好好和他过日子。戚夫人狐疑地看着他，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这是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给他答复。不等他开口相询，刘畅已经转身走了。他就不信他和牡丹能翻出他的手掌心去。越是别人双手捧着送到他面前的东西，他越不屑一顾，别人藏得越紧越舍不得拿出来的，他还偏生就想要。何牡丹，咱们走着瞧。我叫你看小白脸，我叫你荷叶男人眉来眼去的，我叫你拿水淋我，我叫你拿剪子刺我，我叫你拿茶壶砸我，我叫你暗算我，我叫你瞧不起我。刘畅狠狠踢了路旁的树一脚，不易踢到了脚趾头，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站着想想，弯腰摸摸腿弯被牡丹掐过的地方，突然觉得遍体一阵酥麻。为什么当时他就没踢出那一脚去呢？是怕他纤细的腰经不住那一下，还是怕他雪白的肌肤就此青紫了，还是怕他眼里的轻蔑和不屑，或者是怕他下一次越发狠劲地拿了刀刺他？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长这么大没被人这么瞧不起过，没被人这么不当一回事，他咽不下这口气。总有一日，他要叫他心里眼里都只有他一人。刘畅心不在焉地走了一些，迎面遇到鬼鬼祟祟出来打听消息，兼着捡漏看能不能好运气接着人的壁吴，对着壁吴满脸的娇笑，心情莫名的一阵烦躁。你来做什么？壁吴理了理鬓角，举起手里的朱漆食盒，娇笑道：听说您醉了，婢妾亲手熬了醒酒汤，正要给您送去。眼看着刘畅只穿了里衣，形容狼狈，不由惊呼一声：爷，您这是怎么啦？刘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滚！壁吴委屈万分，立了一会儿，快步跟上，谄笑道：爷，婢妾弹琵琶给您散散心。婢妾新近学了一首，您还没听过呢。他最擅长的就是琵琶了，刘畅心情不好的时候，每听他弹一曲琵琶就会高兴许多。
刘畅不语，回头冷冷瞪着他。毕无吓得脸色苍白，摇摇欲坠，抢笑道：婢妾无礼，请公子爷恕罪。再抬头时，刘畅已经去得远了。毕无眼里的泪哗啦啦往下淌，这是怎么了吗？他又没做错什么事，都是那个和牡丹惹得公子爷不高兴，害得他跟着倒霉了。斜刺里一声娇笑，端地刺耳，却是茜素穿了件月白色的薄纱披袍，摇摇摆摆地走过来，虚虚对他扶了扶，笑道：哟，我还说这是谁呢，原来是碧舞姐姐呀。啧，看你这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样子，叫妹妹好生心疼。不要脸的狐狸精，打扮成这个样子是打算出来勾引人的吧？去吧，去吧，去了正好吃一顿排轩。碧无拭了拭泪，挺起腰杆，假装没看见茜素，招呼身边的丫鬟直接走人。见碧无不战而逃，茜素得意地一笑，提步快速朝刘畅追去。这群女人，老的老，怀孕的怀孕，不讨喜的不讨喜，不解风情的不解风情，谁能跟她比呀？且不说刘畅如何的犯贱，他后院里的这群莺莺燕燕又是如何的各怀心思，争奇斗艳，争宠献媚。却说喧嚣过后，牡丹房里终于清静下来，李妈妈与兰芝各自去睡，林妈妈、雨荷、宽儿、舒儿个个围在牡丹身边，满脸凝重和担忧。他们都不知道真相，牡丹也无意和他们解释，只再三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让他们赶紧去睡。雨荷自不必说，宽儿和舒儿也只是摇头，林妈妈只得指派：你二人年纪小，明日还要早起做事，自去歇着，这里有我和雨荷伺候少夫人就够了，明日你们换我们打盹儿。宽儿和舒儿这才依言离去。林妈妈又叮嘱雨荷：你去门外看着，我有话要同少夫人说。林妈妈见了今日的惨状，不会再强迫自己一定要和刘渣搞好关系，地久天长了吧？得趁这个机会把林妈妈争取过来，只要她肯开口，想必何老爷和何夫人一定会相信自己的话，赞同自己的决定，左右都是为了女儿好，哪有眼睁睁看着女儿送死却一条道走到黑的爹娘？牡丹连忙坐起身子来，期待地看着林妈妈。林妈妈愁眉苦脸地在床沿上坐下来，轻轻抚摸着牡丹的头发，叹道：我可怜的丹娘，你怎么就这么命苦，摊上这么一个主？牡丹嘴一瘪，一把抱住林妈妈，把头埋在她的肩头，哽咽道：妈妈，你看见的，这种日子我再也过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我宁愿去死，也不要这样屈辱的活着。想当初我在家里，爹娘从来也舍不得动我一根手指头，他家却把我当做了什么？要是当时你们不在，你们不护着我，他岂不是要了我的命？先不说他，就说这样下去，那郡主也铁定会要了我的命。保命符变成了催命符。林妈妈长叹了一口气，无声地抚摸着牡丹的背，犹豫很久，方低声道：好孩子，老爷和夫人若是来，我便同他们讲，咱们……他犹豫了一下，终究是坚决地道：咱们离开他家吧，正是花一样的年纪，以后日子还长着呢。牡丹大喜，抬头看着林妈妈低声道：妈妈，你说的是真话，你真的肯帮我？林妈妈苦涩的一笑：你是妈妈奶大的，是妈妈的心肝肉，妈妈怎么舍得看着你这样被人糟践？这样下去，就算是赖着活下去，也总有一日要死在他家手里，与其这样郁郁不可终日，还不如回家去过几天舒心的好日子。牡丹兴奋得不得了，欢喜地在床上打了一个滚，笑道：妈妈，听你这番话，我头都没先前晕了呢，身上也没先前痛了。林妈妈破涕为笑：真的？牡丹肩膀靠过去撒娇：只有这里被他掐着的这里好疼，妈妈给我揉揉吹吹。林妈妈拉长了声音：好。推开牡丹的夹袍来瞧，只见雪白的肩头上几个泛青的指印刺眼得很，不由又是心疼又是恨，不由在心里将刘畅咒了几十遍。雨荷在外听着差不多了，便笑道：夜深了，少夫人要安歇了吗？若是想和林妈妈说话，奴婢去把铺盖抱来，铺在那美人榻上如何？林妈妈正要应了好，牡丹摇头：妈妈累了一天，正该好好休息一下，这美人榻哪有床上好睡？雨荷会意，笑道：那今夜便由奴婢来守夜好了，妈妈先去睡吧。林妈妈还要推辞，牡丹严肃地道：妈妈，我若是病得起不来床，可全都要靠着您张罗呢，您要是没精神，谁为我出头？林妈妈想想也是，又再三交代了雨荷一些，方回了自家房间洗了睡下不提。牡丹伸了个懒腰，道：雨荷，明日把那澡盆给我劈了烧掉，渣男用过的澡盆，想想都恶心。雨荷道：劈了烧掉多可惜，不如拿了钻几个孔，做个大花盆如何？牡丹翻了个白眼，道：我怕种下去的花卉被熏死。雨荷扑哧一声笑出来，弯腰自牡丹的床里寻出一只鎏金香狮子来，
用银柱拨了拨里面的香灰，放上一小块烧透的炭基，将香灰掩上，用银柱小心翼翼地在香灰上戳了几个孔，确定炭基不会熄灭了，方拿了一张银叶隔火放在香灰上。自朱漆描金的小柜子里取出一只象牙香盒来，小心翼翼地取了铜钱大小一块鹅梨汁蒸就的沉香饼，放入香狮子里，确定无恙了方放入帐里，替牡丹将屏风掩上，帐子放下，笑道：夫人免了您请安，也吩咐下去，明日不许人来打扰您，您好好睡一觉，醒来就诸事大吉了。前途看到了光明，心情愉快，嗅着清香，高床软枕，牡丹惬意地轻叹一口气，沉沉入睡。天边才露出一丝鱼肚白，甩甩就发出一声粗嘎的怪叫，夸儿，随即又扇着翅膀怪叫，起床，起床，出去，出去。夸儿叹了口气，迅速起身穿衣梳头，尚不及洗脸，就先将急吼吼的甩甩从屋里提出去挂在廊下，给他添了水和稻谷后，才有时间去收拾自己。夸儿就着井水洗了一把脸，舒儿已经从杂物间里取出水桶和食盒来，准备去厨房取热水和早饭。牡丹这个院子偏远得很，离什么地方都远，为了避免撞上要水取饭的高峰期，一等就凉了，他们只能是尽量去早一些。夸儿如同往常一般，轻手轻脚地把院子门打开，捡着最重的水桶提在手里，招呼舒儿：咱们去的早些，看看他们准备的早饭都是些什么，盯着点，他们总没话可说了吧。舒儿冷着脸提起食盒，突然跺了一下脚，将食盒往夸儿手里一塞，冷笑着挽起袖子往李妈妈和兰芝住的右厢房去。凭什么我们二人要伺候那两个新来的？感情夫人将他们指派到咱们这里来，竟然不是来伺候少夫人的，而是送两个菩萨来给咱们供着呢。夸儿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想干什么，慌忙将木桶和食盒放下，上前拉住舒儿劝道：你又要做什么？少夫人的话你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别的不说，他们不服气吵起来，也是吵着少夫人，又叫旁人看笑话。舒儿冷笑道：那依你说，咱们就这样忍气吞声了？你看看昨晚使坏的就是他二人，你站开。你胆小，我不怨你，但你别来瞎掺和。夸儿说不过他，急得什么似的，死死拉住他，只是不放。二人拉锯似的站在院子里，彼此都不让步。左厢房的门吱呀一声轻响，林妈妈发鬓光洁，衣饰整齐地走出来，沉着脸往二人身上一扫，二人立刻松手站直了，小声喊道：妈妈，您老怎么不多睡会儿？林妈妈道：天不早了，你二人还不赶紧去拿饭提水？舒儿朝右厢房挠挠嘴，他二人光使坏不干活。林妈妈淡淡一笑：你们人小拿不动，是不是那拿得动多少就是多少好了。从前他是为着牡丹以后还要在刘家过一辈子，不想多结怨，少不得忍气吞声，低调做人。这时候想法不一样了，自然就不能再如同从前那般人与任夺。舒儿眼珠子一转，喜笑颜开：知道了。他力气有多大还不是他自己说了算，想拿谁的就拿谁的，不想拿谁的就不拿谁的，哪里顾得了那么多。林妈妈目送夸儿和舒儿手牵手的离开院子后，站在廊下眯起眼看着天边的朝霞，轻声道：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皆想必是有雨，得让人给这花搭起棚子来才好。才说着，正房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雨鹤蹑手蹑脚地走出来，笑道：妈妈起得好早。甩甩吃稻谷吃到一半，一抬眼看到了雨荷，立时尖叫道：死荷花，还不去浇花？雨荷瞪了甩甩一眼，呸了一声道：忙着吃你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甩甩拍拍翅膀，嘎嘎的怪笑两声，埋头继续苦干。雨荷看得好笑，道：他也是个惯会看麻衣相的，看到夫人和公子爷就不吭气，看到少夫人就闲着脸喊牡丹真可爱，看到您不敢乱嚼，看到舒儿就假装没看见，偏生就爱欺负我和夸儿。这扁毛畜生和人都是一样的，欺软怕硬，你别看他小，心里明白着呢。昨晚那么大的动静，他就拽着脖子看，一声也不吭。林妈妈指指正房的门：少夫人昨夜睡得可好？还没醒吗？雨荷点头道：睡得好，我刚才进去看了一眼，睡得正香呢。林妈妈招他过去，神色凝重的低声道：我估摸着大约今早，最迟午后家里就会有人上门来探望少夫人。夫人和公子爷定然不许少夫人单独和家里人说话，也会盯紧了我们，不许将昨夜的事说出来。那咱们几个就要配合好了，一定要想法子把昨天的事情说给家里人知道。兴许李妈妈和兰芝昨夜就得了吩咐，要叫盯紧咱们的呢。雨荷连连点头，二人就可能出现的情况低声商议了一回，正要分头行动，右厢房的门被人悄无声息地拉开，李妈妈满脸探究地利，在门口笑道：
哟，老姐姐和雨禾姑娘这是在说什么悄悄话呢？雨禾不说话，转身去了院子里，取了葫芦瓢，在大水缸里舀了隔夜水，认真的将10几颗牡丹细细浇了一遍，又检查牡丹昨天套上的纸袋是否还安好。林妈妈沉着脸道：说什么？不过就是说少夫人夜里睡得不安稳，又做噩梦又发热的，我这里正要去上房，请夫人派人去请大夫呢。还有今日只怕有雨，得给这些花搭个棚子，不然一场雨下来，这花就没看头了。李妈妈皱起眉头，满脸担忧状。哎呀，少夫人的身子实在是太弱了，却不说去主院见戚夫人请大夫。林妈妈也不管她，叮嘱雨禾道：我这就去上房，待到宽儿他们拿回早饭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劝少夫人吃点东西下去才行。雨禾担忧地道：妈妈，那您早点回来，我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兰芝从李妈妈的身后探出头来，笑道：雨禾你放心，不是还有我和李妈妈吗？你忙你的，我这就进去伺候少夫人。说着果真往正房的房门走去。雨禾上前拦住，冷脸讽刺道：也不知姐姐是从哪里学的规矩，昨夜少夫人还没睡，你就悄无声息的就先睡去了，我们要寻人做事也找不到。此时少夫人一夜未眠，好容易才睡着，你倒要进去伺候了。兰芝的脸色顿时变得极难看，却找不到可以反驳的，便狡辩道：我昨夜是跟着夫人去拿餐片，回来少夫人已经睡下，所以才不敢进去伺候的。这会儿我也不知道少夫人还没醒呀，都是伺候人的，你好好说不就是了。雨禾冷笑了一声，朝兰芝伸出手来：姐姐拿的餐片呢？拿来，我正要给少夫人煎餐茶。兰芝见雨禾一改往日的憨笑谄媚状，大清早就和自己一个钉子一个眼的对着干，当下怒从心头起，转而攻击道：雨禾，你别太把你自己当回事了，夫人只派我和李妈妈来伺候少夫人，可不是让我们来做摆设的。你把这屋子里的事儿都把着，不许我们伺候少夫人，是什么意思？是怕我们在少夫人面前讨了好，把你比下去吗？我怕谁把我比下去呀？我又不图什么。雨禾讥笑道：兰芝姐姐要证明自己不是摆设，那就烦劳你先将餐片拿出来啊。我煎了餐茶，也好向少夫人替你请功。兰芝不过是随口狡辩，又从哪里得这餐片来？李妈妈见状，忙打圆场道：餐片不是放在茶房里吗？都少说两句，吵着少夫人不是耍处，谁想和她吵？兰芝恨道：妈妈，你也看见了，她一清早就没一句好话，故意挑衅来着。就是故意挑衅怎么着？叫你好看的还在后头呢。雨禾将手里的葫芦瓢往地上一砸，水溅的兰芝和李妈妈裙角上到处都是，然后回身瞪着甩甩，指桑骂槐地道：死鸟！本身是个扁毛畜生，偏大早上就学人说话，学了也就学了，偏还学不好，到底就是个畜生。甩甩被唬得炸了毛，随即大怒，回嘴道：畜生，畜生！兰芝心疼地提着裙子怒道：你骂谁呢？雨禾笑道：骂畜生呗，姐姐有何见教？不许我骂畜生吗？兰芝想和他吵，但这一吵就等于默认了自己是畜生，想不吵又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当下捡起地上的葫芦瓢，大踏步朝水缸冲去，打算也舀一瓢水来浇在雨禾身上。雨禾见状，大喝道：兰芝，那水可是少夫人特意留着浇花的，若是出了差池，10个你也赔不起。兰芝冷笑：你唬谁？不就是一瓢水吗？这府里哪里不是水？休要说一瓢水，就是10缸我也赔得起。雨禾沈笑：那你就试试看呗。牡丹早就醒了，一直竖着耳朵听外间的动静，听到闹大了，便咳了起来。雨禾忙扔了兰芝，推门而入，倒了半杯温水递过去。少夫人可是昨夜受凉了。牡丹微微摇头，低声道：让他们心里头憋气固然好，但你也要注意，别这个时候就先吃了亏。雨禾笑道：没事儿，奴婢心里有数。少夫人，稍后饭送来，奴婢就让他们进来伺候您用饭。无论如何，您都得吃点下去。牡丹道：今早这顿饭我可一点都吃不下去。雨禾皱眉道：不吃哪能行？您昨晚就没吃了。牡丹笑道：你附耳过来。二人还未说的一句话，就听林妈妈在外间惊喜地道：少夫人，夫人看您来了。这么早？牡丹知道这个夫人必然不是戚夫人，而是和牡丹的亲娘岑夫人。牡丹正要挣扎着下床，林妈妈已经快步入内扶住了她。这会儿还没过来呢，我这是半途听到消息，就忙着赶来和你说了。牡丹忙道：只有我娘一个人来吗？林妈妈道：老爷和大爷、大夫人都来了，您就安安心心躺着吧。此番既然来了这么多人，必然不会随便就算了。牡丹轻吁一口气，
虽然不知李信和他们是怎么说的，但这一大早的就杀上门来，想必是气愤得很的。既然如此，自己应当再给他们加上一把火。二门处被堵个正着的刘成才满脸堆笑的把黑着脸的何家父子请到正堂去喝茶说话，匆匆赶出来的戚夫人则牢牢拉着岑夫人的手，一边亲热的寒暄，一边偷偷打量着岑夫人身上的香色绮罗襦、深紫色巴弗罗裙，腰间挂着的羊脂白玉环佩和金色凤纹裙带，最终将目光定格在岑夫人脚上那双高头锦履上。这双鞋款式并不算出奇，却做得极讲究，鞋帮用的是遍体宝香花锦，鞋面却又是紫地花鸟纹锦，花心和鸟的眼睛都是用米珠和金线定的。最奇特的是，这鞋子随着光线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可见所用的丝线非同一般。戚夫人自小锦衣玉食，自然一眼就能看出这双鞋的不凡之处。再看何家的大儿媳妇薛氏，打扮的更是时髦风流，鲜艳的黄裙子，碧色的丝襦，长眉入鬓，一香扑鼻，脚上一样的穿着锦履，只不曾用米珠而已，却也是精致的很。戚夫人打量完何家婆媳俩的装扮，再看看自己那双匆匆穿出来的红色小头履，是那么的平淡无奇，简直不能见人。戚夫人于是懊恼又不自在地缩了缩脚，愤愤地想：显摆什么？谁不知道你家有几个臭钱？庸俗！想归想，酸归酸，她心中有鬼，少不得要打起精神殷勤招呼，亲热地牵着岑夫人朝牡丹的院子走去，边走边笑：亲家，你是怎么保养的？我怎么觉着每次见到你，你都比上一次更年轻呢？他这话虽是明显带着讨好的意思，但也没说错。岑夫人今年50有6，是5个孩子的娘，看着却不过40出头的样子，虽然稍胖了些，却穿得实心精致，肌肤也仍然细腻光洁，一看就知当年是个大美人。岑夫人用空余的那只手理理自己的披帛，淡淡的笑道：也没什么，我家大郎年前千金得了一个方子，用细辛、葳蕤、黄芪、白附子、山药、辛夷、川芎、白芷、瓜蒌、木兰皮各等分，猪油适量，把药捣碎后用酒泡一昼夜，放入猪油，用木炭小火慢慢的煎，煎到白纸出色后，将渣子过滤干净了，搅拌凝固成面汁，隔个3几天抹抹，若是有空呢，全身抹抹也好，平时搽点珍珠粉更好。千金得来的秘方，被他这样不在意的就随口说出来了，可见是故意来压制自己的。戚夫人酸笑：东西倒是不难得，难得的是麻烦。幸好我平时不爱弄这些，不然光弄这个就没时间管家事了。岑夫人含笑扫了他一眼：你是天生丽质，哪里用得着这些？你忙也是事实，一个人管偌大这样一个府邸，还要管迎来送往的人情礼节，不像我，好歹有几个儿媳使嘴。你不就是儿子多吗？让儿媳当家理财。我倒是想让你那病秧子女儿跟着学理事，但也要看烂泥糊的上墙步。戚夫人想到此，口气就有些冲。正是呢，要说你我都老了，是该享儿孙福的时候了。但我可没亲家那么好命，牡丹身子弱得很，别的我都不敢奢求，只求她不病就阿弥陀佛了。岑夫人本就是包着一肚子火来的，闻言便皮笑肉不笑地道：正是呢。要说我那女儿生来就3灾8难的，我和她爹费尽心思才算将她调养好了，又承蒙亲家体贴眷顾，眼看着就要云开日出，苦尽甘来，谁曾想竟然就出了这种事。我也不想这么早就来打搅亲家的，但只怕晚些出门遇上熟人都不好意思。岑夫人说这话是有因由的，她昨日才将李姓送走，胸口的闷疼还未缓解过来，就收到清华郡主让侍儿送来的便笺。大意是说，他与刘畅两情相悦，一时情难自已，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伤了牡丹的面子和心，实在是很对不起。刘畅脸皮薄，不好意思说，只好由他来致歉了。要是何家有怨，还请不要冲着刘畅去，只管去找他好了。清华郡主此番作为，纵然是太过不要脸，却也有警告的意思，更明摆着就是扇何家人的耳光。这都上门来耀武扬威了，何家还能忍气吞声吗？何家虽不是豪门望族，但在这京城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交友广，生意大，亲戚朋友一大堆，哪里丢得起这个脸？但凡是有血性的人家，这亲事便该散伙了事才对。可自家的情形又特殊，不是3言2语就可解决的。何老爷和岑夫人一夜没睡着，待到天一亮就领了大儿子和大儿媳上门来讨个说法。戚夫人并不知道清华郡主这一出，只知道岑夫人的态度委实不客气，心里的怒火也蹭蹭往上冒。这算什么？来给女儿出气的吗？已经嫁入刘家，就是刘家的人，轮不到何家来指手画脚。如果不是那病秧子不中用，这种事情又怎会发生？他本是想息事宁人，希望何家睁只眼闭只眼，就将此事接过不提，
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但岑夫人这样子，竟然是半点不肯含糊，兴师问罪来了。戚夫人素来也是个倨傲的，哪里受得住重话？从前求着何家，那是没法子的事，金钱上被他家压着一头也就罢了，总不能什么都被他家压着，还压一辈子吧？那他做这个诰命夫人还有什么意思？当下淡淡地道。亲家说这个话怪没意思的，有时候看见的都不见得就是真的，更不要说人云亦云了。那清华郡主名声在外，什么时候不弄出点事儿来给人做谈资？他身份地位在那里，难道他来赴宴，我们还能用大棒子将人打出去不成？我们能怎样？难道要告御状去？岑夫人气得内伤，果然巧言令色，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还要抵死不认，这是什么道理？纵然先前牡丹嫁给他们家是有因由的，但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早不肯谁也不能把刘畅绑着拜堂不是。何家并没有欠了刘家的，相反的，刘家有如今的富贵，还得感谢牡丹身子弱，需要刘畅冲洗。戚夫人见岑夫人沉着脸不说话，只当自己抬出清华郡主的身份来压着了对方，立时又换了张笑脸，夹枪带棒地道，本来就没多大的事情，偏行之当众把子叔给打了，害得大家伙都没脸。子叔却也没说什么，还和我说以后要好好和丹娘过日子。丹娘3年无出，他也没说过什么难听话，这不一大清早的就被车出门去接住太医来给丹娘调养身子了。这子嗣的事可是大事儿，非同一般，任你任何妇人无出都是低人一等的事。根据戚夫人的经验，只要拿住对方的弱点和短处，一哄二下三摸摸，就是在暴躁，那毛也该被顺上一顺才是。如今把牡丹无出这事儿拿出来说上一说，就不怕何家不心虚？接什么住太医？分明是怕自家老头子找他麻烦，借故躲出去了。岑夫人心中恨得很，却又因戚夫人说牡丹3年无出，自家到底矮了一截，便冷着脸道：郡主不讲究，丹娘3年无出都是事实，男人家朝三暮四也是正常，但这脸面可不是旁人给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留的。行之要是看到自家表妹夫做错事都不提醒一声，那还叫亲戚吗？亲家要说这事儿是无中生有，我更不能苟同。昨日郡主可是上了我家的门，要好好过日子，有这样的过法吗？戚夫人一愣，眼睛一眨一眨地道：郡主上了你家的门，她去做什么？只想着管好刘畅，堵住牡丹的口，就没想着清华郡主这个不要脸的竟然敢找到人家里去，这算什么事儿呀？想到此，他不由又怨起刘畅来，没事儿去招惹那狐狸精做什么？岑夫人拿了帕子扇着，气呼呼的道：还能做什么？我那贤婿最清楚不过，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待他回来后，让他和他岳父自己说去。戚夫人暗忖道：这样兴师动众的找上门来，先前却还能与我说笑，可见不是真的想闹，不过是为了讨的一个说法，为他女儿撑腰罢了。既如此，我便暂时忍下这口气，先和他周旋又再说。只要还有女儿在我家，他就狂不起来。想到此，便笑道：亲家不必多说，这再清楚不过了，这世上哪有那么不要脸的女人？分明是离间计，你可别上这个当。行之大概都是上了他的当也。咱们先去看牡丹，有什么慢慢再说。为今之计，的确是要先见到牡丹才好分说。岑夫人不置可否的淡淡一笑，倒也未曾拒绝戚夫人伸过来的手，二人手挽着手，状似极亲密的往牡丹的院子去。走到院门口，远远就看见宽儿和顺儿2个小丫头，一人提着大木桶，一人提着一只大食盒，气喘吁吁的走过来。见着众人，忙不迭地将手里的东西放下，满脸欣喜地上前行礼问好。岑夫人心中极为不满，这宽儿和顺儿并不是粗使丫头，样貌都是极出挑的，却被派了做这样的粗活，这刘家真是欺负人。再一看，顺儿的眼圈已经红了，满脸的委屈，宽儿却是偷偷拉了拉她的衣角，然后二人垂手立好，不敢多一句话。岑夫人顺着望过去，正好看到戚夫人的陪房刘畅的奶娘朱嬷嬷沉着脸瞪着这二人，满脸的警告意味。那一瞬间，岑夫人心里说不出的怪异滋味，这2丫头明显是有话想和自己说，却不敢开口，看看这噤若寒蝉的样子，只怕平日里日子就极难过吧。她不由想起上次见着牡丹提到要和离时的委屈样，还有昨日李杏那气愤到无以复加的模样，兴许情况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严重。薛氏将婆婆的表情看在眼里，便示意自己身边的大丫鬟玲去帮他们提食盒，看这2个小东西累的，光顾着要争先，就忘了自个儿的力气有多大了。朱嬷嬷立时接上了嘴：就是刚看见唬了老奴一跳，小身板若是不爱惜着点，将来可怎么办才好？边说边拦住了玲，示意念奴儿和念娇儿。
怎么好意思让客人动手，还不去帮忙搭把手？也不知道那食盒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若是过不得眼去，不小心给何家人看到了，那可就真的添乱了。念奴儿和念娇儿立刻上前去帮忙，宽儿和树儿忙摆手谢绝。重得很，怎么敢劳动姐姐？我们拿得动。朱嬷嬷一个冷眼扫过去，宽儿和树儿就都松了手，任由念奴儿和念娇儿上前搭上了手。朱嬷嬷立刻给念娇儿使了个眼色，念娇儿会意，眨了眨眼，准备一进院子就瞅了机会去查看食盒里的饭食是否合适。牡丹的院子里静悄悄的，半个人影都不见。岑夫人的脸上越发不好看起来，戚夫人朝朱嬷嬷使了个眼色，朱嬷嬷喝道：人都到哪里去了？林妈妈和雨禾很快就迎了出来，李妈妈和兰芝却是好半天才手慢脚乱的从右厢房里赶出来，裙带都尚未解好，看着倒像是多懒才起床的。原来他二人听说何家来人了，不要说闹，就是让人知道和雨禾闹架也是不敢的，忙忙的回房去寻裙子来换，谁知还没弄好人就到了，倒被抓了个现行。岑夫人打量了二人一番，笑道：有些眼生。林妈妈忙答道：这是夫人见少夫人房里没人伺候，体贴少夫人，赏给少夫人的，他们昨日才来，夫人不认识也是有的。林妈妈这话里有话，刘家明知牡丹房里一直少人伺候，却昨日才赏了人来，而且还是这样的伺候法，听着隐情就挺多的。岑夫人拖长声音哦了一声，笑道：看着就是聪明人，也是极能干的。戚夫人的脸瞬时黑了，恶狠狠地瞪了李妈妈和兰芝一眼，喝道：下作的奴才，日上三竿还没起床，我不来你们是不是就一直睡下去呀？给我下去自领30板子。那二人叫苦不迭，忙忙喊冤，又要叫雨禾给自己作证。雨禾憨笑道：夫人饶了他们吧，他们的确是起得比较早的。兰芝姐姐一早就叫甩甩说话来着，薛氏感兴趣的笑道：教了什么？我是很久不曾看见甩甩了，还和以前一样的聪明，学得快吗？甩甩拽拽的横踱2步，用嘴理理羽毛，拽长了脖子，尽力卖弄自己刚学会的新词句。畜生，畜生！眼瞅着雨禾朝自己比了个熟悉的动作，立即兴奋起来，声音高亢地叫道：病秧子，短命！众人顿时脸色大变。戚夫人银牙咬碎，气势万千地指着兰芝道：来人呀，给我把这粗鄙下作的东西拖下去，重重地打。兰芝全身发凉，惊惧地睁大了眼睛。奴婢没有。随即全身颤抖地瞪着雨禾，话不成句：你陷害我，你陷害我，我和你有什么冤仇？你这样陷害我！雨禾眼里含了泪，害怕的左看看戚夫人，右看看岑夫人，跪下去磕头道：夫人明鉴，是甩甩不懂事，乱说，兰芝姐姐没说过这个话。李妈妈，你快给兰芝姐姐做个证呀！她心里默默念着：对不住了，兰芝，这话你是没当面说过，但你刘家人可说的不少，今日机会难得，自然要叫夫人知道。李妈妈嗫嚅着嘴唇，想替兰芝辨别，又怕把自己牵扯进去，想不辨别，又怕过后主家怪她不聪明，在何家面前丢了脸。转瞬间心思打了几个来回，方道：奴婢作证，兰芝的确没说过这个话。她这一迟疑，在岑夫人看来就是狡辩了，便强忍下心头的愤怒，淡淡地道：亲家，罢了，何必呢？想必是这扁毛畜生太过聪明，人家说悄悄话，不注意就被他给捡着了，当不得真。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丹娘再说。随即换了张笑脸，扬声喊道：丹娘，你为何不出来迎接我们？你这孩子又犯懒了吧？多亏你婆婆不和你计较。林妈妈忙上前扶着她，小声道：丹娘身子不妥，起不来床。戚夫人被岑夫人那句人家说悄悄话，不注意就被她给捡着了给呛住，想辩解却无从说起，只得满脸堆笑的陪着岑夫人婆媳俩进了屋。戚夫人才一进屋，就看到牡丹指着里衣，披散着头发，光脚踏着鞋，可怜兮兮的靠在水晶帘边，只盯着岑夫人和薛氏看，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只恐牡丹不管不顾的将昨晚的事情嚷将出来，忙抢先一步扶着牡丹，语气亲热的嗔怪道：这是做什么？不舒服就不要起来了，左右都是自家人，谁还会怪你失礼不成？边说边朝牡丹使眼色。牡丹脸上也没做出委屈万状的样子，只是淡淡的笑，有气无力地道：长辈们疼爱丹娘，自然不会怪责丹娘失礼，但礼不可废，丹娘不敢仗着长辈的疼爱任性。说着却是累极的样子，却又不敢往戚夫人身上靠，只兀自撑着。岑夫人的心一阵揪痛，这就是自己娇养的儿，含着怕化捧着怕摔的心肝宝贝，在家里的时候病着时她就最大，如今却要拖着病体起来迎接她婆婆，当下3步并作2步，上前扶着牡丹，
倒怎么又不好了？哪里不舒服？牡丹淡淡一笑，昨夜赶了风寒，半夜就头疼，这身上也疼得厉害。戚夫人暗里长舒了一口气，忙道：媳妇莫担心，子叔已经去接住太医来家了，一副药下去就好了。说着殷勤地和岑夫人一左一右，将牡丹扶到床上，要她躺下。牡丹诚惶诚恐，僵着身子亦步亦趋。岑夫人哪里察觉不出女儿身体的变化，心中更是忧伤，拿话来试探牡丹，问起昨日的事情。牡丹却是垂着眼，脸色苍白的咬紧口风，声音虽然颤抖，却半点不提自己的委屈。再一看林妈妈，眼都是湿的，只是拼命忍着。岑夫人顿时心如刀绞，这是不敢说啊，都到了这个地步还不敢说。也不知道刘家这母老虎平日里是怎么对待丹娘的，同时又恨起女儿来，怎么到了这个地步还不敢说，这么不争气。有心想和牡丹说几句悄悄话，戚夫人却是半点回避的意思都没有。薛氏那里也想寻了宽儿、舒儿或是林妈妈与何说话，也是被戚夫人身边的人给盯得死死的，半点机会都没有。眼看着暂时也是问不出什么来，薛氏便道：刚才我看见舒儿提着食盒，想必妹妹还没吃早饭，你病着呢，哪里能饿肚子，还是先吃饭再说吧。众人这才忙着张罗饭食，回身却见食盒不见了，问起来才见念娇儿满脸无奈的和薛氏身边的大丫鬟梨一起进来，讪笑道：此处离厨房太远，2个小丫鬟搅成慢，已经凉了呢。奴婢已经让人去另外取了，还请少夫人等上一等。戚夫人皱眉道：怎么搞的？还要主子饿着肚子等？念娇儿连声认错。牡丹忙息事宁人：不必麻烦，我不饿。边说边满脸痛苦的轻轻揉了手臂几下。戚夫人没注意到牡丹的小动作，只顾着遮掩饭食的问题。不饿就不吃了，难怪的你身子这么弱，赶紧让厨房重新做热的来。岑夫人注意到牡丹的小动作，忙道：是不是身上疼得厉害呀？哪里疼？让我看看，刮刮痧就好了。牡丹忙道：不必了吧。岑夫人笑道：怕什么？你小时候娘可没少给你刮。睡着叫人拿犀角来。边说边去拉牡丹的衣服，牡丹赶紧拉紧衣服。真的不必了。她越是不给看，岑夫人越是想看，沉了脸道：你犟什么？我大清早赶来看你，不就是盼你好吗？牡丹垂头不语，松开了手，任由岑夫人将她的衣衫轻轻拉开。葱白的里衣滑下，露出雪白单薄的肩头，肩头上青紫的指印触目惊心，犹如雪白的丝绢上被人不长眼的泼上了墨字，破坏了整体的美感。天岑夫人一下子捂住了嘴，惊惧地看看牡丹，又愤恨地瞪着戚夫人，四处环顾周围众人，什么矜持，什么风度，早就被愤怒冲到脑后去了。她激动地尖叫道：谁干的？谁干的？忘形地去扯牡丹的衣服，要看是否还有其他伤痕。娘，别这样！牡丹的眼泪此时方汹涌而出，她使劲揪紧衣服，迅速侧过身去，把脸躲在屏风后，满脸的羞愧之色。多亏这身子肌肤娇嫩啊，平时不注意碰着哪里总要青紫，更何况被刘渣用那么大的力气去捏呢。事起仓促，戚夫人事先并不知道牡丹被刘畅弄伤，此时被弄了个措手不及，不由暗暗叫苦，直骂刘畅是个蠢货，果然是来收债的，却也只得强作笑颜，讨好道：亲家你别急，有话好好说。话音未落，就被岑夫人吃人一般的目光狠狠瞪过去，吓得她一缩脖子，前所未有的心虚忐忑。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要完全遮掩敷衍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是要说刘畅故意打人是坚决不能承认，也不能提及的，最多只能说是最后失手。这个时候林妈妈等人的说辞就至关重要了。于是戚夫人威胁地扫了林妈妈等人一眼，那意思就是你们给我小心点儿，看看这是在谁的地盘上。林妈妈等人果然都低着头不吭气。见女儿不说话，只是揪紧衣服躲着流泪，其他人也不吭气。岑夫人又气又恨又疼，捶着床板哭骂道：你说啊，到底是怎么了？你哑巴了吗？我辛辛苦苦养大你，就是给人这么糟践的。牡丹见她果然疼了急了气了，方侧着脸叹道：您还要女儿说什么？卑如草芥，践踏不顾，女儿不争气，拖累的家里丢了脸，女儿恨不得就此死了才好，还好意思再说什么？岑夫人一愣，一把抱住牡丹，嚎啕大哭：我苦命的女儿呀，这是做的什么孽？痛杀我了！话里行间已然是认定就是刘畅动的手了。薛氏见状，忙上前拉住岑夫人的手，柔声道：娘，您别急，也别哭，慢慢说，您年纪大了，丹娘身子也弱，您引着她哭，实在是不妥。
见岑夫人稍微收了些泪，薛氏又自床头拿起牡丹的披袍给牡丹披上，柔声道：丹娘，趁着我们在，你婆婆也在，不管是下人还是谁给了你委屈，伤了你，你都要说出来才是，我们才好给你做主，别这样瞒着，让大家都担心。今日还是自家人看着，算不得什么，若是被外人知晓，两家人都没了脸面。含笑扫了戚夫人一眼，笑道：亲家夫人，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戚夫人干笑道：大嫂说的有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赌咒发誓一般地道：丹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管说出来。你放心，不要说是下人，就是子叔不知轻重，不小心伤了你，我也不饶他的。又讨好的递了一盅茶给岑夫人。亲家，你喝点茶润润嗓子，咱们慢慢细说。岑夫人心里头的怒火一拱一拱的，此时不要说听戚夫人说话，就是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刘家的人都觉着是苍蝇一般，又烦又厌憎，根本不接戚夫人递过的茶，不管戚夫人说什么，也不管自己是客，只冷着脸呵斥林妈妈等人：你们都给我跪下！林妈妈等四人果然都尽数跪下，林妈妈老泪横流：夫人，是老奴无能，没有护住丹娘，实在无颜面对夫人。戚夫人一听不好，忙插话道：林妈妈，你是少夫人身边的老人了，又是少夫人的奶娘，做事最晓得轻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给亲家夫人听，莫要生了误会，让亲家夫人心里忧闷就不好了。林妈妈扯扯嘴角，满脸都是豁出去的神色。夫人说的对，老奴把少夫人当作命根子一样的疼爱，从来见不得她受一丝丝委屈，但小委屈和性命攸关的事情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该忍的都得忍，可真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少不得也要搏上一搏。随即望着岑夫人大声道：丹娘身上这伤是公子爷昨夜里打的，就是为了那劳神子郡主的事，白日在宴席上当着众宾客的面就好生羞辱了丹娘一番，丹娘一句多话都没敢说，早早就躲入房中，还是不依不饶，当场就将丹娘打得晕死过去。若非奴婢们拼命拉着，宽儿和树儿又及时请了夫人赶过来，只怕今日您是见不着丹娘了。您要给丹娘做主啊！说完伏地放声大哭。牡丹面如死灰的晃了晃，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床上，吓得薛氏一叠声的劝，不停给她抚背脊。岑夫人气得浑身发抖，忽地一下站起来，直勾勾地瞪着戚夫人道：原来亲家早就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事的，人证物证俱在，戚夫人抵赖不掉，无话可说。岑夫人早年是随着何老爷走南闯北的人，很有几分狠劲，当下指着戚夫人厉声道：你养的好儿子，这是要折磨死我的女儿吗？可怜的，被你们折磨成这个样子，见了娘家人都不敢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就是放任他这样欺辱我女儿，放任你家里的奴才这样骑到他头山去，冷菜冷饭，冷言冷语，诅咒打骂，我看你当年也算个人物，怎地敢做不敢当，遮遮掩掩的，连真话也不敢说一句。岑夫人的态度咄咄逼人，林妈妈胆大包天，戚夫人心头虽然也鬼火怒得很，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得不委曲求全。亲家，你严重了，这小夫妻过日子哪里没有磕磕碰碰的，我这是怕你们担心，是好意。你也知道，年轻人血气方刚，受不得气，他白日本就被李姓当着众人的面下了面子，心里有气，又是喝了酒的，一言不合发生口角，一时冲动失了手也是有的。但我已经教训过他了，他也知道错了，要不然也不会一大清早就去接太医。丹娘心里头要是还有气，他回来我就让他给丹娘赔礼道歉，把这场误会消弭了，以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你看如何？打了人随便道个歉就算了。岑夫人咬着牙冷笑：亲家，依你所说，我让人打他一顿，当众羞辱他一顿，然后也和他赔礼道歉就算完了，你看如何？话已说到这个份上，再伏低作小也不起作用，戚夫人所有的耐心都被消耗完，索性破罐子破摔，把腰一挺，朗声道：事情不发生也发生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光是他一个人怎么闹得起来？丹娘难道就没错？不要赔礼道歉，那你说到底要怎样吧？岑夫人倒是真被问住了，她迅速冷静下来，她到底要怎样？一拍两散，这并不是她今日来的目的，让牡丹幸福，好好活着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是要好好教训刘畅一顿，教训刘家一顿，叫他们知道厉害，以后再也不敢给牡丹气受。他不贪慕刘家的权势，但这是涉及到女儿的终身大事，又是性命攸关，不能意气用事。戚夫人说出那句话之后，本有些担忧，生怕岑夫人的脾气上来，直接说那退钱和离的事，但看到岑夫人茫然了，她又开始得意起来。
他就说呀，何家费尽心思的让何牡丹嫁进来，何牡丹也确实活下来了，身体也在一天天的好转，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愿意放了这根救命稻草？和离后的女人怎可能有嫁的比先前还要好？于是他胸有成竹的微笑道，亲家，这不过是一个意外而已，我们还是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吧。那女人太无耻，这件事不单是你们何家的事，也是我们刘家的事，我实话同你讲了，牡丹也听好，我这辈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许那女人进我们家门的。牡丹就是我的儿媳妇，她受的委屈，今后我都会给她补回来。我若是做不到，我把我的姓倒过来写。薛氏很好的担当了在中间转环的角色，忙笑道，娘，您看亲家夫人都把话说到了这地步，您先消消气，咱们慢慢又再说。牡丹见岑夫人的面上流露出那种熟悉的犹豫不定的神色，心中大急，立时扯了扯岑夫人的衣袖，什么也不说，只直勾勾地看着岑夫人。那种眼神并不是她装了出来的，而是一种下定决心之后的决然和绝望。假如以死相逼可以达到目的，她不会不尝试。这是她摆脱刘家最好的机会，坚决不能放任她从她手心里溜走。她有这样的决心和狠劲。岑夫人看懂了牡丹的神色，她叹了口气，烦劳亲家夫人回避一下，我有几句话要同丹娘说。话说到这个地步，戚夫人也不怕牡丹再和岑夫人说什么，只因为她从来也没想过牡丹的最终目的是要和离。毕竟牡丹是那么的喜爱流畅，和离或是休妻，只怕是牡丹这一辈子都不愿想不愿提的，而牡丹刚才回避的态度恰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她很爽快地退了出去。岑夫人让薛氏看好门后，脸色很不好看地问牡丹，丹娘，你到底怎么回事？先前我问你身上的伤痕是怎么来的，又问你到底受了些什么委屈，你倒好，只知道哭，咬死了不说，现在你又想和我说什么？牡丹闭了闭眼，我能说什么？一来是没有脸面，二来却是怕了。爹和娘总归是要我和那中山狼一起过下去的，我若是当着婆婆的面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尽数说出来，你们在时倒是可以替我出了这口恶气，你们走了呢，我又该怎么办？到底我已经是人家的人，日日朝夕相对，他们明着是不敢把我怎样，最多不过就是背后咒骂几句，冷饭冷菜，冷言冷语，冷脸冷眼，轻薄鄙视，有事没事踩上两脚，有错无错都顺便捎带上罢了。至于那中山狼，要我的命是不敢的，打上一顿却是可以的。假如你们今日不来，谁又知道我昨夜吃的这些苦头？我倒是无所谓，什么时候两脚一伸，没了气息，去的倒也干净，至少不会再拖累家里，给家里丢脸。可我身边这几个人，林妈妈老了，雨禾大了，宽儿和树儿年龄又小，叫他们怎么办？不过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由他们欺凌。就算是为了他们，我少说几句，受点委屈算得什么？至少可以叫你们少生点气，少点错处给他们拿着，不叫林妈妈他们今后日子太惨。为何此刻却又要和娘说话？却是林妈妈已经不管不顾地把话说出来了，我想求娘把林妈妈和雨禾他们带回去。他们刚才已经得罪了刘家，以后断然不会有好日子可过。我这辈子只是拖累别人，这次就想积点德，还请娘能成全我。牡丹说罢，起身在床上冲着岑夫人深深拜伏下去，哽咽不能语。女儿没本事，生来只会拖累人，不但不能尽孝，还给何家丢尽了脸，以后爹和娘就当没我这个不孝女儿吧。岑夫人呆呆地看着牡丹，她何尝听不出牡丹说的是反话，但牡丹这一席话听着条条有理，却又似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萧瑟意味，似乎是已经绝望到了极点。不等岑夫人细想完，雨禾已经扑上去拼命磕头，低声气道，夫人，您救救少夫人吧，您是没看见昨日那情形，真的是往死里打。出了丑事，明明不是少夫人的错，那女人平白先要将少夫人叫去狠狠骂了一顿，硬怪少夫人没尽到妻子的责任，替夫君遮掩好，又硬将表公子和公子爷发生争执的事算到少夫人头上去，进了少夫人的足，说是从此不许少夫人出门，试图掩盖。这还不算，晚饭都不给吃，夜里公子爷过来更是要人命，往死里打呀。林妈妈望着岑夫人慢慢地道，夫人，老奴在何家几十年，更是将丹娘一手奶大的，她的命比老奴的命更珍贵。这些年来她受的委屈半点不少，她却从始至终不敢和你们讲，强颜欢笑，不许我们任何人透出口风，委曲求全，只怕辜负你们一片苦心，怕你们担忧伤心。若非真是熬不住了，又怎会提那要求？与其这样屈辱的被人凌辱致死，还不如让她痛痛快快的过几天好日子。她流畅能冲洗，难道这普天之下就再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了？
若非他纵容，那不要脸的郡主又怎敢如此猖狂？这是莫大的侮辱。紧接着又慢慢的将雨桐有孕，流畅纵容姬妾欺负牡丹，要将牡丹的花当众送给清华郡主，斥责牡丹上不得台面，又当着所有客人的面不给牡丹座位的事情说了，搜肠刮肚的将所有的不好统统说出来。雨禾又添油加醋的加上一些流畅是如何轻视何家、污蔑何家的话，听得岑夫人脸色铁青，手脚不受控制的抖个不停。牡丹悠悠的来了一句：娘，都是过去的事情，您别生气，女儿以后不会再给您丢脸添堵了。雨禾惊叫一声：少夫人，您可别想不开啊，这是大不孝，况且白白便宜了他们就巴不得您早点死，好占了这全数的嫁妆，另外娶了其他门当户对的进来呢。林妈妈加上雷霆一击，3年的时间她不曾碰过丹娘，又如何能有孩子生得出来？她倒是有脸当着丹娘的面几次和那贱人如此羞辱，若非丹娘已经死了心，又顾着家里和身边之人，只怕昨日就投了湖。庶子太过欺人，一路而来的所见所闻，对于岑夫人来说都入眼入心。此刻听了这话，气得心口疼，可见刘畅对牡丹氏半点情意都没有。他的女儿如花似玉，温柔贤惠，哪里配不上那风流浪荡子？竟然如此糟践，果真是可忍，孰不可忍？岑夫人瞪圆了眼睛，一把攥紧牡丹的手，恶狠狠地道：丹娘，我和你爹千方百计将你嫁入他家，为的就是保住你这条命。即使这样，咱们也犯不着这样卑躬屈膝的，什么好处都给他们家占去，我还白白丢了一个女儿。受这烟扎气，命虽重要，人活着却不能没有脸。现在你想清楚，到底想要怎样？你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好马不吃回头草，可别过后又后悔，舍不得他。看来当初和牡丹对刘畅的感情真是太出名了。牡丹一边感叹，一边挺直了背脊，盯着岑夫人的眼睛。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他把我当草，我也不会把他当宝。不然就算苟活下去，也不过多给他一个嘲笑我和家女儿不值钱的机会罢了。不能一决，不能出夫，最起码也要和离，而且我要拿回我的全部嫁妆，而不是灰溜溜的被他们家休了。他顿了顿，试探地道：假如家里住不下我可以到外面去住，不会给家里添麻烦。牡丹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何家宅子虽不小，奈何人口众多，何老爷有2房妾室，嫡子4个，庶子2个，俱都成家立业，孙子孙女一大堆。何老爷夫妇疼女儿不假，但其他人又会如何想？和牡丹原来住的院子早就分给了3个孙女儿去住，只怕她回去腾屋子就会惹着一群人。岑夫人连连点头，说糊涂话了，怎可能叫你住到外面去？我这就领你回家，其他的稍后又再说。既是不做这门亲了，自然不能便宜了他家。牡丹狂喜过后，又想起一个问题，若是他们家不肯退钱呢？岑夫人皱起眉头，这个不用你操心。言罢立即叫人收拾东西，先把紧要的金银细软给我收出来，咱们马上回家。林妈妈和雨禾、宽儿、树儿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就这样就成了。牡丹差点没笑出声来，见几个人都呆呆地站着，忙催促他们，都愣着做什么？快些儿呀！几人方反应过来，忙忙地去收拾东西，先抱了牡丹的妆盒、首饰盒、值钱的摆设书画用具，又去收拾钱箱和当季的衣服、贵重的衣料等物。相比雨禾等几个人的欢呼雀跃，林妈妈的心情却是复杂得很。虽然已经做了，但她却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图得一时的畅快。若是以后丹娘的病又犯了，何老爷和岑夫人怪责她怎么办？林妈妈把目光投向牡丹，看到牡丹脸上那种鲜活的气息后，她自嘲地摇了摇头，和丹娘的快活比起来，这算什么？岑夫人也目光复杂地看着牡丹，丹娘，你以后若是又犯病……牡丹伏进岑夫人怀里，甜甜地道：娘，那也是天命，想那么多做什么？若是此番他脱了这牢笼，他终其一生也要好好孝敬岑夫人。薛氏听到响动，走进来一看，心里有了几分明白，却不好直截了当地问，只顾做糊涂。哎呀，这是要做什么？岑夫人淡淡地道：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要领了丹娘回家。薛氏抿了抿唇，犹豫半晌，方低声道：这样仓促，只怕刘家不许，闹僵起来不好。要不先让人去前面和爹、大郎说一声，再做打算。岑夫人怒道：怕什么？已经不过日子了，还怕他闹吗？他家忘恩负义，言而无信，不要脸面，还有理了。今日他肯也得肯，不肯也得肯。又冷眼瞟着薛氏，这点主我还是做得的。薛氏涨红了脸，暗呼晦气，抢笑道：
媳妇多嘴，但只是想把事情办得更妥当而已。岑夫人不语，牡丹暗叹了一口气，还没回家就已经生了气，便拉着薛氏的袖子道：娘，大嫂说的有理。岑夫人摸摸她的头，不必多说，我有分寸，赶紧穿衣梳头。戚夫人眼看着牡丹的房里乱成一团，岑夫人带去的婆子丫鬟大包小裹的提着，一些方便携带的香笼已经被人搬到了院子里，牡丹也被人拥着梳头洗脸，换上华服，插上簪钗，俨然是要盛装出行的样子，不由急了亲家。这是做什么？岑夫人沉着脸道：做什么？夫人还不明白吗？我们和家人还没死绝，断然没有眼睁睁看着女儿受虐致死却不管不顾的道理，我这便将人领回家去了。稍后我家自然会与你家慢慢分说，把该办的都办了，从此男女嫁娶各不相干。戚夫人心里头咯噔一下，忙上前拦住岑夫人：亲家，刚才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到了这个地步？这里头必然有误会，有话好好说，别冲动。这可不是小事，是孩子们一生一世的大事，意气不得。岑夫人已经存了和离的念头，自然不会再如同先前那般与他好言好语，费心周旋，只冷笑道：有什么误会？是说刘畅这3年不曾打骂过丹娘，始终恩爱敬重，不曾与清华郡主狼狈为奸，当众羞辱丹娘？还是说你们家对丹娘尽心尽力，从不曾冷言冷语，苛刻相待？还是说你这个婆婆对她慈爱有加，体贴宽厚？一路行来，我只看到你家奴仆不把丹娘当主人，当面懒惰怠慢，背里诅咒鄙薄，这都什么时辰了？晚饭不得吃，早饭也不得吃，人病着，大夫也不见半个。我只见过那最没有见识的、最刻薄的市井人家才会这么折磨儿媳。小妇人不过商人之妇，读过的书没有夫人这个诰命夫人读得多，懂的道理也没夫人懂得多。夫人倒是和小妇人事事宜，这中间误会在哪里？连亲家都不叫了。若是细说起来，这错可都全在自家身上，还钱还是小事，要是把那丑事捅出去怎么办？戚夫人急得满头细汗，只是干笑：真有误会，我们慢慢分说如何？见岑夫人只是不理，便转头看向薛氏：好孩子，你倒是劝劝你婆婆，自古以来都是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劝和不劝离，谁年轻时不会犯错？圣人有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保证子叔她以后再不会了。薛氏才看过自家婆婆的臭脸，哪里敢做这出头鸟，只是苦笑不语，把眼看着牡丹。戚夫人把目光投向牡丹，但见牡丹端坐在镜前，正从玉盒里挑了绯红色的口脂出来，细细抹在唇上，神色专注无比，外界的纷争喧嚣仿佛全然与她无关。戚夫人看得气不打一处来，先前岑夫人已然被自己说动，眼看着就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和她说上一会儿话后就突然改了主意，这不是她搞的鬼是什么？莫非是借机抬高身价，要出了那口恶气？一想到此，不由大步冲到牡丹身边，威严地提高声音道：丹娘。牡丹被他唬了一跳，手指一颤，将口脂抹出了戒，不满地拿起细白绢帕擦了擦，回头望着戚夫人道：夫人有何见教？连母亲都不喊了。好你个和牡丹，往日里的老实温顺可怜样儿都是装出来的，原来也是这般刁钻可恶，古怪讨嫌。戚夫人指了指牡丹，心中的怒火蹭蹭直往上窜，咬着牙咯嘣了一些，暗想道：这会儿说点软话算得什么？过后才好收拾你。于是硬生生地将手指收回去，换了笑脸道：丹娘，这是怎么回事？先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出这样吓人的话来？你还不劝劝你母亲？牙齿还会咬着舌头呢，小两口过日子，哪里会没有个磕磕碰碰的？你可别为了一时义气，误了终身呀。子叔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咱们还好好过日子，好吗？牡丹来这里半年多，没事儿的时候就是琢磨戚夫人和刘畅、刘成才一家3口的脾气性格，怎会不知戚夫人表里不一，笑里藏刀，坑蒙拐骗最在行，翻脸不认人的风格。当下沈笑道：多谢夫人好意。牡丹蒲柳之姿，配不上贵府公子，亦不愿做那拆散有情人、讨人厌憎之人。我今日主动求去，他日公子与郡主大婚之日，说起我来也会念我的好，说我积德行善呢。戚夫人犹自不肯相信牡丹是真的求离，只当她是苦熬身价，不由不耐地板了脸道：丹娘，我承认之前我对你多有疏忽，照顾不周，子叔他也有不对的地方，让你受了委屈。趁着你家里人在，你只管说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消气，我们尽量做到就是了。莫要提那和离回家的话，那话说多了，一旦成真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他自认自己已经是低头拂晓，把能说的好话都说尽了，可那语气和神情
却是又倨傲又轻蔑，犹如施舍一般的，暗里还加了威胁。牡丹不由得笑了，这母子二人果然不愧是母子，就是过分的自信了。他们凭什么这样肯定自己只是生气拿卡他们，而不是真的求去？是因为刘家的权势门第，还是因为刘畅年少英俊，还是因为和牡丹的痴情软弱善良？戚夫人觉得牡丹脸上的笑容非常刺眼，她是第一次从牡丹脸上看到这种神情。心回电转间，她陡然冷笑起来，喝道：且慢，都别忙着搬东西，可从没听说过娘家人突然就跑到婆家来搬东西的，这叫明火执仗，知道吗？谁要再敢乱动这房里的东西，拿了去见官。何家的人都停下手，回脸去看岑夫人，这是要来硬的。岑夫人不慌不忙地正了正牡丹发髻正中的一只截条香琥珀4叠银步摇，眯着眼细打量了一番，漫不经心地道：要见官吗？正好的，便一并办了吧。丹娘，你的嫁妆单子呢？林妈妈立即从一只小檀木箱子里取出一张纸来，笑道：夫人，都在这里呢。岑夫人笑了笑：哦，我记得还有一件东西是没写在嫁妆单子上的，夫人要不要我马上让人回家取来给您过目？那没写在嫁妆单子上的东西，自然就是那笔钱了呗。戚夫人气得发抖，她就知道和这些不讲信义的奸商打交道没好处，看吧，关键时刻就揭人短了吧。当初可是说好了，那件事情永远不提的，就算是要清算，又怎能当着这么多人提起来呢？匆忙之间，东西是收不好的，我们先回去，烦劳夫人帮我们收拾一下粗笨家什，稍后我们再使人来搬如何？岑夫人鄙视地看着戚夫人，似这种外强中干，骑在自家男人头上作威作福惯了，就自以为天下无敌，是人都该让他一分，自以为是的官夫人他见得多了。一来真格的，也不过就如同纸糊的人儿，轻轻一戳就漏了气。戚夫人何曾受过这种气，又如何肯低这个头？只气得死死攥紧了袖子，咬紧了牙，铁青了脸，不住发抖。朱嬷嬷见她脸色实在太过难看，忙低声劝道：夫人，还是去请老爷来吧。戚夫人被点醒，暗道自己怎么这么糊涂，这不过是岑夫人母女俩自己的打算，还没得到何家男人的同意呢，自己和他较什么劲？忙推了朱嬷嬷一把，低声道：还不赶紧去，让人把二门给我关严了，不许放人出去。朱嬷嬷的令一溜烟地去了。才到院子门口，就看到门口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打头的俨然就是碧梧和倩素二人，玉儿和雨桐本人倒是没来，可他们身边伺候的人都在不远处探头探脑的。朱嬷嬷把脸一沉，望着碧梧冷笑道：姨娘可是有事要禀夫人？夫人就在里面，老奴替你通传。碧梧吃了一惊，忙道：没有，是听说少夫人病了，姐妹们结伴来探病的。说着急匆匆地走了。她一带头，众人顿作鸟兽散。朱嬷嬷扬手挺兄弟继续往外去，众人见他走远，立刻又从花丛后、山石后、树后探出头来，伸长了脖子往牡丹的院子里瞅，拉长了耳朵捕捉从里面传来的任何一声可疑的声响。碧梧幸灾乐祸的同仙素道：看吧，我早就知道他迟早要被休弃的。倩素轻蔑地道：你会不会看？这不是被休弃，而是要走不许走也。想起什么，又朝碧梧笑。想必你是最高兴的了吧？以后就没谁比得过你了。碧梧冷哼了一声，回过头继续往里看，感叹道：啧，这么多香笼，朱嬷嬷这一去，必然是要请了老爷和公子来，此处留不得。倩素歪着头想了想，悄悄地溜走。刘畅才一进大门，就被告知何家来人了。只因他陪着祝太医，便让人先去同刘成才讲，他先请祝太医给牡丹号了脉后再过去。才进了二门，迎面见到朱嬷嬷风一般的往前头赶，边走边骂人，把一众人撵得鸡飞狗跳的，心中不喜，便道：嬷嬷这是往哪里去？朱嬷嬷一看到他，喜笑颜开，忙垂手立在一旁道：公子爷，您来得正好，老奴有事要禀。刘畅忙朝祝太医拱了拱手，道声得罪，走到一旁道：什么事？朱嬷嬷笑道：恭喜公子爷了。朱嬷嬷以最简短的语言迅速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并没从刘畅脸上看到意料之中的喜欢，相反的，刘畅的脸色比锅底还黑，咬牙切齿的，竟然是暴怒。他有些愣神：公子爷，这回谁阻拦也没用了，以后您想娶谁就娶谁，您难道不高兴吗？话音未落，就被刘畅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厉声道：你懂得什么？还不赶紧去请老爷过来！误了事，休怪我不给你脸面。若自己不是他乳娘，想必已经一脚踹过来了吧。朱嬷嬷唬了一跳，也不敢细究刘畅怒从何来，踉踉跄跄地往前头赶。刘畅深呼吸一口，
回过身去，脸上已经带了笑容，朝着祝太医深深一揖，道：实在对不住先生，家里突然生了事，一时之间处置不好，难免怠慢先生，只能是改个时候再烦劳先生了。边说边让膝下取了重礼来谢祝太医。祝太医是走惯富贵人家的，这种突发状况见得多了，当下也不在意，接了谢礼后道声无妨，就由着膝下引出去，送上轿子园还回去。刘畅这才命人关紧大门，阴沉着脸大步往里赶。好你个何牡丹，原来存的是这种心思，先是让李姓回去报信，引来和家人，又故意挑衅，引他对他动手，果然一气呵成，一环扣一环。他先前是太小看这个女人了，难怪的他这段日子不哭不闹，镇定得很，也不知谋算了多久。刘畅只觉得手腕上被牡丹刺中的地方突突的跳，疼得要命，病才刚好就要过河拆桥了。他不要他还差不多，被人算计，被人轻视，被人抛弃而导致的不忿、不甘和屈辱交织在一起，把他的情绪搅成一团乱麻，让他又是愤怒又是烦躁，恨不得三步两步赶到牡丹面前，将他生生给掐死才好。毕无正勾长了脖子往牡丹的院子里瞅，耳听到岑夫人与戚夫人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谁也不让谁，听着极热闹。戚夫人似乎是占了下风，岑夫人妙语如珠，世俗俚语一句接一句，比喻贴切却又不粗俗，生动有趣，生生气杀了人。戚夫人却每每总是用一句话来回：我不同你讲，你此时糊涂了，听不进道理去，待亲家老爷来了才和他讲道理。毕无听得暗爽，母老虎也有今日，果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这何家的主母果然不是吃素的，厉害呀，只是怎么就生了牡丹那么一个软绵绵的病秧子。他正听得津津有味，身边的丫鬟拉拉他的袖子，小声道：姨娘。毕无嫌丫鬟耽搁他听戏，便厌烦地道：别吵。如此再三之后，丫鬟终于不敢多嘴，耳边清静了，毕无方喃喃地道：难得遇上的好戏，总得好好听听才是，下一回不知是什么时候了，要走又不赶紧走，这般吵闹有什么意思？话一出口，脸上就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刘畅怒火中烧，铁青着脸站在他面前，也不多话，抬脚对着胸窝子就是一脚。哎呀！毕无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尚来不及哭出声来，刘畅已经头也不回地往院子里去了。他又是委屈又是害怕，呜呜咽咽地捂着伤处，由着丫鬟扶起身来，再不敢久留，一瘸一拐地赶紧走人。扑哧，本是早就走了的茜素自一棵冬青树后探出头来，拿帕子捂住嘴，浑身发抖，差点没笑死。好容易忍住了，方笑道：姐姐，我那里有瓶药酒，治这个跌打损伤效果最好，我这就让人给你送来如何？毕无又羞又痛，又恨又耻，恨不得将茜素的脸挠个稀巴烂，恨恨地啐了一口，冷笑着同身边的人道：你快去禀告一声，就说茜素姑娘有事来寻公子爷。茜素方收了笑，却又凑到他面前一看，故作焦急：姐姐，不好了也，你的脸肿了，这可怎么办？本来就只是个婢妾，靠着脸吃饭，这下子脸也没了，怎么办才好？言毕哈哈大笑而去。毕无恨得发疯，几乎想拔下头上的簪子追杀这不要脸的东西。且不说外面一群人各怀心思，明里暗里的窥探着院子里的情形，却说刘畅大步走进院子，假装没事似的，直接走到岑夫人面前去行礼问好。小婿见过岳母大人。戚夫人见他来了，松了口气，一声厉喝：你还不赶紧给你岳母大人赔礼道歉？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东西？刘畅咬了咬牙，长揖到地：都是小婿的不是，还望岳母大人大量，不要同小婿一般见识。间隙恨恨地瞪了牡丹一眼，只见牡丹正站在一株鹤龄红旁，一本正经地数那朵盛开的花朵有多少片花瓣，从始至终就没看过他一眼。牡丹当胸系着条海棠红的长裙，披着件玉白色的薄纱披袍，挽着绛紫色的覆金彩青绒纱披帛，头上的结条四叠银步摇被微风一吹，轻轻晃动，犹如四只蝴蝶围着他翩翩起舞一般，好不迷人。刘畅看了几眼，恨不得扑上去朝他粉白纤长的脖子上狠狠咬上一口才甘心。岑夫人自刘畅进来时就一直在打量刘畅，见他虽然顶着2个乌眼圈，却打扮得一丝不苟，穿着胡兰宝香花纹紧缺胯袍，腰间束着条金矿宝垫，娇盛金素的腰带，挂着精致的香囊，靴子上缀着的靴带竟然都是压金的，看上去好不华贵讲究。想想自己刚进门时牡丹的样子，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当下便淡淡的侧身躲开，讽刺道：别，刘大人可是官绅，深受贵人青睐，我一介商人之妇怎敢受此大礼？莫折了我的寿。刘畅岂能听不出他的讽刺之意，硬生生将一口恶气咽下去，陪笑道：岳母说笑了，
小婿有错，正该赔礼道歉，来日方长，还请岳母给小婿改过自新的机会。边说边朝牡丹身边靠过去，深深一揖：丹娘，都是为夫不好，还请你原谅为夫则个。我保证，昨天那种事以后再也不会了。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何牡丹，你真以为你就一定走得了？他还偏不放人了，要号大家号。牡丹惊慌失措地往旁边一让，快步躲到岑夫人身边，紧紧揪住岑夫人的袖子，低头不语。看得岑夫人心疼不已，责怪厌恶地瞪着刘畅，简直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好。将牡丹牢牢护住，道：刘大人，我家牡丹胆小，您别吓着她，我们家可请不起太医给她治病。这假模假样的女人，昨夜的猖狂劲到哪里去了？这会儿倒扮上可怜了。刘畅呕得差点没吐血。若是从前，他是真的相信他胆小无能，此刻他却是再也不会上这个当了。什么叫毒妇？这就是毒妇。什么叫狐狸精？这就叫狐狸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关键时刻，刘成才也顾不上什么内宅外院之分，领着何家父子二人急匆匆地赶进来。他可比戚夫人圆滑得多，一见着何家父子就爽快地认了错，不停地陪小心陪笑，咬牙切齿地表示要严惩刘畅，叫他和清华郡主断绝关系，绝不委屈牡丹。态度之诚恳，姿态之低，倒叫何家父子的脾气发作不出来，憋得难受。戚夫人一看到他，就像见到了救星，委屈地迎上去道：老爷，你看，亲家母一定要收拾了香笼，把媳妇领回家去，说是要和离了呢。我怎么陪小心都不行，你快劝劝他吧。好好一桩婚事，怎能就这样散了？岑夫人也冲何家父子喊：老爷，我们今日若是不来，我们女儿被人活生生打死了都不知道。丹娘身上还有伤痕呢，从昨天到现在，饭都没得一口吃。边说边靠过去，将牡丹3年未圆房的事轻声说了。这种奇耻大辱，没人受得住。刘成才此时方知牡丹被刘畅打了，冲过去对着刘畅就是一脚，厉声道：畜生，你给我跪下！竟然做下这等没脸没皮的事情，还敢借酒装疯，对自家媳妇儿动上手了。你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又一叠声的叫人拿马鞭来，要亲自教训刘畅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刘畅一言不发，直挺挺地站着，任由他发作。他可以给何家两老赔礼道歉，软语轰轰牡丹，但叫他给何家人下跪，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的。刘成才见他不配合，气得倒仰，他不服软，怎么收场？当下环顾一通，竟然冲过去抱起一根儿臂粗的门栓来，往刘畅身上招呼。刘畅硬生生挨了一下，不避不让，越发挺直了背脊，拿眼睛看着牡丹。戚夫人唬了一大跳，失声尖叫起来：老爷，你会打死他的，他可是刘家唯一的骨血啊！何老爷何志忠淡淡地看着面前的这场闹剧，举手隔住刘成才，淡淡地道：大人不必动怒，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打字儿身，痛在父母之心。我自己的女儿我心疼，在家时休要说动手打她，头发丝大的委屈都舍不得给她受。你自家的孩儿，你自家也是心疼的，打在她身上，你比她还要疼。既是两个孩子实在合不拢，咱们就不要硬生生将他们凑作一对，害了他们，咱们好说好散罢。膀大腰圆的何大郎冷笑：爹，和他们说这些闲话做什么？既是打了我妹子，我少不得也要替我妹子出了这口恶气才是。话音未落，冲上去对着刘畅的脸就是一拳，打得刘畅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杀人了！戚夫人捂住嘴尖叫起来，牡丹面无表情地看着，心里怎一个爽字了得。刘家夫妇俩自己打刘畅，尚不觉得如何，可看到旁人打自己的心肝宝贝肉儿，那滋味可就不一样的了。戚夫人扑上去抱住刘畅，一边拿帕子给他擦嘴角的血迹，一边瞪着刘成才：老爷，你就任由这等没规矩的粗鄙野人欺负我们刘家吗？民打官是要吃板子的。何志忠方出言呵斥何大郎：有话好好说，30几的人了，怎地就如此冲动，轻易动了粗，倒叫人笑话粗鄙不知理了。刘成才心疼得直打哆嗦，好歹理智还在，跺着脚道：他做的荒唐事，打的媳妇就该尝尝被人打的滋味，叫他吃一堑长一智，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来。20几的人了，尚且不知轻重，我老刘家的脸面都被他丢干净了。何大郎捏着手指头，看着血红了眼睛，恶狠狠瞪着自己的刘畅冷笑：不服气，不服气起来打一架，见官就见官，怕什么？挨上几十板子，咱也要先出了这口恶气。上了大堂，我也要说给旁人听，奸夫做了丑事，还敢上门耀武扬威的，天底下哪里有这种不要脸的？我何家的门槛都要砍了烧了重新换，省得败坏了我家风水。呸！
什么玩意儿？刘畅上且不知清华郡主去了何家的事情，把脸看向戚夫人，戚夫人骂道：你没事惹那人做什么？昨日从咱们家这里出去，就到何家去炫耀了一通。刘畅猛地推开戚夫人，狠狠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犟着脖子瞪着何大郎。我不是怕了你，只是他恶狠狠地瞪了牡丹一眼，只是他还不想离。见牡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说不出心里的滋味，他只怕巴不得他死了才好吧。手臂上的伤口又在隐隐作痛，他冷冷一笑。现在打也打了，气也出了，可以好好说话了吧？何志忠扫了妻女一眼，但见岑夫人一脸的决然，牡丹满脸的漠然，虽不知其中具体细节，却相信岑夫人的决定不会是乱来的。暗叹了一口气，招手叫牡丹过去。丹娘，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怎么做，你自己选。牡丹一眼走了过去，在她未曾开口之前，刘成彩柔声哄道：丹娘，好孩子，你受委屈了，你放心，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又看着戚夫人，示意她赶紧轰轰。戚夫人心中此刻已经恨透了牡丹，僵着脸不语。刘成彩无奈，又骂刘畅：逆账，还不快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刘畅也不说话，只拿眼睛恶狠狠地瞪着牡丹，他敢说他要走，他敢。牡丹冲他淡淡一笑，朝刘成彩施了一礼。大人又何必强人所难？强扭的瓜不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丹娘不想做那恶人，还想留着这条小命好生孝敬一下父母。牡丹言罢，望着何志忠清晰地道：爹，女儿今后就是病得死了，也不愿意再做刘家妇。我与她生不同床，死不同穴，最好永不相见。何志忠叹了口气，握了握牡丹的肩头。既如此，走吧。何牡丹。刘畅一个箭步冲过来，伸手要去抓牡丹，他都没羞气他凭什么就敢当着这么多人不要他？他不许，他不许，就算要一拍两散，也是他不要他才对。可是他终究连牡丹的衣角都没碰到，就被何大郎一掌推开。刘家小儿可是还想找打？何大郎冷笑道：当着我们的面上且如此恶劣，背地里不知又是何等光景。放肆！何志忠做事吼了何大郎一声，朝刘成才点点头。我的意思是好说好散，不知刘大人意下如何？好说好散，不知这好说好散的条件是什么？刘成才的脑子里瞬间想了几十想，很快拿定主意，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果然强扭的瓜不甜，那便要替自家多争取点利益才是。他还未开口，刘畅已然挑衅地瞪着牡丹，大声道：休想！我的女人我做主，我不同意，我是不会写离书的。果然是这样的脾气，只有他对别人弃之如敝屣的，断然没有旁人说不要他的。牡丹望着他讽刺一笑：原来你舍不得我的嫁妆和我家的钱。刘畅一张五颜六色的脸瞬间七彩缤纷，咬牙切齿地道：他现在才不缺那几个臭钱。牡丹语重心长地道：不然又是怎样？还是你犹自记着当初的耻辱，所以硬要将我留下来，生生折磨死才如意。你恨我夺了你的大好姻缘，我用3年的青春偿还你，以示不再相欠。你若是个男人，便不要再苦苦纠缠，也给自家留点脸面吧，不要让人瞧不起你。男人家心思还是少花在这上面，心胸宽大点，也让人瞧得起些。牡丹的话说的难听，就是刘成才也听不下去了，冷声喝道：不必再说了，不许再拦着他。岑夫人出言道：那我们娘几个先家去，其他的老爷和大郎留下来和刘大人慢慢的商量。又将嫁妆单子递给何大郎：我的意思是，大件的不好拿走，这些总要拿走，咱们家铺子隔得不远，这就叫些活计来拿这些零碎吧，实在欺人太甚。戚夫人早已忘了当初自家是怎么求上何家的，只气得发抖，这是刘家，不是何家，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吗？还有没有王法？岑夫人似笑非笑地道：就是讲王法，这嫁妆才要拿走，莫非丹娘的嫁妆实际上不齐了？要真是这样，别客气，说出来，能让手的我们也不介意让手。我们家是不缺这几个钱的，也还懂得给人留余地。戚夫人气得倒仰：谁稀罕她的嫁妆？岑夫人道：那不就是了。夫人这样硬拦着，我们是知道你们舍不得丹娘，旁人却不知道会怎么说呢。今日他若是不把牡丹和牡丹这些值钱的细软拿回家，就算是白白跑这一趟了。至于旁的，又是后面再说的话。刘成彩的太阳血突突直跳，不耐烦地道：让他们搬，再这样闹下去也不是回事，走的一步是一步，先把眼前这危机解除了才是正经。他的身份地位经不起这样的笑话。何志忠朝刘成彩抱抱拳，也不多言，就往院子正中一坐，等着自家人上门来抬东西。
纵然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到那一步，他也不想和刘成才彻底撕破脸，毕竟对方是官，自己是民。牡丹上前提了甩甩的架子，不放心的交代何大郎：哥哥，小心我的花。何大郎点头，我知道，只管去。甩甩知道要出门，兴奋的忘乎所以，不住怪笑，哈哈。刘畅双拳握得死死的，眼睁睁地看着牡丹步履轻松，毫无留恋的被何家人簇拥着出了院门，羞耻愤怒不甘让他机遇发狂，几次想上前去扯住他，又觉得实在丢脸，想心不定，乍然喊道：慢着，我有话和他说。牡丹看到他血红的眼睛，阴鸷的眼神，心里没来由的有些发怵，仍然挺起了胸膛道：你要说什么？刘畅看到他强装出来的无畏，倒冷笑起来：你先回家去耍些日子，过几去接你。牡丹尚未回头，他又无声地道：你信不信我耗死你？牡丹一愣，轻蔑地扫了他一眼，无声地道：看谁耗死谁。他等的，他熬的，清华郡主可等不得。再说了，最关键的一步他已经走出去了，剩下的都不是问题。走出刘家的大门，牡丹抬眼看着天上的艳阳，只觉得天是那么的蓝，云是那么的白，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就是街上的喧嚣声，来往的行人们也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可爱。何家出行不拘男女，都是骑马，唯有岑夫人年老，又嫌马车闷热，成了一座监狱。薛氏将一顶帷帽给牡丹戴上，笑道：早知如此，咱们应该乘了马车来才是。丹娘还病着，只怕是没精神骑马，不如稍后片刻，另行去租个车来。岑夫人扫了牡丹一眼，道：她如此瘦弱，就和我一道乘了监狱回家，走慢些也就是了。说完，携了牡丹的手上了白藤监鱼，母女二人相互依偎着，各怀心思的往回家的路上行去。薛氏暗叹了一口气，戴上帷帽，熟练的翻身上马，引着一众人慢吞吞的跟在监鱼后头，心情不说十分沉重，总归是有些烦闷。牡丹的住处可怎么安排才好？岑夫人乘坐的这监鱼不似轿子，只在上方挂了个遮阳的油绸顶棚，四周挂了轻纱，又凉快又方便看热闹，正适合难得出门的牡丹，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貌美的胡姬当炉卖酒，男人们骑马仗剑，快意风流，女人们或是着了男装，或是着了胡服，或是就穿了色彩鲜艳的裙装，戴着露出脸来的帷帽三五成群，或是骑着马，或是走着路，说说笑笑，好不惬意。这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牡丹回头最后望了一眼刘家那代表着身份地位的屋头大门，决然地将头转回去，靠在了岑夫人的肩上，轻轻道：娘，女儿总给您和爹爹添麻烦。岑夫人慈爱地摸摸她的手，说这个做什么？我们是一家人。牡丹叹道：他只怕不会轻易放过我的。还有那笔钱。岑夫人决然道：怕什么？你只管安安心心地住着，该吃就吃，该玩就玩，其他都是你爹和哥哥们该操心的事。说是这样说，母女二人都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他们之所以能在刘家人面前把腰板挺得那么硬，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刘家的把柄，同样的，刘家为了这把柄也不会轻易放过牡丹。今日不过小胜一场而已。何家的生意主要是在湖商聚居的西市，专营外来的珠宝和香料，但人却住在东市附近的宣平坊。宣平坊及周围的几个坊都是达官显贵们聚居的地方。在这里，虽说房价地价要高上许多，而且贵人府邸多，不方便扩展房舍，还可能随时遇到出行的达官显贵，不得不回避行里，很是麻烦。但很多富商却还是愿意住在这里，特别是自前几年西市附近的金城坊富家被胡人劫掠后，许多富商便钻头密缝的在这边买地买房，为的就是图个安稳。毕竟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谁也不愿意拿去冒风险，钱没了还能再赚，经了家人却是大事，谁家没个老老小小的。牡丹一行人即将行至升平房的坊门时，不期然的迎面来了一大群衣着华丽的人，有男有女，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簇拥着一乘华丽的白藤垂纱八人监鱼，浩浩荡荡的过来。行人见之，莫不下马下车，避让一旁。能够乘八人监鱼的女子，最起码也是二品以上的外命妇。牡丹跟着岑夫人一道下了监鱼，避让一旁，偷眼望去，但见监鱼中歪靠着一位穿蜜合色绮罗金呢长裙，披茜色薄纱披袍，画蛾眉，贴黄色花钿，高髻，插凤凰双展金步摇，丰润如玉，年约17、8，大腹便便，神色柔和的年轻女子，明显是一位即将生产的贵夫人。牡丹想不出，除了皇亲贵戚以外，哪里还有这么年轻，品级却又如此高的外命妇。果然带这群人过去后，薛氏方现目地道这是宁王妃。比起上个月来，看着又似丰腴了许多，
怕是要生了，若是生了世子，只怕是荣宠更盛了。边说边遗憾地看了牡丹一眼，微微叹了口气。牡丹听薛氏的口气是经常见到这些贵夫人的，而且对他们还很熟悉的样子。牡丹理解薛氏的这份羡慕和遗憾从何而来，作为商人妇，永远都只有给人让路行礼的份儿，想要得到这份尊荣，若是只靠何大郎，只怕是这一生都没有希望了，除非他的儿子孙子辈有了功名还差不多。至于自己，何家曾经千方百计给了他这个机会，如今却被他一手终结了。和离后，他便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家女，见了这些人，不管风里雨里，都要下马下车行礼避让。虽是有点烦，但牡丹很快就没了感觉，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规则，就算是尊贵如这位宁王妃，她头上也有比她更尊贵的人，她见了一样要下车行礼避让，有什么了不起？牡丹笑嘻嘻地扶着岑夫人重新上了监舆，没心没肺地同薛氏道：大嫂，我看今日似乎有雨呢，也不知道爹和大哥会不会被雨淋。这雨一时之间落不下来，想来不会。薛氏见牡丹没心没肺的样子，微叹了一口气，到底是没有经过风雨，自小被娇养的女孩子，只凭一口气便不接受赔礼道歉，从而恩断义绝，哪里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纵然价资丰厚，人才出众，和离之后又哪里去寻刘家那样的家世，刘畅那样风貌的夫君，也不知道他日后会不会把长子都悔清。薛氏的这种想法也只是想法而已，表面上他是不敢露出半点来的。家里人口众多，公公说一不二，婆婆强势精明，何大郎的性情直爽暴躁，下面的小叔妯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侄女个个调皮捣蛋，他这个长嫂长媳大伯母做得极其艰苦。今日牡丹归家，他若是不将牡丹的住处安置好，势必要得罪公婆和大郎，若是安置好了，又要得罪妯娌侄女们，真是为难死他了。牡丹也知道自己突然归家会给大家带来许多不便和为难，便拉着岑夫人的袖子轻声道：娘，我记得您院子后面有个3间的小廊屋是空着的，您要不嫌女儿闹您，让我住在那里去陪您如何？岑夫人也在头痛牡丹的住宿之处，按说牡丹回到家中就是孙女儿们的长辈，只有孙女儿们让姑姑的，就没有姑姑让孙女儿们的。但是人心隔肚皮，这家里人口一多，心思难免就复杂，哪怕就是一句话，经过3个人相传，到第4个人的耳朵里时，只怕已经完全变了味。像牡丹这样突然和离归家，而且要在家中常住下去，前途渺茫，短时间还好，时间一长，难免就会被人嫌弃多余，被人猜疑。这时候当家人处理事情的分寸和方法就极其重要了，既不能委屈了女儿，让女儿伤心失意，觉得自己孤苦无依，又不能让家里的儿媳心生嫉妒，觉得自己偏爱女儿寒了心，从而导致姑嫂不和，甚至兄妹不和，全家不和。乍听的牡丹这样一说，岑夫人心里就明白了牡丹的意思。还有什么能比牡丹懂事的主动退让更好的呢？岑夫人虽然不愿意女儿去住后院那3间阴暗狭窄的廊屋，但一时之间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便挽了牡丹的手，低声道：委屈你了，带你爹爹回家，我再和他商量一下，另外买个大点的宅子，省得家里的孩子们都挤在一处，大家都不舒坦。前些日子我们就已经打听了，但没有合适的，怀德坊那边有个半大的院子倒是不错，就挨着西市，做生意也方便，可是谁也不愿搬出去，不然也没这么挤。何家父母不是刻薄死板的人，假如何家6兄弟有谁想搬出去，他们必然不会阻拦，但为什么宁肯一家几10口人不怕挤得挤在一处，谁也不提搬出去的话？牡丹以为这其中必然是有原因的，便笑道：这是好事，说明哥嫂们都舍不得爹娘，小孩子们一处长大，感情也好，也有伴。岑夫人轻叹了一口气，摸摸牡丹的头，机不可闻地道：儿大不由娘啊，咱们家的钱就是花上3辈子也够了，我和你爹只希望大家都和睦平安，就死也瞑目了。牡丹忙伸手去掩他的口，娇嗔道：呸呸，什么死呀活的，你们还没想着我的福呢，前些年竟给你们添麻烦了。岑夫人见女儿舍不得自己说丧气话，心里十分欢喜，却又笑道：我说丹娘，你现在怎么和娘这么客气了，总说什么添麻烦之类的话，也不嫌生疏的慌。牡丹干笑一声，我这不是懂事了吗？不是她的亲娘，再怎么知道和家人疼自己，也知道其实是疼的和牡丹，自然不能理直气壮的所求，不知不觉中就只有多多客气了。岑夫人叹道：你从来就挺懂事的，那个时候才2、3岁，病了躺在我怀里，什么都吃不下，还是夏天呢，就想吃梨，市面上都没得卖，你爹爹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给你弄了一个来，才削了皮，还没喂进嘴里去，你6哥就大哭着冲进去，说是也要吃。
你那么小，不声不响的就递了一大半给他，还哄他莫哭。从那之后，谁也不敢说你不好。你还记得吗？牡丹笑道。那么久远的事情，女儿记不清了，就光记得爹和娘，哥哥他们都待我极好。岑夫人笑了一笑，道：你呀，就光记着旁人的好。他说的这何六郎，实际上却是何志忠的幺儿，不是他生的，是何志忠从扬州带回去的美妾生的。那时候母子都正是得意的时候。兄妹两人年龄相差了2岁，一个生龙活虎的，一个却是成日里病怏怏的，看着就不是一般的怄人。幸亏何志忠疼儿子，也极疼女儿，但他生性好强，就见不得别人说自己的儿女一句不好，看到旁人的儿子生龙活虎，自己的女儿病怏怏的，心里就格外难受。但是牡丹却自来安静乖巧，不是病到特别严重，基本不会哭闹。那一次事件中，她小小年纪，又是病中，如此懂事舍得，相比那不懂事胡闹的六郎，倒叫何志忠自心疼之中又更添了几分喜爱，硬生生把个幺儿子给比下去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说牡丹有父母兄长的宠爱，并不是平白就来的。牡丹静静地依偎着岑夫人，听她讲和牡丹小时候的事情，心里特别替她和何志忠难过。假如他们知道他们视若珍宝的那个女儿已经不在了，被活生生的气死了，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只怕是肝肠寸断吧。牡丹紧紧挽住岑夫人的手，没关系，她会替何牡丹好好的活下去，好好孝敬他们。还未到何家门口，何家的几个儿媳妇和年龄已经大了些的孩子们就得了信迎出来。一群女人和孩子把岑夫人、薛氏、牡丹围在中间，簇拥着往屋里去，七嘴八舌的问东问西，又是咒骂又是愤恨，又是出主意的，好不热闹。不多时就引得周围的邻里侧目。牡丹被吵得头晕，回答谁的问话都不是，只能是低头微笑。岑夫人淡淡的，并不多语，薛氏却是温言细语地道：先进屋去又再说。和当时的许多人家一样，何家住的是典型的四合社，大门朝西，门旁2排5舍，进门一个亭子，然后是中堂、中门、后院、正寝，四处有廊屋，再延伸出若干个小四合院子去。后院古树参天，假山流水，花木扶疏，纵然比不上刘家精致富贵大气，却自有其舒适自在热闹处。进了中堂后，二郎媳妇白氏命婢女端上糖酪樱桃并茶水，一家子围着岑夫人和牡丹吵吵嚷嚷地说起闲话来。从冷冰冰的刘家出来，乍然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得到了亲人无私的关怀和爱护，牡丹心中是极其高兴的。但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一堆脑袋，闻着6个嫂嫂和10几个侄女身上各式各样的香味，听着大人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吵嚷声，她控制不住的生出一丝恐惧来。这么多的人，她能和他们相处好吗？那句话说得好呀，远香近臭。何况这姑嫂之间，自古以来能相处得好的本就不多。不怪他担忧，虽然何志忠和岑夫人持家有方，不拘嫡庶，一视同仁，公正严明。男人们在何志忠的统一指挥下，早出晚归，各司其职，规规矩矩的做事，养家糊口，谁也偷不得懒。女人们在岑夫人的管制下，老老实实的相夫教子，操持家务，闲来交流衣着打扮，化妆美容，一道逛逛街，踏踏青，参加一下富商们自己组织的豪宴，或者打打马球什么的，悠闲自在。故而一大家子人住在一个宅子里，虽然个人小心思不少，也有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确实没什么大矛盾，相处的还算和睦。但何家的人口实在太过复杂，牡丹6个哥哥，大郎、二郎、四郎、五郎都是岑夫人生的，而3郎却是岑夫人的陪嫁婢女吴氏生的，6郎则是扬州来的美妾杨氏生的。大郎娶妻薛氏，子女各2人；二郎娶妻白氏，3子1女；三郎娶妻甄氏，2女1子；四郎娶妻李氏，只有1女5子；五郎娶妻张氏，有子女1双；六郎娶妻孙氏，才成亲1年多，还没孩子。算上何志忠夫妇和何志忠那2个妾，大大小小30来号人，我和他亲，他又和他好的，各种关系复杂得很，还不必说各房伺候的下人，饶是再小心，也避免不了矛盾纠纷。再亲的人，多闹上几次矛盾，也会伤感情。牡丹若是原来的何牡丹，兴许一些细微处不会注意到，也不会去在意，但她已经不是原来的何牡丹，心思感受却又不同。享受亲情关怀的时候没那么理直气壮，受到委屈误会的时候也没那么淡然无所谓，事事总难免多加小心，着意讨好，就生怕自己给别人带来不便和不愉快。印象中的个人都各有各的脾气，大奸大恶之人没有，聪明之人不少。比如说同为一母同胞的大郎、二郎、四郎、五郎关系明显要紧密些，其中大郎和二郎年龄相仿，
比较谈得来，四郎和五郎爱结伴一起去办事，同为庶出的三郎和六郎之间有着某种默契，却又彼此不太亲密。三郎爱讨好大郎和二郎，六郎却爱跟着何志忠跑。但这只是男人之间的关系，几个媳妇之间就更复杂。嫡出的几个儿媳间，大嫂薛氏和二嫂白氏年长，进门最早，关系也最好，相对稳重大方，比较让的人，和其他几个弟媳都处得较好。三嫂真是嘴碎，爱和话特别少，性情温和的五嫂张氏一起做针线活拉家常，同时背地里还偷偷拉拢六嫂孙氏，方便统一庶出战线，却和四嫂李氏关系不好。可是年轻的孙氏和貌美爱俏的李氏却又喜欢在一起逛街。至于小孩子们之间，总体来说都是快活的，没有厚此薄彼的问题，吃大锅饭，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没得话说，没得比较。要说有什么区别，就是听话和不听话，聪明和不聪明，勤奋不勤奋的区别。牡丹默默过滤着这些信息，拿出10倍的精神来应对大家的关怀和询问，尽量不放过周围人不经意间的反应和表情。趁着众人不注意，薛氏拉了白氏在一旁悄声商量牡丹的住处。丹娘这一回来，便要做好长期和咱们住的打算。她原来住的院子，现在是三郎家的惠娘和云娘，四郎家的瑞娘住着的，要他们搬，虽然不会说什么，但肯定是不乐意的，只怕还会有想法。我思来想去，只有咱们俩家的3个闺女年龄大一些，懂事一些，咱们让3个孩子挤挤，替他们姑姑腾个地方出来，你看如何？白氏微微一笑，我是没意见，左右我的婉娘还小，让她跟在我院子里住2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英娘和荣娘年龄已大，确实不方便和你们挤了。你又打算怎么安置他们？不然我看也别那么讲究了，就让他姑姑和孩子们挤挤好了。薛氏暗忖，那院子3个人住虽然挤，却还勉强可以住下，牡丹若是搬进去，却是再也塞不下了，3个孩子中便要出来一个。虽然婉娘年龄小，还可以勉强和父母挤挤，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讲，确实不能只叫二郎家的搬，自己是大嫂，又是2个女儿，得从自家人里下手才能服众。至于白氏肯不肯主动让婉娘搬出来，那又是他自己的人情。当下便道，哪儿挤得下4个人？他姑姑东西多，又遇到这种事情，想法本来就多，叫他去和孩子们挤，只怕会难受。算了，我去和荣娘商量，让她搬出来和我们挤挤。过2年英娘出嫁也就好了。搬出来容易，搬进去难。白氏听薛氏这样说，却又不提先前那个让婉娘搬出来的话了，只笑道，英娘出嫁，如儿他们又该成亲了，你说的这个法子治标不治本，我看还是先将就挤挤，然后和爹娘商量买个大宅子吧。眼瞅着真是住不下了。薛氏有些失望，白氏顾左右而言他，便是不肯让婉娘搬出来了。毕竟懂事了的女儿和父母住在一起，多有不便。便叹道，买宅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先得把这事儿办周圆了才是。那就这样吧，我去让荣娘搬出来，你招呼着他们清扫一下屋子，稍后东西送回来，帮着安置一下。我去准备晚饭。白氏一把拉住他的袖子，快速扫了众人一眼，压低声音道，不然就让他们2家搬，或者让丹娘和惠娘他们住，那院子本来就是他原来住惯的，也要大一些。薛氏摇摇头，2家都是话多的，3婶怕说是庶出孙女没地位，4婶怕说欺负她没儿子，何必多找些话来说？实在不行，明日去请人来看看，看什么地方适合动土，另外起几间屋子来，年底怎么也能盖好了。白氏沉思片刻道，我记得娘的后院有3间廊屋，让人收拾一下，更清静自在呢。总归何志忠和岑夫人年龄已经大了，何志忠另外又有2房妾，些处多，不像他们年轻夫妻那么多避讳不方便的地方。薛氏沉默不语，事实如此，那又如何？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开这个口，说，丹娘，你去和娘挤挤吧，其他地方都住不下你。他若是开了这个口，只怕和大郎第一个就不饶他，公婆也会对他有看法。白氏见薛氏不说话，牵起裙带在手指上绕着玩，最终长叹一口气，道，罢了，丹娘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也疼她，让婉娘搬出来和我挤，然后赶紧修房子吧。说完也不问薛氏的意思，就上前笑道，娘，我刚才和大嫂商量过了，让婉娘搬出来和我住，妹妹搬去和英娘、荣娘挤一挤，您看如何？既然自己做了牺牲，便要把这说在明处才是。牡丹早就注意到薛氏和白氏在一旁悄声商讨，虽然猜着一定是商量自己的住处，但自己如今算是客人，嫂嫂还未开口，总不好主动去说自己要住哪里。现在听到提起这个事，正要开口将先前同岑夫人商量的话说出来，就被岑夫人一把按住手，示意他先别说话，只管听着就是。
牡丹无奈，只好睁大眼睛乖乖地听着。却见白氏的话音才落，甄氏的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来，笑道：“还是大嫂和二嫂想得周全，不声不响的就把事情都安置好了。就你们会讨好人。”李氏脸上淡淡的，直接开口道：“四郎经常不在家，让瑞娘先搬去和我住，将他的屋子收拾收拾，正好给他姑姑住。张氏的女儿还小，本就和他住在一处，而孙氏还未生孩子，自然也和这事儿无关。”便都含笑听着，并不多话。几个嫂嫂都等着牡丹表态，牡丹无措地看着岑夫人，岑夫人慢吞吞地喝了一口茶，方道：“不用忙乱，孩子们该住什么地方还住什么地方。刚才在路上的时候，丹娘就和我说过了，不想给大家添麻烦，大嫂去把我后院的3间廊屋收拾出来，让他去住那里。”于是除了张氏和孙氏之外的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真是幸灾乐祸的笑白氏和李氏讨好公婆小姑落了空。白氏和李氏聚都无所谓，最少他们表现出自己欢迎牡丹回家，关心牡丹，大方不计较个人得失。岑夫人自然知道他们的好处，不会亏待他们，将来说起，在牡丹头上也是有人情的。薛氏考虑的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娘，你那屋子里的东西搬到哪间屋子去合适？他这话一说，妯娌几个心里又各有计较。那3间屋子并不是完全空着，里面收着岑夫人这些年来存下的私房。牡丹的嫁妆虽然丰厚，可那是属于牡丹的，没人去打主意，就算打主意也没法子动。可岑夫人的私房就不一样了，庶出的没有份，却也可以想想，嫡出的则完全能分享。但谁都知道岑夫人偏爱牡丹，二人的东西若是夹杂着放在一起，将来岑夫人偏心说那本来就是牡丹的，那大家也只能是干瞪眼，就连道理都说不出个1、2、3来。岑夫人早有打算，要叫牡丹长长久久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驻扎下来，这些钱财上的事情就必须得扯清楚，不给人留下任何画饼。他也不想将来牡丹从自家房里拿点什么东西出来，都会被人说是夺了嫂嫂和侄女儿的。当下便道：“是呀，丹娘的东西多，得给她腾地儿放。我记得咱们家的仓库后面有2间空着的后罩房，把我的东西全都搬到那里面去。再使个人去和你爹说，从刘家搬回来的东西，不仅要的和大件的，家里放不下，另外在咱们家铺子里寻个合适的库房放进去，这专人看好了。”又回头望着牡丹笑道：“你那些东西就是另外一套家当，家里都有，除了贵重细软和日常得用的，就都别拿回来了，省得屋子里挤。待那边放置妥当了，让你爹把钥匙和单子给你，需要的时候再让人去取，你看如何？”牡丹连连点头，但凭娘安排。每与岑夫人多相处上些时候，她对岑夫人的钦佩就更上一层。岑夫人如此安排再是妥当不过，等于把她的财产和何家的完全分开了，将来她搬出去的时候，只需从那3间廊屋里抬走自家的香笼便是，其他家具等物完全不必动，清楚明白，还轻松自在，大家都没的话可说。岑夫人见他点了头，便指派甄氏和李氏这2个冤家对头去盯着人搬自己的香笼，却叫薛氏去安排牡丹要用的床榻桌椅帐幔等物。至于白氏，则被指派去安排晚饭，把孩子们赶出去，单留了张氏和孙氏在屋里陪牡丹说话。傍晚时分，外间一阵骚动，却是何志忠和何大郎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将牡丹陪嫁的20多盆牡丹花抬进了后院。纷乱一些，何志忠方遣了众人离开，只留下岑夫人、牡丹、林妈妈与何等4人在屋里，详细询问起刘家的情况来。牡丹平平静静地将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只除了暧昧的关键地方含糊略过，留给岑夫人过后自去补充。何志忠路上已经听林妈妈和雨禾说过一些，此时不过确认罢了。事情的大概已经完全清楚，谁是谁非，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还有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尽都有了数。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没了何大郎那种一点就着的炮仗脾气，他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事情的解决之道上。此刻他舔着大大的肚子，背着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摸着已经花白的头发直叹气。牡丹和岑夫人走得爽快，他却是和刘成彩、刘畅磨了一整天。刘家父子出去转了一圈，再回来后已经冷静下来，态度与先前大不相同。刘成彩好话说尽，刘畅端茶向他赔罪，父子俩异口同声地说，牡丹要是想回娘家住些时候，就多住些时候，等他消了气，还让刘畅来赔礼道歉，风风光光的将他接回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能轻易就了？他自然是不同意的，拿出架势要与刘家商量和离的事情。刘家父子便纷纷找了借口，来个避而不见。憋到傍晚，不能不归家，牡丹的东西是大多数都搬回家了，
他和大郎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和水。牡丹自刘畅对着自己威胁之后，便知这事儿不可能一帆风顺。就是现代，离婚也是个技术活和力气活，涉及到财产纠纷就更是考验人，又何论这古代。所以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也不觉得有多失望，便安慰何志忠道：爹爹莫急，只要不在他们家吃苦受气，女儿就不怕和他耗。但只是为着女儿的缘故，给爹娘兄长添了许多麻烦，还白白便宜他家占了爹娘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何志忠拍拍他的肩头道：休要多想，那钱既然是为了你花出去的，那便是你嫁妆的一部分，就算是将来要回来，那也是你的。爹娘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若是不好，那便失去了意义，安安心心的候着，我和你哥哥们商量后自会妥当安置好。正说着，下人来报，李家表公子来了。何志忠忙叫快请进来。牡丹正要谢李姓，便道：爹爹，这事儿多亏表哥帮忙，昨日也亏得他替我出气抱不平，我要亲自谢谢他。岑夫人道：是该好生谢谢他才是，留他吃晚饭，你们父子几个好好陪他喝一盅，改日又备了礼登门去谢。何志忠应了，叫人去把大郎叫来。少请，李姓亲自提了个大食盒进来，看见众人，先就笑眯眯的团团作揖行礼，然后把食盒交给薛氏，笑道：大表嫂，这是姑父最爱吃的堆饼，是宫里上10局的造堆子手做的，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快快分了大家吃。众人倒听得笑了。岑夫人笑道：行之，不怪你那铺子的生意那般好，原来伙计都是和你学的。李姓哈哈一笑，东西实在是好，自谦反倒是做作了。何大郎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指着他的幞头角笑：咦呦，还玩出花样来了。牡丹看过去，只见李姓今日戴着的黑纱幞头不但是时下最流行的高头金子，幞头角与众不同，旁人多是垂在脑后，偏他的对折翘了起来，果然标新立异。再配着他那身鲜亮的绿色的丝质缺胯袍，洋洋自得的样子，俨然就是一古代时髦青年。李姓也不扭捏，大大方方地转过去给何家几个半大小子们看，笑道：你们赶紧跟我学，过不得几日就要跟着时兴起来了。何家几个半大小子果然跃跃欲试，笑闹着互扯对方的幞头角玩。何志忠沉着脸道：你们谁有你表叔的本事，我许他怎么折都可以，就算是折出一朵花来也是可以的。一句话便成功的将一群孙子制住，个人垂着手悄悄退了出去。李姓方道：我听说丹娘回了家，放心不下，特意过来看看，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请姑父姑母不要客气。牡丹上前深施一礼，道：多谢表哥援手，救丹娘于水深火热之中。李姓笑道：能够出来就是好的，自家人不说那些客气话。上下打量了牡丹一通，心情很好的道：精神还不错，刚才我听说那处生动了手，还担心你吃了大亏。牡丹本想说，我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何况还没怎么吃亏，可他不敢说，只笑道：心情好，再疼也不疼。李姓深深看了他一眼，道：你想得开就好，待这事儿了之后，该忘的便都忘了吧。牡丹笑着应了。何志忠在一旁摸着胡子思索片刻，道：行之，我还真有事要和你商量，你随我来，大郎也来。李姓对何志忠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远房姑父向来极其尊敬，当下便收了嬉笑之色，一本正经的垂手跟着何志忠父子去了书房。几人刚落了座，何二郎也回来了。何志忠道：我想着丹娘这件事怕是不能善了，他家是男子，已经有了儿女，再耗上几年还是一样的娇妻美妾。丹娘却不同，一拖青春就不在了，再拖这辈子就完了。钱财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了也能再赚。为了他的未来着想，我看不如这样，过几日我们去寻刘成彩，把那张纸和那笔钱去换丹娘的自由。你们意下如何？何大郎不干，那丹娘岂不是白白吃了这个亏？真是气煞人也。何志忠叹道：为了一口气要赔上丹娘几年的青春，甚至是一辈子，不值得。自古民不与官斗，如今是刘家理亏，我们稍稍让步，他家也没有可以多说的，又何必一次将他家得罪狠了，将来明里暗里给咱们家下绊子。何二郎瓮声瓮气地道：爹爹说的虽然有理，但当初干的本就是火中取栗的事，不结仇已经结下了。刘家小儿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就算是咱们让步，他也会恨牡丹一辈子，一有机会就报复咱们的。何志忠却道：刘成彩和他的妻儿不同，更贪图享乐，不然当初他也不会不顾儿子的意愿答应我们家，毫无风险，轻轻松松得到一大笔钱，还可以另外娶个门当户对的儿媳，攀上另一门高亲，
对他来说是最划算不过的事，他是不会放过的。我再另外寻个机会，寻个合适的人做中人，让两家的脸面都过得去，他的目的达到，便不会再追究。只要他点了头，刘畅不肯也得肯，七世也翻不出大浪来。何大郎气得不行，一拳捶在棋子上，怒道：真窝囊！何二郎只是不赞同的摇头，不可能就这样轻易算了的，以后麻烦还有得事，除非这个中人是个地位远远高于刘成才的，还差不多，而且他当面答应了，被李下黑手，又怎么办？何志忠拧眉道：那又能如何？走一步算一步，真把我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回头望着李信道：行之，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李信笑道：我记得昔年洛阳富户王宇之向圣上进献波斯枣和金晶盘，又进献绢布3万端充作军资，圣上召见，御口允了他2件事。第一件是赐了他一个从6品奉一郎，第二件便是他申诉左龙武大将军张环之子向他借贷1万贯钱不肯归还，于是张将军不但被勒令还钱，还被贬职。这件事情轰动一时，王宇之大放进献的同时，还大胆向皇帝夸父，说是自己就算在终南山的每棵树上挂满卷，他家里也还有剩余。但是去终南山挂卷做什么呢？还不如献给本朝军士，尽一分薄利。皇帝是个心胸宽大的，不但没有说丫的，朕富有四海，你还敢到朕面前来夸父，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也没有因为人家有钱就产生了仇富心理，算计着要怎样怎样，反而龙颜大悦，倒是天下如此富足，自己果然盛名，百官果然都是干实事的，正清民富，百姓知荣知耻。于是除了为王宇之解决了那2件事，另外还有赏赐。李信的意思倒不是要何家去天子面前夸父进献财富，毕竟何家虽然有钱，却还远远不能与王宇之相比。但王宇之进献稀奇之物，将自己的冤情直接上达天听这条途径，确实不错。何二郎为难道：但金晶盘那样贵重难遇的东西，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若果真要如此，便要早些和胡商们打招呼，或许还能收到些好宝贝。何大郎冷笑：哪用得着如此烦恼复杂？他家若真是如此不知好歹，我便去敲灯闻鼓，与他拼个鱼死网破。何志忠淡淡一笑：还没到那个地步呢，我意已决，暂且就先这样。过2日你们哥俩先陪我去寻刘成才。天色渐暗，外间传来一阵闷雷声响，风卷杂着潮湿的雨意透过窗户门缝侵袭进来，将悬在梁上的镂空百花镀金银香囊吹得旋转起来，下垂的五彩丝络更是在空中划出道道彩湖，清新的梅香味四散开来，屋子里的闷热顿时散尽。李信起身推窗，探头看了看头顶沉厚的乌云，再看看远处泛白的天际，道：今夜有暴雨。何志忠道：趁着雨还未曾落下，赶紧吃饭去。叮嘱大郎兄弟2人：你们去看看老三他们散事可归家了。大郎和二郎相携离开，李信与何志忠2人沿着长廊慢吞吞地走着。李信捋了捋腰间佩玉上的丝绦，凑到何志忠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何志忠眯眼看了他一些，笑道：你就不怕惹火烧身吗？李信失笑：我哪里还能跑得掉？何志忠笑了：既如此，我仓库里有的东西你只管挑去。李信摇头：我不要。何志忠诧异道：那你要什么？李信尖尖一笑，凑过去低声道：哲就想问，假使刘家看在咱们低头拂晓的份上肯让步，姑父果真就肯咽了这口气，吃了这个哑巴亏。何志忠长叹道：你也看到了，大郎脾气暴躁，有勇无谋，二郎瞻前顾后，还有些怨我们当初考虑的不周，其他几个更是不堪大用，这样一大家子人，老头子我又能如何？李信哈哈一笑：姑父果真如此考虑，哲就不多嘴了。何志忠忙收起脸上假装出来的哀色，正色道：你是真心的？这可麻烦得很。李信素色道：自然是真。何志忠一笑，朝他招手：你附耳过来，这事儿还果真要你出手才行，咱们家谁也不成。轰隆隆一声巨响，漆黑一片的天空被狰狞的闪电撕裂了几个口子，黄豆大小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很快房檐上的水就流成了雨帘。何志忠与李信站在大红灯笼散发出的柔和光线下，观赏着廊外闪烁着白光的雨点，结束了此次谈话。5更2点，牡丹在咚咚的晨鼓声中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不是认床，只是心中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憧憬太多，让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天快大亮。他翻身坐起，推开床前的银屏托花鸟屏风，探头往外望去，黑乎乎的一片，万籁俱静，只有窗边榻上睡着的宽儿发出低而平稳的呼吸声。
牡丹心中一片安宁，轻轻笑了笑，又将屏风掩上，静静等候天亮。虽然此刻各处城门、方门已然大开，百官动身上朝，各方的小吃店也开了张，但东市和西市却要在50击鼓之后才能开张。何家没有人需要赶早，都会睡到辰时才会起身，吃过早饭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辰时，门外传来几声轻响，宽儿从睡梦中惊醒，一咕噜翻身下榻，轻手轻脚的将门打开，接过粗使婆子送来的热水，低声问道：夫人起身了吗？粗使婆子一笑：起了，特意吩咐了，丹娘身子不好，让她多睡会儿呢。才说着，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林妈妈和雨禾拿着昨晚熏好的衣裙过来，直接进了屋里，准备叫牡丹起床。才拉开屏风，就见牡丹已经穿好了里衣，坐在帐里望着他们笑。林妈妈欣慰的一笑，和离归家的人自然不能如同当初还未出嫁时那样娇憨。那个时候贪睡不起床，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那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嫂嫂们最多背地里抱怨羡慕几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不同，本就是给人添了麻烦，再这般不知数的话，那可是讨人厌了。宽儿迅速将榻上收拾干净，摆上牡丹的妆奁镜台，牡丹盥洗完毕，上了榻，由着雨禾给她梳头。雨禾笑道：今日梳个望仙髻如何？牡丹摇头道：不要，那么高，那么复杂，就梳个简单些的。我今日想去市上买几株花回家，再顺便看看行情，瞧瞧世人都喜欢些什么品种造型的牡丹。待过上2日，又和家里人说，一道去曹家园子看看牡丹。去林妈妈接过雨禾手里的象牙梳，道：既然是要出门，就梳个回鹘髻好了。待到牡丹装扮完毕，何家喧嚣而忙碌的一天也开始了。何家不比刘家，无论早晚都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饭，除了机密的事情外，男人们生意上的安排，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在饭桌上商量完成。何家有个非常开明的地方，那就是不论大小男女都可以畅所欲言的，就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当家人的何志忠和岑夫人会结合大家的意见综合考虑，然后再下最终的决定。可以说何家人相处得如此融洽，过得顺风顺水，一多半的功劳属于早晚参会。用何志忠调侃的话来说，就算是宰相之流也要在公堂进行会食，吃堂饭商讨公事的。何家没那么多大事可以商讨，却也可以借鉴一下吗？借鉴之后的成果显而易见，吃完饭的同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就全都安排妥当了，饭后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在这样的氛围下，牡丹提出要去逛街看花市的要求，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得到了一家人的支持，个个都认为她应该多出去走走，而不是成日闷在家里暗自神伤。当牡丹跟在五嫂张氏和六嫂孙氏的身后，试着翻身上马，迎着朝阳穿行在宣平坊整齐规划的十字巷里时，听着清脆的马蹄哒哒声，嗅着雨后清新的空气，她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上天待她真是不薄，她才17岁，青春年少，四肢健全，家境富裕，有心疼她的父母兄长，自己还有一手种植牡丹的才能，不必担心有人追着给她缠足，不必担心和个男人说话就被骂没廉耻，也不必担心被成日关在家里不许外出，更不必担心和离后再也嫁不掉，苦哈哈地守着家人凄凉一生。纵然许多事情在他的脑子里都有模糊的印象，但亲眼看到的时候，却每每总是让他惊喜和感叹不已。何家的开明和这个时代的开明都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之外。就比如说，宽达50丈的朱雀大街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给他带来的震撼一样，一切都在提醒他，他是井底之蛙，除了那手种植牡丹的技能外，他其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他何其有幸穿到了这样一个年代。这是怎样的年代啊？万国来朝，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繁荣，不要说是女人当家，就是女富豪什么的，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他绚丽的人生才刚开始起步。东市因为临近三内，周围多达官显贵的住宅，所以主要卖的是上等奢侈之物。牡丹花要想卖出好价钱，自然也要往这地方去。故而，牡丹姑嫂几人出了宣平房后，就直接往东市而去。东市被4条底填石子后，又经夯实，路面结实，宽达近10丈，自带排水沟人行道，交叉成井字的平行大道，划分成9大区域，居中3大区域是管理市场的市署、平准署以及存储粮食的长平仓。另6块分别被酒肆、肉行、碧螺寺、林路店、印刷、锦绣彩帛行、珠宝古玩店、凶肆、铁行、练驴人、笔行、杂戏、胡琴、工商户用水的放生池等占据。这9大块中，又被若干条小巷分割成若干区域，无数的店面林立街旁，行人如织，街头巷尾传来琵琶的弹奏声，人们笑语声、吆喝声，说不出的热闹繁华。
作为商业建筑来说，东市的布局就是在作为现代人的牡丹看来也是很合理的，设施齐备，交通方便。他跟在张氏和孙氏的身后，东张西望，什么都好奇得很，简直要兴奋到忘乎所以。孙氏和张氏见他东张西望，只当他被刘家管制狠了，这一出来就如同飞出笼中的小鸟一般，哪有不贪新鲜热闹的。当下也不管他，松松地握着马缰，任由马儿随性溜达，走到哪里就算哪里，倒叫牡丹好生饱了一回眼福。但在他的记忆之中，东市远远没有西市那般繁华，但去西市游玩却又是过些日子的事情了。牡丹游了约莫半个多时辰后，方想起自己要做的正事来。嫂嫂，为何不见牡丹花市？孙氏笑道，丹娘要看牡丹花，得往放生池那边去才行。牡丹花多为露天栽培，应季而放，平时想要购买的人多数都是慕名到人家园子里去买，并没有专买的铺面。但为了方便贵人们购买，也为了方便比较抬价，花农们便会将家中的花挑了送到东市来。又因着整个东市用水都要从放生池那边来，那边水气足，柳树高大，树下阴凉，花木之类的东西便都往那里去。牡丹听说，便拉了马缰，让马儿转身往回走。既如此，我们便往那边去。这一片酒肆较多，多为胡人所开，穿着色彩鲜艳、款式时兴的薄纱衣裙，卷发绿眼，眉眼深邃，艳丽动人，风情万种的胡姬立在门口，举着酒杯，笑着招揽过往的客人进去喝酒。酒肆里面更是笛声、歌声、劝酒声响成一片。经过一家最大的酒肆时，牡丹注意到他家门口的胡姬远比其他家的更年轻，更貌美。张氏用马鞭捅了捅孙氏，笑道，我记得老六最爱来这家，是也不是？孙氏的脸上晕起一层薄怒，拿鞭子给他捅回去，道，还是五哥带了他来的。张氏见他生了气，叫了一声啊呀，笑道，生什么气？他们兄弟成日里不得闲，怕是月把才能来一次，也不能做什么，多半都是招待客人，谈生意而已。一阵优美的箜篌声自半空中传来，孙氏哼了一声，眼珠子一转，用马鞭指着斜倚在2楼窗口处弹奏胡箜篌的一个穿胡绿薄纱衣裙、褐色头发、神情忧郁的胡姬笑道，五嫂，你看那是谁？马眼儿，是吧？就是上次把五哥灌醉的那个。这下轮到张氏不高兴了，撅了嘴道，我看他也不怎么的，弹得难听死了。牡丹笑眯眯地听着两个嫂嫂斗嘴，抬头眯眼往上看去，但见那马雅儿肌肤雪白，红唇饱满，一身湖绿的衣裙衬着碧绿色的眼睛，一只雪白的倩足踏在窗边，纤细美丽的足腕上挂着一串精致的金铃，果然充满异国风情，美丽又动人，也难怪血气方刚的何五郎会被她硬生生的灌醉。马雅儿见牡丹看她，突然停下手中弹奏的胡箜篌，收起脸上的忧郁，朝牡丹嫣然一笑，冲牡丹招招手。牡丹犹豫片刻，报以微微一笑，与何大惊小怪呀？他朝着丹娘笑呢。咦，丹娘，你咋也望着他笑？张氏和孙氏立刻停止斗嘴，齐刷刷地看向马雅儿，愤懑地道，丹娘，这些胡姬可不是什么好人，干嘛望着他笑？牡丹垂下眼不说话，打马前行。难不成人家望着他笑，他丑眉恶眼地瞪着人家？不过笑一笑而已，过后谁又见得着谁？那马雅儿本是见着牡丹衣着华贵，明媚可爱，又那样好奇地看着自己，只当是大户人家的小娘子出来看稀奇看热闹，故而干脆戏弄她一回。谁知牡丹竟回了自己一笑，笑容虽然羞涩，半点鄙薄之意也无，不由惊异地挑了挑眉，回头往里低笑道，外面有个小美人，笑得忒好瞧。里面喝酒的两个年轻男子听说，俱都抬起头来，其中一个穿栗色缺胯袍的年轻男子更是当先冲到窗边，探头往外看去，但见3个衣着华贵的年轻女子骑着高头大马，被几个仆役婢女簇拥着，渐渐去了。忙一把扯住马基儿侯急道，是谁？美人是谁？马基儿却又不说，美目流息，只看着男子笑道，潘二郎，你一向不是自诩有一双火眼金睛最识的美人吗？今日你就猜猜，若是猜得着，今日的酒钱只算一半，若是猜不着，以后若是要吃酒，变得只来我家。那潘二郎笑道，那你家若是倒闭了，我不是就不能吃酒了，最多连着10次来你家就得。马基儿只是笑，侧身弯腰道，郎君请。潘二郎见美人已经越走越远，因牡丹被张氏和孙氏簇拥在中间，便胡乱指着牡丹的背影道，定然是穿胡蓝衫子的那个。不待马基儿确认，就将2根手指喂进嘴里，纵声打了个呼哨，大声喊道，前面穿蓝衣服的女子香囊掉了。牡丹几人闻声俱都回过头，一边检查自家身上的香囊，一边往声源瞧去。这一瞧，
牡丹不由啼笑皆非，那在窗口处探出大半个身子来，表情已然半淡化状态的男人，不是潘荣又是谁？并无谁的香囊掉了，可见是被调戏了。雨禾啐了一口，假装没看清楚那人是潘荣，只骂道：什么不要脸的登徒子，眼睛瞎了还是疯了？我看是你自家的眼珠子掉下来了吧？张氏和孙氏也不羞恼，只抚掌大笑。果然是眼珠子掉下来了。何家的仆从婢女们纷纷大笑起来，齐齐示威一般甩了甩鞭子。牡丹微微一笑，回转马头，继续往前走。潘荣呆鹅一般转了转眼珠子，怎么会是何牡丹？前日还委屈得要死，转眼间便打出夫家，闹着要和离，偏还这样自由自在，快快活活的上街游耍。哪有这种女子？不是没心没肺，就是彻底没把那夫家和亲事当回事。想到此，他不由同情地瞟了正沉着脸喝酒的刘畅一眼。马继儿何等精明的人，当下便笑道：原来是郎君的熟人。刘畅也不在意的道：是谁的家眷？看你那呆头鹅的样子。潘荣垂眸想了想，笑嘻嘻的挥手叫马继儿下去，坐到刘畅身边道：你猜。刘畅不耐烦地道：猜什么猜？没看见我正烦着吗？你倒是答应不答应呀？潘荣撇撇嘴：阿欣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说是看见我就烦，昨晚门都不许我进，哪里又肯听我的，去帮你劝人。你也莫急在这一时，等过几天又再说。却又促狭地道：你倒是说说看，要是弟妹果真回了家，你待要怎生待她？刘畅的眼神越发阴鸷，晃了晃杯子里的龙膏酒，冷笑道：先把她接回来，慢慢再收拾她。我要叫她骨头渣子都不剩，我要叫她后悔死。潘荣狡猾地道：对于这种不听话的，那是肯定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的。我是打不过阿欣，不然我也要叫她好看。我问你，要是现在弟妹就在你面前，你要如何？刘畅捏紧杯子，冷声道：哼，谁耐烦吃她？我掐死她。潘荣晃着头道：如你所愿，刚才那个人就是他。果然笑得很好看，悠哉乐哉，乐哉悠哉，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未出阁的小娘子呢。若是喜欢，最好赶紧去求娶。哐当一声响，却是刘畅先翻了桌面，提起袍子冲下楼去了。公子，您慢些儿。西夏怨怪的扫了潘荣一眼，赶紧追了下去。潘荣一歪下巴，命身后的小厮去结账，自己也提着袍子跟着追了出去。又有好戏看了。这可怪不得他，谁叫他和牡丹当此非常时期，却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非得跑出来晃呢。哎呀呀，不知道这回合牡丹会不会用鞭子抽刘畅？潘荣忍不住的兴奋了。放生池边的柳树荫下，整整齐齐地排着大约40-50株盛放的牡丹和芍药，观看的人多，谈价的也多，其中多数人衣着华贵，神态高傲，挑了又挑，却也有那穿的朴素的，在一旁看了热闹，围着那花打转，每见一笔交易成功，大笔的钱自买主手中转入卖主手中时，便满脸的羡慕之色。牡丹马术不精，小心翼翼地下了马后，将缰绳扔给雨禾，拉了张氏和孙氏也围了上去。但见品种远比他想象的更多，虽不见那瑶黄、魏紫、豆绿、蓝田玉之类，却也有几株二乔、大湖红、赵粉等传统名贵品种，也还有些大抵后世已经流失，让他叫不出名字来的品种。仔细观察后，牡丹心中便有了数。他算是明白为何他陪嫁的瑶黄、魏紫以及那盆玉楼点翠会成为刘畅炫耀的对象，清华郡主为何想霸占，潘荣为何讨好他，想高价购买了。首先从颜色来看，这些花中多是单色，复色很少，其中粉色、红色占了绝大多数，黄色、紫红色、白色极少，蓝色及绿色则完全不见，更无论现代炒得最火的黑色系。就算是现有的这些色彩中，没有真正颜色极正的红色和黄色，红色偏红紫，黄色则偏白。想要一鸣惊人，就需要丰富花色。其次，从花期来看，牡丹花期较短又集中，过了这个季节便不能再观赏，那么多的花在同期开放，买的人却只有那么几个，价钱和数量上不去，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谢了。而平时呢，客人看不到花盛放时的情景，自然也就不可能高价购买。所以真想把它做大做长，必须想法子延长花期。再次，从花朵的形状上来看，此间摆放着的牡丹花品种中，重瓣不多，多数还是单瓣和半重瓣。而明显的，顾客普遍对半重瓣、重瓣类花型更为偏爱，尤其是那种花型端庄、大而丰满的最受青睐，价格也更高。可牡丹认为，即便是单瓣品种，如果颜色稀罕、花型端正、花瓣挺直、不下垂、不变形，也自有它的欣赏价值，遇到喜欢的人还是能卖上高价。
就比如说玉板白就是此类代表。可惜时间来不及，没能从流畅那株玉板白上弄个接头来。牡丹微微出了一口气，漾起一个笑容来，给他时间，他完全有把握培育出新的品种来。他可以不依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双手过上自己想过的富足生活。张氏指着其中一株开得正好的大湖红笑道：丹娘，这株不错，买这个。那花主是个穿麻衣的中年汉子，见有客人看上了自己的花，忙起身招呼，指点给众人看，夸道：诸位请看，不是我自夸，今日这些花中就属我这株花最好。您看，一共有8个花苞，现在开了6朵，同一株上有3种花型。牡丹凑过去一看，这株大湖红的确不错，花瓣浅红色，瓣端粉色，花冠宽5寸，约17厘米，高2寸，约8厘米，雌蕊瓣化成嫩绿色的彩瓣。6朵花中囊括了皇冠型、荷花型、托桂型3种花型，在今日这些花中的确算是头一份，但迟迟不曾卖掉，想来价值一定不菲。便笑道：大哥这花打算要几盒？那花主打量了牡丹几人一眼，故意摇了摇头，叹道：小娘子，你若是随口问问，便不用问了，省得我开了口，你又说我坑骗人。孙氏见他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心里就不服气起来，但笑道：你且说来听听看，是不是坑骗人？大家伙一听，不就都知道了？那花主闻言，伸出根手指道：10万钱。牡丹愣了愣，回头低声问孙氏：六嫂，现在1斗米多少钱？孙氏先是在他耳边低声道：150钱1斗，上好的180钱到200钱也是有的。接着又大声同那卖花的汉子道：你这花是出挑，可是却也不值10万钱。周围的人见状，都围了过来看热闹。内中一个穿玉色圆领袍子，勾鼻鹰目，30来岁，又高又壮的络腮胡笑道：邹老七，早说了你这花不值这许多，6万钱卖了，我也就买了。被称为邹老七的花主抱着手道：我便要卖这许多。你们这几日来看花，可见着谁的比我的更好？众人只是笑，却又到过的几日就谢了。邹老七翻了个白眼，那某就留着秋天卖街头。他的人缘大抵是不太好，众人纷纷冲他一挥袖，道：既如此，你日日来这里作甚？你这株花又能有多少街头？大湖红虽然不错，却又哪里及得上那瑶皇魏子？你要卖几年才能卖上这价？小心跌价。牡丹也不管旁人喧嚣，只低头默算。按现代的算法，1斗米大约是12市斤左右的样子，按200钱1斗米算，10万钱就是6000斤米，乖乖，够多少人吃1年了。原来当初潘荣肯出100万钱给他买那魏子和玉楼点翠，果然是出了高价，难怪的他拒绝时潘荣会气成那个样子，说他不知好歹。可是按着现代人炒作兰花的疯狂度来看，又算得什么？他在这里低头算账，那邹老七却把气出到他身上了，不耐烦地道：勿那小娘子，你到底买是不买？对于这种欣赏型的，牡丹本就是了解一下行情，并没有真的打算买。他要买的是那些从山间野地挖了来的稀奇品种和原生品种，又或是产生了异变的花朵，好方便拿了来杂交育种的。可今日看来，却没有什么合适的。况且这邹老七的态度实在太糟糕，他正要摇头，先前不声不响的张氏竟突然开了口：7万钱，你卖我们就买了。牡丹忙阻止他：五嫂，别，不就是一株花吗？嫂嫂，我买了送你。张氏握了握他的手，示意他别说话，认真地看着那邹老七道：我干脆，你也干脆些，卖是不卖？邹老七有些犹豫，正要开口，先前那穿玉白衫子的络腮胡子突然道：75000钱，卖给我。邹老七一听，喜得抓耳挠腮，偏偏又拿眼睛看着张氏道：这位夫人，您看这络腮胡也不知是什么来路，在这里转了好几天，买了许多花去，天天都来问他价格，每次却都把价压得老低。如今看着有人要买了，熬不住了吧？被人抢着买东西，简直是欺负他们是女人吗？张氏和孙氏俱都大怒，狠狠瞪着那人，异口同声地道：8万钱。孙氏极快速地低声对张氏道：咱们一人出一半。虽然张氏和牡丹更亲一些，但自己也是牡丹的六嫂，哪能五嫂送了东西，六嫂却不送呢？又不是没钱。张氏也没说好，也不说不好，只挑衅地看着那络腮胡。那络腮胡冷冷地扫了张氏和孙氏一眼，对着那邹老七道：85000。孙氏还要开口，牡丹忙制止住他们，对着那邹老七道：我们不要了，不是明码标价的东西，最怕遇上的就是这种哄抬的人，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做了局？按着先前张氏说的价格，他还觉得划算，如果这样恶性竞价下去，被人套住怎么办？
所以坚决不要，及时抽身最好。张氏和孙氏虽不以为然，但却尊重牡丹的意见。邹老七遗憾得要命，却又望着那络腮胡道：再加点，就是你的了。络腮胡冷笑：人心不足蛇吞象，10万钱卖与我。随着这声响亮的喊叫，刘畅大步流星地走过来，先恶狠狠地瞪了牡丹一眼，忍住想冲过去掐死他的冲动，背起手挺起胸，凶残地瞪着那络腮胡子，暗想道：死女人！他以为他搬走他那几盆破花，刘府就从此没有花可赏了吗？他才不稀罕，只要有钱，什么买不到。孙氏与张氏递了个眼色，上前将牡丹牢牢护住，何家的仆役婢女也拥了上去。邹老七大喜，又回头看着那络腮胡子，这位郎君出10万呢。本以为是10拿9稳的，谁知道斜刺里杀出个猛张飞来，何况表情还这么不善。那络腮胡子虽见刘畅穿戴不俗，神态张扬，似是什么贵公子，却也不惧，恶狠狠的道：11万。刘畅冷笑：12万。傲然对着那邹老七道：无论他出多少，我总比他价高。那络腮胡子看出他是来找茬的，想不通究竟是自己得罪了他，还是他与牡丹等人是一伙的，便不再与这纨绔子弟一般见识，只看着邹老七道：我听说你家里的院子靠近百济寺，你这些花都是寺僧送你的。邹老七听他这样一说，勃然变色道：是不是都和你没关系？接着回头问牡丹：小娘子，你果真不要了？牡丹自看到刘畅时，便猜他刚才一定是和潘荣喝酒来着，就有些心慌，虽不怕他当场打过来，却也不想主动招惹他，哪里敢和他抢着买东西，何况还这么贵。当下一手攥紧了马鞭，摇头道：不要。邹老七看也不看那络腮胡子，对着刘畅道：这位郎君是你的了。刘畅也不管那络腮胡子杀人一般的目光，淡淡的指了指膝下：等着，稍后跟着去拿钱。回头一瞧，牡丹早就和张氏孙氏一群人往另一边去了，完全是自己为无物，不由咬紧了牙根，握紧了拳头，这可恶的死女人。牡丹本已被败了心，是要走了的，但又见2个衣衫褴褛穿麻鞋的年轻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抬着一株约有1人高的粉色单瓣紫斑牡丹，满脸期待地朝这边走了过来。牡丹只一看就知道那株紫斑牡丹是野生的，这就是他要的东西。牡丹便改了主意迎上去，问那2个小伙子：你们这花也是要卖的吗？刘畅一见，阴沉着脸也跟了上去。那2个小伙子见牡丹主动上前问价，便都停下来，打头一个看着年龄似要大些，像哥哥的，略带羞涩地道：是要卖的。夫人要相看吗？正是要看。牡丹示意他们将那株紫斑牡丹搬到路旁柳树荫下去放好。那2个小伙子对视一眼，喜不自禁地依照牡丹的话做了，也不打扰牡丹，自站到一旁去歇气，将花边的地儿留给牡丹等人。周围的人便都笑牡丹与这2个小伙子，这不过是野牡丹罢了，漫山遍野都是，花瓣又少，颜色又单调，好多人家园子里都有，有什么看头要园子里更多，卖的人敢卖，买的人也真愿买，都是吃的。甚至有人大声招呼牡丹过去买自家的花。小娘子，不如买我家的，我家的这个比他这个好多了，你看看这花，看看这叶，可都是精心刺弄出来的。那2个小伙子闻言，黑脸越红，羞得抬不起头来。都听人说，京城中人最爱的就是牡丹，一丛深色牡丹可以卖到10户中产之家纳的赋税之资。他们也知道这野牡丹林子里到处都是，没什么可稀罕的。可这株牡丹不同，以往见到的这种牡丹大部分都是白色的，但这一株却是粉色的，所以他们才敢挖了赶路来卖，也不图它多少，能换点油盐钱也是好的。被人笑话，牡丹却也不恼，淡淡地望着那些人笑了笑，上前仔细观察面前的植株。才一靠近，牡丹花特有的芬芳就扑鼻而来。紫斑牡丹顾名思义，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花瓣的基部都有或大或小的墨紫色或棕红色、紫红色斑，称复斑。花朵直立，香味浓郁，主枝粗壮，直径可达4寸余，株高达1丈，乃是牡丹中的大个子，有墙里开花墙外红之说，种在园子里自有它特殊的风采。但牡丹最喜欢的还是它抗旱耐寒、病虫害少、花期晚的优点。作为杂交选育的资源来说，是很难得的。这些人不知道牡丹懂行，只道她是不识货，却又喜欢赶时髦养牡丹的富家女子。刘畅却是知道牡丹爱花、懂花的。这株不起眼的牡丹花如此吸引牡丹，必然有它的道理在里面。刘畅想到此，便停了脚步，收了要找牡丹麻烦的心思，立在一旁静静观看。一株花树的价值，很大部分体现在它是否能成活上面。
牡丹仔细检查了这株花的根部，确认可以栽活之后，便与那2个小伙子谈起价格来。你们想要多少？那2个小伙子对视一眼，年长的那个大着胆子道：俺听说牡丹花很贵，很值钱。旁边一个卖花的笑道：对，很贵，你这个少说也要值5、6万钱。众人捂着嘴一阵嗤笑，唯有那邹老七和那络腮胡都若有所思地看着牡丹，不参与众人捣鬼。那2个小伙子见状，也知道旁人是故意欺负自己，不由又羞又恼。年轻那个犹豫片刻，红着脸大声道：俺们不知价，夫人愿意给多少就是多少。反正俺们也是从山里挖来的，虽然走了老远的路，但力气出在自家身上。年长那个闻言，丧着脸拉了拉他，低声嘟囔了几句，意思是怪他蠢，哪有任由人家给钱的。年轻那个不服，大声道：兄长你也看到了，除了这位夫人要，只怕其他人都不肯要，难道又扛回去不成？换点油盐钱就是好的，倒是老实。牡丹制止住兄弟2人的争执，压低声音道：我给你们1万钱，你们看这个价格可公道？本想着再好也不过就是随便几百钱或是1000余钱的生意，哪想牡丹却给了这个价。相比刚才众人嗤之以鼻的态度，果然是太公道不过了。但这兄弟2人粗中有细，对视一眼后，哥哥哼哧哼哧地道：你怎么这般舍得？别不是还有其他心思吧？城里人最狡猾的。牡丹笑道：我有条件呀，以后你们若是再看到长得和其他不同的，便挖了来卖给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目前他没机会去深山老林，如果能与这2人达成协议，他们农闲时替他找来这些野生异化品种育种，那是再好不过的，那真是再好也不过了。弟弟正要大声嚷嚷，牡丹又低声道：莫让旁人知道，不然以后他们都去挖了来卖，你们还卖什么？牡丹说这个话是有私心的，如果人家得知这野牡丹买了高价，指不定就会都跑去刨野牡丹，那些野牡丹落到其他人手里根本就不起作用，还会破坏野生种群。弟弟闻言立时捂住了嘴，惊慌地看了众人一遍，见众人都是一副好奇的样子往这边看，有人还大声问他们到底卖了多少钱，不由越发觉得牡丹说的很有理。当下收拾了脸色，接过雨禾递来的定钱，喜滋滋地跟着哥哥去抬那株花，要与牡丹等人一同去拿钱。孙氏与张氏虽不知牡丹为何其他花都看不上，偏偏看上这株野花，但对牡丹花他们是远远不如牡丹这般熟悉的，便也不多语，问明牡丹的意思后便准备回家。牡丹才走了没2步，就被刘畅堵住：你到底给他们多少钱？这花有什么古怪？牡丹自是不会告诉他，只淡淡一笑，转身从另外一个方向走。不知为何，刘畅总觉得牡丹是在嘲笑自己，心中一股邪火猛地往上窜，不由上前拦住那兄弟2人道：一样都是卖东西，便是价高者得，他卖多少钱，我比他高。先不说这株野牡丹必然有古怪，就凭他心里不爽快，他也不要让和牡丹顺心。那邹老七和络腮胡也走过来问那兄弟俩：卖了多少钱呀？看你们高兴的。说着围上去仔细打量那花，各有思量。其他人见状也俱都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打听价格。他若是不主动问起这株花，只怕这些人是不会瞟这花一眼的。看到他买，却都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这是人本来就有的逐利之心，没什么奇怪的。最可恨的是刘畅，分明就是故意来捣乱，和自己作对的。牡丹恼火起来，望向那兄弟俩，指着刘畅道：这位郎君很有钱，他出的价可能比我高，你们辛苦这一趟不容易，我不为难你们。想要卖给谁？刘畅尚未开口，那兄弟2人已然摇头道：凡事总有先来后到，已经收了定钱的，怎好反悔礼？这位郎君若是要，改日俺们遇到合适的又挖了来，就是对于其他人的问话，坚决不答。他们又不蠢，自然要图长远，保住这生财的法子。既如此，就和我们一起去拿钱吧。牡丹微微一笑，这样的回答可以说在他的意料之中，不是所有人都和那邹老七一般贪钱，和那络腮胡、刘畅一般不讲道理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讲究心意2字。那络腮胡见兄弟2人不答自家的话，猜着价格必是不便宜，便凑过去和牡丹套近乎：小娘子，我看你检查花根的样子也不像是不懂花的，你买这株牡丹去做什么？因着先前此人与张氏争买牡丹，牡丹对此人的印象差得很，自然不会实话实说，淡淡一笑：各花入各眼，我喜欢它的香味，也喜欢它高大。刘畅见牡丹与这络腮胡答话，心中异常不喜，闪身到牡丹面前，恶声恶气地道：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和我回家，和我回家，我就再也不计较从前的事情，饶你这一回。
众人闻声都觉得奇怪，既是一家人，为何又要竞价？他呸！渣渣！他要再回头跟了他去，他便也是渣。牡丹只做没有听见，回头望着张氏道：五嫂，我记得咱们家在这附近就有香料铺子的，是四哥管着吧？如果说何家大郎暴躁，何四郎更是个暴躁的，手下的伙计五大三粗都不是好相与的。虽说生意人和气能生财，但何家的珠宝香料生意是需要经常出海贩货的，遇到水稻那更是要操刀子拼命，所以养成了何家人不怕事的性格。他不知道刘畅的武力值究竟有多高，但他知道只要他敢动手，何四郎一定不惧怕。反正何大郎已经打过刘畅，结下仇了，也不差这一顿。张氏道：我早就让人去喊四郎了，大约快来了吧？孙氏则笑道：刘凤一郎，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您又何必纠缠不休呢？依我们看，一日夫妻百日恩，好说好散，对谁都有好处。郡主我们也见过的，其实真正和您相配，郎才女貌，家世相当，堪为良配。您就放过我们丹娘吧，多管闲事。刘畅凶恶地瞪了孙氏一眼，他岂能不明白和家人话里话外的威胁奚落之意？想到何大郎的拳头，他更是气愤。他不见得就打不过何大郎，不过当时不想还手而已。今日不叫何家人知道他的厉害，他就把刘字倒过来写。当下冷笑着去抓牡丹的手：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有几个蛮横不讲理的哥哥，家里有几个臭钱吗？叫他来啊，叫来正好叫你家知道我刘畅也不是风一吹就折了腰的，更不是那任人宰割，想怎样就怎样的孬种。牡丹火冒三丈，皱眉躲开，冷笑着低声道：你说对了，我就仗着我有几个哥哥，家里有几个钱怎么了？是我偷了还是我抢了？难不成我有钱要装穷，有哥哥要装孙子才叫好？倒是你这个好种，人家不要还一定上赶着去，是想做什么就是为了证明你其实是个好种。有本事别把脾气发到我身上，你要真自尊自重，想要我说你还算个男人，便不要如同狗皮膏药一般的纠缠不休，叫人比薄轻视。反正讨好卖乖，求饶讲道理都是没用的，不如怎么解气怎么说。他的话说的虽不大声，却如同钢针一般刺进了刘畅的耳朵里，真是又痛又耻辱啊！他什么时候落到这个地步了？刘畅一时之间觉得周围所有人都在看着他，鄙视地看着他，不由血往头上冲，扭曲了一张俊脸，一双眼睛瞬间瞪大，瞳孔却缩了起来。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死死瞪着牡丹，本是想撂几句狠话把面子掰回来，出了口却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着谁。牡丹一愣，知他是莫名其妙怀疑上了理性，随即鄙薄一笑：别以为旁人都和你一样龌龊，真是好笑啊！旁人对他好，肯替他出头，就一定是那种关系吗？这是要往他身上泼脏水了。龌龊！刘畅血红了眼睛，指着远处匆忙赶来的一群人，嘶哑着嗓子道：你怎么说？会有这妖巧？牡丹回头一看，只见6、7个裹着细布墨额，穿着粗布短衫，胳膊露在外面的壮汉裹夹着2个人快步奔过来，其中一人穿灰色圆领缺胯袍，目露凶光，腆着个肚子，正是何四郎；另一人穿雪青色圆领箭袖衫子，行动之间脑后2根斧头角一翘一翘的，神色严肃，紧紧抿着唇，正是李姓。李姓帮忙也就算了，又怎能拖累了他？牡丹忍住心头的火气，望着刘畅正色道：我来你家后就只见过他2次，往我头上泼脏水，你面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两败俱伤，你这又是何必呢？我们本就不是同路人，为了一口气，值得一辈子互相耗着吗？他对李姓的维护之意不言而喻。刘畅哪有心思去细想牡丹的话，只恨恨瞪着李姓，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杀机崩现，手缓缓握上了腰间的佩剑，骨节发白。好汉不吃眼前亏，而且看刘畅这个表情，似乎是要出大事了。在一旁看热闹的潘荣见势不好，忙冲上去一把抱住刘畅，示意膝下和身边跟着的人上前帮忙，不住口的劝刘畅：子叔，你莫犯糊涂，不值得，是我不好，我不该多嘴。何四郎也看出情形不对，挥手让其他人将周围看热闹的人驱散开，挡住李信，他自己双手卡在腰带上，挺着肚子慢慢踱过去，皱着眉头看向刘畅：凤一郎从哪里来？正好家父过几日要带我兄弟上门商议丹娘的事，既是今日碰上了，便去喝杯薄酒如何？我那里有上好的波斯美酒。刘畅被潘荣死死抱住，苦劝一些后，看到牡丹微蹙的双眉，明显烦躁不耐烦的表情，突然心头一冷，觉得索然无味。不值得，自然不值得，可是叫他怎么甘心？他的手慢慢从剑柄上松下来，僵硬的挺起背脊，指着正关怀的看着牡丹的李信，大声喝道：李行之，
清华前2日送到何家的帖子是不是你捣的鬼？你要是个男人，就说真话。此话一出，何家人俱都把疑问的目光投向李姓。李姓的眉头跳了跳，轻轻一笑，随即挺起胸膛坦然道：是我，丹娘没有任何过错，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你们活活折磨死。是男人，敢做就要敢当。我敢，你敢吗？听他这样说，何四郎等人的脸色从震惊迅速恢复到正常，随即若有所思，牡丹却忧虑起来。难怪刘畅会怀疑他和李姓，如此痛恨李姓，原来这中间有这一节，他倒是出了狼窝，李姓这回却是把自己赔进去了，他欠下的人情大了。我敢，你敢吗？李姓的这句话充满了挑衅意味，刘畅神色晦暗不明，从牙齿缝里丝丝挤出几个字来：你有种，我记住你了。潘荣指着李姓喝道：行之，你过分了，这事又缺德又阴险，是你不地道。李姓认真地看着潘荣，朝他一揖：潘世子，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请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不缺德？既然合不来，便该另行婚配，各自成全才是，非要折磨死对方，难道是有复仇？有复仇哪里能做亲？你坏人姻缘实在是要不得。潘荣眨眨眼睛，拒绝回答李姓的问题，转而回头看向牡丹道：我从来小看了你，你有出息。又笑眯眯地看着何四郎道：见者有份，波斯美酒我改日再来叨扰，你别不认账。说完命周围的人跟上，死死夹着刘畅去了。牡丹默默不语，看人果然不能看表面，潘荣自有他一套生存方式。嬉笑之间，便替他自己和何家日后交往留下了余地。他改天闲着脸来寻何四郎，难不成何四郎还能把他赶出去？这样的人貌似和谁都不亲，其实又和谁都有点瓜葛，留有余地。至于李姓，更是个干脆利落、见缝插针的。这里刚求上他，巧遇上清华郡主那件事，他片刻功夫就寻了有利的办法出来，这份心机不是常人能比的。却说邹老七在一旁忙跟了上去问西夏，还要不要我这花的？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买什么花？真是不会看眼色。西夏厌烦地挥着袖子赶他走，去，没事添什么乱？邹老七叫苦连天，哪有这种道理？可不能坏了我的生意又说不要啊。西夏，领他去咱们家的铺子里拿钱。刘畅顿住脚步，回头淡淡地扫了邹老七一眼，眼角扫过牡丹，但见牡丹静静地立在那里，淡蓝色的牡丹卷草纹罗衣裙随着初夏的风轻轻浮动，人却是望着天边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看都没看他一眼。刘畅狠狠回头，他不会便宜这对狗男女的。何四郎好心的建议，丹娘要不要先去咱们铺子里歇歇，稍后咱们一起家去。张氏也劝牡丹，这会儿正热，我们去吃碗冷淘不了，得忙着把钱给人家，别耽搁人家赶路才是。牡丹心情不好，本想立刻归家，可看到那兄弟二人也跃跃欲试，直舔嘴唇的样子，便改了主意道：也好，我今日烦劳了大家，没什么可谢的，就请大家吃碗冷淘。何四郎本是领着这群人在下香料，听到家人报信，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闻言便道：我那边香料才下了一半，还要接着干活，你让店家送过来。又特意安排了2个膀大腰圆的汉子送牡丹等人回家。牡丹应了，又问他店子里还有多少人，即下属后方牵着马去了张氏强烈推荐的那家冷淘店。牡丹立在门口一看，不大的店门口竟然拴着许多配饰华丽的马匹，还有青衣童子在照料。张氏笑道：他家的水花冷淘非常有名，富贵人家子弟来吃的极多。冷淘其实就是暑热天食用的凉汤面，张氏推荐的这家冷淘店极其有名，冬天卖热汤饼，夏天卖冷淘，有好几种口味，其中有从成都传来的槐叶冷淘，也有水花冷淘。当门放了面案、炉灶等物，一个20多岁又黑又瘦的厨子就立在案板前，握着菜刀霍地切着面片，切出来的面片又薄又均匀，刀工之好不亚于当初蒋长阳飞刀快鱼。切好的面片自然有人将其放到冷水盆中去浸泡片刻，然后又捞出猛火煮熟，冷后上盘加入肉汁汤，香菜上桌。张氏笑指着那泡面片的冷水盆给牡丹看，低声道：里面是酒。这就是他家和其他家不同的地方了。孙氏也补充道：还有就是他们家这师傅了，别家已经用上了刀机，他家还是他一个人切。正说着，那厨子抬起头来，木木地扫了众人一眼，淡漠地垂下眼，丝毫不见热情地道：今日被人包店了，客人明日请早。牡丹想到门口那许多配饰华丽的马匹，知道所言不虚，便拉了张氏和孙氏回身要走。才刚转身，就见一匹紫流马停在店口，马上的灰袍男子娴熟地翻身下马，
看也不看就将缰绳扔给一个迎上前的青衣童子，大步流星往里走。经过牡丹身边时，顿住脚步，咦了一声，扫了一眼那珠子般牡丹，笑道：“夫人来买花。”原来是他。牡丹没有想到蒋长阳会主动和自己打招呼。蒋长阳的打扮一如上次见面时一般，穿得朴实无华，那把横刀仍旧挂在腰间，唯有表情要比上次生动了许多。一笑之时透着一股子羞涩味，不说话时显得有些过分生硬的脸部线条一下柔和起来，很容易就拉近了距离感。大约是个不太擅长和女人打交道的人。牡丹想到此，便正儿八经朝他行了个礼，笑道：“正是。”蒋长阳往众人身上一扫，便明白众人是来吃冷桃没吃着的，便道：“你们稍后。”言罢往里去了。牡丹莫名其妙，张氏忙问：“你认得他？”牡丹道：“前几日在刘家见过。”说过几句话的孙氏异想天开地道：“必是去和包店之人商议，好教咱们也吃上冷桃的。”张氏笑他：“你就光记着吃。”话音未落，就见蒋长阳和个身材矮壮、穿胡扶着鹿河靴、配金银装饰的叠蟹带的络腮胡子出来。那络腮胡子只打量了牡丹等人一眼，就爽快地吩咐店家：“安置好这些客人，都记在我名下。”牡丹看这人眉目之间自有一种沉凝之感，不怒而威，又观其叠蟹带，知道不是普通人，便暗想到：人家包了店子，自是有其不便之处。蒋长阳此举固然是他有理周到之处，自己也不能不知好歹就给人添了麻烦。当下郑重行礼道谢，彬彬有礼的拒绝。那络腮胡子也不多话，只微微一笑，往里去了。蒋长阳笑道：“您太客气了，不过一碗冷桃而已，既然是来了吃了再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是真觉得不便，可以自己付钱。他家最有名的是水花冷桃。”不过点头之交，也不知他为何殷勤至此。牡丹迟疑地看向蒋长阳，不期然的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丝怜悯和可惜。他恍然大悟，原来人家以为他可怜得很，难得出门一趟，今日没吃成这有名的水花冷桃，以后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吃上了。当下微微一笑：“没事儿，我明日又来。”蒋长阳闻言倒有些意外，又见牡丹笑容灿烂，雨禾也正满面笑容的和身边一个侍女说话。孙氏张氏之流对牡丹亲热体贴，情势与当日完全不同，心想大概是发生了自己不知道的其他变故，便不再勉强牡丹，朝牡丹抱了抱拳：“既如此，请自便。”牡丹上马前行10余丈，方又想起一件事来。他忘了问蒋长阳住在什么地方。当初是通过潘荣认识的此人，因他解围，故而答应送他几株牡丹。可是如今他已与潘荣、刘家翻了脸，他日就算是想兑现诺言，也不好去问潘荣。但此刻再折回去问，却是有些多事了。也罢，只要他人还在这京城中，总有机会再遇到的。一行人回了宣平坊，孙氏和张氏争着要给花钱，牡丹坚决阻止了，让门房倒水给送自己归家的伙计和那兄弟2人喝，后赏那2个伙计，打发他们回去时另行买了吃的去犒劳铺子里的其他人，又让林妈妈拿出10民钱交给那兄弟2人。那兄弟2人把钱到手，高兴的什么似的。夫人不必替俺们操心，这就去换了米油盐回家。哥哥左右打量一番何家的门头，笑道：“俺叫张大郎，他是俺弟弟张二郎。下次如果俺们再碰到这种花，夫人还要的吗？”牡丹笑道：“寻常的我不要，必须是像这种与众不同的，比如说生在野地里，花瓣更多，味道香浓，颜色也不一样的，拿来我便要。总之越稀罕越好。”张二郎踌躇片刻，道：“俺想起来了，后半山往生崖下有棵牡丹，有些古怪。”牡丹道：“怎样一个古怪法？”张二郎比划着：“俺记得俺小时候就看到它了，一直就长不高长不大，到现在也就是1尺半高左右。”牡丹认真地道：“是开花之时有1尺半高，还是其他时候也有1尺半高？花大朵吗？开的可多？什么颜色？”他隐隐觉得自己大抵是遇到了一株微型牡丹。牡丹花在民间有长1尺缩8寸之说，实际上并非如此。牡丹春季萌发，一个混合芽抽生的初部是茎的延长，然后生叶，顶端形成花蕾，花蕾下面有一段相当长的花梗，花后残花与花梗相连干枯而死。原来抽生的茎只有基部1/3或者1/2连续形成次年开花的混合芽或者叶芽，并逐渐木质化。所以在春季开花前后，由于花梗延长，植株显现增高，花后花梗萎蔫脱落，好像植株又变短了。从他这些日子的观察结果来看，株形高大挺拔，花朵丰满，开花繁茂是京中人士对牡丹观赏的基本要求。但他们就没有想过，株形小巧低矮，年生长量小，根细细，
短而多的品种更适合做盆栽乃至盆景，用于室内装饰布置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也是它今后育种的方向之一。假设这株野牡丹真如同张二郎说的一般，就是开花之时也只有1尺5寸高，便是将来培育微型牡丹的好材料。王公贵族之家，案头脊上若上放上那么一盆牡丹与其他花石组合而成，寓意吉祥的盆景，可以想象得到会是怎样的效果。张二郎见牡丹发问，想了很久，方傻傻地道：花是白色的，不是很大朵，还多吧？俺没注意到底是啥时候有多高，只知道它矮小就是了。难不成还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不管如何，你去挖了送来给我就是，千万小心不要伤了须根。假如果真如同你说的，还是余你1万钱，就算不是，也不叫你白辛苦这一趟。牡丹一时半会儿与他解释不清楚，只能是见到花又再说。张家兄弟闻言，再三保证最多3天后就挖了送来，又记了一遍何宅的具体位置，方欢欢喜喜的去了。送走那兄弟2人，牡丹方进去看岑夫人，远远就听到众人欢快大笑的声音和甩甩谄媚无比的声音。好阿娘呀！林妈妈解释给牡丹听，当初她最爱学你这一句，去刘家3年已经忘了的，今早起来听到众人和夫人请安问好，孩子们叫娘撒娇，就又想起来了。夫人倒被叫他弄得伤了心，过后却又叫人拿南瓜子赏他。牡丹听得好笑，这臭鸟见风使舵倒是挺快的，这么快就抱上了我娘的大腿。雨禾笑道：不是夸口，奴婢见过的莺歌中，这鸟的聪明当数头一份。那日还多亏了他，奴婢不过教了他几回，竟就记住了。牡丹沉吟道：回去交代宽和顺都注意些，要紧话不要当着他说。雨禾小心应下。住在这家里，目前也不能说谁不好，看着倒是大家都挺疼牡丹的，但人多口杂，要是不注意说了不该说的话，又叫甩甩传出去了，便是给牡丹增加烦恼，给岑夫人惹麻烦，自然得万般小心才是。岑夫人午睡刚起身不久，正歪在廊下的凉榻上歇凉，周围围着何家的女人和小孩子们，喝茶的喝茶，说闲话的说闲话，听孩子们背书的听背书，其乐融融。见牡丹进去，尽都笑眯眯地给他挪地方，让他在岑夫人身边坐下。岑夫人握了牡丹的手道：幸亏今日你们带的人多。牡丹见孙氏和张氏都围在岑夫人身边，心知刚才的事情他2人一定已经和岑夫人说过了，便笑道：若是人少，我也不敢随便出门。岑夫人点点头：你李家表哥做的那事儿是真的？牡丹犹豫片刻道：似乎是真的。刘畅问他，他承认了。得罪了那2人，他以后怕是不好过了。而刘畅之所以敢问李姓，多半也是找清华郡主问过，清华郡主不认账，才会怀疑到李姓身上去。其实以清华郡主那个性格来看，做这种事情是迟早的。李姓就是不认，刘畅也未必就能完全断定是他这一认账，倒是把刘家和清华郡主都完全给得罪了，他以后的日子只怕会难过许多。岑夫人叹了口气：这孩子呀，你欠他的人情大了，叫他怎么说才好？他看了牡丹一眼，见牡丹垂着眼，心情似是很沉重，便不再多语，只催牡丹：不是买了花吗？赶紧去栽啊！见牡丹起身去栽花，几个侄女侄儿忙七嘴八舌的和自家母亲请假，跟着牡丹往后院去了。张氏方道：娘，我看今日刘畅是动了真怒，把所有气都撒到行之身上去了，只怕后面会更加刁难。他和孙氏都是女人，自然明白刘畅和牡丹说的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是作为儿媳，是怎么也不能当着婆婆说小姑私情的，只能是很隐晦的提一提。岑夫人沉着脸道：该怎么来往还怎么来往，身正不怕影子斜。张氏和孙氏对视一眼，齐齐应了一声是。牡丹带着一群尾巴入了后院，在远离其他牡丹花的后院角落里找到一个地势高燥、宽敞通风又能遮阴、土层深厚、疏松肥沃的地方，准备做这株紫斑牡丹的新家。林妈妈笑指了假山旁：丹娘，将它种到那里去，和其他花作伴起不是更好？牡丹摇头：这里就不错。林妈妈打量了一番周围的环境，道：是了，这里空着，不如种这里好。牡丹只是笑，新买的花是不能立刻将它与家中原有的花木放到一处去，原因是它若自身带了病虫害来，便会将传染给其他花木。妥当的法子是将它别置一处，仔细观察一段时间，确认它健康后，才能让它和其他花木放到一处。选好地点后，牡丹见那枝头上开得正艳的花就这样扔了可惜，便叫宽取了修花专用的大剪子、花瓶，装了清水的铜盆来挽了袖子，把盛开的花和可能开放的花苞按着先切花的要求压入水中剪下，
递给几个折纸女插入瓶中。几个孩子从来见人折花，都是一剪子下去了事的，就没见过牡丹这种压入水中再剪的方式。10岁的瑞娘好奇道：姑姑，为什么要将它们压入水中才剪下？还有，你剪的口子是斜的，压入水中再剪，那是为了不让空气侵入织经导管内，阻碍吸取水分，切成斜口更是为了增大它的吸水量。但这个道理牡丹和孩子们说不清，只能含糊道：这样花插瓶的时间更久一些。几个孩子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个个蹲在一旁地东西，七嘴八舌地问问题。姑姑，你改天还要上街吗？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姑姑，你教我种花。姑姑，你今天买的这个花没其他好看，只是要香些。你就是喜欢它香才买的吗？姑姑，你们去吃冷桃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带点回来？牡丹一边微笑着回答他们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一边拿了剪子认真地将紫斑牡丹劈裂，折而未掉的伤根剪除，又将过密枝、弱枝从基部夹掉，又把其他枝条按着整形要求留下外芽，分别剪去1/2到1/4，使枝量少于根梁后方才罢了手，吩咐婆子挖坑。本来该先在土壤里撒施夫南丹或甲基异柳林颗粒剂，防治地下害虫和根节线虫，再用甲基异柳林和甲基托布金的混合液浸蘸整个植株，消除植株所带病虫的。但这是古代，他从哪里去找这些东西？少不得按着古法，指挥婆子用白脸末和细土混在一处防虫，又在坑底放了碾碎的豆饼做基肥，方将紫斑牡丹按着原来枝条的阴阳面栽了下去。因为牡丹栽深易烂根，并不敢栽深，只将泥土掩埋到原来的种植线上，动手里撑展根部，采拾泥土，又用木桩子固定好。牡丹正要叫人取缸子里晒过的井水来浇花，方发现身后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个个的表情都稀罕得很。何志中的扬州美人杨氏穿着宝蓝印花绢裙，描着斜月眉，点着石榴胶唇妆，白如凝脂的圆脸上堆满了甜腻的笑容，扇着美人团扇道：哎呀呀，丹娘这是大出息了，亲自动上手了呢，看看这花种的比咱家老张头还要像样子。老张头是何家专门刺弄花木的花匠。岑夫人听杨氏这样形容就不高兴，什么大出息了还和个花匠比，当下便道：养花怡情，他从前就爱刺弄这个，那时候身子不好，自然是只能指着别人做，现在身子好了，有精神了，自然要亲自动手。众人见岑夫人这毫不掩饰的偏爱，俱都微微一笑。杨氏也不生气，只是笑。其实婢妾一直都觉得丹娘这次回来精气神很好，所有的病气都一扫而光，说明这是苦尽甘来，要享福了。这话岑夫人爱听，一边张罗着叫人取水给牡丹洗手，一边笑道：你这话说对了。牡丹只是笑，因着移栽后浇水是成活的关键，并不敢放手给人去做，自己拿了水瓢认真将水一次浇透灌足，方放下水瓢准备洗手。洗净手后，竟然是吴氏亲自递了金子过来给他擦手，不由唬了一跳。姨娘怎地这般客气？吴氏温和地笑道：不过顺手而已。坚持将金子塞到了牡丹的手里，亲热地拉着她的手替她擦干。杨氏在一旁瞧见，拿扇子扇了扇，古怪一笑。见自家男人的亲娘如此着意讨好牡丹，真是脸上闪过一丝不悦，把脸侧开去和张氏说话。牡丹将众人的脸色尽都看在眼里，却不能拒绝吴氏的好意殷勤，无奈接了，认真道谢。吴氏虽然是妾，但在何家的地位很不一样，他得到何大郎几弟兄真正的尊重，特别是何四郎对待他更是不同的。相比岑夫人和杨氏，吴氏并不美貌，只因他是岑夫人的陪嫁，深得岑夫人信任倚重，年纪大了，这才做了何志忠的妾，生了何三郎。多年来，无论何志忠外出跑货还是在家中，他都一直跟在岑夫人身边端水持金，帮着料理家务，恭顺温和，很得家里上上下下的喜爱和尊敬。但真正让他拥有岑夫人和何志忠看重、何大郎等人尊敬的原因，却不是这个。牡丹并不是这家里的独女，她头上本来还有一个夭折了的姐姐，正是吴氏生的，只比何三郎小1岁。那个时候，何家远没有今天这么兴旺，也没这么多人手。何四郎出生的时候，岑夫人难产，何志忠不在家，他全心全意扑在岑夫人身上，忙了个昏天黑地。待到岑夫人脱离危险，母子平安后，人们才发现何大姐不见了，再找，才在井里发现了。从那以后，岑夫人和何志忠对他就有一种亏欠感，凡事总是会替他和何三郎多考虑几分。何四郎更是记着他的情分，要求李氏一定要尊重吴氏。李氏果然做到了，却也因此和吴氏的亲儿媳三郎媳妇真是结了怨。吴氏和从前的牡丹相处的不错，但换了性子的牡丹对他和杨氏一直就是敬而远之的。
不是说记忆中吴氏对何牡丹兄妹或是岑夫人有过什么不好的地方，而是一直都太好了，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何三郎和甄氏。他想不通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人做到这个地步。岑夫人见牡丹不自在的样子，又看到杨氏和甄氏的不自在，便笑道：阿吴，你别管他，让他多动动，对他身子有好处。牡丹趁机从吴氏手里抽出手来，微微带了几分娇嗔，笑道：人家都是大人了呢，姨娘这样孩子们都要笑话我了。吴氏微微一笑，自动退到岑夫人身后去。杨氏轻轻一笑，瞟着吴氏道：姐姐还当丹娘是小孩子呢，我16时就生了6郎，丹娘很快就满18岁了。吴氏只笑不语。岑夫人的脸色却难看起来。甄氏见状，心里越发有气，暗想牡丹摆什么谱，又怪吴氏总是凡事先就矮人3分，在岑夫人面前小心翼翼也就是了，在杨氏面前也这样子，在所有人面前都这样子。何三郎也是这样一个温吞脾气，成日里就跟在何大郎、何二郎身后讨好卖乖的，生生叫自己在几个妯娌中就低人一等。雨禾在一旁见甄氏脸色不好看，忙捧了2只紫斑牡丹递给他，陪笑道：三夫人，您看这花可香呢，与其他又是2种样子，谁耐烦要这扔了不要的花？甄氏抿唇笑道：我就是粗人一个，哪里懂得这些花花草草的，天不早了，得赶紧把事做完。也不接雨禾手里的牡丹，径自牵了独子何烈往前头去。你还没背完书呢，咱们继续去背。又问2个女儿：你们的字都写好了？眼看天就要黑了，再不做完，带你爹回来，看我不叫他收拾你们。虎德惠娘和云娘慌慌张张地赶去追他。杨氏立即命人接了雨禾手里的牡丹去，笑道：看看三郎媳妇这脾气，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的。正好的，我没见过这样香的牡丹，就给我了呗。雨禾赶紧递过去，其余人等借机将剩下的紫斑牡丹竟都分了个干净，冲散了甄氏莫名发脾气带来的不快。薛氏自前面来喊众人，说是何志忠父子回家来了，于是女人孩子们俱都欢欢喜喜地往前面去。吴氏瞅了空道牡丹跟前，巧声道：你三嫂是生我的气呢，你别和她计较。牡丹笑道：自然不会，大家庭就是这样子，谁突然生气了，又突然高兴了，都很正常，她有心理准备。当夜李姓又跟了何志忠父子回来，谈笑自若，坦坦荡荡，也没觉得他骗了何家人有什么难为情的，仿佛就是天经地义一般。何志忠却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饭后反而留李姓在书房里商量了许久，出来后宣布，说是中人已经找好，让大郎和二郎第2日同他一道去刘家。先礼后兵，戚夫人最近心情很不好，那何家的病秧子在他眼皮子底下整整3年，他就没想到竟会是这样一个翻脸无情的人，看到自家夫君被打，眼睛也不眨一下，走得更是头也不回，弄得他又恨又恼，又羞又疼。虽然盛怒之时他恨透了那病秧子，巴不得那短命折寿的病秧子一去不复返才好，但事后他却是有些后悔的。他何家用那件事情来威胁自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却是这关口何家儿媳妇的位子不能空缺着，明摆着就给人可趁之机嘛。所以他完全赞同刘成彩的拖字诀，谁怕谁啊，他孙子孙女都是有的，还可以继续生，将来拖得他和牡丹人老珠黄之后再一脚踹了，刘畅还是偏偏郎君一个，就凭他们这样的家世，照旧娶好人家的女儿。但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何牡丹走后的第2天，清华郡主就闻风而动，进了他家的门，美其名曰来看望他的，却又让人将刘畅给截住。刘畅也是的，虚与委蛇，烘烘托托不就好了，偏生他几句话不合，竟就不管不顾的和清华郡主大吵起来，气得清华郡主差点没把屋子给掀了。他怕出大事，上前去劝架，反被清华郡主一巴掌推出老远，闪了他的老腰。可他也顾不上了，劝住这魔头才是正事，到底没劝住。清华郡主撂下几句狠话后，怒气冲冲地走了。他想起清华郡主那脸色和那几句话，始终觉得不安得很，眼皮子不停地跳，似乎是要出大事的感觉。刘畅却是无所谓，甩甩袖子也走了。傍晚时，芬芳带着一身酒气回家，脸色难看的吓人，弄得一屋子鸡切鬼哭狼嚎的。他看着不像话，把西夏叫了去问，才知道刘畅差点和人动了刀剑，都是为了那不知廉耻的何牡丹。好容易等到刘成彩归家，他忙抓住刘成彩的袖子：老爷，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一个何牡丹就把我们家搅得天翻地覆的，我不管，你赶紧把这事儿给我弄明白了。刘成彩热得要命，中午时分的堂饭光顾着应付正事也没吃饱，饿得前胸贴着后背的，对已经不交的老妻撒泼就有些嫌烦，碍于慈威却又不敢发作，
只得耐着性子道：“热死了，好歹让我先将官服换下又再说，厨下有什么吃的弄点来。”念娇儿见急忙递上纱袍，要伺候刘成彩换衣服，念奴儿则道：“夫人见天热，特意让厨房给老爷备了清风饭，放在冰池里镇着的呢，奴婢立刻就去取来。”戚夫人见他果然热得满头大汗，难得贤惠地问他：“有刚煎好的蒙顶石花茶汤，你要吗？”“怎么不要？给我倒1大瓯来。”刘成彩换了轻松凉爽的纱袍，方惬意地往躺椅上一倒，翘起脚来给念娇儿脱靴。不想他热得脚胀了，平时又不喜穿大靴，就比往常有些难脱。念娇儿急得出了一身香汗，又怕弄疼了他，又怕在他面前待的时间久了引得戚夫人疑心，越急越难脱。刘成才本来心里有些烦躁，想骂人的，刚正起就看到念娇儿脸颊上那层犹如清晨花瓣上露珠的细汗，还有红润饱满的嘴唇和雪白的脖颈，碧绿的墨胸，于是忽如3伏天里被一阵凉风吹过，全身的燥意都消失无踪。也不说话，就翘着腿给念娇儿脱，甚至故意勾着脚脖子，叫他脱不掉。念娇儿做惯活的人，怎会识不出老爷这是故意刁难？不由战兢兢的飞快从睫毛缝里缩了一眼，但见刘成彩斜眼看着他，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不由唬得魂飞天外，全身都浸出一层湿腻腻的冷汗来，情不自禁就颤声喊道：“夫人！”刘成彩大为败兴，抬起脚来，冲着念娇儿当胸一脚，骂道：“你个吃闲饭的蠢东西，脱个靴子都脱不好，伺候你们夫人倒上心，我就不是你的主人吗？”念娇儿被踹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随即爬起，只是磕头，含着泪不敢发一声。得罪老爷只是吃气，得罪夫人却是要丢命。戚夫人端茶过来，见状冷笑了一声，将茶瓯往刘成彩旁边的几子上使劲一放，滚烫的茶汤溅出，烫得刘成彩纵身跃起，鬼哭狼嚎。他也不管，冷着脸将念娇儿赶了出去，一口啐在刘成彩脸上，咬着牙恨道：“不要脸的老东西，惹了祸事倒叫妻儿替你承头，日子这才好过一点，你就又起了那阿扎心思，祸事转眼就要到头上了，你看要怎么办吧？迟早叫你刘家香火无存。”刘成彩心头的鬼火一头一头的往上拱，咬着牙缩着肚子，好容易才把火气吞下去，忍气吞声的将袖子擦了脸上的唾沫，跺脚道：“又怎么了？”戚夫人出够了气，方将今日的事情前后说了一遍，道：“你再不想出个好法子来，不是那病秧子引得你儿子杀了人，就是那灭了你刘家的香火。”刘成彩心中早有计较，偏故意让他急。事已至此，你待要如何？何家吃了秤砣铁了心，难不成他能上门去把那病秧子抢回来不成？只要何家肯把那东西拿出来，又不要他还钱，那就大善，日后他就不信何家敢和他这3品大员对着干。至于郡主，刘畅不是喜欢吗？郡主有宠，比有些真正的公主还要受宠些，她真要嫁给刘畅，也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不能生，怎会断了香火？戚夫人闻言，一双美目瞬间睁得老大，上前去揪刘成彩的耳朵：“你是男人吗？我嫁你做甚的？我待要如何？”“好，好，你问得好，咱们这便当着儿子去说个清楚。”刘成彩吃痛，又见帘外似乎有人影闪过，不由大为恼恨，扒住戚夫人的手使劲摔下，恨道：“妇人之见，何至于如此？他何家区区一个商户，就算是有几个钱，识得几个权贵，又算得什么？怎比得我3代簪缨之家？他若是乖乖服小认输，我便罢了；若是要和我对着干，我必叫他好看。你少一天淫妇的挂在嘴上，当心祸从口出。他真想进这个门，是你我挡得住的。你无非就是怕他身份高，失了你婆婆的威风罢了。”戚夫人被他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却不甘心就此认输，但要将从前的事情扯出来说。刘成才已经抛了他自出去了，见刘成才走的头也不回的，他心下又有些着慌，又松不下脸叫人去看刘成才到底去了哪里。直到留在刘畅院子里盯着刘畅的朱嬷嬷这人来说是去了刘畅的院子，方才松了一口气。念娇儿上来伺候，他就怎么看都不顺眼，盘算着是不是要将念娇儿打发出去。正自盘算间，就听外面来报，舅夫人来了，却是他的娘家兄弟媳妇裴夫人来访。戚夫人正在心烦意乱间，就有些毛毛躁躁的，烦道：“天都要黑了，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却又不能不见，只能是认着念娇儿伺候好衣服发饰，方才懒懒地迎了出去。裴夫人年轻，不过36、7岁，发上插着金镶玉蜻蜓结条钗，系着五彩印花的巴拂罗裙，披着天青色的烫金披帛，踏着一双金丝百合履，满面春风地走进来，笑道：“阿姐，我前2日就要过来的，偏事儿多，来不着。今日好容易有了空，赶紧跑过来寻你。”
戚夫人淡淡的请他坐下，先问了家里人好，方问起他的来意。裴夫人见戚夫人懒懒的，明显是不高兴，倒不忙说自己的事，关心地道：可是天太热了，身上不舒爽，您别太操心了，儿子儿媳妇别太惯着。他不提还好，一提起这个来，戚夫人的鼻孔就差点往外喷火，哼了一声道：别说那个，说起我就来气。裴夫人惊讶地道：这到底是怎么了？谁惹您不高兴了？快说给我听，我去帮您出气。何家从刘家搬东西那么大的动静，早就从坊间传到官署里去了，他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他今日来的这件事，就得装着不知道引出戚夫人的话来才好。戚夫人说起当日的情形来，又自气得发抖。那何家当真是粗鄙之人，一家子都目中无人，全无半点教养。裴夫人静静地听他说完，方道：我听二娘说，那日子书和人动了手，就是演了舞马的，似乎也是他们何家的什么人。戚夫人恨道：可不是，是那病秧子短命鬼的远房表哥，就是宁王府长史家那个不做官偏跑去做买卖的崽子李行之，生得没有头脑，被病秧子挑唆2句就动了手，今日又险些动了刀剑，老天要保佑，叫他一个个的没落到我手里。裴夫人陪着他说了一些狠话，方佯作不在意的道：我听大郎说，端午节皇后娘娘寿诞之日，宁王府要进献2匹舞马给娘娘贺寿，届时会在勤政楼前献舞，不知你和姐夫可听说这事儿了？戚夫人不由一滞，皇后育有2个皇子，长子封了太子，才薨了不过2年多。皇后娘娘伤心得很，圣上为了让她排解忧思，这才趁着这个机会特意下旨命摆地献艺。先太子薨了2年多，贤明有才的成年皇子一大串，却仍未另立太子，可见是圣眷深厚。而这宁王不巧正是皇后的幼子。想到此，他狠狠拍了一下桌子，骂道：难怪的李行之有恃无恐，何家如此目中无人，原来是靠上好靠山了也。裴夫人垂头不语，人家李家做宁王府长史，又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他怎么现在才回过味来？难道真是享福想多了，人变傻了？戚夫人想了片刻，却又笑了起来，我才不怕他。裴夫人听戚夫人如此说，又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想到来时自家夫君的叮咛，便笑道：您当然不用怕他，想他李家从前不过商家出身，到了李元这一辈，方才侥幸做了官，熬到如今，也不过一个从4品亲王府长史罢了。他这话要反着听，亲王府长史虽然只是总管王府府内事务，比不得刘成才这样的3品尚书威风八面，可那是宁王身边至信之人，宁王如果没机会上位那倒也罢了，偏着宁王身份非同一般，自来多有胜券，出身低微的李元能钻营到这样一个官职，能说他笨，能小觑他吗？不能。偏戚夫人只是微微一笑：你可知为何武姓女那么难求？朝廷为何又专门下了诏令，不许武姓子孙自行婚配吗？裴夫人道：自然是知道的。本朝有自前朝年间就形成的武姓7家，乃是一流的高门大族，分别为清河吴氏、范阳白氏、荥阳王氏、太原秦氏、陇西萧氏、柏林吴氏、赵郡萧氏。他们通过与皇室和自身之间相互联姻，形成一个权势地位很高的集团。到了本朝，这武姓在朝堂上的势力虽大不如从前，在社会却仍有极高的影响力，官员权贵乃至皇室无疑不以与武姓结亲为荣。随便举几个例子，武姓女的踪迹无处不在，皇后出自荥阳王氏，宁王妃出自太原秦氏，楚州后世子潘荣之妻也出自范阳白氏，其他的更是不一一而足。对于男人来说，娶武姓女这种荣耀，甚至超过了上公主。偏这武姓之人还要自抬身价，轻易不肯与其他人结亲，越发显得奇货可居。朝廷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特意下了诏令，不许他们自行婚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兴贵族权臣总算是如愿以偿。戚夫人冷笑：既然知道，便该明白，似我等这种人家，虽比不过武姓7家那般显赫，却也不是那商户出身的能比的，何况你姐夫是国之栋梁，就算是将来那位尊贵了，还能为了这种小事情来找我们的麻烦吗？何况又不是李家的至亲，不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罢了。他若是连这种事都要管，只怕是要忙不过来。他嘴里说的硬，心里却暗想，是得悄悄叮嘱刘畅，莫要与李姓再结仇。那假如李家铁了心要为何家出头呢？这个道理裴夫人怎会不明白？但她更明白一个道理，诸人为何千方百计要与武姓结亲？趋利之心，人皆有之，图的不过就是声名和更大的权势利益。就如同刘家为何会答应娶和牡丹一样，图的就是保住自家的荣华富贵。
他完全赞同自家夫君那句实在话，能与五姓结亲的毕竟是极少数，不如找个实在的才是真。这李家将来富贵少不了。戚夫人被他问住，半晌才不高兴地道：他不讲道理，插手我们家的私事，我家也没必要和他客气。裴夫人心里微微一沉。那子书这件事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清华郡主不是个好惹的。戚夫人听他提起清华郡主，立时噌的一下站起来，怒气冲冲地道：我平生最恨一件事，就是有人压着我，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儿，总有法子的。裴夫人见他发怒，立时改了原本的来意，这么大的脾气，还是等自家夫君明日自己来和他姐姐说罢。于是顾左右而言他：怎不见姐夫和子书？戚夫人哼哼道：子书喝醉了，他爹看他去了。你有事找他们？裴夫人摇头笑道：我要有事还不直接和您说啊。戚夫人瞪眼道：莫哄我，我还不知道你的。这个时候上门到底有什么事？赶紧说。裴夫人只是推脱：不就是和你说吴马和李家的事儿？戚夫人冷笑了一声，道：你对李家这么上心，莫不是看上那小子了？裴夫人惊讶道：开玩笑了，这是从何说起？既然不是，上次宴会下来，你们觉得谁好？戚夫人见裴夫人不语，冷哼道：是不是你都听我一句，那小子靠不上？阿姐您着实多虑了。裴夫人面色如常。却说刘成才进了刘畅的院子，见刘畅躺在窗下的软榻上酣睡正甜，身边围着一群衣着光鲜、貌比娇花、殷勤的不得了的姬妾。碧梧、玉儿、茜素，甚至大着肚子的雨桐都在，两人执扇给他送去悠悠的凉风，一人再给他捶腿，一人则拿了帕子再给他试汗，好不快活。想到自己刚才的窘样，刘成才忍不住羡慕嫉妒恨了。当下将一群女人轰了出去，从矮几上抬起一盆水来兜头给刘畅浇了下去。刘畅正在做美梦，梦里他将李姓打得落花流水，把何牡丹折磨得欲生欲死，连连哀告讨饶，他却总是不饶他。正在高兴处，忽然被清华郡主一脚踹进了湖里，透心的凉，气也喘不过来。他惊慌失措地翻身坐起，方才发现自己头上、脸上、身上都在滴水，不由大怒，正要骂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将他弄成这个样子，忽见刘成才放大的脸骤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淡淡地扫了刘成才一眼，往下一躺，瞪眼看着头顶的雕花横梁和在空中乱转的银香球，哑着嗓子道：又要做什么？刘成才看到他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就来气，抬脚狠狠踹了他一脚，骂道：做这副样子给谁看？还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刘畅冷笑了一声，并不答话。刘成才知道他的脾气，越逼越上火，也就不再打骂，自寻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来，道：你母亲说你今日要和人家动刀子拼命，你倒是真出息了呀，招惹上一个郡主还不算，又要去招惹宁王府。刘畅哼了一声，他自己愿意寻不自在，怨得我吗？宁王府，他父子也就和宁王府的一条狗差不多，何惧之有？虚与委蛇、面面俱到什么的，他都知道，只是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刘成才默了默，突然哈哈一笑：你呀，是仗着郡主舍不得把你怎样吧？从前清华郡主一心想嫁刘畅，却没能嫁成，嫁了人之后也是一直念念不忘，还很讨厌她那死去丈夫的软脾气，看来就是专爱刘畅这个调调。想到此，他的心情又好了几分。刘畅闻言，不承认也不否认。刘成才起身背手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沉声道：他此时和你情浓，自然舍不得把你怎样，但到底他也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真叫他寒了心，恨上了你，你是要吃亏的。这件事你不要管了，由我来处理就好。从明天开始，你再不许出去晃悠，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在家里，把学问捡起来，过些日子再给你谋个执事，你也该上进了，成日这样厮混着不是事。刘畅一怔，随即狰狞了面孔：你休想！翻身下榻，转头就要往外走。老东西，之前卖了他一次，这次又要卖他了吗？刘成才冷冷一笑，喝道：来人，好好伺候公子，没我的话不许出门。言罢一甩袖子走了。他身后几个家丁彬彬有礼地将刘畅拦在了院里。第二日恰逢休沐，刘成才和戚夫人刚吃过早饭，就听人说戚长林来了。刘成才看看天色尚早，便自言自语一样的问自昨晚起就没和他说过一句话，给过一个好脸色的戚夫人，这样从早到晚一趟赶一趟的，是要做什么？听见他这样说，仿佛是嫌弃自己娘家人太过讨厌似的。戚夫人大怒，将手里的鎏金银把杯子狠狠放在桌上，冷冷地道：你要不想见，可以不见。刘成才撇撇嘴，也不理他，自出门去见戚长林，
二人寒暄过后，戚长林方道明来意，原来他就是何家请来的中人。刘成彩先饮了一大欧蒙顶石花茶汤，方慢吞吞地道：“这么说，是宁王的意思喽？我记得他不是个爱管闲事的，怎么就管起这种小事儿来了？是李元求他的。”戚长林对着这个姐夫，却是没陪夫人对着戚夫人那般小心，只笑道：“谁知道呢？反正儿子和老子谁说的都一样，不都是一家人吗？”刘成才审道：“这两匹无马好大的面子。虽然宁王只是略略提了一提，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怎样，但那意思都应该明白，况且是让内地来劝自己，也算是考虑的比较周到了。清华郡主那里迟早都要发作，不如现在就成了宁王的情。”当下回转脸来笑道：“我知道了，但也要何家拿出诚意来才行。”戚长林笑道：“那是自然，这事总拖着也不是事，当个外甥的前程，待我这里这人去和他们说，立时就过来。”刘成彩微微颔首，用教训的口吻道：“我听说你最近和宁王府走得极近，是不是？”戚长林不承认，不过是恰好有一些公务上的事情罢了。刘成彩按住他的肩头，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情势还不明朗，不要操之过急。”戚长林点了点头，但不要对着干，也是应该的吧。未正时分，何家父子三人一道进了刘家的大门。关于武姓戚家，小义做主给他们换姓了。两家的沟通并不顺利，刘成彩开口就是一句：“子书说了，丹娘3年无出，妒忌不是姑舅，拨弄口舌是非，撺掇李姓当众打了他。论理该出，被羞与合理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此话一出，不要说何家父子脸色难看，就是戚长林都大吃了一惊。刚才不是都说好了的吗？怎地这般不客气，倒似要撕破脸一般。何家人脾气暴躁，若是闹僵起来，这事儿又办不成了。到时候刘成彩倒是往何家人身上一推就干净了，自己却是要被看成是办事不力。宁王难得开口找人办事，好好的机会就这么叫刘成彩给搅和了。当下戚长林便不高兴起来，拿眼缩着刘成彩，只是使眼色。刘成彩却无动于衷，只装作没看见，沉脸看着何家父子三人，做得四平八稳的，摆出了官威。好不要脸，拼着我这条命不要，一绝！何大郎气得七窍生烟，立时就将手边的茶瓯砸了个粉碎，跳僵起来就要发作。眼看着何大郎的手指挖到了自家脸上，蒲扇似的铁掌要去抓自己的领子，刘成彩的眼皮子直抽搐，一颗心乱跳个不停，强自稳住心神，保持面瘫，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的死熬。刘成彩一来就给自己下马威，无非就是想把过错都推到牡丹身上，将那一大笔钱赖掉而已。何志忠早有准备，与何二郎一道按住何大郎，给何二郎使了个眼色后，何二郎淡淡的望着刘成彩道：“刘尚书事官自然比咱们平头老百姓更知道7出3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律法里是怎么说的？7年50以上无子者，听例数已长。丹娘还没满18岁，丹娘新婚不满1月，我那好妹夫就有了2位姨娘，不过半年，庶长子就出世。前些日子更是歌姬什么的都抬回家，把丹娘的陪嫁都弄去了。若是丹娘妒忌，不知那2个孩子怎么生出来的，还有一个快生的孩子又是从何得来？”何志忠咳嗽了一声，制止住何二郎，骂道：“你个不懂事的小崽子，你如何会有尚书大人懂？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说了，不过浪费口舌。尚书大人说是怎样便怎样，反正闹到这个地步，万难回头，杀人暂且不忙，修书写来，咱们去京兆府一听分辨就是了。纵然万般理由皆可由人捏造，但我家丹娘自来乖巧懂事，想来也无名过可书，咱们不怕。从前吏部尚书萧元素捏造事实休妻，不就是遇上了个不怕事的岳家，和萧元素打了一场官司，硬生生叫他又赔钱又被皇帝责罚了吗？他这是明明白白的威胁刘成彩了。纵然婚姻的主动权都在夫家手中，但万事就怕认真，这休书并不是随便能写的，7出也不是随便捏造就能成的，要休妻就得有明明白白的过错可以说出来。何家不怕事，还拿着刘家的把柄，闹到公堂上，谁会更吃亏最明白？兴许他刘家将来是可以报复回来，但若是此时不让手，刘家先就要吃个大亏。戚长林见事情突然闹到这个地步，虽然暗怪刘成彩多事讨打，却不得不起身周旋。别急，别急，我姐夫不是还没把话说完吗？这样喊打喊杀的伤了和气，对谁也没好处，姐夫，是吧？边说边朝刘成彩使眼色。刘成彩惊魂甫定，暗想这何家果然粗蛮，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的，果然做不得长久亲戚。但他也知道亡命之徒其实真正招惹不得，便慢吞吞地喝了一口茶，
维持住3品大员的风度后，再将手里的茶瓯往桌子上一扔，道：就是，亲家急什么？我刚才说的那是子叔的意思。你们也晓得，子叔那孩子是个心气高的，受不得气。他和我说了，虽然丹娘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一点都不怪他，他不肯休妻的。过些日子还要去接了丹娘回家，好好过日子呢。戚长林听得暗里翻了个白眼，原来就知道这大姐夫是个翻脸比翻书快，脸皮比12个城墙转拐在家对窝底还要厚的，却是从没亲自看到过。今日总算是见识到了，不但脸皮厚，而且还不要脸。这般拿捏人家，无非就是想多挣点钱财罢了。多亏阿姐有手段，拿捏得住他，否则真是不知会成什么样子。刘成彩却半点脸红的意思都没有，坦然自若地看着何志忠道：当然，丹娘不想和他过日子了，也不能勉强。你我都是做父亲的人，无论如何总是为了儿女好的。我的意思和你一样，既然感情不和，就不要再拴在一处了。他们打打闹闹，搏的却是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性命。你说是吧？何志忠心头恨死了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想象着刘成彩就是满嘴蛆在爬，面上却是不急不躁，只淡淡地道：你说的对，与其相看两相厌，被人凌辱致死，还不如成人之美，也全了自家的性命，省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刘成彩面色如常，咳了一声，道：好好好，自家孩子总是没有错的，谁是谁非咱就不说了。那日您和我说怎么说的来着？好说好散是不是？何志忠点点头。只要尚书大人言出必行，何某人也是言出必行。我何某人做了一辈子生意，就从来没有做过失信之事。对于他这样的生意人来说，信义第一，算是间接的给刘成彩做了保证。可刘成彩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要实惠的。见他装糊涂，心中暗恨，眼珠子一转，便道：好说好说，人无信不立嘛，我做了这许多年的官，也是最讲究信义的。这事儿我允了，咱们好说好散。只是他看了看戚长林等人，戚长林知道是有私密的话要和何志忠说，便邀约何家兄弟2人一道出去。屋里只剩下何志忠和刘成彩2人后，刘成彩方苦笑着朝何志忠行了个礼。前几年多亏的老哥帮了我的大忙，丹娘是我们没照顾好，我对不起您。本来我真是想让他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可是这事儿您看也不知怎么的就惊动宁王殿下了，我心里忐忑呢。何志忠见他装腔作势的，便也叹了口气，万分难过地道：罢了，姻缘天定，他们注定无缘。不提这个，把离书给我，从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刘成彩见他关于宁王之事半点口风都不漏，暗骂一声老狐狸，愁眉苦脸地道：那笔钱倒是小事情，过些日子就可以筹了，给你们送过去。只是子叔是个死心眼，昨日我才劝过他，他死活不肯写离书，我这个父亲却也不好强他所难，这种大事还得他认可才行的，不然将来他又去纠缠丹娘，来个不认账。边说边拿眼去着何志忠，果见何志忠脸上露出不耐来，他方又笑道：不过你放心，给我些时日，让我劝劝他，定然好说好散的。我才一听说昨日那件事情，立刻就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进了他的足，以后定然不会再给丹娘添麻烦的。彼此都有短处在对方手里，比的就是耐心和脸皮厚。只要何志忠一日不松口，他就一日不拿那离书去，反正现在说到这个地步，和宁王那里也说得过去了。不是他不办，只是遇到个任性的孩子，需要时间呀。看看自家孩子都关起来了，够诚意的吧？何志忠听说他把刘畅关了起来，倒有些意外，但也明白他这样拖打的是什么歪主意。当下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方闭了闭眼睛，肉痛的咬牙道：既然好说好散，你我之间还谈什么钱不钱的？等的就是这句话，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呢。刘成彩大喜，却道：不成不成，人无信不立，说过的话要兑现。何志忠按捺住胃里的翻滚，满脸诚挚地道：这不是见外了吗？丹娘的病好了，是谢礼，好歹一场情分，就当是为丹娘好，也不要再提了。刘成彩啊呀的遮掩过去，也就不再提这事儿，只道：那子叔这里一劝好，我就使人来府上传信。何志忠心里一沉，钱也答应给了，契书也答应归还了，却还是拖着，这是个什么意思？花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事儿若是不借着宁王这股东风一次办妥，只怕后面还会生出瓜葛来。何志忠想到此，少不得与刘成彩商量，既是已经答应了，不如就一次办妥了吧。刘成彩只是高深莫测的笑：您放心吧，我说过的话一准算数，你们帮过我大忙，丹娘好歹做过我几年的儿媳妇，也是极孝顺的，我不会为难她。人无信不立，世人真正有信义的，又有几人伤人的信义，更不过是厕纸罢了。
他要光凭何志忠一句不会说出去，他就信了，他也就不会是刘成才了。他风风雨雨几十年，做到如今这个位子上，并不是只凭运气好胆子大就够的。被人拿住把柄不要紧，要紧的反过来同样抓住对方的把柄。还没拿着何家的把柄呢，怎能轻易放手？何志忠不知刘成才心里在盘算什么，只是凭着直觉知道不妥，便咬着牙要刘成才给他一个实在的保证。刘成才也不为难，笑道：您真是太疼丹娘了，一心一意就专为她打算，可惜我是没个女儿，不然也是一样的宠。这样，我给你写个文书，保证一定叫他们好说好散。到时候你拿它来换离书，你看如何？何志忠想想，老东西不买宁王的账，又拿住了自己心疼女儿的软处，知道自己拖家累口，除非是迫不得已，不然不会轻易和他硬拼。看来今日再逼也没意思，做得过了，倒让老东西在宁王那里有说辞，左右都是准备了第二条后路的，也不怕他耍什么花样，便没拒绝刘成才的提议。看着刘成才把保证写了，取出私印盖妥，又仔细研读一遍，确认无误后，方吹干墨迹，小心收进怀里，辞别刘成才，谢过戚长林，领着两个满脸不甘之色、目露凶光的儿子先出了门。戚长林不知事情办到什么地步了，便问刘成才：姐夫，事情办得如何了？我好去复命。刘成才认真地道：都谈妥了，你去回话，就说我们两家和和气气，商商量量的，言定要好说好散。只是子书后回舍不得，需要时候缓缓，待我和你姐姐好生劝解他一番才好。把他说通了，也免得日后又去纠缠何家丹娘，大家脸面上都难看，这样才妥当。虽然这话说的实在有理，可那始终还是没办妥呀。戚长林为难道：只恐说是敷衍呢。姐夫，您不如趁热打铁，好好劝劝子书，大丈夫何患无妻，他何必硬要想不开？哟，他倒比何家还急。刘成才不高兴地道：什么敷衍？看看何家父子那么精明凶悍的样子，能敷衍得了吗？我刚才给他写了保证书，还盖了印鉴的。我那保证书难道不值钱的？不过需要些日子罢了，你放心，咱们是什么关系？我能骗你，害你？我可没做过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既是写了保证书，那自然不会再赖。见刘成才说得义正辞严的，想想也是果真没对不起过自家，戚长林不由汗颜，不敢再多话，匆匆交差去了。刘成才翘着脚独自坐了一些，在脑子里把即将要做的事情逐步演练了一遍，确定不会发生任何差错了，方道：把西夏给我找来。何家父子做生意向来小心谨慎，自有他们的一套，插不得手，那便只好从牡丹那里下手了。刘成才摸着胡子默默地道：何牡丹，你没对不起过我家，可我却要对不起你了，谁叫你不老老实实的，偏要唱这么一出呢？何家父子出了刘家大门，翻身上马，放松缰绳，任由马儿缓行。何大郎一改刚才的暴躁不平模样，轻声问何志忠：爹，本来他就是冲着那钱财去，这才故意刁难咱们的，为何不一开始就答应了他？平白浪费这许多功夫，倒叫娘和丹娘在家等的焦急。何志忠耐心地解释道：我若是一开始就太过舍得，他岂不是要起疑心？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他拿着心里越是安稳，越是以为咱们怕了他，以后遇到什么也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来，最多就是怪运气不好罢了。这就和做生意一样，若是买家一还价，卖家就应允了，买家反倒要怀疑其中有猫腻，若是卖家不肯和买家使劲的磨，买家最后就算是再添点钱也觉着值得。大郎呵呵地笑了，这口气憋在心里实在难受，等丹娘的事情依了，咱们就赶紧出了吧，叫这对狗父子吃个大亏。二郎则道：爹，您把老东西写的保证给我瞧瞧。何志忠从怀里取出那张叠成方剩的纸递给他，何二郎认真研究一遍之后，笑道：就凭他这保证书，丹娘这离书是一定能拿到的了。大郎笑道：给我瞅瞅。仔细看过一遍后，仍旧叠成方剩递给何志忠收好，道：果然还是二弟的法子妙，要请个比他更贵重的人出面，这事儿才能了，不然还不知要和咱们拖延到什么时候呢。二郎却不以为然，其实他根本没把宁王放在眼里心里，此事不过顺手推舟而已，日后少不得要另外寻了法子找咱们的麻烦，咱们都小心一些。何志忠道：刘成才的脾气我知道，死仇是不敢结的，要人命的事也轻易不会做，但总会叫我们日子过得不爽利的，是该小心一些。大郎道：多亏了行之，那么贵重的2匹宝马就换了宁王一句话，爹，您不能亏待了他。何志忠笑了一笑：那是自然。他侧头满意的看着自己的长子和次子，
这对儿子一文一武，这些年来给他帮了很大的忙。像他们这种做的珠宝和香料生意，光凭眼力好、识货，能说会道是不够的，得有胆有识，到处都去的，保得住自家的货。大郎豪爽有力，不怕事，别人狠他能做到比别人更狠，就是拿着刀子在自家腿上刺窟窿比狠，他也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谈笑自若。二郎则和大郎、四郎、五郎不同，一样都是一奶同胞，其他几个长得膀大腰圆，偏他和牡丹一样，怎么养都养不胖。在这个武力绝对占优势的世道，他从小就知道不能和其他人硬碰硬，凡事总多了几分思量，小心谨慎，也更爱舞文弄墨，看点孙子兵法之类的。偏他二人关系又好，走到一处简直就是绝配，所向披靡。再过几年自己老了，也可以放心大胆的把事情交给大郎和二郎，下面几个孩子们也各有各的出息。四郎就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来把牡丹的婚事安排妥当，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何志忠想到此，不由心情大好。父子三人兴高采烈的回了家，才扔下缰绳就被孩子们簇拥了进去。一眼看到坐在廊下的牡丹，便高声笑起来：“丹娘，成一半了。”牡丹自早上起来就一直提心吊胆，做什么事都没心思，将那20多颗牡丹打理好之后，就坐在岑夫人门前的廊下，一边看几个年长些的侄女儿在裙子上用金线压鹧鸪、双蛾、西翅，一边眼巴巴的等着何志忠他们回家。期间他想了好几种可能，既抱了美好的愿望，也做好了被打击、万里长征的准备，就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成了一半。这是怎么个说法？牡丹还未开口，岑夫人已经起身迎了上去，嗔道：“成就成，不成就不成，什么叫做成了一半？”何志忠又把那保证书拿给他们看，也不说刘成彩如何刁难，只笑道：“刘畅不肯，所以需要点时间才能完全弄好。刘成彩这里确实都说好了，我不放心，逼着他给我写了这个。”又道：“丹娘说是刘畅被禁足了，待我让人去打听打听，若他这几日果然不曾出门，你就能自由自在的出门了。”大郎和二郎只是憨憨的笑，都没提那笔钱要回来没有的事。何志忠父子三人不提，是早就商量好，若是这笔钱最后回来，便给牡丹；若是不回来，便要以这个名义瞒着众人再补贴牡丹一些。此时若是当着众人说得太清楚了，儿媳妇们难免会有想法，索性不提。岑夫人没问，是觉得何志忠既然没当着大家的面说，必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牡丹没问，是怕他们误会自己惦记那笔钱，可是几个儿媳妇中却有人热心的问了：“那丹娘剩下的那一大笔嫁妆，他们家什么时候还？他们家不会想赖了吧？”何志忠和岑夫人同时抬起眼，淡淡的扫过去，出生的是最年轻的六郎媳妇孙氏。这倒是出乎两人的意料之外，不过岑夫人这种时候一般是不会发言的。何志忠淡淡地道：“什么时候合理就什么时候还，赖不掉。”眼睛却是恶狠狠地朝脸色大变的杨氏瞪了过去。这一大笔钱的来龙去脉，家里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牡丹的嫁妆，刘家是冲着嫁妆丰厚才娶的牡丹，具体有多少是不知道的，只有岑夫人、朱氏、大郎、二郎、薛氏、白氏知道的最清楚其中的弯弯道道，杨氏则是因缘巧合，恰好听到点首尾。事后他曾郑重警告过杨氏，不许提一个字。牡丹这次归家，也只是说还有些东西在刘家没拿回来，其他的可没仔细提过。这孙氏如今问得如此清晰，不是听了杨氏嚼舌头，又是什么？何志忠有心想狠狠教训杨氏一顿，却又怕反而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只好暂时忍下，淡淡的回了孙氏的话。孙氏话一出口，就发现气氛不对劲。几个平时表现的对牡丹很亲热、很关心的妯娌，此刻都平生静气。甄氏则是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自己，公公婆婆的脸色都不好看，杨氏则满脸不安，只有朱姨娘和牡丹神色如常。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她也敏感地发现自己问错了话，她也不高兴起来，她不过就是关心才多了这句嘴，难不成她还能打牡丹嫁妆的主意不成？成，以后再不过问就是了。牡丹察言观色，见有些不妙，忙上前拉着何志忠撒娇：“爹，昨日五嫂和六嫂领我去吃冷桃，没吃着，孩子们也都说想吃，难得您今日回来的早，您买给我们吃。”何志忠这才把眼神从杨氏身上挪开了，杨氏微微松了一口气，感激牡丹的同时却又暗道晦气。他真是冤枉的要死，他果真没和旁人提过这件事情，他哪里斗得过连成一条心的岑夫人和朱氏，还有他们的5个儿子？何况他不是不知道好歹的，这些年六郎过的什么日子，他清楚得很，那是真的没亏待过。何志忠将来也必然不会亏待六郎和他又何苦去得罪何志忠和岑夫人？
也不知道六郎媳妇这个糊涂的，到底是被谁撺掇着说了这个话，是谁这样害他和六郎，他必然饶不了他。何志忠自是知道牡丹是在和稀泥，他心中虽然暗恨小妾和儿子，媳妇贪心不省心，但想到牡丹向来善良大度，总担心旁人为他操劳受累，又想到他说过他不要那笔钱的话，若是因那钱在家中生了是非，只怕他到时候更是不要，在家中也会过得不愉快，便不想要当着牡丹的面再提这事儿，顺着牡丹的意思笑道：我倒是吃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过一碗冷桃而已，趁着天色还早，要吃大家一起去吃。于是众人俱发出一声欢呼，个个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吴氏却不去，温温柔柔地道：老爷和夫人自领了孩子们去，婢妾在家准备晚饭。杨世刚招惹了何志忠，虽然也很想出门，见状也只得笑道：婢妾也留在家里帮朱姐姐的忙。又朝孙氏使眼色，孙氏心不甘情不愿地表示自己也不去了。薛氏却也来凑热闹，家里事多，我也留下来。岑夫人也不勉强他们，只问他们要吃水花冷桃还是槐叶冷桃，然后命身边的人记下，稍后给众人捎回家来。余下何家众人欢天喜地地出了门，直奔东市而去。今日去得晚了，吃冷桃的人确实不算多，何家一群人吃得心满意足，眼看着天色将晚，离鸡蒸散市不远了，索性一家人一道往何四郎的铺子里去，准备接了何四郎一起归家。何家的香料铺子在平准署的左边，临着大街，和许多锦绣彩帛铺子并列在一起，铺面规模不小，足有寻常商铺的4-5间那么大小，看上去很是气派。何志忠很得意，拉着牡丹轻声道：看看这一排的10几间铺子都是咱们家的。这个牡丹有数，何家在东市西市都有铺面，除去自家用的就尽数高价拎了出去，每年的租金不少。只不知为何作为商人之女的何牡丹嫁妆里却没有铺子。牡丹心想，大约是因为她的嫁妆太过丰厚，一次拿出太多，何志忠为了平衡，所以才把这生财的留给儿子儿媳的吧。子女太多的人，想要协调好这中间的关系，的确是太过劳心劳力。牡丹正想着，忽见何家香料铺子门口走来一个身材高大、粗眉暴眼、满脸凶横之色，年约20来岁的男子。他的扮相很是吸引人眼球，头上绑着条青罗墨额，穿绿色缺胯袍，这褐色锦半臂，袖子高高挽起，露出2条呲了青、肌肉发达的胳膊。左臂上刺着生不怕京兆尹，右臂上刺着死不怕阎罗王，看着就是个市井恶少。牡丹愣了一愣，随即莞尔一笑，这人也太嚣张太有趣了，一次挑战古人心目中的2大权威，活着时的官府，死了后的官府。那人狠狠剜了牡丹一眼，直接向着牡丹走过来。牡丹心说了不得了，招惹恶罢了呢，正要往何志忠身后藏，却见那人往3-4步开外站定，对着何志忠和岑夫人规规矩矩行了个礼，问好道：世伯、伯母、几位哥哥、嫂嫂从哪里来？何志忠和岑夫人都笑，客客气气地道：贤侄今日得闲，我们来寻四郎一道归家。他在里面吗？那人道：在，小执事才跟他一道说话来着，他正在使人收拾摊子算账，准备散事呢。世伯、伯母先忙，小侄另有要事，先行告退了。牡丹心说，看不出来，这人说话行事还彬彬有礼的。正想着，那人一边与何大郎、何二郎打招呼，却又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不是瞪，不是弯，而是看。何志忠见状，不露声色地将牡丹掩在身后，真是拉着牡丹抢先进了铺子，啐道：这张五郎看人那眼神像狼一样，不是个好东西，你以后遇到他躲远些。原来叫张五郎。牡丹应了一声，因见何四郎迎了出来，便缠着他要看各种传说中的香料。谁知一看下来，把他唬了一跳，何家铺子里的香料之多，种类之齐，品级之细，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光是沉香一种就分了6品，品中却又细分了级别，另有檀香、鸡舌香、安息香、郁金香、龙脑香、麝香、降真香、蜜香、木香、苏合香、龙涎香等多从海外来的贵重香料。至于本土的各种香花香草，更是多不胜数。除了奢华的用大块天然香料堆砌雕琢成假山形状、描金装饰，散发出氤氲芬芳的香山子摆设外，何家只卖原材料，并不卖成品香和焚香用的香炉、香罐、香筒等物。何四郎见牡丹目不转睛地盯着香料看，呵呵一笑：你从小也是跟着咱们一起学变香的，怎地这会儿倒觉得稀罕起来了？牡丹不过是好奇，便随口道：忘得差不多了，想重新学起来呢。四哥空了教我。何四郎道：这有何难？你闲着也是闲着，学了这个，再去和二哥学制香，可以开间成香铺子耍，你只管制香，哥哥们帮你打理。
种花虽然好，但也太闷了，又不能拿来换钱使。自己妯娌几个早就说想开这样一家铺子，他们父子兄弟坚决不许，更是不肯教他们制香秘术。如今倒是上赶着拿去讨好自家妹子，这嫡亲的骨肉果然不一样，将来再嫁了人，可不是要和自家抢饭碗了。真是在一旁听着，脸色立时变了，立刻回头看向白氏等妯娌，果见几人脸色虽然淡淡的，但明显都不是很高兴。他默默想了一想，迅速盘算起来。牡丹也没注意几个嫂嫂的表情，只道：才不要开成香铺子呢，我只和二哥学制香，有事儿做不至于那么闲。只是他说了真话，人家不见得相信，只是暗想，学了变香，又学了制香，又有爹娘偏疼，哥哥们帮衬，占着天时地利人和，不开铺子大把挣钱，是傻子吧？哄谁呢？都说他一向老实软善，如今看来也是个心口不一的。真是朝自家对头里是飞了一个眼神过去，那意思是看看你男人对他妹子多好呀。李氏淡淡的把眼睛撇开，垂头不语，只想着回去后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让自家瑞娘跟了牡丹一道学点本事。一样都是何家的女儿，何家父子总不能厚此薄彼吧。牡丹自是不知自己无意之中的一句话就惹了这许多官司，高高兴兴地拉着何四郎在铺子里转了一圈，听见散氏的铮声机响了，方才恋恋不舍地跟着家人回了家。回到家中，杨氏和吴氏、薛氏都在，却不见孙氏。岑夫人问起，杨氏脸色样样地说：突然不舒坦，头晕，躺着去了，说是晚饭不想吃了。岑夫人道：请了大夫吗？杨氏忙道：不是什么大毛病，已经服了药丸，睡一觉就好了，多半是挨了训，心里不舒服吧。岑夫人也就不再多问，只让人将给孙氏带来的冷桃送过去。倒是真是挤眉弄眼的频频朝薛氏使眼色，薛氏垂着头只是不理。这一夜刮了一夜的风，吵得何家好几个人都睡不着。李氏几次三番想向何四郎提出让瑞娘跟了牡丹一道去学调香的事情，话到嘴边好几次，终究不敢说出来。辗转反侧到4更，方下定主意，等到牡丹真的去学了，又再说不迟。甄氏则在床上打滚撒泼，哼哼唧唧的拿着何三郎折磨，一会儿掐他的腰一把，一会儿又咬他的肩头一口，含着2泡泪，只是哽咽：你不疼我，你不疼我们的孩儿。何三郎背对着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也不问他到底怎么了，也不还手，也不理睬。甄氏闹了一些，觉得没意思，便一脚朝何三郎踢过去，骂道：你个活死人窝囊废，嫁给你真是倒了大霉了，谁都可以踩我一脚，你那个姨娘成日里就巴不得。何三郎不防，一个踉跄撞上屏风，险些跌下床去，当下也恼了，翻身坐起，将手握成拳头，恨声道：你莫要人心不足蛇吞象，谁踩你了？不要不知好歹，若不是看在姨娘的面子上，你以为谁会像现在这般让着你？你自己也有儿有女，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可怜的单娘？哥哥们要教她制香，就是知道你们容不下她，难道不教她，别家就不会卖香，这世上就再无人会制香了。再聒噪你就给我滚出去！黑暗里真是看不清何三郎的脸色，只知道他很生气。他平时难得发威，偶尔发威一次，倒叫他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当下披散着头发往他怀里挣，一把抱住他的腰，哼唧到谁容不下他了。他吃的用的又不是我出钱，可和他比起来，我还是更疼你和孩子们，我们才是最亲的呀。现在爹爹活着还好，那将来呢？将来我们怎么办呀？何三郎心里一软，伸手掩住他的嘴，不甚坚定地说：休要乱说，别让人听了去。娘和姨娘情分不同寻常，大哥、二哥、四郎待我们也不一样，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们总会比6郎更有情分。你别和他们对着干，我在外面做事情心里也踏实些。真是恨铁不成钢地道，你争气些，跟着大哥、二哥学了那么久，还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胆子没大哥大，眼力没二哥准。这么多年，老五都可以独自出门去进货了，你还是不行，只能跟着别人跑，又不会像老六那般惯会讨爹的欢心。一席话又说得何三郎心烦意乱起来，将他一把推开，背过身闷头大睡。第二日变了天，天空阴沉沉的，见或刮着些小风，吹得衣着单薄的行人身上一阵寒凉。宣平坊街上的人比平时少了许多，6、7个人簇拥着一乘4人白藤监狱在何家门口停了下来。白夫人从监狱里探出头去问侍女：撵狱是这家吗？牡丹接到通报时简直不敢相信，白夫人竟然来看她以为她从刘家走出来后，什么世子夫人，什么清河吴氏17娘，都在和她没有任何瓜葛了。就算是路上遇到，人家也不见得就会和她打招呼，当然她也不会主动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林妈妈皱眉道：丹娘，
他莫不是来劝你的？毕竟他们就是一伙的。雨禾迟疑道，白夫人不是那样的人吧？上次花宴她对丹娘很好的，不管是不是都要认真接待。牡丹心中也没底，只隐隐觉得白夫人不会是那样的人。上次花宴，那么多人对她的遭遇熟视无睹，甚至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只有白夫人毫不忌讳地表达了对她的关心和同情。也许人家就真的只是好心探望自己来的。不管白夫人来的目的是什么，就冲着上次她那样对自己，今日也要认真接待她。何家的中堂里，白夫人由薛氏陪着说话吃茶。薛氏是个稳重大方的，见了白夫人这样的贵夫人，不见任何慌乱失措，言辞得当，举止有度。白夫人和薛氏寒暄了几句，发现她是个有内攘子的，识文断字，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又见何家房屋陈设自有格调，家具虽然半旧，做工用料却极精致，并不见时下流行的金矿宝殿等装饰。唯一引人注目的陈设，就是一座用极品唐节奇楠香堆砌雕琢而成的香山子，品格优雅，满室生香。下人规矩有礼，不闻喧哗之声，丝毫不似外间所传何家粗鄙不通风雅，自以为有钱就了不起之类的传言。于是态度也真正和蔼起来，连带着对牡丹的印象又上了一个层次。待牡丹赶到中堂，寒暄过后，薛氏命婢女小心伺候，便彬彬有礼地告了退，只留下牡丹与白夫人叙话。白夫人见牡丹装扮得极清雅出众，象牙白的短襦，翠绿的六幅罗裙，裙角洒绣着几朵白色的牡丹花，碧色天青纱披帛，乌亮的头发挽了一个半翻髻，只插着一把时下刚流行起来的宝殿象牙梳，肤色如玉，笑靥如花，倒似一朵半开的玉板白。不由暗自赞叹了一声，感叹流畅无福，开门见山地道：刘子书求了我家那位，托我来与你说和赔礼，只要你肯，他亲自上门来同你赔罪，风风光光接你回家。牡丹心中犹疑，不是说被关禁闭了吗？怎么还能上蹿下跳的托人？面上却是不显，只温和一笑：谢夫人好意，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丹娘不想再叫人鄙薄践踏一次。白夫人这样直来直去的人，原也没必要同她说那些无缘之类的虚伪客气话，是怎样便怎样。白夫人见她笑得虽然温和，但眼神却是极其坚毅，便点点头：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我本不肯来，奈何昨日西夏跑去苦求世子爷，言道刘子书为了你的缘故，吃了刘尚书一顿好打，又被关了起来。他们是自小儿的朋友，不管怎样，这一趟我都必须来，还望你莫嫌我多事。牡丹笑道：我明白，心中却是对刘畅这些话不屑一顾，哄谁呢？骗他回去好日后再接再厉的他，陷害他，待到他无还手之力时再休弃他好出气。白夫人却又笑了起来：好了，刚才是潘荣的妻子同你说话，现在是白心和你说话。他顿了顿，低声道：荣华富贵不过过眼云烟，咱们做女子的，若是不能也就罢了，有了机会还不尽力护着自己，那才是傻的。你有真心待你好的父母家人，自当惜福。凭你这样的容貌品性，绝不该受那样的对待。就算是没有刘子书的请托，我也会特意来看你过得好不好。牡丹听到此，脸上方露出一丝真心的笑容来。白夫人又问了牡丹和离的情况，听到刘成才推脱刘畅不肯写离书时，沉吟片刻，道：这样拖下去不是事。端午那日我使人来接你，假如你运气好，遇到有位贵人，你去求他，他若答应帮你，这事儿一准就成了。有这样的好事？牡丹愣了愣，迟疑道：这样不好吧？若是世子怪罪您，那可怎么办才好？您别为我担心，再等等看，总有人会等不得的。他看得出潘荣夫妻俩的感情其实不太好，若是白夫人为了他的事情得罪了潘荣，只怕夫妻感情会更生疏。白夫人笑道：你虽想得周到，不过你却是不知道刘子书的脾气古怪着呢。还有那位，他不顺心，迟早要把气出在你身上，所以还是早解脱早好。你放心，我会把事情都安排好，只要你不说，谁会知道是我把你接过去的，他又怎能怪上我？就算是怪上了，我也不怕。牡丹只是不答，白夫人笑道：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牡丹犹豫良久，方抬头认真地看着白夫人道：谢谢您的好意，按说您这样肯帮我，我应该非常感激才对。但我们相交到底10日尚浅，我难免有些疑虑，您为什么愿意这样不计较地帮我？还请您与我分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若是举手之劳，言语上的好意，他倒也能放心接受，但这明显有可能威胁到夫妻感情，就不是一般的情分了。牡丹不想把别人想得太坏，但问清楚缘由总是好的。白夫人听他这样问，有些发懵，随即轻笑了一声，自嘲道：
我难得主动想帮一个人，倒叫你生了疑心。牡丹的脸发烫，仍然坚持。您知道，我不过是个普通女子，若是没有父兄，自身尚且难保，更不要提帮助旁人。我不想平白成了您的情，害您受了累，之后却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您因为我的缘故惹了麻烦，又不能报答你。似他这样的人，欠了人家的大情，拿什么去还？白夫人严肃地道：其实你是多虑了我，不过看不惯一个好姑娘，就此毁了。明明什么错都没有，偏要因为旁人的过错受这种无妄之灾。我做不到也就算了，明明做得到，偏偏装着不知道，又或者助纣为虐，那我和我看不起的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说到此，白夫人的语气微微有些激动，身后的侍女忙安抚地递了茶汤给她，她饮了之后，才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苦笑道：不过也怪不得你，任谁吃了那么大的苦头，都很难相信旁人会莫名其妙对自己好的。不过你倒也坦荡，能当着我的面说出来。你要真不过意，那事成之后，今年秋天接一颗玉楼点翠送我吧。在牡丹的心目中，自己只怕也只是比那些人稍微好上一些些吧。牡丹的脸越发红，垂头道：谢谢您理解，大约他是多虑了。白夫人道：机会只有一次，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来。不等牡丹回答，便指着身边的侍女道：你还记得他吧？他叫撵玉，上次就是他领你去找我的，他是我身边最信任的人。5月初5端午节要开业禁，我家在勤政楼附近设有看棚，你须时到东市长平仓放生池之间的那道门去候着，我让撵玉去接你，该怎么做他会告诉你。光我帮你还不够，还得看你的造化。牡丹心想，到时候反正和家人都要去看热闹的，就让大郎、薛氏他们陪自己走一趟就是了。雨禾进来禀道：那张家兄弟2人来了，奴婢让他们等等，他们只是不肯，说是路远天气不好，想早点归家。牡丹解释道：我请人从山里挖了野牡丹来，他们都是实在人，只怕是怀疑我骗他们，故而不肯多等，请夫人稍后，我去就来。我也该回去了。白夫人也就顺势起身，认真地看着牡丹。不管你来不来，我都让撵玉在那里等你半个时辰。牡丹见他目光清澈，自有一股傲然出尘之气，便咬了咬牙：我来。白夫人笑了一笑：好，我等你。又吩咐道：到时候你可以让你家人陪你来，只是见到贵人时得回避一下。牡丹听到此，几乎完全相信白夫人是真心想帮助自己的。送走白夫人，牡丹自去见张家兄弟2人。张家兄弟2人蹲在何家门房里，凳子也不肯坐，一人捧着个大瓷瓯，拼命往肚子里灌茶汤。雨禾的娘封大娘横眉怒目地插着腰站在2人面前，骂道：喝慢点，喝死你个小短命的，也不怕肚子疼。张大郎低着头，张二郎红着脸，却全都装作没听见，使劲地喝。牡丹笑道：这是怎么了？封大娘回头看到他，笑道：丹娘，适才他2人闲得发慌，一定要见你，我想着他们没喝过茶汤，给他们点尝尝，倒4个可死鬼投胎的。又伸脚去踢那兄弟俩，还不快住了。正主儿来了。牡丹不由失笑，封大娘嘴里说的凶，实际上是最心软的，分明是看这兄弟2人可怜，特意请他们吃东西罢了。张大郎和张二郎忙忙地起身，将茶瓯放了，从角落里小心翼翼地提了纸竹筐出来，放在光亮处请牡丹看。小娘子，就是这个了。牡丹上前仔细观察，但见那株野牡丹，论高度果然少见，连着花梗花朵算，也堪不过1尺半，干皮带褐色，有纵纹，锯根出条。小叶1、5裂，裂片具粗齿，上面、下面被丝毛。花瓣10枚，稍皱，顶端有几个浅残缺，白色，部分微带红晕，基部淡紫色，花丝暗紫红色，近顶部白色。牡丹立刻确认了这是矮牡丹，又称季山牡丹。他细细抚摸着枝叶，不胜感慨，作为栽培牡丹的原植物，因其根皮入药，在现代已经是国家3级濒危物种，不得不专门保护起来。没有想到他在这里不经意间竟就得了一株，而且是矮化程度比较高的，10多年就长这么一点点，真是难得。张大郎见牡丹只是沉吟不语，有些发急。小娘子，您觉着可还满意？张二郎悄悄拉拉他的袖子，低声道：哥，你莫催人家，等人家慢慢的看嘛。牡丹这才回过神来，仔细查看了根部，见这次与上次又稍微不同，根上还带着大团泥土，倒不用梳花叶了，便笑道：我很满意，还是按着咱们上次说好的，与你们1万钱，可使得？张大郎兄弟俩眉开眼笑：使得，使得。牡丹又指给他们看：你们这次这个就弄得极好，以后若是还有这样的，便要如此用土护着才好。
张大郎兄弟俩似懂非懂的应了，欢欢喜喜的拿着钱离开。牡丹叫了个粗使婆子过来，将那只筐子提着往后院去，才刚进了院子门，甄氏和白氏就迎了上来。甄氏往筐子里瞟了一眼，笑道：“丹娘又买花呀？到了明年春天，娘这院子里只怕到处都是牡丹花了。多少钱？”牡丹微微一笑，还和上次的一样。这花可真值钱，你确定没买贵吧？丹娘你真要是喜欢，不如去到观寺庙里买花芽更划算一些。甄氏紧紧跟在他身后。你打算种在哪里？牡丹道：还没看好呢，贵不贵这个界限怎么定呢？就看自己怎么想的了。甄氏目光闪烁，又问：这次还是要露天栽吗？牡丹道：他带了泥土来的，本身也不算大，用个盆子就可以栽上了。甄氏笑道：是呀是呀，能往盆子里栽的最好往盆子里栽，否则将来不好移动的。想得这么长远。牡丹一愣，忍不住抬眼看向甄氏。这是最客气隐晦的说法吧？怕他长久在这家中住着不走，所以提醒一下他。甄氏脸上还在笑，却是有些不自然地撇开了眼。白氏狠狠瞪了甄氏一眼，忙道：丹娘，娘让我出来看看，那位世子夫人寻你到底有什么事？是不是和刘家有关？牡丹垂下眼去，淡淡一笑：是。甄氏忙借机掩过去：他来干什么？是不是劝你回去的？我跟你说，千万莫要听他的鬼话，好马不吃回头草，又不是爹娘哥嫂养不起你，回去做什么？过分的殷勤不过是为了掩盖心中的不愉快而已。牡丹有些堵心，但又不想和他闹得不愉快，只淡淡地道：我心里一直记着哥哥嫂嫂的好，须臾不敢忘记的。甄氏还想说什么，白氏察言观色，见牡丹表情淡淡的，说的话细品起来也有点意思，便堵住甄氏：好不好的，你说这些做什么？丹娘要怎么做，她自有分寸。我先进去和娘说说刚才的事情。牡丹朝两位嫂嫂行了个礼，径自进了岑夫人的屋子。岑夫人正在和薛氏一起看账本，见她进去，忙朝她招手：过来，和我们说说，那位夫人都和你说些什么了？牡丹把原话一字不漏地复述给二人听完。岑夫人想了想，道：这么说来，他是个好人，你信他了？牡丹点了点头。如果说先前他还有几分犹疑的话，此时他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去试试了。如果可以，他是不想靠着任何人生活，也不想轻易给任何人添麻烦的。这件事越早结束，他越能早点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岑夫人皱眉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当初刘家不也？当初想着刘家好歹也是知书识礼，有头有脸的人家，人口也简单，又有契书保证，加上丹娘也着实不行了，所以才会走那步棋。谁想这家人却是连普通百姓该有的骨气和脸面、信义都不要，真正的翻脸无情。牡丹忙道：您别难过了，好歹我的病也好了。我先前只是担心白夫人帮我是另有所图，怕给家里惹上不该惹的麻烦，她既然说不图回报，想来也是如此。难不成她还会帮刘畅把我绑去不成？大嫂也见过白夫人的，你觉得她可信吗？薛氏安抚地拍拍牡丹的手：我觉得那位夫人不像是个坏人。牡丹眼睛一亮：大嫂也这样觉得？我也是觉得她不会做这种事情。岑夫人扫了姑嫂二人一眼，心想薛氏平时四平八稳，从来不轻易发表这些看法，如今开了口，那位白夫人必是有其过人之处，便叹了口气：去试试也好，到时候让你大嫂和风大娘还有林妈妈雨禾牢牢跟紧了你，你大哥二哥他们也不许走远，就在附近看着，想来也不会怎样。晚间何志忠归家，听说此事，特意使人去打听了一番白氏的为人，传回来的消息都说此人平时看着孤傲，脾气修养却极不错，没什么恶名，家里的下人们也夸其宽厚。何志忠仔细思考一番后，决定那天还是让牡丹去试试。接下来的日子，何志忠每隔2天就使人去刘家催问一番，得到的答复都是刘畅还关着，还在死磕。使人打听了，得知刘畅果然是没出过府门，又听说期间清华郡主上过一次门，得到了刘家的热情款待，走时他非常高兴。虽然种种迹象都表明刘成才果然是做好和离的准备了，但总是这样不上不下的吊着，不得进一步的举动，何家男人们的心情也随着气候越来越热，变得焦躁起来。男人们心里不爽快，女人们也跟着烦躁，经常在岑夫人看不到地方为了一些琐事吵嘴、生气、发脾气。牡丹眼看着牡丹花的花期就要过了，刘畅也果真没出门，便放心大胆地求了何志忠，领他去城北曹家的牡丹园看花。何志忠确实没有空，只叫何五郎夫妻俩领牡丹去。何五郎与张氏感情甚笃，闻言先就望着张氏窃喜了一把。
张氏白了他一眼，却也忍不住抿嘴笑起来，转过头问牡丹：咱们吃了早饭就走？曹家的牡丹园子却不是在城里，而是在光化门外。园子占地约有10亩左右，果然如同外间传言的一般，一个状如半月形的大湖在正其中，湖边太湖石假山楼阁草木错落有致，湖心亭台楼阁草木繁盛，四处遍植芍药牡丹。牡丹的早花品种俱都已经谢了，晚花品种也即将谢落，芍药却是正在盛放的时候。牡丹游了一圈，暗暗将其格局布置记在心上，又仔细分辨牡丹品种。何五郎见他盯着一些已经花谢止于枝叶果实的牡丹看，笑道：丹娘，这个有什么好看的？看那边才是。张氏笑道：五郎莫要笑话他，我听雨禾说过，咱们丹娘就是光看叶片不看花，也知道一株花的好坏，开的什么样子的花泥。五郎眼睛眨了眨，惊奇地道：真的？你还和咱们二哥一般，人家调制的香，他只需闻上一闻，便可分出其中用了些什么品种。牡丹呵呵一笑：哪有那么神？我最多就能知道是什么品种罢了，至于能开出什么样子的花来，他倒是没那个本事。牡丹花容易易变，他哪能知道？淑儿倒是牢牢记着当初西夏和牡丹说过的话，拉了牡丹的袖子轻声道：丹娘，您将来也可以弄这么一个院子的。您瞧，咱们今天一共来了10个人，他就收了咱们500钱，租船又收了500钱。牡丹只笑不语。合篱、建女户、买地、建庄子、种花、修园子，要见成效，怎么也得是2年以后的事情了吧？船还未行完1周，张氏就有些支持不住，面色苍白的捂着嘴，示意自己不行了。五郎虎得赶紧叫曹家撑船的小子赶紧将船撑回岸边去。牡丹拿了随身携带的水壶喂张氏，张氏只是摇头，连话都不敢说。好容易到了岸边，张氏才下了船，就一个踉跄倒在了五郎怀里，随即将头往旁边一侧，控制不住地吐起来。五郎一边给他拍背，一边道：他不晕船的呀，这是怎么了？莫不是病了？咱们赶紧收拾回去，请个大夫来瞧吧。牡丹赏了那撑船的小子，抱歉道：对不起，污了你们家的地方，我这里有100钱，请小哥帮忙请打扫院子的来收拾一下吧。那撑船的小子忙伸手去接钱，将钱牢牢纳入怀中，贴身放好，方笑道：小娘子不用担心，只管放心的去，这里有小的们收拾就是了。这是怎么了？一条男声从不远处传来，那撑船的小子唬得退到一旁，束手束脚的行礼：见过老爷。牡丹回头看时，不由吃了一惊，来人正是那日和他们争买牡丹花的那个勾鼻鹰目的络腮胡子，不曾想竟然就是这曹家花园的主人。随即露出一个大大笑容来，冲着几人行了个礼，满是惊喜的笑道：原来是小娘，在下曹万荣，是此间主人。何五郎忙还了个礼，霍得看相，他怎么会认得这人的？不待牡丹回答，曹万荣已经主动赔礼道歉：上次的事情真是对不起诸位了，还请和我这个粗人一般见识。没事没事。牡丹有些疑惑，这曹万荣吧，上次那副凶神恶煞、讨厌不讲理的样，这次怎么又这般客气？曹万荣已然把目光投向张氏：这位夫人身不爽，这里城也远，这附近就有个不错的大夫，不如就在这附近的轩阁里歇歇，使人请大夫过来瞧瞧。何五郎见张氏脸色如同金纸一般，有气无力地半靠在自己怀里，看着眼神都暗淡了，不由一阵心疼，又看天色还早，便应了下来：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还指望着你们下次又来游玩呢。曹万荣叫个小童过来，陪着何的家人去请大夫，他自己殷勤地在前面引，将众人领到附近一间临水的轩阁里，叫人又是上茶又是上果的，好不殷勤。何五郎有钱，也没觉得他殷勤的过了头，只当他是生意的，等下把这些花销付给他就是了。少请，大夫果然来了，一把脉之后，连声恭喜何五郎，原来张氏是有喜了，没什么大碍。何五郎眉飞色舞的给那大夫谢礼，格外大方。众人是骑马来的，现在张氏这马是不能骑了。那曹万荣远远立在一旁，见缝插针地道：我家备有煎鱼，借你们用。何五郎笑着道了谢，拿了钱出来要算茶果钱、顾煎鱼钱。曹万荣只是摆手，坚决不要。我是看着郎君一表人才，有心结交，请朋友喝杯茶，送朋友的家眷归家，哪就能收钱了？这是埋汰人呀！当初为了买邹老七的一株花，他就能守在放生池边几天，看到有人买了，不顾道义争买，又是个胆大的，敢和刘畅竞价，竞价不成又威胁邹老七。可见这样的人就不是什么好鸟，现在这样大方示好，不知又是在什么鬼主意。牡丹频频朝何四郎使眼色，示意他这个光沾不得。何四郎会意，坚决要给。曹万荣道：
你这人怎地就这么婆妈？我曹万荣难道就缺这几个钱使吗？瞧不起我也就罢了，何必这样埋汰人？要给钱，煎鱼就不借了。此时的男人最怕人说自己婆妈。何四郎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性直截了当地道：老哥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无功不受禄，何况你本就是开着这园的，开了这个先例着实不妥，不知我们可有什么效劳的地方？曹万荣扫了牡丹一眼，脸上露出万分为难的样来，半晌才道：不瞒诸位，在下是岭南人，闻说世人皆爱牡丹，天下万花，唯有牡丹才是真花。慕名到了京中，及6、7年间，方才建了这样一座园。平生最大的希望便是将天下名花都收入这园中，然而有许多稀罕的种，想方设法也寻不到。听说府上有许多珍稀种，可否让2颗给我？牡丹到此已经完全明白他所求为何了，也不知他是从哪里打听得来的消息，当下便委婉地表示：正好我也是个爱花之人，那些花也是家父家母所赠之价资，是不打算卖的。曹万荣万分失望，仍然道：秋天的时候可不可以卖几个花芽给我？我的价格一定比市价要高。牡丹心想，虽然将来自己也要卖花芽的，但这人就是自己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呀，自家条件还未成熟，此时贸然卖给他，到时候自己还靠什么维持牡丹园的开销，打响自家的名头呢？不能卖，于是只是摇头。曹万荣万分失望，还想再说，何五郎已经道：不要说了，我这妹爱花如命，舍不得的。曹万荣眼珠转了转，又道：即是喜欢花，那我这里正好有几株牡丹不错，保证比那日的大湖红更要好上许多，小娘可要去看看？咱们交换。牡丹有些异动，但想到此时最要紧的是把张氏送回家，便拒绝道：今日有事，改日再来吧。曹万荣力鼓动：真是不错，亏的是晚花种，不然早就谢了。您再过2日来，只怕是看不到花了呢。您要是担忧病人，让他们给您留几个人，先回去好了。到底是花重要，还是亲人更重要？而且这是成交，明知道这人不好，他哪能独自留在这里？牡丹坚决地拒绝了曹万荣的提议，也不急在这一时，以后又再说。见牡丹软硬不吃，曹万荣的脸色难看起来，勉强忍着没有发作。牡丹见他突然翻了脸，不由暗暗叹了一口气，接过何五郎手里的钱，轻轻放在桌上，向他道了谢，转身往外走。曹万荣这次没拒绝，只是脸色着实难看的可以，不过那煎鱼到底还是备下了。出了曹家的牡丹园，何五郎叹道：这人脾气可真怪，一言不合就勃然变色，似这等生意人倒也少见。牡丹道：他就是那上次我们去买花和我们抢着买花的那个人。何五郎听了撇撇嘴，难怪。说着上前使钱打赏那渔夫，打听这曹万荣的出身来历。片刻后打马奔到牡丹身边，笑道：你道他原来是做什么的？牡丹见五郎年轻的眉眼满含笑意，不由生了几分好奇之心。做什么的？五哥倒是快说给我听听呀。五郎欢快的了一声鸭叫，笑道：此人厉害着呢。岭南江西间出产麸金，又有金池，有人宰鹅、鸭食，从其腹中得到麸金。他呢，就养了无数的鹅鸭，专门收集鹅屎、鸭屎，然后细淘，多时1天可以得到2两麸金，少时也能得到半两。他在那边养了10多年的鹅鸭，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豪。后来大约是羡慕京城风流，所以才来了这里，改为种花。你别小看了他，他今年向宫中进献了4盆牡丹花，一红一白一紫一黄，都是千叶牡丹。旁人是献花发财，他却是费了不少的力气和钱财才进献去的。之后就有许多权贵来他这里游园买花，赏不少。牡丹听得神色凝重，看来个人有个人的2把刷。他将来把花培植出来，怎么打开市场，还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过程。张氏有孕的消息让何志忠与岑夫人很是欢喜，其他人也纷纷恭喜张氏，只有杨氏和孙氏黯然神伤。孙氏进门1年多了，还是没动静。牡丹见孙氏难过，便主动陪他说话，又想到这些日岑夫人有意冷落他和杨姨娘，这样其实也不好，不过无心的一句话倒弄得家庭不和睦了，便约他到自己那里去玩，拿了松仁逗甩甩说笑话。甩甩本是个人来疯，最近牡丹忙着外面的事情，陪他的时间就没从前那么多，这令他很是不满，导致他对牡丹身边他不熟悉的亲近之人怀着一种本能的敌意。见孙氏和他打招呼，嘎了一声，很拽地撇开了头。牡丹骂他，他也不理，转过身去用屁股对着牡丹。牡丹知道他又吃醋了，也不管他，只拿了松仁在他面前吃，边吃边说真香。甩甩慢慢熬不住了，低下了他高贵的头，歪着头看着牡丹，焦急地在横杆上来回踱步，谄媚地道：牡丹最可爱，
牡丹最可爱。又自吹自擂，帅帅真可爱。孙氏见状，忍不住哈哈笑起来，接过牡丹手里的松仁，喂给甩甩吃，望着牡丹轻声道：丹娘，上次我真是关心你，没其他意思。牡丹眨了眨眼睛，我一直知道六嫂是关心我呀。孙氏叹了口气，苦笑道：你们出门以后，我被姨娘狠狠骂了一顿，说是我惦记着你的嫁妆。晚上你六哥回来，又狠狠骂了我一顿。孙氏边说边仔细打量牡丹的脸色，见牡丹一脸的懵懂，便咬咬牙继续道：其实我不过就是听人说刘家想占了你的嫁妆不还，生怕你将来手头不宽裕。我很是替你担心，同时也是想讨好公婆的意思。你知道我进门这么久，身上迟迟不见动静，心里不安得很，总巴不得和所有人都把关系处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本以为是讨好的事情，谁知却是圈套。杨姨娘骂他的话犹在耳边，既然是好事，可以出头露脸，叫全家都认得你最关心丹娘，那个人为什么不自己问，反而把这个机会留给你，让你去出这个风头？你用点脑行不行？孙氏想到此，不由恨得牙痒痒。牡丹却是不管这许多，只温柔地握住他的手。六嫂，你们都想多了，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你也别担心，还总会有的，你只比我大1岁啊，正是好年华呢。孙氏见不问到底是谁和自己提起嫁妆的事情，微微有些失望，很快又笑了起来。好，我是那样的人，这些天就没睡好过觉。姨娘和你六哥都要我来和你解释道歉，你千万别误会。如果是自己奶同胞的，哪里会这样小心过了头？牡丹嫣然一笑，认真地道：真的没什么，我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心疼我关心我，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会无中生有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你们真是想多了。孙氏见牡丹说的诚恳，想到这些天他对待自己确实也还和以前一样，便也放了心，觉着牡丹真是可亲，不是那种讨嫌多事的。只是想到害得自己被公婆讨厌，姨娘被骂的那个人，心里就是不平衡，便道：是呀，他们也不想想你的嫁妆，我能什么主意？说的难听一点，无论如何都轮不到我。再说了，虽然是庶出，但有谁亏待了我们吗？没有，我和六郎向来都是最知足的。一扯到这个复杂的问题，牡丹就有些头大，她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便用其他话题把话转开。孙氏也就识相地不再提起此事，转而笑道：多亏你当时给我解围，谢谢了呀。雨禾一直在旁边伺候，待孙氏走后，方悄声问牡丹丹娘：您刚才怎么不问到底是谁和他说那件事的？六少夫人分明就是被人算计了呢。牡丹起身往屋里去，低声道：问他什么？他若真的告诉我是谁，我又该怎么应对才好？和他一起说那个人居心不良，还是说他多想了？都是家人，怎么都显得我无聊多事？你只注意看着，看他最近突然疏远了谁，杨姨娘又总针对谁，不就知道是谁了？雨禾抢前一步，替牡丹聊起琉璃珠帘来，细细想了一回，忍不住笑了起来。您说的是呀？牡丹顿住脚步，左右我们不在这里常住的，知道是谁不是谁都没什么意思，不过就是以后远着那人一点而已，旁的事情什么都做也不要说。以他目前手里的钱来看，已经够用了。刘家那笔钱如果能回来，他打定主意是不要的，也不曾想过要从何家父母那里额外多弄些钱，既然不贪财，又哪里来的那许多矛盾和算计？雨禾有些感伤，不管您去哪里，奴婢总跟着您的。虽然现在家里多数人都对丹娘很好，但到底是应了那句老话，女儿就不算是自家人，是替外人养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管怎么好，始终不能和传宗接代的男相比。牡丹抿嘴一笑，反握着雨禾的手：我知道的，你们几个都是真心待我，没有林妈妈、雨禾、宽儿、树儿，她在刘家的日会更难。说什么呢？林妈妈用个红罗绡金帕包了一包东西，笑眯眯的进来，一眼就看出屋里的气氛不一样。牡丹笑道：六嫂怕我多心，是才和我说了好一些话。妈妈拿的什么？林妈妈将帕打开，捧了只水晶桃形粉盒与一只锡盒来，笑道：是表公使人送来的。牡丹刚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还有谁都有了。林妈妈暗叹一声，牡丹过谨慎，仍是认真回答道：夫人、少夫人、姨娘、荣娘他们都有的，不多不少，一共17套，里面的东西都一样，唯有盒的花式不一样。牡丹这才拿起那只水晶桃形粉盒来瞧，打开一看，却是肉色的香粉。这是利汉红饭香，说是宫内造的，娘娘们最喜欢用的，是用华石1斤、新红钱、青粉5钱，麝香少许研制而成，和那寻常的附身香粉不一样，说是香鸡、利汉、
节那日正好用呢。夏天多穿轻罗纱衣，就是穿上几层仍然能看到肤色，所以大家都流行在身上铺粉，以便旁人隔着衣料就能看到自己雪白粉嫩的肌肤。牡丹却是从来不喜欢搞这一套，总觉得本来就热，出了汗更是黏黏糊糊的，难受。刚才看到这粉是肉色的，能利汗，尚感几分兴趣。此时听说竟然有从水银里提出的新红，立刻灭了那心思，将那盒放到一旁，转而去看那只锡盒。锡盒做得其精致，盒盖上镌刻着一只盛放的牡丹和一只意态悠闲的露丝，却是个一富贵的花样牡丹。打开盒盖来瞧，里面装的又是专供佩戴在身上的牡丹衣香，正是自己常用的，只是稍微又有一点点不同，味道更甜一点，也不知里面加了什么，不由就有些发怔。林妈妈和雨禾对视一眼，都有些心领神会。良久，牡丹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仍将那帕把两只精美的盒包了起来，递给雨禾道：收起来。到了晚饭时分，李姓已经告辞，何家的女人们还在兴奋地讨论刚才他送来的利汗红饭香，还有那一香。牡丹细细听下来，原来每个人的衣香味道都不一样，但只有他一人的是牡丹香。孙氏见牡丹坐在一旁只是笑，并不参与讨论，有心示好，便问牡丹：丹娘，你的是什么香？我的是芙蕖衣香，配的可真不错，听说行之也是个调香高手。这话牵动了一拨人的心，看这情形，将来牡丹只怕是要嫁去李家的。若是她在了何家的调香秘法去，将来何家的成香铺怕是永远都不要开了。这许多人怎可能永远只做珠宝和香料原材料生意，少不得要做点旁的，例如成香铺、饰铺等等，才能养活人。所以牡丹什么时候再婚，嫁给谁都很关键。真是扫了一眼众妯娌，见个个都低头不语，一边暗自鄙视他们没本事，敢想不敢做，一边笑道：还用问，定然是牡丹一香。斜睨着牡丹吊笑道：大家都不过是沾光罢了，行之这人真是不错，是不是，丹娘？牡丹抬眼看向甄氏，落落大方地承认：表哥为人的确不错，如果没有他相助，我的事情没那么容易。说到沾光，我倒是有些不明白这其中的因由，嫂说来听听。自那日刘畅当众指他与李姓有私情后，家里人就非常注意，不叫他与李姓单独接触，更注意不说任何有可能引起误会的话。毕竟一个尚未和成功，一个尚未娶妻，什么都谈不上。风气再开放，女的名声总是最要紧的。旁人倒也罢了，自家嫂也当着孩们开这种玩笑，是什么意思？真是以为牡丹会娇羞，会回避，就是没想到她会坦然面对，还明知故问的当着全家人追问自己。之余只是干笑一声，试图敷衍过去，语意含糊的开玩笑，他敢叫他当着全家人说这个，他倒是没那个胆。牡丹见他不敢再说，也就低头吃饭，不再逼问。何志忠却沉着脸道：什么沾光不沾光的？谁沾谁的光？这是回礼你母亲刚使人送了礼去他们家。哦，真是讨了个没趣，狠狠瞪了一眼埋头吃饭的何郎，又扫了一圈几个幸灾乐祸或是面无表情的妯娌，暗自咒骂几句，将面前碧螺使劲咬了一大口，狠狠地嚼着。众人不敢再多言，这顿饭吃得很安静，就连孩们都规矩了许多。何志忠一放下碗筷，其他人也跟着放了碗筷。岑夫人抬眼冷冰冰地看向甄氏郎媳妇：你随我来。甄氏第一次看到岑夫人用那种眼神看自己，只觉得背心凉飕飕的，情之不好，硬着头皮乞求地看向吴氏，吴氏却是沉着脸，看也不看他一眼。再看何郎，何郎正笑眯眯地拉了大女儿惠娘的手送到牡丹跟前，说是让惠娘帮着牡丹种花，惠娘也果真亲亲热热地扶到牡丹肩上撒娇。甄氏吸了一口冷气，垂头垮肩地跟着岑夫人进了后面。甄氏在岑夫人房里一直待到天黑才出来，出来后埋头迅速回了房。第二日清早去岑夫人房里请安，是第一个到的。经过此事，他对牡丹倒是客气了许多，再不敢说话。接下来的日，牡丹又出了几次门，好几次本是想去香料铺的，结果每次都没能如愿，不是被甄氏缠着，就是被李氏和瑞娘缠着，又或者被白氏托付了去买东西。渐渐的，他也就轻易不再出门，看着院里的牡丹花一盆盆的谢了，结了种，幸成日专心捣鼓那些花，一看到有生虫的迹象和叶变黄的迹象，就要守在旁边小半日，有虫捉虫，不能捉的就用硫磺灭虫，倒也自得其乐。而默默观察下来，孙氏疏远和杨氏针对的人不是旁人，却是薛氏。这是牡丹和林妈妈与何所想不到的。牡丹的心情很复杂，似乎她还没回家之前，何家没这么复杂的。他的到来就像是催化剂，将一些往日沉淀在下面看不清的东西催化之后，渐渐浮出了水面。
而这些事情都是他无力控制的，他只能和林妈妈一道，严厉管束雨禾、宽儿、树儿，不许他们参与到何家下人间的派系斗争中去，多做少说，不许生事。因为孙氏和杨氏做得太过明显，导致不只是牡丹等人注意到了，就是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三人之间有问题。先前薛氏还想着以和为贵，百般忍让着孙氏和杨氏，几次三番被挑衅后也忍不住了，抓了杨氏和孙氏的把柄，当着全家人给了他二人一个难堪，充分维护了自己作为长媳应有的威严。渐渐的，三人发展到见面也不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因薛氏是长媳，帮着岑夫人李家的时日太久，地位轻易不可撼动，也没谁敢轻易就和他唱反调，或者是去质问他，只敢在私下里猜疑，传出老大媳妇等不得了，私心太重，不但容不下小姑子，也容不下公爹的小妾和庶出的兄弟和弟媳等等之类的传言。为了家庭和睦，吴氏和白氏来来回回的做和事佬，却不起任何作用。岑夫人的态度也很让人疑惑，不闻不问，仍然十分倚重薛氏，假装不知这事。他这态度落在其他人的眼里，似乎又是太过偏袒长媳，就是女儿也不能比，于是大家看向薛氏的目光又多了几分复杂。作为当事人的薛氏却是犹如被放在火上炙烤一般，他隐约知道这和上次孙氏被骂的事情有关，却不知道这二人为何就怀疑到了他头上去，而且是不容辩驳，背地里哭了好几场，又不敢说给大郎知道，只是咬着牙硬撑着。相比较孙氏和杨姨娘的态度，他更在乎岑夫人和牡丹的态度。岑夫人不咸不淡的，看不出什么来，似乎还是如同以往一样的倚重他。剩下的就是牡丹这里了，他几次想和牡丹拉开了明说，却总是在看到牡丹蹲在牡丹花旁默默忙碌的背影就转了身，以叹气告终。如果牡丹本身并不知道这件事，自己和他说了，又惹得他多心生病，或者要搬出去怎么办？事情就更加无法收场了，同时也就如了背后捣鬼的那个人的意。到了端午节前夕，牡丹和薛氏一起准备全家人佩戴的长命履时，牡丹看着薛氏这些天来骤然消瘦下去的脸颊，主动道：大嫂，明日咱们什么时候出发？薛氏的手停了停，垂着眼道：家里的事情太多，不然请你二嫂陪你去吧。牡丹笑道：好嫂嫂，我还是觉得你陪我去最好，咱们早就说好了的，你赖账我可不依你。这样亲热的口气就和小时候缠着自己时是一样的。薛氏愣了愣，抬眼看向牡丹，牡丹看着他的眼睛轻声道：这些天我看到大嫂瘦了，也似乎是有话想和我说，我等却总是等不到。虽然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但是我能体会大嫂的不易。我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从前病弱的单娘，有什么大嫂完全可以和我直说，咱们是亲人，不是外人。牡丹的眼神清澈，表情柔和，语调温柔平静，让人看了不知不觉就跟着他放松下来。薛氏握住牡丹的手，眼圈控制不住地红了起来。受了委屈的人，还有什么能比得到其他人的理解更让人感动的呢？作为最占优势的长媳，她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得罪公婆丈夫小姑，给旁人抓把柄的事。更何况当初给牡丹那笔钱做嫁妆时，她也果真没眼红过。薛氏到底长事多年，很快就平静下来，探手握住牡丹的手，望着牡丹漂亮的凤眼，一字一顿地道：丹娘，你放心，我和你大哥是真心疼惜你的，不管将来如何，我们都会照顾你。虽然他不是要靠着人生活的人，但薛氏这句话非常难得。牡丹这些天来想了很多，最后觉得判断一个人的品行好坏，不能单凭一件事去断定。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非，但通过这些天的冷眼旁观，他看到了众人平时看不到的一面。林妈妈和雨禾为他不平，但他觉得他们就算是有千百个心眼，接他回家的那一刻都是真心的，面对刘家时战线也是统一的，他们把他藏在身后保护他时也是毫不犹豫的。亲情可贵，值得用心去维护，怎能因为一句话就引起这许多的官司呢？晚饭时岑夫人看出了薛氏和牡丹之间的不同，很是欣慰，便在饭后将牡丹叫入房里，挥退左右，笑道：是你大嫂找的你，还是你找的你大嫂？牡丹笑道：她找过我几次，什么都没说，我见她憋得厉害，索性主动开了口。原来您什么都知道，却不管，倒浪费了我一片心，不敢和您说，怕您伤心。岑夫人叹了口气，爱怜地摸摸牡丹的头，道：我什么不知道，我不过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想怎么蹦跶，能蹦跶出多大的风浪罢了。你大嫂是个吃得亏顾大局的，你日后可要记着她和你大哥的好。牡丹听岑夫人这话，似乎话中有话，皱眉道：您知道是谁吗？岑夫人微微一笑，不答牡丹的提问，转而拉了她的手去后面廊屋里。
让娘看看我的丹娘明日穿什么呢？既是去见贵人，又是去求人，便不能穿得太过艳丽或是太朴素，得好好挑挑才行呀。岑夫人的手保养得宜，温软顺滑，暖意顺着手掌传到牡丹身上，引得他人也跟着懒散娇憨起来，撒娇道：娘，我有点紧张，不知道那位贵人是个什么人呢？脾气好不好？肯不肯帮我的忙？你陪我去好不好？娘老了，陪你们挤不动，就留在家里和你五嫂一道看家好了。岑夫人从雨禾手里接过一件象牙白绣豆绿牡丹含银蕊的窄绣罗襦来，对着灯光眯着眼睛看了看，满意的点头。配什么裙子？倏儿极有眼色的递上一条6幅翡翠罗裙和一条雪白的轻绒纱披帛。岑夫人满意了，对对，就是这样。发饰简单一点，我记得你有对蝴蝶纹金翘，就差那个好了。定下衣装后，倏儿和宽儿忙去隔壁备下热水、熏笼、熏衣箱，给牡丹熨衣熏香。为防止牡丹与白夫人约会之处被人占去，也为了让家里人到时候有个好地方看热闹，第2日一大早，方门刚开，何四郎就带了几个孔武有力的家人，匆匆抓了几个胡饼，占地方去了。待到辰时，牡丹装扮完毕，捧出五彩丝线做成的长命缕来，挨个儿给何志忠、岑夫人、折织女们系在手臂上，待他这里系完，薛氏也指挥着众人将每间屋子的门上悬上了长命缕。待到早饭上桌，岑夫人威严地扫了众人一眼，道：今日过节，谁都不许惹是生非。众人互相对视一眼，全都应了好，立刻满脸堆笑，其乐融融起来。何志忠吩咐儿子们，一年到头也难得几次休息，分2个人出来去铺子里看着，其他人吃了饭收拾好便出门。话音刚落，何三郎、何五郎、何六郎俱都主动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看管铺子。确定好留守人员，众人的兴致愈发高涨。孙氏最贪玩，迫不及待地宣布从下人们那里听来的最新消息。听说今日开业禁。白氏笑话他：这个早就知道了的，你才知道呀。孙氏急道：哎呀呀，我还没说完啦，听说太常寺向民间借妇女裙襦500多套，方便给散骑用呢。也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人，要怎么个表演法，有多热闹呢。杨氏不胜感叹，要是在咱们扬州是要进度的。州府上出钱请了乐伎，县府争胜负，要在江边搭上许多彩棚，待到3声鼓响，鼓鸣人呼，挥着飞舟，哎呀呀，好不热闹。可惜我这辈子是再也看不到喽。何志忠扫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道：你要想回扬州去，也不是不可以，若是觉着不好看，就留在家里伺候夫人。是。杨氏立刻想到自己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只怕都被他看在眼里，就只在找机会好修理自己，哪里敢触他的眉头。当下委屈的垂下头，不敢再多语。众人欢欢喜喜地出了门，但见人们3、5成群，摩肩擦踵，满大街都是人。牡丹跟在父兄嫂子身后，却又发现自己几天时间没上街，今日又与往日有所不同。戴帷帽的女子没有以前多，多数人都路迹而行，衣着鲜艳，神采飞扬。男子们的幞头角果然如同李姓所预言的一般，多数都翘了起来。待到众人行至东市附近时，早已听得喧嚣满天，却是歌舞表演要开始了。何大郎、何二郎带着几个孔武有力的家丁，护着家眷，直奔何四郎事先站好的地方去。牡丹才刚站好，就听得秦正楼上一阵疾风暴雨似的鼓响，于是众人俱都安静下来。牡丹站在何四郎事先命人备好的矮凳上，翘首望去，但见秦正楼上旌旗飘飘，华盖如云，只看得见有许多人在上面，有个人站在楼上大声说些什么，具体是什么样子却是看不清楚，只知道众人全都跪拜倒地，3呼万岁。少卿，那人说完了话，众人又呼万岁，起身立在一旁，这么多的人全都拼命喊出来，果然气壮山河。片刻后，鼓乐之声传来，众人俱都欢呼起来，拽长脖一瞧，呆了。花车游行的，但见从春明门开始，一溜来了12张彩车，拉车的牛或是蒙上虎皮，或是扮作犀牛、大象、千奇怪，彩车上有许多盛装丽人拿着各种乐器吹拉弹奏。而后又有锦绣装扮的大象姗姗来迟，欢快的狮舞，身着锦绣衣裙，男扮女装的歌舞伎，统一服装的各种戏伎人列队而来。到了勤政楼下，这些人便开始表演，得远，牡丹看不清楚，眼睛看酸，也只能勉强看到大致是在什么，真是可惜，没有望远镜的。再看周围众人，明明看不清楚，却是个个都把脖拽得老长，眼睛都不眨一下，无比的专注。牡丹叹了口气，达官贵人们早把观赏的最佳地点占了，剩下的这些地方中，他们这里还算是好的位置，也不知更远地方的那些人又怎么过，难道个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不成？忽听人群一阵喧哗，
万头攒动，纷纷往勤政楼边涌去。牡丹踮起脚一瞅，许多金灿灿的东西与日光交相辉映，从勤政楼上雨一般的洒下来。众人疯了似的抢而身边的何大郎、何四郎二人早就不见了。怎么了？怎么了？那是什么？牡丹急得跳脚。薛氏和白氏等人也在拽着脖看，谁也顾不上回答他的问题。李姓穿了一身松花色的窄袖圆领袍，不声不响地挤过来，含笑看着牡丹。这是圣上高兴了，抛洒金钱作为赏赐呢。表哥也来了。牡丹在记忆里寻了一遍，好奇地道：是金通宝吗？这金通宝不在市面上流通，而是专供赏玩的，都从宫里赏赐得来，官宦人多少都有些，刘家也有，只不过和牡丹是没那机会进钱细玩的。是金通宝。李姓微微一笑，示意牡丹将手展开，牡丹一言伸手，李姓手一松，两枚滚烫的金通宝就落到了牡丹的手里。牡丹看看还在成一团的众人，吃惊地指着他：你怎么先就有了？他衣饰整洁，怎么都不像刚和众人抢过钱的样。再看看他戴的幞头竟然没有脚了。牡丹指着他道：你的脚怎么没了？李姓反手摸摸脑后，轻描淡写地道：个个都翘着脚走，我便捂脚飞着走吧。牡丹让他转过头去一瞧，却是被剪掉了，果然与众不同。牡丹不由大笑起来，阳光下她粉腮嘴唇，年轻的脸上细细的一层绒毛透着金色的光，象牙白的窄袖纱罗短襦配上翡翠色的长裙，绯色绣缠织纹的裙带将纤腰系得不盈一握，显得修长俏丽，活泼可爱。一种说不出的情愫自李姓心中升起，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脏。他握紧了拳头，好容易才将目光自牡丹身上移开，微笑着看向远方。牡丹细细赏完了一回金通宝，又递给何志忠、薛氏、雨禾等人看了一回，方还给李姓。李姓却又只轻声道：给你完了。牡丹看看何志忠，面露犹豫。李姓微微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来：不过就是2个金钱，你哥哥们跑那么快，人群里那么去挤，不就是想抢2个给你们玩的？你不要这个，可是想等会儿和其他人争呀？还是你是嫌弃不是圣上御手撒下来的？何志忠突然道：丹娘喜欢就接着。吉也确实想要，牡丹便朝李姓微微一笑，轻声道：谢谢你啦。小心地打开腰间的花开富贵荷包，装了进去。不多时，楼上停止撒钱，人群也四散开来，表演继续。何大郎、何五郎挤得浑身是土，满头大汗，紧紧攥着2个拳头，有说有笑的并肩归来，得意洋洋地伸手给众人看。两人却是仗着身体强壮，一共抢了6、7个金通宝，相较其他人而言，已经是大的收获了。约莫又过了1个时辰左右，先前游行的花车已经顺着街道往金光门那边去了，所过之处欢呼一片。李姓告诉牡丹：现在看不清楚不要紧，他们在那边都搭有高台，在这里遇赏之后，就会去那些地方表演有剑舞、琵琶、马技、跳剑、跳丸、羊戏、猴戏、杆戏、绳技、脚底、力技、琴戏、斗鸡、踏球、鱼龙蔓延、吞刀吐火、瓦器种瓜、空手变钱，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等下你可以慢慢去看。牡丹听得大感兴趣，感情娱乐活动挺多的，后面还有魔术呀。李姓顿了顿，又道：今晚还有更好玩的，可以戴了面具，打了火把到处玩，就和上元节时一样。我备了男装和面具，如果你等会儿有了好消息，一起去。上元节正月15，各地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民间集会，开方式夜尽，人们打起火把，不拘世数，男女长幼混杂在一起，歌舞欢笑，通宵达旦，在牡丹看来相当于狂欢节。从前的何牡丹由于身体的原因，从来就没能参加过这样疯狂的节日，现在可好，她可以参加了。牡丹兴奋地回头去问大郎、四郎、薛氏等人：哥哥嫂嫂们也要玩的吗？大郎笑道：这有什么要紧，若是想玩，我们陪你就是了。忽听勤政楼前传来一阵喧哗，接着一片静寂。很快那边的情况就传到了这里，原来是有魏王府进献的天竺艺人表演刺肚割鼻，艺人刚拿起刀往身上刺，就被皇帝认为残忍，立刻给制止了，并且还下了诏，说这天竺艺人患祸性，非道理，让遣发回去，不许在京中久住。牡丹依稀记得，这魏王就是清华郡主他老爹，当今皇帝的亲兄弟。进献的节目到这种事，只怕是很晦气的一件事。他抬眼目寻李姓，果见李姓微笑着点头，轻声道：这天竺艺人是清华郡主向魏王推荐的，清华郡主要挨他老爹教训了。牡丹幸灾乐祸的一笑，忽然听得一阵悠扬的乐声传来，怎么听怎么熟悉，瞧一看，一对穿着五彩锦衣的童儿牵着一黑一白2匹用五彩璎珞装饰的骏马，到了勤政楼前的广场上，却是李姓那2匹。
此时却是到了宁王府献艺了。牡丹心头一暖，看向李信，轻声道：谢谢你，表哥。李信挑了挑眉，抿唇一笑：客气什么？我本来就是要献给宁王的。牡丹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终究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便性不说，静静站着看向远方。李信悄悄侧头望了望他，突然低声道：怎地今日换了香？不喜欢那牡丹衣香吗？牡丹心口一跳，抓紧了袖口，抬眼望着他灿然一笑，反问道：我用的这个千金月令薰衣香不好闻吗？李信抿抿嘴，微不可闻地道：好闻。抬眼看到那边舞马表演将要结束了，忙道：我得过去了，稍后我来找你们。说着匆匆朝何志忠行了个礼，快步去了。不多时，勤政楼那边传来消息，宁王府的舞马却是剥得今日献艺的头筹。只因到了最后，那舞马竟然用口叼起硕大的金杯，向皇帝和皇后跪下敬献美酒。当然那酒皇帝和皇后是不能喝的，但是多么稀罕讨喜呀！特别是和先前为王府进献的天竺艺人刺度歌比起来，简直是两种感觉。于是重赏。牡丹四处观看了一些，因快到深正，仍感觉到有些疲倦，想到晚上还要见人，得养足精神才好，便和薛世良有几人陪着，一道去了香料铺里，在何四郎平时休息的地方小憩一觉。醒来就在店里用了晚饭，算着时辰差不多了，认真打理了一番衣饰，去了与白夫人约定好的地方候着。时近黄昏，勤政楼上已经灯火辉煌，街边搭起的看台和官宦人家设的看棚四处张灯结彩，树上挂下一串串的灯笼，将从春明门到金光门这一条宽阔的大街照得亮若白昼。虚实还差一刻，穿了褐色圆领窄袖袍，这黑白条纹紧口波斯裤，踩着浅绿线鞋，装扮时髦的撵玉就赶了过来，看见牡丹和薛氏等人早就在那里候着，不由满意一笑，上前和牡丹行了礼，招手叫他在一旁去说悄悄话。您运气好，那位贵人今日来了，稍后还要和我们夫人一起游玩，清华郡主也在。稍后您只管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露露脸就好，等到有人来唤您，您就过去，郡主必然给您难堪，到时候您就……牡丹听得连连点头，拉住撵玉问道：姐姐可否告知那位贵人的身份，免得我不小心冲突了？撵玉笑道：是康城长公主，当今圣上的皇姐，最是人善，很得敬重，只要她愿意帮您，就什么事儿都没了。牡丹认真记下，换了薛氏和风大娘、林妈妈与何一道，和撵玉之间隔着7、8步远，一前一后的向着勤政楼方向走去。大郎、二郎、四郎带了几个人跟在后面，小心翼翼的，连眼睛也不敢眨，生怕一眨眼牡丹就不见了。随着撵玉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直走到正对着兴庆宫勤政楼的到正方门口，但见人群中戴上各式兽面面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男女难分，人们的情绪也空前高涨，嬉笑玩闹，肆意张扬。而兴庆宫到正方两边的城方墙下，按着爵位制高低一字排开许多装饰华丽的看棚，俱都高出地面约尺许，宽窄不一，以松木为支柱，桐木为台面，看棚四周五彩丝绸帐幔低垂，彩灯辉煌，锦衣铜仆美婢侍立四周，不及靠近，笑语欢声盈耳不绝，各种名香酒菜香味已经扑鼻而来，端地是富贵奢华矣。牡丹正目四望，忽被雨和拉了一下袖口，低声道：丹娘，您往右边看，那是刘的看棚，您瞧瞧那老钱婆的样。牡丹默了一默，抬眼望去，但见戚夫人与戚玉珠盛装华服地立在看棚门口，戚夫人发髻约有1尺高，上面插着诰命用的漆树花钿，满脸寒霜，死死瞪着自己一行人，那目光凶狠的似要扑上来将自己撕来吃了一般。牡丹沉静的朝戚夫人微微扶了一扶，她没看到刘畅的身影，心想他大概是还没放出来，又或者是寻欢作乐去了。戚夫人见牡丹见了自己，竟然不躲避，还敢向自己行礼，这不是挑衅是什么？想到还被关着的刘畅，耀武扬威的清华郡主，不由伸出手来，指着牡丹，咬着牙对左右的人道：去把那女人给我带来，我倒是要问问她，她怎么就这么脸。刘成彩闻声，自看棚里疾步走出，一把拉住戚夫人往里拖，回头抱歉地对着牡丹笑了一笑，一脸的老实无奈相，活脱脱一个到期撒泼无能为力的软丈夫。人声嘈杂，牡丹没听清楚戚夫人说的什么，只知道绝对不是好话，但是到如今她自是不在乎这个的。走，谁想没走几步远，奴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拦在她面前，朝她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笑道：少夫人，老爷命奴婢和您说一声，那件事可以了，请府上择日去府里拿书。牡丹一愣，还没求到康城长公主那里就可以了？就这么容易？得来巧合，她反而怀其中有诈，于是谢过念奴儿，继续往前走。
不管刘家要怎么，他都要把这事进行到底。聂奴儿目送着牡丹的身影，轻轻叹了口气，径自转身去回话。才刚踏上看棚，戚夫人就冷着脸迫不及待地问：他到这边来做什么？是不是来勾搭人，又想攀上什么好人家的？聂奴儿垂眸道：少夫人什么都没说。刘成彩歪在一张绳床上，淡淡地道：他不管怎么样，现在也还是你儿媳，你这样说他，对你又有什么好处？扫了戚玉珠一眼，语气稍微严厉了些，当着还说实在不像话。戚玉珠闻言立即低下头，眼观鼻，鼻观心。戚夫人冷哼一声，白了刘成彩一眼。刘成彩道：好好，我不说了，我到隔壁闵巷那里去一趟，稍后回来陪你们游街。此时外面漂亮的女妓可多，特别是闵巷那里的家妓更多。戚夫人眼珠一转，满脸堆笑地对着戚玉珠道：珠娘，你不是和闵香家的娘交好吗？趁着此次机会，让你姑父带你一道去，如何？戚玉珠微笑不语。刘成才已然皱眉道：胡闹，我去是做正事，他果真是去做正事，带着个女孩算什么？戚夫人却是越发以为被自己猜中他的龌龊心思，便道：你领他过去，让女孩们自己去玩，耽搁你什么事了？刘成才知道他的脾气，知道自己若是不答应带了戚玉珠去，只怕是不得出这道门槛。走。戚夫人见他让步，心满意足地朝戚玉珠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帮自己看着点刘成才。戚玉珠温温柔柔的笑，殷勤地跟上刘成才。刘成才立在街头，一眼就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了牡丹的背影，当然也看到了何大郎等人的身影。他低头想了想，领着戚玉珠走到戚夫人看不到的地方，方温和地同戚玉珠道：珠娘呀，姑父有要事不能陪你了，我拨2个得力的人给你，你自己去寻闵家娘玩，年轻人嘛，玩得高兴点。戚玉珠懂事的应了好，乖巧地问刘成才：姑父什么时候回来？侄女好在这附近等您一道回去。要是戚夫人有她这个侄女一半乖巧聪明就好了。刘成才对戚玉珠的表现非常满意，呵呵一笑，默默计算了一下时间，道：你半个时辰以后过来。说定时间地点，二人分了2头，各朝一边走去。戚玉珠身边的侍女道：二娘，咱们去寻闵家娘吗？戚玉珠并不答话，只抬眼看了看远处灯火辉煌的宁王府看棚，招手叫刘成才留给他的2个侍卫上来，命侍女递上1罐钱，笑道：我饿了，听说东市里有胡人卖芝麻糊饼，香脆好吃，你们谁去买了来？那2人不疑有他，分了1人去买饼，另1人牢牢跟在戚玉珠身后。戚玉珠抓住侍女的手，趁着那人不注意，一头扎入人群中，拐2拐，又躲又藏，很快甩掉了剩下的那个人，充满憧憬的快步朝宁王府的看棚走去。眼看着宁王府的看棚就在眼前，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一条男声不悦地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戚玉珠一惊，回头过去，却见刘畅穿了深青色圆领靴胯袍，手上还拿着个虎头面具，淡淡地立在他面前。他又惊又慌，左右张望一番，小声道：表哥，你怎么来了？小心不要被姑父看见，我才和他分开。刘畅阴沉着脸哼了一声，把面具往头上一套，道：你跟我来。戚玉珠万分惋惜地看了宁王府看棚一眼，无奈地跟在刘畅身后而去。很快2人就淹没在人群之中。却说牡丹见前面的撵玉停下了脚步，回身向自己招手，忙快步跟上去。撵玉指着前方一座垂着绯色帷幕的高台道：那就是长公主府设的看棚，此时我们夫人和郡主都在里面，奴婢先进去，您隔一盏茶的功夫再过来。牡丹点头应下，与薛氏等人一道站在旁的阴影中静静等候。到了时辰，薛氏将牡丹一拉，大步往外走。时候到了，几人慢吞吞地朝着康城长公主的看棚走过去。牡丹、薛氏并不刻意去看那里，只和周围的许多庶民女一样，好奇地近距离观看这些达官显贵家设的华丽看棚，以及观赏那些显贵们还有他们美丽时髦的童仆侍女，充分享受这世俗同乐的时刻。雨禾不敢到处看，专注地观察着康城长公主的看棚。忽见一群盛装华服的丽人从帷幕深处走了出来，其中一个穿了樱草色宽袖披袍的，正是白夫人。眼看着白夫人的眼神往这边来，雨禾忙拉了牡丹一把，牡丹一回头，正好和白夫人碰上。白夫人只从牡丹脸上掠过一眼，便回头和身边一个年约40多岁、高鼻细目、这绛紫薄纱披袍、发髻上插着9束花钿、脸型圆满如月的贵妇人低声说了几句。那人扫了牡丹一眼，回头低声说了几句。不多时，一个头扎红色细罗墨额，穿着白色翻领长袍，腰束叠蟹带，这红白相间条纹波斯裤，裤脚镶着美丽花边，
穿着花鞋、女扮男装的女官自康城长公主的看棚里走出，直奔牡丹而来，朝牡丹行了个礼，笑道：“请问小娘可是刘凤一郎家的宝眷吗？”她行礼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看着就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脸上的笑容不卑不亢，观之可亲。牡丹忙还了个礼，笑道：“正是。小妇人何为芳？”那女官不露痕迹地扫了牡丹一眼，笑道：“我姓萧，我家女主人见小娘风华过人，有心结识，请您一步一叙，不知您可否愿意？”说着指了指康城长公主的看棚。牡丹笑道：“继承亲眼，恭敬不如从命。”薛氏等人正要跟了牡丹去，萧女官微笑着，彬彬有礼却不容置疑地道：“地方窄小，夫人还是在这里等候。”与和上前一步，陪笑道：“丹娘，奴婢陪您走到那边，等下您出来，一眼就可以看到奴婢。”萧女官闻言，认真量了一下雨禾，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转身领。雨禾见状，知道是答应了，忙提起裙，小心翼翼地跟在牡丹身后往前走去。薛氏有些焦虑不定，回头看向身后，找到何大郎兄弟的身影，方放心下来。眼看着雨禾被留在了看棚下的街边，牡丹则跟着萧女官登上康城长公主的看棚，渐渐隐没在重重的帷幕中。她的心口一阵发紧，总觉得又害怕又担忧，又隐隐抱了几分希望。合掌默默祈祷，但愿天佑牡丹，叫她从此否太来，不要再受苦累。进了看棚，香风扑鼻，满目全是靓妆丽人。印金银泥的珍贵丝织被成最美丽最时髦的衣裙托曳在名贵蜀锦做成的五彩地衣上，高达尺余的发髻上带着形形色色的花钿、翠细、金步摇、结条钗、金丝花冠、珠玉与烛光交相混映，浓香扑鼻。这就是这个时代最上层的女人们。她们或坐或站，姿态优雅娴静，淡淡地看着牡丹这个闯入她们世界的平民女。牡丹立在第一正中，接受着无数目光的亮审视，反而将先前的那一丝紧张抛之脑后，行过礼后便挺直了背脊。良久，方听康城公主淡淡的道：“你就是牡丹。”她的声音不大，很是温和悦耳，听上去却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叫人绝对亲近不起来。牡丹道：“小妇人何为芳，小名牡丹。”话音未落，就听嗤笑之声迭起，有人轻缓但是清晰地说：“则绝代止息，从芳为牡丹。为芳、牡丹，国色天香，这样的身份地位人，也敢称花中之王，休要胡说。我看花中之王虽然说不上，但的却娇艳得像朵花的。像什么花？狗尾巴花，又或者似清华养的那株蔫不拉几的鸡冠花。哈哈哈哈！众贵女笑得花枝颤。也有不屑于与这帮年轻姑娘们一道做这种不合自家身份的事的贵妇人，拿了扇悠然自得的扇着，只看热闹，不参与。白夫人平静自若地递了一杯茶汤给康城公主，似是完全没听见这些无聊又刻薄的话。牡丹目不斜视，坦然自若，丝毫不露悲切怨愤之态。先前撵玉已经和她打过招呼，清华郡主也在这里。不管清华郡主平时为人多么的让人诟病，但她始终是皇族，代表着那个超然尊贵的圈，也代表着这群人多少都有的蓝习性。似自己这个什么都不是，身份低微，偏又和清华郡主做了对头的女，便是这些皇族贵女们刁难打击的对象。了亏，心情一定糟糕，肯定要加倍刁难自己的。牡丹有心理准备，只当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全都是排泄罢了。康城长公主听着宗室侄女们嘲笑打击讽刺牡丹，并不制止，只眯了眼仔细观察牡丹。但见灯光下，牡丹半垂着眼眸，身姿挺拔如竹，如玉一般的肌肤配着乌檀似的头发，白衣翠裙，衣饰简单却精致大方，没有弃妇的哀怨可怜，没有身份地位低下者的卑微怯懦之态，也没有遭不公之后愤世嫉俗的仇恨和怨愤。就像一朵静静开放的牡丹花，不需要玉盆紧握映衬，只是静静地在那里立着，就已经将它的幽香和绝美雍容的姿态深深嵌入到赏花之人的心里眼里，再也忘不掉。倒是不卑不亢的，脊梁也挺直，这种姿态可以故意做出来，可是人整体散发出的娴静坦然却是做不出来的。康城长公主徐絮道：“叫牡丹呀，果然不愧这个名字，是个好女。你过来些，让我好生看看。”她一发言，所有的喧哗之声全都静了下去。康城长公主和圣上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关系又其密切，平时为人稳重威严，她说是怎样便怎样，她发了放，谁还敢说不是？一个穿着淡红角朵花罗披袍，头戴金丝花冠，肌肤雪白，媚眼如丝的女朝着立在一旁的清华郡主抱歉地低笑道：“八姐，对不住，不能帮你出气了。”狐狸精。清华郡主恨恨地将身上那件橘红色的团花圆领锦绣缺胯袍扯了扯，目光阴沉地瞪着牡丹，咬啐了一口银牙。
牡丹依言走到康城长公主座前，又扶了一扶，方才起身站直。康城长公主握了握她的手细看，但见肌肤如雪，掌形美丽小巧，又细细摸了摸她的掌心，感觉柔软润滑，温暖干燥。又往牡丹的脸上、脖上仔细打量了一番，微微叹了一口气，真是可惜了，身份地位再低，这样的女在家中也是如珠似宝的。谁舍得给人如此糟蹋？牡丹见康城长公主只是盯着自己瞧，并不提其他的事情，微微有些焦急，却不敢主动开口，只是一静地保持温婉沉静。良久，康城长公主方松开牡丹的手道：清华，你过来。清华郡主正瞪着牡丹磨牙，一时想起自己今日倒的大霉，无端挨了一场好骂，叫府里的兄弟姐妹们看了一场笑话，一时又想着流畅的可恨可爱之处，反倒没听见康城长公主叫她，还是身边的人轻轻推了她一把，她才惊醒过来。她带着皇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稳稳地走到康城长公主面前行礼问好，起身时轻蔑地扫了牡丹一眼，看牡丹沉静如玉的脸颊，恨不得一抓挠过去，挠花挠烂才好。牡丹似无所觉，连看也没看他一眼。清华郡主也是个美人儿，可她脸上那种怎么也掩饰不了的骄横之气，恶毒的眼神，与沉静雍容的牡丹两相一比较，高下立现。康城犀利地看向牡丹：牡丹，你恨清华吗？这么直接？当然不能说恨呀。牡丹抬眼看着康城长公主，淡淡地道：没有抱过希望，所以不存在恨，有点意思。康城长公主含笑看了白夫人一眼，但见白夫人歪在一旁，似是在听牡丹说话，神思却是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康城长公主把眼神收回，又问牡丹：这话怎么说？牡丹苦笑道：姻缘天定，何必勉强？心死，无爱所以无恨。更何况男人做的事，为什么总是要怪在女人身上呢？这话说出来，她自己都寒了一寒。周遭是一片静寂，好几个贵妇人都停下摇扇的动作，把目光投到牡丹身上细细扎。康城似是毫不意外，道：你说的颇有几分道理，既然如此，我便成全了你们如何？等的就是这句话。牡丹立即朝康城行礼下去，请贵人成全。康城长公主笑了一笑，命萧女官：你去请刘尚书夫人过来，如此良辰美景，正该成人之美。清华郡主如释重负，那老婆对自己一直就没好脸色，这回总不敢公然抗命了。自己为这事儿求了姑母许久，一直也不肯开口，今日总算是肯了。不多时，戚夫人果然急匆匆地赶来，满脸堆笑地朝着康城长公主行礼问好。康城倒也客气，请她坐下后，方指着牡丹道：夫人可识得她？戚夫人一看到牡丹，不由大，再看到一旁的清华郡主，更是愤怒，虽然不知其中情形，却已经明白和刘畅的婚事有关，更得自动脑补为清华郡主为了进自家的门而捣的鬼，一时恨透了清华郡主，人还未进门，便已经想着要怎么和她斗了。康城迟迟等不到戚夫人回答，不悦地将手里的茶盅往几上不轻不重地一放。戚夫人打了一个冷噤，惊醒过来，笑道：是我家儿媳妇何事？康城笑得温和，口里的话却是丝毫不含糊。我听说她小两口不和。戚夫人不敢隐瞒，只得样样地道：是。所谓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强留下去反倒成愁咱们做父母的，还是应该多顾着点年轻人的心意才是，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康城手一伸，就将清华的手握在了手里，这意思再明白不过，放了牡丹，娶了清华。戚夫人咬紧了牙，沉默不语。康城微微一笑：不知刘尚书可在？我记得刘尚书向来是个宽厚温和之人，想来他逼得如此急，看来今日不答应是万难善终了。戚夫人低喘了一口气，道：长公主殿下说的是这么个理。康城哈哈一笑，亲热地拉起戚夫人的手，朝牡丹笑道：还不快来谢过戚夫人宽厚大？牡丹心说，谢不谢的算什么，只是口头答应那不行，但仍然一言上前向戚夫人屈膝行礼。戚仁夫看到牡丹和清华脸上刺眼的笑容，心口一阵闷疼，痛得抽搐，将头转开，握紧了拳头，连叫牡丹起身的客气话都说不出来。康城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得很，便笑道：戚夫人，我和这还算结了善缘，我就干脆好人做到底，你看什么时候合适，我使人过来拿书。实在是欺人甚。戚夫人胸中气血翻滚，一张老脸气得通红，几次想开口说话，都发现自己的嘴唇和舌头抖得过厉害，语不成调。康城也不急，耐心等待。好一些，戚夫人方道：明日。他本想说明日不行，改天再说，哪晓得萧女官笑道：夫人真是体贴人呢，奴婢斗胆领了这个差事，明日就去。康城微微一笑：那就这样定了，明
明日我使他过来拿。这里办妥了，过几日我在求圣上赐婚，谁都不许再闹，再闹就是不给我面。一锤定音，果然天大地大，权力最大。牡丹叹服。戚夫人只觉喉头一甜，一股血腥味直冲嗓眼，强撑着起身告辞，连看周围人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勉强走出看棚，才一看到等候在外面的奴儿、朱嬷嬷等人，眼睛往上一插就倒了下去。喧哗声传到看棚里面，康成平静地吩咐萧女官，用我的监鱼送戚夫人回去，又吩咐清华郡主，你也去。清华郡主应了一声，扫了母童一眼，往外走去，未到门口就被先前那戴金丝花冠的女牵住袖，轻笑道：恭喜八姐，终于得偿心愿了。那女虽是家女，却是洒脱呢，根本不留恋留书。清华郡主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这意思是说明和牡丹的才给。她看向牡丹，阴阴一笑，丹娘，要不要我顺送你回去？清华郡主竟就上前来扯牡丹，客气什么？我正好有几句私密的话要和你说。牡丹知他不怀好意，怎可能跟了他去？当下急中生智，看着康城长公主道：小妇人还没谢过长公主成全之恩呢，请郡主改个时候。康城皱了皱眉头，淡淡的看向清华郡主，清华，你改个时候再找他，今日我想要他陪我逛逛说说话。自己这姑妈还是一味的喜欢多管闲事，还真以为自己是观世音菩萨，菩萨与陆广施恩德吗？清华郡主微微讥讽的勾起嘴角，侄女遵命。这男一般朝康城行了个礼，接过侍女递来的马鞭，转身大步出了看棚。牡丹认真向康城行了个大礼，康城泰然受了，道：明日40到安兴坊公主府来候着，我让人陪你去留拿书。说完起身，对着众人笑道：不是要去游玩吗？走。众女一片欢声笑语，簇拥着康城下了看棚。牡丹拖拖拉拉的跟在后面，招手叫雨禾过来，对着早就等着毛焦火燎的薛氏等人比了个手势，示意他们先回去。薛氏等人俱都松了一口气，牡丹却是直叹气，可惜了这样的好日，却不得不陪着一群不熟悉的人。此时外面灯火辉煌，人们舞成群，有看戏表演的，也有戴上兽面，自己敲锣鼓跳上了舞的，或是嬉笑追逐的，十分热闹。众人拖拖拉拉的走到平康坊附近，便四散开来，自寻其乐去了。白夫人过来和牡丹道：长公主知道你不自在，让你先走。牡丹笑道：我不方便去府上谢您，只有等机会合适的时候再说了。康城也是想借机帮清华一把的可能，但如果没有白夫人在中间穿针引线，绝对没有这么爽快。白夫人摆摆手：你不必放在心上，这也是机缘巧合，你刚好投了长公主的眼缘。忽见一个穿着绯色圆领袍，面上带着鬼面的年轻男蹑手蹑脚的靠过来，轻佻的往白夫人的脖里吹了一口气，轻笑了一声：好夫人，我竟不知你是这般热心的。怎么样，背着我这种事情，感觉如何？白夫人的脸僵了僵，淡然回头看着潘荣不语。潘荣的两只眼珠在面具里面咕噜转，闪闪发亮。牡丹尴尬万分，却不好说什么，只能陪着站在一旁。二人僵立片刻，潘荣终究败下尘来，手将面具取下，嘟囔道：没意思，故意带了来吓唬你们，也不见你们有任何表示。我说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别以为穿上男装靴，骑上马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男人了。该害怕的时候还是得害怕，男人才会喜欢。蛮横地冲着牡丹一扬下巴：你破坏了我们夫妻的感情，就不想做点什么弥补吗？牡丹觉得来个死不认账，把事情全推到清华郡主身上去，反正按他推论，清华郡主不可能没求过康城公主，便眨眨眼做莫名状。我做什么了？我和夫人说几句话也有错。潘荣不耐烦地道：得了，女人天生满口谎话，我才不信你们理，我又不是傻。白夫人道：丹娘，你先走。潘荣撇撇嘴：哟，还丹娘呢，好亲热呀。斜眼看着牡丹：你是不是还叫她阿心呢？白夫人不等牡丹回答便道：这样也未尝不可，丹娘，以后你就叫我阿心，莫要再叫夫人了，那样生分，改天我又来看你，记得你答应我的。真是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潘荣勃然生出一股起来，将手里的面具重重的往地下一摔，见白夫人眼皮都不动一下，一贯的冷淡平静，恨得使劲跺了几脚，转身就走。走了没两步，却又跑回来，沉着脸对白夫人道：你的夫君命令你陪他逛街游耍。说完不等白夫人开口，一把抓住白夫人的手臂就拖着去了。牡丹看到这个样，情之无碍了，又觉潘荣的行为幼稚好笑，不由扑哧一声笑出来，结果挨了潘荣好大一个白眼。牡丹和雨禾手挽着，
守到回去寻和大郎等人，才走了没多远，一群戴着鬼面、穿着奇形怪状的人，抱着鼓边敲边叫边跳，慢慢向二人这边靠了过来。牡丹先前还在笑，慢慢的觉得有些不对劲，这些人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眼神很有些不对劲，特别有一人身材高大，穿着条红灯笼裤，总往自己面前挤，那动作侵略性十足，将鼓擂得震耳地响，面具下一双眼睛亮。牡丹心慌的左右张望，但见四处都是寻欢作乐的人，似这类的人很多，有些女戴上面具后，放下了平时的矜持，也跟着欢叫跳舞。人家和自己还没肢体上的接触，也没什么不妥，自己若是大呼小叫，只怕被人看作没见过世面，也只怕没人理睬，但若是这样继续下去，却又觉得不妥，不如躲开好了。于是拉着雨禾转身就往人多的地方跑，那些人对视一眼，追了上去。此时万众欢娱，响声雷动，也没谁注意。牡丹拽着雨禾左奔右跑，忽听街边有人道：“这不是丹娘吗？我们公正到处找您呢。”牡丹和雨禾大喜，抬头去瞧，却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站在街边，正是李姓身边的小厮罗山，忙快步迎上去道：“我表哥呢？”回头看去，但见那帮人已经停了下来，只在附近嬉闹，不敢靠过来。那个穿红灯笼裤的人将鼓往地上一放，弯腰探臂，将身边一个同是强壮的伙伴拦腰抱起，玩耍似的上下抛了几下，显得力气非常大。大概是因为五马贺寿取得成功，所以被灌醉了。牡丹边跟着罗山往那看棚走，边问：“要紧？”罗山担忧地道：“厉害，公从没喝过那么多酒。”牡丹皱眉道：“那还不送回家去熬醒酒汤来喝吗？你们还由着他在街上乱逛。”却见罗山的眼圈红了，打了哭腔道：“他不放心您才来的，请您去看看，不只是吃了什么东西，整个人都不对劲。苍山哥哥已经去寻大夫了，如果他有什么长两短，我们会被打死的。”牡丹见李姓满脸潮红，萎靡不振，似是全身无力，果然是很吓人，不由吃了一大惊。“表哥你怎么了？”也顾不得那许多，伸手往李姓额头上一摸，烫得吓人，不像是普通的喝醉酒，倒似是病了。感受到额头上舒服的凉意，李姓困难地抬起眼皮来，朝牡丹微微一笑，软声道：“你别怕，没事儿，我就是喝多了。”忽听外面一阵喧哗，似是有人要找什么人，其中一条声音熟得很，正是刘畅的。李姓脸色一变，吩咐罗山出去看看，低声吩咐牡丹：“赶快跑，有人做了套。”牡丹不及细想，左右张望一番，和雨禾二人奔到侧面揭开帷幕，就往下跳。跳下去后不敢久留，提起裙拼了命地往街上人多的地方跑。牡丹和雨禾才刚跳下去，帷幕就被人使劲掀开，刘畅一把将罗山推倒在地，又举着手里的刀向主人家晃了晃，逼退人后，冷着一张脸往里面看来，正好看到李姓潮红的脸和已经涣散的眼神，不由冷笑一声，将刀收回鞘内，走上前恶狠狠地瞪着李姓，粗鲁地两把拉开李姓的衣襟，出大片裸露的胸膛来。李姓闭了闭眼，轻声道：“你害了他，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刘畅冷笑一声，并不答话，提起刀鞘在李姓的身上使劲砸了十几下，方才略解了一口恶气，然后收了凝色，走到帷幕边道：“他在这里好像病得不轻呢。”戚玉珠攒了块怕咬了又咬，终究迈步走了进来，一眼看到李姓半裸的胸膛，不由害羞的红了脸，半侧了身嗔道：“表哥。”刘畅眉间闪过一丝不耐，却是微笑着低声道：“你自己考清楚，过来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与其你想方设法的去弄铁参加他参加的宴会，又偷偷摸摸的去他铺附近看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在他身边坐着一直等就可以。”他的语气充满了。戚玉珠犹豫不决，垂下浓长的睫毛，无意识的将丝帕咬了又咬。刘畅却是等不得了，一把推开他，将帷幕掀起，直接跳下去，直追牡丹。潘荣说是死局，他偏不信是死局，就在今夜，他要绝地反击，可以迅速找到我们和雨禾，一口气跑到人最多的地方，方才停下脚回头看过去，但见一群人驱散游人，如狼似虎的往二人刚开的看棚奔去。到了那里，立刻将看棚团团围了起来，内中一人立落地跳下马背，面无表情地登上了看棚，不是刘成才又是谁？好险！牡丹和雨禾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惊恐和困惑。雨禾喃喃道：“丹娘，他们要干什么？表公不会被他们怎样吧？”牡丹抱紧双臂，控制不住的了个寒战，哑着嗓道：“快，我们快去找李人。要我帮你去找？你怕什么？难不成还会出人命吗？咱们的爹聪明得很，怎会要人命？明日你只管和我一道去恭喜李家表哥与咱们亲上加亲就是了。玉珠可是一直都很仰慕你李家表哥的。”
刘畅咬着牙，重重地将咱们的爹几个字咬了出来。此时他深深感觉，只要运用得当，刘成才关键时刻也还是有点作用的。牡丹僵硬地转身，抬眼看着身后的刘畅，对上他阴鸷讥讽，又带了几分势在必得的眼神，不由从头凉到脚都是他害了李姓，怎么办怎么办？雨禾突然一头朝刘畅撞过去，大叫道：丹娘，快跑！刘畅早料到有此一出，一把抓住雨禾的头发，一掌掴了过去，冷冷地道：找死！这个死丫头，他看不惯他很久了，这种男人还和他讲什么道理？牡丹深吸一口气，扑上去扶住雨禾，尖声大喊：呀，非礼呀！救命！救命！他玩这一套栽赃陷害的把戏，倒是拈手就来。眼看着周围人都朝这里看了过来，刘畅又急又恨又躁，将雨禾一把推开，上前去捂牡丹的嘴，呵斥道：你鬼喊什么？话音未落，就被牡丹狠命咬了一口，小腿胫骨上又挨了一脚。刘畅忍住痛，死不松手。他就不信一个大老爷们还弄不过一个娘们，第一次栽到他手里，那是没防备，这次他再心软，他就不姓刘。忽听一声炸雷似的声音从附近响起来：狗东西，放开他！刘畅闻声看去，但见一个穿着红色灯笼裤，怀里抱着个鼓，头顶上半掀着一个鬼面，粗眉暴眼，满脸凶横之色的年轻男人，恶狠狠地瞪着自己，仿佛自己是他的杀父仇人一般。他身后几个与他一般装扮的人却不把鬼面掀起来，只目光炯炯地等着自己。刘畅急速想了一遍，确认面前的人自己不认识，看这样大概也就是个市井无赖，真以为自己厉害无穷，可以行侠仗义了，不由冷笑了一声，轻蔑地道：你是什么东西？休要多管闲事，省得惹火上身。牡丹确实认出那人是谁了，正是那声不怕京兆尹，死不惧阎罗王的张五郎，也是先前带着一群人戴着面具追着他看的混蛋。但此时张五郎之于他就好那救命的稻草。牡丹瞪大眼睛看着张五郎，使劲掰开刘畅的手，喘了口气道：张五哥，他要杀了我，他还害了我表哥，求你帮忙找人和我家里人说一声。边说边示意雨禾赶紧去找人。倒是个不认生，张五郎狠狠地看了牡丹一眼，低声吩咐了身边的人一声，那人冲着雨禾道：人在哪里？赶紧走。雨禾担忧地看着牡丹，见牡丹满脸焦急地狠狠瞪过来，忙道：你小心！提起裙跟了那人一头扎入人群之中。此时张五郎方回眸认真地望着刘畅说：你到底放不放手？刘畅此时方知原来是牡丹认识的人，这才出来几日就交九流的人都认得一大群了，不由暗恨，看向张五郎的眼神也多了几分不善，一手牢牢抓住牡丹的手腕，一手摸向刀柄，冷笑道：我自管教我的妻，与你何干？识相的赶紧走开，不然休怪我无情。牡丹看得分明，大声道：他有刀。张五郎却是嘿嘿一笑，将怀里的鼓往地下狠命一灌，将两只袖高高挽起，露出那两行刺青，四处亮了亮，又亮了亮件肉。大步向前，看到张五郎的动作，他的同伴全都挽起袖，将几人围在中间，使劲拍着鼓，齐声大喊。众人见有热闹可看，全都呼啦一下围了过来，是张五郎。那另一个男的是谁？打不过张五郎吧？看他那小胳膊小腿的。两男争一女，那女的挺好看，不晓得是哪家的闺女。街边灯笼火把遍地，将众人的脸映得明晃晃的。牡丹将他们暧昧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的，再听听他们说的话，简直难堪到了点，举起袖半遮住脸，心里恨死了刘畅。刘畅也恨得要死，只觉得杨穴突突直跳，不由恶狠狠地瞪着牡丹道：都是你惹出来的，我的脸都给你丢尽了，恨死你了。牡丹怕他动刀惹出大祸，便轻蔑地道：有事就会怪到女人身上，你还是先打赢这个一架再说脸面吧。我说人家赤手空拳，你却要动刀，真男人。刘畅死死瞪着牡丹，突然放开他的手，从腰间解下刀来，庄重地捧着对着众人转了一圈，把刀扔到了牡丹怀里，恶狠狠地道：拿着。接着挽起了袖，露出虽然雪白但是同样精壮的胳膊来。今天他就叫他好好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男人。张五郎见状，扫了牡丹一眼，往腰间一掏，掏出把笔来，也是当着众人亮了亮，将头上的鬼面取下，将两件东西同样扔到牡丹怀里。众人纷纷鼓掌鼓噪起来，意思是都是光明磊落的汉，打吧打吧，快点动手啊。那二人四目相对，目光焦灼出火花四溅，俱都一声不吭，猛地将肩膀向对方撞将上去，顷刻之间就过了十几招。张五郎力气大，实战经验丰富，刘畅却是身手灵活，一招一式颇有章法，
拳头打在人身上的闷响声和人群鼓噪的声音夹杂在一起，令牡丹全身都出了一层冷汗，热的气都差点喘不过来。此地不宜久留，此时不宜再闹。牡丹默不作声地将刘畅的刀扔到地上，把张五郎的笔往他伙伴的手里一塞，将张五郎的面具往头上一套，慢慢往后退。众人的注意力都被那打架的二人吸引过去，也没谁注意他的小动作。牡丹出了人群，略略扫了一眼，拔步往前方奔去，四处寻，总算给他找到了人物，于是喊了一嗓：有人打群架了，杀人了。但见那几个房族和打了鸡血似的行动了，又急速往另一边跑，边跑边大喊：房族来了！远远看到那边围着看热闹的人群迅速四散开来，张五郎显然是经验很丰富，立即住了手，麻溜地抱起鼓，领着一群人又跳，镇定自若地随着人群散开，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只剩下刘畅孤零零的一人站在那里发呆。牡丹方放心地寻了个隐蔽的地方躲好，边观察看棚那边的情形，边等待雨禾领人来。然而看棚那里却全无动静，先前刘成采去时是个什么样还是个什么样，一群人围在那里动也不动，不见人出来，也不见人进去。牡丹不由大急，有心过去打消息，却又害怕被抓个现行，反而中了刘成采的奸计。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踌躇良久，好容易才下定了决心，沿着街边慢慢沿江过去。清华郡主并未走远，只将戚夫人送到刘家的看棚后，随意打了几个转，假意应承。戚夫人被灌了茶汤醒过来，手脚冰凉，两腿控制不住的发抖，看到清华郡主的如花笑靥，只觉得心口一阵一阵的刺痛，仿佛有人拿了一把剪刀在他心里绞呀绞，只得恶狠狠地瞪着朱嬷嬷，示意他把人赶走。朱嬷嬷本就收了清华郡主不少好处，更何况知道这即将就是自己的女主人之一，得罪不得，于是只是装作不懂，不停地在戚夫人面前说清华郡主的好话，一会儿说她晕倒后清华郡主如何担忧，一会儿又夸清华郡主耐心细致，一会儿又夸清华郡主温柔体贴。戚夫人气得要死，闭着眼朝清华郡主挥了挥手，示意她赶紧走人，连一个字也不想和她说。若不是看在畅郎的面上，我才懒得理睬你呢。清华郡主心中恼恨不已，本想戚夫人不想看到自己还偏就要在这里她，可到底有事，心里还牵挂着另外一个人，当下便起身道：既然夫人要休息，我就不打扰了。摆出女主人的架，严厉地将刘家看棚里伺候的人挨个训了一顿。只是他们好生伺候戚夫人，不然自己不饶他们云。看到戚夫人又有昏厥过去的迹象，方才心满意足地提了鞭出去，翻身上马，问身边的侍卫道：人往哪里去了？那侍卫一指平康坊，跟着长公主殿下往那边去了，没骑马走的，马六一直跟着的，想来还在那附近。清华郡主冷笑一声：走，去把人给我找出来。他就不信这么多的人，长公主还能总关照着一个陌生人。牡丹仗着有那个普及面很广的鬼面遮挡，很顺利地摸到那看棚附近约有3丈远的地方，就再也不敢靠近。徘徊良久，决定故技重施，再去报回案情，请房族们去捣乱。谁晓得才往街心走了几步，就听得一阵马蹄声急响，众人尖叫躲避，也有人大声咒骂。似是有人纵马疾驰，牡丹不及回头，迅速往旁边闪让，还未来得及躲开，就听得身边人尖叫，一匹马冲着自己直奔来，马上之人高高举起马鞭，鞭梢呼啸着毒蛇一般朝自己劈头盖脸的抽来。看清清华郡主脸上那恶毒的笑容时，牡丹的心跳差点停止了。往左躲是马蹄，往右躲是鞭子，前不得后不得，跑不掉躲不掉。他当机立断，护着头脸侧身过去，打吧，要打就打背吧。清华郡主看到牡丹缩成一团的样子，不由感到一阵快意，原来你也会有这样狼狈的时候。刚才和刘畅抱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楚楚可怜啊？眼看鞭梢已经要触到牡丹，突然又改了主意，硬生生将鞭子转了个方向，狠狠抽到马臀上。那马儿吃痛，一声嘶鸣，抬起前蹄就往牡丹身上踏去。众人尖叫惊呼，都叫牡丹快躲。牡丹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全凭本能行事，人在拼命地躲避着，脑海里却有条声音在狂喊：他躲不掉了，躲不掉了，人哪儿有马跑得快？清华郡主快意地笑着，嘴里却假装惊呼：哎呀，该死的死畜生，快停下！一边又叫人上来帮忙，还不快来帮忙？实则却是叫人来替他堵住牡丹，他手下之人不敢不从，俱都打马上前。却见看热闹的人群中有条身影突然跃起，极其迅速地抓住奔跑中的清华郡主随从马儿的马鞍，长腿一撩，翻身上马，手肘劈头盖脸的朝那马上之人一砸一推，那人惊呼惨叫一声，手一松就摔了下去。夺马之人片刻犹豫也无，
直打马上前去赶牡丹。整套动作又快又狠，娴熟无比，也不知从前做过多少遍，引得惊叹一片。牡丹听得身后马蹄声更乱，晓得今日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索性将面具一把扯在地上，转身对着清华郡主准备发表最后的演说。不就是死吗？死了再穿一回好了，但是一定不能这样窝囊地死。清华郡主见他不躲了，忍不住狞笑起来，催马上前，口里却是更加惊恐的叫道：快闪开！话音未落，忽见一骑从他的左后方暴风骤雨一般迅速超越过来，马上之人一猫腰就将牡丹捞上了马背，然后一个急速转身，擦着他的马头奔了过去，迅速跑开。惊得他坐下的马儿狂嘶一声，疯狂地纵将起来。幸亏那马儿是养熟的，平时性情也温和，饶是如此，还是将清华郡主吓得要命，拼命勒住马缰，使出浑身解数，才算将马儿安抚下来。谁敢这样大胆？找死吗？清华郡主惊魂甫定，又惊又怒，四处探望，但见那两人一骑已经停在不远处，夺马之人正小心翼翼地将牡丹扶起坐好，而自己带来的人此时方反应过来，忐忑不安地上前伺候，说是才被推下马的人腿摔断了。清华郡主气得要命，功亏一篑不说，还险些搭上自己，丢脸又丢底，抬手就给了离他最近的一个侍从一鞭子，咆哮道：到底是谁这样大胆？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夺马伤人，把他给我拖过来，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正要指挥众人去拿那夺马之人，忽见5、6个衣着光鲜的男女打马过来，迅速围上那夺马之人。清华郡主看得分明，女子也就不说了，那几个男子分明配着鎏金龙凤环，刀柄缠金丝的一刀，能配这刀的人，不是御前侍卫，就是禁军中人。清华郡主突地转了个念头，制止身边的人靠过去，静静观望。但见那夺马之人低声和牡丹说了几句话，扶他下马，让人让了一匹马给他，安置妥当，后方牵了夺来的马，缓步朝清华郡主走来。他穿了一身青缎箭绣圆领袍，这黑色高腰靴，腰间挂一柄黑漆漆的横刀，宽肩长腿，神色淡定，从容不迫，自有一番气势。围观的众人见他做了此事，不但不逃，反而主动折回送上门来讨打，一边感叹是个傻的，一边却又赞叹佩服是个侠肝义胆不怕事的汉子，纷纷给他让路。那人走至离清华郡主约有1丈远的地方，停下脚来，将马缰一扔，朝他摇摇抱拳，朗声道：郡主别来无恙，是才没有受惊吧？清华郡主自他回头，便已经看清来者是谁，正是那日花宴上飞刀快鱼的蒋长阳。此人的底细他大概知道些，但想到适才让自己险些吃的那个大亏，他就咽不下那口气。正要发作间，忽见一人急急忙忙地自旁边一个看棚里走出来，正是刘成才。他怎会在这里？也不知刚才的事情他看到了多少。清华郡主假装没看到刘成才，勉强按捺下怒气，深吸一口气，挺直背脊，摆出平时做惯的皇家高贵雍容样，端坐马上抱拳还了一礼，哈哈笑道：原来是蒋兄多亏你援手，不然今日之事还不知该怎样收场的。说完用鞭子指着侍从喝道：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看见我的马惊了也没本事制住，若非蒋公子援手，也不知要酿成多大的祸事，差点就出了人命，留你们何用？回去后自己各领20大板。蒋长阳听他说的道貌岸然，轻轻一句就将一场居心叵测的谋杀变成了意外。眼角瞟到一旁的刘成才，心中了然，眼里闪过一丝轻蔑，淡淡一笑：既然郡主不怪罪，那再好也不过，在下先告辞了。看也不看那被他推下马摔断腿的侍从，转身就走。清华郡主本来就是好容易才将怒火压下去的，说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就是等着蒋长阳递个梯子给他顺着下罢了。若是蒋长阳问候一下被摔伤的侍从，表示一下歉意什么的，暂时就算了。谁知竟是如此，多话也没有一句，可见是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当下喝道：蒋兄，你就这样走了吗？蒋长阳站定回头，淡淡地道：郡主还有什么吩咐？清华郡主笑了一笑，远远瞟了牡丹一眼，一字一顿地从嘴唇里吐出一句：我想设宴谢蒋兄今日援手相助，不知蒋兄可否赏脸？蒋长阳微微有些作难，想了想，点头应下。不过是想借机报复而已，自己若是不去，倒是何家女儿受罪，左右都是得罪了的，去又何妨？清华郡主暗里冷笑，面上做着谦虚样：不知蒋兄住在哪里？我好使人去接。蒋长阳坦然道：我住在曲江池芙蓉园附近，一问便知。清华郡主扬声大笑：好，好，到时候蒋兄可不要推辞。说罢打马上前，看定牡丹，笑道：我倒怎会这样眼熟，原来是丹娘。你说我这马儿也真是的，先前还好好的，怎么见了你就突然惊了呢？
幸亏你运气好，不然我岂不是犯下大错？牡丹淡淡地道。兴许是丧心病狂了吧？他果然是运气好，若非与何半途遇到蒋长阳，蒋长阳心软多事折回来看，他此时只怕已经命丧马蹄之下了吧。清华郡主哼了一声，恶意的笑道，到时候你也要来哦，蒋兄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得敬酒才是。见牡丹垂眼不语，便凑过去贴在牡丹耳边轻声道，何牡丹，你敢不敢来？你若是敢来，我们便做个了断。牡丹勃然大怒，抬眼看着清华郡主吼道，做什么了断？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又何必死咬着我不放？不就是要我这条命吗？拿去早死早超生，老娘没兴趣陪你们玩他2辈子加起来受的窝囊气也没今日这么多。清华郡主第一次看到他发飙，倒有些意外，随即轻蔑一笑。不过如此，商女就是商女，粗鄙不来就算了，何必随即将马鞭往马屁股上一抽，趾高气扬地走了。牡丹阴沉着脸，也不看蒋长阳和他伙伴的脸色，更无视旁边围观群众的眼神，跳下马去，直接朝刘成才走去，大声道，刘尚书，还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表哥。刘成才无意之中看到了清华郡主上演的一场好戏，虽然清华郡主很聪明的及时终止了，但他心里仍然有些心惊，果然最毒不过妇人心。接着看到牡丹吃了雄心豹子胆一般朝自己走来，直截了当的喊出来，不由愣了愣，接着沉了脸道，你胡说什么？你的规矩到哪里去了？哪有儿媳这样对着公公大吼大叫的？你们何家就是这样教导女儿的吗？牡丹今日豁出去了，冷笑道，刘尚书还不知道呢吧？康城长公主适才亲口允了清华郡主，不日将求圣上赐婚于府上，明日来府上拿我的离书。戚夫人已是允了，你难道不知骂我？听我表舅家的家童说，我表哥被你无端扣在这里，人事不省，到底是何因由？总不成因为他打了你儿子一拳，你就要借机陷害他出气吧？刘成才望着牡丹的嘴一张一合，其他的都没听清楚，就只抓住2个关键词，赐婚、离书。虽然康城长公主会掺和到这件事中间来，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也在他的谋算之内，然而他却是没有想到，最终关键环节却是坏在自家人手里，他太低估了刘畅。这关键一步错了，后面的就连环出错，措手不及，此刻他却是被逼到了悬崖上，根本就毫无退路可言。清华郡主这事情就怕较真，若是人家不计较，就是你情我愿的风流韵事，若是真的计较起来，便是轻薄侮辱皇族，罪名可不小，少不得今夜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刘成才想到此，倒也顾不上计较牡丹的无礼，神色沉重地道，你随我来。牡丹见他神色凝重，心中担忧不已，只当已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回头看了一眼蒋长阳，朝他扶了一扶，他已经将他的住处记在了心中，今日不是机会，只能是改日再上门去谢。谁知蒋长阳却带着他那几个朋友走了过来，道，何夫人，你的家人还未赶来，现在已晚，你孤身一人不妥，我们在外面等你，有什么需要请你喊一声。有他们在外面候着，刘成彩饶是再狡猾再奸诈也玩不出花样来。牡丹心中大定，异常感激，她默不作声地对着几人扶了一扶，转身跟刘成彩进了看棚。但见此时看棚内情形又与先前不同，四处的帐幔都被放了下来，掩盖得严严实实，主人家被刘家的家奴赶在角落里坐着，女人们满脸委屈，李姓那个朋友则满脸害怕地偷看刘成彩。牡丹厌弃地瞪了那人一眼，狠狠啐了一口，这件事只怕也与他脱不了干系，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种以不光彩的手段助纣为虐陷害朋友的人表嫂。忽听得有人温柔地喊了一声，牡丹这才注意到戚玉珠扶着个丫鬟，半掩在帷幕旁怯怯地看着自己。戚玉珠发上插着2只双股金钗宝电花，细绛红色巴芙罗裙，裙角的金缕西翅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墨蓝色薄绫裙带上钉着的几颗品质上佳的色色反射出低调奢华的光芒，宝石蓝的薄纱披袍里半露着翠蓝的抹胸，衬得她肌肤如玉，目若秋水，看上去还透着股子娇羞之色。看来是精心装扮过的。牡丹想到刘畅那句要亲上加亲的话，不由感到一阵恶心。戚玉珠再美丽，此时落到她眼里也和那绿头苍蝇差不多。当下淡淡地道，戚二娘子莫要乱叫，我可不敢当。戚玉珠闻言委屈不已，却仍然锲而不舍地追问道，那要叫什么？都有胆做那种事情了，还在这里装什么小白花？牡丹烦死他了，懒得理睬他，直截了当地问刘成彩，刘尚书，我表哥呢？刘成彩一双眼睛就在牡丹和戚玉珠中间来回打量，闻言呵呵一笑，丹娘，不是我说你，你这个态度要不得，就算是咱们做不成一家人了，也用不着像仇人似的吧。
虽然子叔对不起你，但我待你一直都很宽厚吧。朱娘也是个好孩子，你这样对她多伤心啊。朱娘不叫表嫂，那就叫表姐。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少不得无论如何都要扯上李家，与何家把关系扯上才是。戚玉珠听明白刘成彩的意思，脸上闪过一丝喜色，脆声声地喊：表姐！牡丹不答，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声喊道：罗珊，你死到哪里去了？说着一把将帷幕扯开，探头往里看去，但见李姓衣衫整洁地躺在里间的榻上，人却是一动不动。罗珊伏在他脚边，两只眼睛哭得像桃子似的，见牡丹探头看来，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公子要死了，我也活不成了，指着戚玉珠愤怒地道。刘子书拿刀砍公子，他拿此枕砸公子，想要公子的命。牡丹本来看到李姓衣饰整洁，隐隐松了一口气，此时又听罗珊嚎这一声，不由唬了一大跳，回头冷冷地瞪着刘成彩和戚玉珠。戚玉珠抢先道：表姐，你莫误会他，只是最狠了，没有大碍，最多明日就醒了。真的？这罗珊糊涂了，话都说不清楚。说着脸又红了，这情形不像是成了那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牡丹皱了皱眉，骂罗珊：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主子喝醉了，你也不知道给他点茶汤喝，光知道哭左右张望一番，看到桌上有茶汤，正要动手去倒，刘成彩大步走了过来，阴沉着脸道：朱娘来倒。戚玉珠闻言，红着脸快步过来去抢牡丹手里的茶壶。表嫂，我来。牡丹牢牢抓紧茶壶，定定地望着戚玉珠道：不敢劳您大驾，戚二娘子还是松手吧。戚玉珠意识到牡丹的敌意，有些尴尬，缩回手去，偷偷看了刘成彩一眼。刘成彩的脸越发阴沉。丹娘，你来得正好，今日这事儿你做个见证。牡丹一听不妙，忙大声道：做什么见证？做你们又砍又砸，将我表哥弄得半死不活，人事不省的见证吗？也不需要什么见证了，直接告到京兆府，由他们来判。话音未落，就听到蒋长阳在外面道：何夫人，可是有什么不妥？需不需要在下帮忙？刘成才脸色一沉，低声冷笑：丹娘，你若是聪明，就听我一句劝，这件事你还是少让外人掺和的好。你将他们引进来又有什么意思？不过多了一群看热闹的罢了。只要我想，县城的人正多的是。他扫了一眼躲在角落里的那几个男女，冷冷地哼了一声。牡丹把目光投向戚玉珠，正色道：戚玉珠，这是一辈子的事，勉强不得，你不会想落到和我一样的下场吧？此时他已经完全确定李姓没有对戚玉珠做什么。戚玉珠的脸一白，娇羞之色全无，她攥紧了帕子，惊慌地看向牡丹，又看看昏迷中的李姓。牡丹再接再厉，你可知道得不到夫君的尊重，被他看不起会是什么下场？虽生有死，你确定你真的要这样做？刘成彩见戚玉珠似有被牡丹说动的样子，凶恶地呵斥道：荒唐事已至此，难道你还有什么退路？你跟着那个混账东西来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这些？这意思分明是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戚玉珠又害怕地看着刘成彩，红了眼圈，完全没了主意。刘成彩见他怕了，便柔声哄道：好孩子，你别怕，一切自有姑父替你做主，你只管乖乖等着就好，什么都不要你做。我这就让人去把你姑母和爹娘叫来。戚玉珠眼里流出眼泪来，低声道：他叫我把他砸晕的，他一定也不想要我这样，他会看不起我的。姑父我不愿意，我没做什么，他也没做什么。牡丹赞许地看了戚玉珠一眼，又哄道：你可敢把这话同我外面那几位朋友再说上一遍，请他们帮着做个见证，我表哥会感激你一辈子的。戚玉珠又犹豫了，适才本是情急，这种事情叫他怎么开得了口和陌生人说。刘成彩却是根本不管他的，直接就叫人赶紧去把夫人和舅爷舅夫人请来。牡丹道：戚玉珠，你要三思而后行，我表哥最恨最瞧不起的就是阴谋陷害他的人。戚玉珠惊慌失措，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忽听外面传来一阵喧哗，接着看棚四周的帷幕被人用刀绞得粉碎，7、8个穿着团花锦袍，头上绑着红色墨额，胡子拉碴，年龄从30多岁到10多岁不等的男人立在四周，冷森森地瞪着刘成彩，手里的刀映着周围的灯光，寒气逼人。刘成彩一瞧，自家带来的人都被打得七倒八歪，而蒋长阳那群人则抱着手在一旁看热闹，不由大怒道：什么人？难道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吗？我乃当朝3品大员。冒充什么3品大员，当头年龄最大的那个很是不屑地斜睨着刘成彩，一刀将根碗口粗的松木支柱砍断。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在天子脚下假装3品大员？欺负咱兄弟们刚从边疆来不知道。
看看你穿的衣服就不像来啊，兄弟们，咱们替京兆府将这个胆敢冒充朝廷命官的老贼拿下。那几人吼了一声好，猛地扑了上去，一人按住刘成才，其余几人抬的抬李信，对付刘家家奴的对付刘家家奴，忙而不乱，凶而不残。牡丹看得目瞪口呆，这都是谁？忽听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喊道：丹娘快过来！却是何二郎、何大郎在人群里对他招手。牡丹眼见着罗山还在那里发呆，忙伸手托起他往下跑，才刚和大郎、二郎会合，那几个人已经旋风似的结束了战斗，将李信扔在马背上，转眼间跑得无影无踪。光秃秃一片狼藉的看棚里，刘成才撅着山羊胡子，由戚玉珠扶着，脸色清白，差点没晕厥过去，显然是惊吓过度和愤怒已极。你还好吧？大郎确认牡丹无恙后，二郎轻声和牡丹解释，是李信家的表哥们才从幽州回来没多久，我们思来想去，也只有先把人抢出来这个法子最好了。牡丹松了口气，望向蒋长阳，正要领了大郎、二郎过去谢他，蒋长阳已经朝他点了点头，带着他的朋友们上马离去。我们也回家吧，爹爹他们只怕已经等急了。牡丹扫了一眼渲然欲泣的戚玉珠和气得发抖的刘成才，挽了大郎和二郎的手，喊上犹在惊头怒耳不知状况的罗山，迅速离开。刘成才疲倦地揉揉额头，扫了一眼还在啜泣的戚玉珠，淡淡地道：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他不听话才捅出了这么大的篓，你们若是要怪我没照顾好他，我也没法。若是要嫁李姓，我自当想办法，若是不想嫁，我也会设法把这事儿演了。到底要怎样，你们俩好和我说。戚长林和裴夫人对视一眼，阴沉着脸不语。裴夫人咳嗽了一声，道：大姐，您看这件事。戚夫人一张脸白得像鬼，歪在绳床上半闭着眼，只淡淡的挥了挥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什么都不合心意。不是他不想发飙，而是实在没那个力气和心情，一想到清华就要进门，他的胸口就一阵阵的闷疼。刘成才心里还记挂着才绑回来关在房里的刘畅，没心思陪他们慢慢的熬，便起身道：我先去收拾那个逆。戚长林忙劝道：姐夫还大了，有话好好说。刘成才不置可否，甩甩袖镜自往刘畅的房里去了。刘成才很平静地命人将纸、笔、墨摆在刘畅的面前，柔声道：你自己写还是我帮你写？刘畅皱眉侧脸，动作猛，导致被张五郎裂的眉弓一阵火辣辣的疼，疼得他的心也跟着一阵一阵的抽痛。他冷漠地看着角落里被打得鼻青脸肿，全身疼得颤抖，还强撑着跪得笔直的膝下，心里充满了对刘成才的怨恨。刘成才也不言语，自挽了袖，拿毛笔蘸满墨汁，舒舒展展地写了一封中规中矩的书，然后放下笔，平静地道：你自己盖手印，还是我来帮你？刘畅皱皱眉头，一言不发，只暗暗握紧了拳头。刘成才淡淡地招呼西夏：西夏，招呼两个人来帮工把手印按下，你就将功赎罪了。西夏一愣，随即嚎啕大哭，爬到刘畅脚下拼命磕头。刘畅只是不动。刘成才叹了口气：我是万万不想和你闹到这个地步的，但谁叫你招惹了郡主呢？我早就和你说过，那不是我们招惹得起的。你既然不肯听劝，我少不得为了这个家动些非常手段了。西夏一颤，突然眼睛往上一翻，干脆利落的晕死过去了。他已经违背了老爷的意思，把消息透给公知道了，若是再听老爷的，绑了公按下手印，公也要恨上他了，还不如死了好。刘成才见状，倒也不恼，皮笑肉不笑地道：身体这么不好，不适合再跟在公身边伺候了，先拖下去扔在柴房里，明日就卖了吧，他老娘兄弟姐妹一个也不留，他才是一家之长，谁也挑战不得。西夏没有机会他的命运，刘畅也没能逃脱属于刘成才儿的命运。鲜红的朱砂沾满了指尖，在离书上留下夺目的印记，就好出进门时，并好第一次下床后盛装去见他时，在额头用胭脂精心画的那一朵小小的牡丹。小巧的牡丹用金粉勾了边，衬着她雪白如玉的肌肤，妩媚中又带了几分羞涩的凤眼，很是明艳动人。刘畅的眼眶一时有些发热，有种陌生的奇异的感情充满了他的胸臆，让他焦躁不安，愤屈辱到了质。他是不在乎他的，只是作为一个男人，他万万不能容忍这种侮辱。刘成才没空去关照的心理感受，满脑想的都是如何牵制何家，如何应付康城长公主。人松开刘畅，很是体贴地说：你也累一整天了，让倩素来伺候你洗漱吧。刘畅不语，他只觉得全身上下无一处不疼，疼得他连手指头也不想动一下。戚玉珠伏在裴夫人怀里，抽抽噎噎地道：
他没动过我，是他叫我把他砸晕的，衣服是他的小厮帮他穿好的，我没过失礼的事情。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刘畅走后，他强忍着羞涩走到李杏面前问他：李公，你好些了吗？你可要喝点茶汤？李杏一直盯着他看，看得他面红耳赤，手不受控制的抖，连茶汤也倒洒了。他喜欢他，那次五马县一开始，他注意到了他，到他和刘畅玩出蒲大胜时，他惊诧于他赌技的高明之处，再到他拳打刘畅，他就再也忘不了他千方计地追随他，想方设法出现在他有可能出现的地方，但他似乎从来也没像此刻这样关注他。他的掌心里全是冷汗，几次想问他看什么，总是觉得喉咙发紧，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是僵硬地侧着脸，任由他看个够。时间很漫长，却又很短暂，正当他以为他会窒息过去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你是戚家二娘吧？他惊喜地回头，原来他知道他是谁。他面色潮红，双手紧紧攥着袖口，目光有些涣散，但他的脸上带着浅浅的温柔的笑容，他的目光扫过他裸露的胸膛，瞬间又红透了脸。他沙哑着嗓，用一种他从没听过的温柔乞求的语气说：我可以请你把我敲晕吗？他惊诧莫名，他晓得他有些不对劲，也认得如果他按着表哥的吩咐去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叫他把他敲晕，这意味着什么？他害怕即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不愿意。他很是失望。你不愿意就算了，我是觉得你像个好人，虽然我对你表哥一家的为人处事不敢苟同，但你和他们看起来真的不同。虽然是在说自己亲人的不是，但那一刻他的心里真的很高兴。他用最简短的语言委婉地向他表示自己喜欢大方心眼好的女孩，最瞧不起心术不正的，比如说清华郡主那样的。他终于点头同意拿瓷枕将他敲晕，他的手在发抖，但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他晓得爹娘有意将她嫁给他，而此刻他需要他的帮助，他只要帮了他，以后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亲近他，而不是成为他讨厌的心术不正的女。迟早总能行的，何必急在一时？望着他的睡颜，他心神不宁，他刚才的选择对不对？明明是对的，但是心里就是不踏实。表哥虽然没明说，其实他是知道他和表嫂大概是有点什么意思吧，可是表哥很明白地告诉他是绝对不会和表嫂和离的，他害羞地捂住了脸。但是姑父带着人冲进来，看到是他在里面时，那种狰狞恐怖的表情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仅见的。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做的到底对不对。这刘家俩妇就没一个好东西，一个算计自己的亲表妹，一个算计自家替他拉关系，就没一个人替玉珠想过日后能不能过上好日。裴夫人心头恨得要死，安抚着女儿，很是坚决地说：你做得很对，喜欢他，想嫁他，没什么错，但你若是按着你表哥的意思做了，就是自甘下贱，以后就是嫁了他也软了一层，得不到他的敬重，那又有什么意思？你放心，这件事我和你爹自有主张。戚玉珠得到母亲的支持，心里舒服了很多，满含启动，眼泪汪汪地说：那要怎么办？裴夫人笑道：这亲自然是要想办法结的，但却不是用他家这种方法，也不能趁他家的事。总以为别人都是傻的，就他刘家人是聪明的，他才不如他这个愿。天亮时分，刘成彩终于打听到昨夜侮辱了他，打伤他的家奴，又将李姓夺走的人是谁，却是李元那个嫁了个小兵的大姐李满生的八个儿。那小兵这些年屡立战功，已经升到了正四折冲都尉，八个儿都在军中，就是些粗人，最爱惹是生非。这个消息让刚知道戚家不乐意听从他指挥，硬性攀上李姓，而感到又气又恨的刘成彩心里好过了很多，他忍不住冷笑了一声：耳朵就了不起呀，哼哼，欺负到他头上来了。他叫了管家进来，吩咐去官衙里请假，就说他昨夜被暴徒打伤，惊吓过，起不来床了。且不说刘家和戚家闹腾了一夜，何家也是闹腾到下半夜才睡下。牡丹只觉得全身骨头都散了架，疼得睡不着，天要亮时方打了个盹儿，才刚睡着就被林妈妈拖了起来。雨禾、宽儿、舒儿四人忙个不休，将牡丹收拾妥当，由薛氏、何志忠、大郎陪着，一道赶去康城长公主府。狂欢通宵达旦，多数人这个时候都才刚上床睡觉，除了大户人家的家奴在收拾看棚外，街上行人分外稀少。大郎开玩笑似的说：不知长公主府的人起身没有，可别咱们去了没人应门。薛氏呸了一声，笑道：话多，人家是什么身份，哪能说话不算数，一准早就使人候着的。大郎笑笑，众人都加快了速。到的安兴坊长公主府，大郎上前去叩了门，边往门袖里塞钱，边笑着说了来意。那门扫了众人一眼，畅快地道：候着。显然是早就得了话的。
不过片刻功夫，穿着月白圆领缺胯袍，戴着黑纱幞头的萧女官笑眯眯地走了出来，却也不啰嗦，命人牵马骑上，与众人一道前往刘府。萧女官马靠近，低笑道：“何夫人，恭喜您了。”牡丹忙道：“都是托了长公主的福。”萧女官微微一笑：“听说昨晚清华郡主与夫人一起游街赏玩，相谈甚欢来着。”牡丹霍地看了看萧女官，不知她是什么意思。自己可能和清华郡主一起游街赏玩，相谈甚欢吗？分明是相看两相厌，恨之入骨好不好？当时街上那么多人，鱼龙混杂，既然都知道他俩相了，还特意这样问，分明是要自己忘了。不管别人说康城长公主再好，始终那也是清华郡主的亲姑姑，他们才是一伙的，告什么状？但叫牡丹承认什么相谈甚欢之类的鬼话，她确实不肯，便含糊道：“半途遇上，说了两句话。”萧女官含笑道：“夫人是个宽厚的，以后必有后福。”牡丹莫名其妙，转一想，只要自己和人最终得利平安，没有大损害就行了，想不通又能如何？又不能咬掉清华郡主一块肉。牡丹想到此，也就把心事放下，开怀起来。一行人出了安兴坊的坊门，忽见一群年轻男嬉笑着走过来，当头一人穿着大红灯笼裤，赤着两只胳膊，手里还拿着个热腾腾的蒸糊饼，一边叫烫一边往嘴里塞，满足地眯着眼睛道：“果然美不可言，美不可言。”正是那张五郎。身后众人嬉笑道：“美不可言的不是蒸糊，而是牡丹美人吧？”牡丹一眼看到，吸了一口冷气，晓得是躲不过去的，少不得与萧女官告了声罪，老老实实跟着何志忠大郎下了马，上前招呼道谢。张五郎也没料到这么早会在这里碰到他们，飞快地将口里含着的饼一口咽下去，将剩下的半个饼塞给伙伴，把手在腰上擦了两把，上前规规矩矩地给何志忠等人行礼问好。这次他正经得很，一眼也没瞧牡丹，听到何志忠道谢，也是未丝有礼的谦虚。他身后众人只是捂着嘴偷笑，他回脸狠狠瞪了一眼，众人便也敛了神色，袖手不语。何志忠命牡丹上前给张五郎府里道谢后，笑道：“我们还有要事在身，改日再请五郎吃酒。”张五郎连道不敢叨扰，见何家人上了马，方盯着牡丹的背影看，恨不得穿出两个洞来。见何家人走远，众人方笑道：“五哥怎会这个时候来这里？可见原本是想去大宁坊看你的，只是半途遇到事情，才不得不赶回去罢了。”张五郎冷声道：“休得胡言语，那戴幞头的女人分明是长公主府的女官，只怕是去帮着何的。何家四郎和我交好，他妹就是我妹，谁乱嚼舌头，小心他的舌头。”眼看着牡丹等人拐过永兴坊，被方墙遮住，再也看不见了。他方一把夺过先前吃剩下的半个蒸糊饼，一把塞进嘴里，使劲的嚼，一直嚼到牙帮都酸了，才咽了下去。一行人到了刘府，牡丹与薛氏没有进府，就由萧女官领了何志忠父二人进去。刘成彩夸张的用了白布缠了头，有两个家仆扶着，哼哼唧唧，一瘸一拐的迎了出来，连声告罪。何志忠晓得他又要讹诈，少不得假意问候。刘成彩当着萧女官却也没多话，就说自己是被恶徒所伤。当着萧女官的面，何志忠接了牡丹的离书，将刘成彩写的保证书拿出来烧了，便要走人。刘成彩不见契书，大急，哎呦一声惨叫出来，惊得萧女官侧目。刘尚书这是怎么了？赶紧休息，请御医来瞧瞧，到底是何人行凶，可报了京兆府。天脚下如何能让这等凶徒消？刘成彩一边谢萧女官关心，一边拿眼瞟着何志忠，已经打探到凶徒在哪里落脚了，正要使人去报京兆府呢。老东西死性不改，抓着点虚伪，立刻就缠上了。何志忠淡淡一笑，自袖管里掏出个纸叠成的方圣递过去。恰好我这里有个偏方，治跌打损伤最是有用，刘尚书可愿一试？刘成彩道：我是病急乱投医，正要偏方来治治，边说边迫不及待地自何志忠手里将那方圣接过去，打开一看，正是两家当初签的契书。想到这鬼东西终于回到自家手里了，夜里睡觉也要安稳许多，不由大喜，连声道妙呀，好要方边说边叫人拿礼物出来，重谢萧女官。萧女官笑着受了，却又道：长公主吩咐了，民间合离或是初期，寻常人家上要给送钱物，以示宽厚，何事女？不待他说完，刘成彩就明白了，其实就是说牡丹受了委屈，要有所补偿才是，这是帮清华郡主消解仇怨，助皇家掩人耳目的意思。只是牛毛要出在牛身上，这钱要刘家来出。虽然肉痛，但刘成才想着这牛毛到底还是出在牛身上，这一笔小钱与何家那笔钱相比较而言，实在算不得什么。当下便同萧女官道：
不瞒您说，我心中一直愧对这孩，早就命人准备下了的2000民钱，这就送去。说完，果真命人取钱装箱，马上送出去。萧女官皱了皱眉，不语。刘成采忙试探着道：“还有20匹上等券。”萧女官觉得这数目还算满意，彼此面上都过得去，也就不再多语。刘家管家得了令，进去寻到朱嬷嬷，言明来意，问戚夫人要库房钥匙并对牌。话音未落，戚夫人就将手里的瓷茶瓯砸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咬牙切齿地道：“小人凭什么还要给他钱？兀自不给。”那管家为难之，只是垂手立在廊下不语，频频朝朱嬷嬷使眼色。朱嬷嬷才探了个头，就被一只瓷枕砸了出来，恰好中了额头，砸了个晕头转向，伸手一摸，黏黏糊糊的，鲜红刺目，不由尖叫一声，眼睛往上一翻，昏死过去。戚夫人异常平静地看着，半点担忧害怕全无，见念奴儿要上前去搀扶，冷笑道：“我这里妙小容不下他，将他给我请出去，以后都不要进来伺候了。”朱嬷嬷才刚缓过一口气来，闻言又晕了过去。念奴儿叹了口气，上前跪在戚夫人面前磕了个头，道：“夫人，请您保重自家身体，不须为这些不值当的事和人气坏了身，不然实在是不划算。”戚夫人听了这话，还算满意，犹自冷笑道：“怎么着？你又是想为谁说情？”念奴儿抬起头来，诚挚地看着他：“奴婢只是以为夫人的身体最重要，其他都算不得什么。”那管家怕耽搁长了，误了大事，忙道：“夫人，老爷也为难得紧。”戚夫人不过憋着一口气罢了，哪里晓不得自家夫君更舍不得，最终叹了口气，将钥匙递给念奴儿。朱嬷嬷挣扎起来，拼命磕头：“夫人，奴婢错了，再也不敢了，还请您看在奴婢伺候了您几十年的份上，饶了奴婢这遭。”戚夫人见他血泪相交，哼了一声，恶狠狠地道：“咱们家待和氏女实在是宽厚，她病得坏了身，生不出孩来，又爱挑拨惹是生非，都不和她计较了。但愿她能另聘高官之主。”罢边说边看向朱嬷嬷。朱嬷嬷默了一默，用力磕了一个头，道：“奴婢知道了。”戚夫人把头转向珍珠帘，哼了一声：“你下去上药吧。”出了门后，又引和家众人一道去京兆府，将黎叔申请了公牒，将和离手续彻底办妥，安然受了何家的厚礼，带了何志忠答谢长公主的礼物，自回长公主府去复命不提。牡丹知晓事情经过，悄声问何志忠：“爹，老贼分明就是讹诈，他得了那契书，回头又不饶那几位表哥，咱们岂不是亏了？怎么也得逼他一逼才是。”何志忠摇头叹息：“丹娘啊，我这不是让老贼称心如意，而是必须得这样。先，我答应过得到你的离书就还他契书，不要他还钱的。如今虽然借了力，但实际上他不肯还钱，又因这契书来找咱们麻烦，也是凡事一桩，不如就此干净利落的了断。其次，李家是为了咱们家的事情才惹下的这个麻烦，如今老贼威胁要告京兆府，不管多少钱，我也得大大方方的出。他贪心是他贪心，我们却是一定不能舍不得的，不然以后就没有人愿意帮咱们了。”牡丹长叹一口气：“我不是舍不得，我只是觉得便宜了他。以刘成采这个德行来说，只怕过后还会将今日这2000民钱讹诈回去，说不定还不够。旁人离婚，厉害的还能多挖些钱走，只有他离这个婚，不但嫁妆没全部要回来，还送了不少财物出去，平白惹了多少麻烦，让人操了多少心。可见凡事都得付出代价，这攀龙附凤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志忠见他垂头丧气的，不由微微一笑，温和地拍拍他的肩头：“傻孩，看看你，今日是多大的喜事，为何不高高兴兴的，偏生要想这些事？这些事情自有我和你哥哥们处理，你就开开心心的，想什么就做什么好了。”牡丹也就收拾心情笑道：“女儿就听爹爹的，咱们先去看表哥，然后一家人乐呵乐呵。”何志忠晓得他心思一向重，嘴里不说，心里只怕也是很为家人在他身上花了这许多钱感到难受的，便凑在他耳边轻声安慰道：“你放心，刘家这事儿我们另有打算，必然叫他家把钱吐出来。这钱呢，等下回去你听你大嫂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可记住了。”牡丹默了一默，心中却是另有一番计较。李柱在宠一房，一样的屋头大门，门房见是何家来人，忙殷勤地引了进去，不由带了几分好奇。进的里面，堂舍却是5间7架，厅煞2头门，屋室间2架，比起刘家关的5间9架和5间5架来，又低了一个级别。薛氏想到自家小老性的见4架和1间2架，不由又暗自感叹了一番，再有钱又如何，还是不能住这样气派的房。见他表情，知他心意，笑道：“大嫂，2个侄儿都是聪慧爱读书的，将来必然能替你挣一副诰命回来。”
薛氏听得眉开眼笑，仍然谦虚道：“咱们这种人家的地，只怕是有些难。官宦之家的地蒙祖荫，或是经过推荐就可以混到官职，自家的孩却是必须得硬拼，层层考试，还不见得能得到好职位。明知道难，可是这世间就没有哪个母亲不望成龙的。”牡丹指指李家的屋头大门，笑道：“这不就是有个现成的例吗？旁人得到的，我们何家的儿郎一样能做得到。”忽听有妇人朗声笑道：“说得对，只要肯奋发图强，还怕不能一展冲天吗？还没做仙就露怯了，实在是不像你的为人。当年你刚嫁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话音甫落，就见一个身材高大、长得丰满、满面笑容的中年妇人旋风似的走了出来。牡丹的印象中，这并不是李姓的娘，她那位绕山绕水并不亲近的表舅母，便一边跟着何大郎、薛氏行礼，一边把目光探寻的投向何志忠和薛氏。这是谁？那妇人上前扶起薛氏，不忙与何志忠招呼，先就望着牡丹爽利的笑：“不用问，你一定是丹娘了。我才回来就听说了你，猜你们今日必然上门，果不其然，叫我猜着了。”薛氏见牡丹满头雾水，忙道：“丹娘你年纪小，记不得你表姨了。刚回来没多久。”牡丹才恍然明白，这就是李姓的那位据说能不穿羊，喜欢养猞猁捕猎的姑妈李满娘，不由悠然神往之，暗想晓得她会不会把那什么猞猁一并带了进京来，要是能看看摸摸就好了，赶紧行了个大礼。表姨好。李满娘笑道：“你这身板只怕连马都骑不稳吧？”牡丹想到自己那实在说不上娴熟的骑术，有些脸红，于是顺着杆往上爬。前些年身不好，所以耽搁了。表姨若是有空，教外甥女儿。李满娘爽快地道：“这有何难？包在我身上，不过你可得吃得苦，不然以后别说是我李满娘的徒弟。”何志忠此刻方得了空，插嘴道：“我们来看行之，不知他可好些了？孩们的舅母呢？”李满娘道：“她皮粗肉厚的，不妨事，只是头上倒比身上伤得重，我嫂正陪着医开药，所以叫我替她来迎接客人。姐夫里面请。”李姓的院却是个小小的四合院，入眼便是几棵老银杏树，银白的枝干，翠绿的叶，衬着湛蓝的天空，煞是美丽。廊上围着坐凳栏杆，廊下路添种了10几株长势旺盛的牡丹花。待到牡丹盛开之时，只要坐在廊上就可以近距观赏牡丹，却是无比舒服。牡丹只一看就认出都是好种，何志忠也注意到了，只笑道：“这京中还有不喜欢种牡丹花的人家吗？”李满娘也笑：“我看就没有。”小丫鬟进去通报，一个穿象牙白绫短襦，配浅绿折枝花半臂，系淡蓝六幅长裙，白线鞋，梳双垂髫，面容俏丽的大丫鬟笑眯眯的行礼问了好。道公听说贵客到了，忙着梳洗，还请贵客置茶聊稍后。李满娘笑道：“碧水，可是你煮茶？”那大丫鬟微笑道：“正是奴婢。”李姓院里这茶寮却是单独建在一旁，清漆雕花隔扇窗，屋后积丛修竹，屋前一棵竹里已经挂了果，光从外面看就已经雅致得很。比之刘家的豪奢，这里却是清雅之。大郎笑道：“看看行之这屋，倒叫我自惭形秽了。”众人踩着如意踏跺进了室内，但见地面却不是寻常的水墨方砖，而是用上了清漆的桐木铺就的地板，一张冰蚕丝织就的碧色阴褥占了大半，上面置一张长条茶几，上面一套细润如玉的越州青瓷茶碗，右手边又置一张方形茶几，几上满置一套银制的茶碾、茶箩、盐台、匙等物，旁边往下矮了寸许，置一只红泥小茶炉，一个小童正往里添木炭，准备煎茶。说何大郎感叹，就是见多识广的何志忠也感叹不已。行之其实是个雅人。李满娘招呼众人脱鞋入座，笑道：“碧水，把好茶好水并你的手艺拿出来，不许藏私。”碧水抿嘴一笑，探腰自横梁上垂着的丝绦上取下一只银质截条茶笼，笑道：“水是从常州取来的惠山泉，茶有剑南的蒙顶石花，也有湖州故煮的紫笋，还有东川的小团，不知姑老爷喜欢哪一种？何家也有好茶，只是这常州取来的惠山泉实在是过了。”何志忠笑道：“好茶好水，客随主便。”碧水为难地看向李满娘，李满娘笑道：“就煎蒙顶石花茶好了。幽州那地方哪里得这许多好茶？姐夫，你们不怪我贪嘴吧？”何志忠大笑：“怎会？”却又低声问李满娘：“我听说行之得了一个煎茶高手，想必便是他了。”李满娘微微汗：“就是他了。”牡丹闻言，聚精会神地看那碧水怎生煎茶。但见碧水先将制成小方形的茶饼制干，然后用茶碾碾成细碎的粉末，
小心翼翼地往茶釜里放了水，聚精会神地盯着看。少顷，水面出现鱼眼般的气泡时，立时揭开盐台，用银匙舀了一匙盐加了进去，此为一沸。牡丹暗自叹息一声，为什么一定要加盐？喝不惯呀，喝不惯。不过片刻，水四周像涌泉一般出现连珠时，碧水却又用勺舀了一勺水出来备用，然后用竹夹在水中旋搅，接着将茶沫放入漩涡中心，此为二沸。茶水沸腾，泡沫飞溅，碧水将舀出的水加入茶釜中止沸，用茶筅快速击打茶汤，使之发泡，茶汤颜色鲜白，欲出汤花，此为沸。碧水此时方才将茶釜自茶炉上移开，往茶盏里分茶，他十指纤纤如玉，动作优雅万分，最难得的是汤花分得特别均匀。众人到此已经完全陶醉了，赞叹一番，各自尝饮用。牡丹从未见过如此讲究精湛的煎茶方式，即便是不合口味，也抱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此时流行的却是饮酒好饮，饮茶也是好饮。牡丹的动作和众人比起来格格不入，引得碧水看了他好几眼。李满娘陶醉万分，一气饮尽，笑道：碧水这手技艺果然奇难得，不如你跟我去幽州吧，我一定厚待于你。碧水却不正面回答，行了一礼，温婉一笑：承蒙夫人不弃，奴婢不才，不过雕虫小技耳。听闻通寺有位全通大师，新起点茶之际，可以在茶汤表面形成禽兽、虫鱼、花草，纤巧如画，那才是通神之意。李满娘微微一笑，抬眼望向房外，道：行之怎地还不来？何志忠道：他不舒服就不要叫他了，我们略坐一坐，等到弟妹空闲了，道声谢就走。正说着，李杏用木簪松挽了髻，穿了件湖蓝纱圆领袍，脚下踩着双木屐，手里提个银瓶，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先笑看了牡丹一眼，团团作揖，叫大家久等了。何志忠笑道：听说你头上挨了一瓷疹，人事不省的，很是挂心，此时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就放心了。李满娘笑道：你姑父他们可是才从刘家出来，就直接来了咱们家。李杏笑看向牡丹，丹娘的离书可拿到了？牡丹见他眼里还有血丝，脸色也还有些蜡黄，不由很是过意不去，觉着自己来探病，却将人家从病榻上弄了起来，实在不妥，便道：已经去京兆府换了官牒，表哥身不妥，实在不该起来。恭喜李杏开心的一笑，亮出银瓶中的东西来，这是四川进贡来的尽荔枝，实在难得，正好今日给丹娘做了贺礼。牡丹立刻精神起来，双眼圆睁，四川来的荔枝，用银瓶装着，该不是那一骑红尘飞笑的那什么吧？待那荔枝入了口，他方才知道，竟然是用盐渍的新鲜荔枝。李杏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打量他的神色，见他表情古怪，有些失望。丹娘不喜欢吗？牡丹见众人都看向自己，每个人俱都是一脸的满足样，忙道：怎会不喜欢？我这是喜欢了，稀罕了，稀罕得过了头了。众人哈哈大笑起来，李杏却又细心，见碧水眼巴巴地盯着那荔枝看，便用了一颗荔枝递给碧水，机会难得，你也尝一颗，谢公赏。碧水满脸欣喜，双手接过，躲到一旁自去尝。何志忠咳了一声，其实今日来还有另外一桩事，老要去京兆府状告几位表侄。刘老贼奸猾无耻，只怕破财也不能消灾，后面还有很多麻烦，若是可以，请几位表侄暂时开京城躲躲风头，待这里安排好再回来吧。说完事情的经过，何志忠起身向李满娘和李杏深施一礼，等人也赶紧起身行礼，表达谢意和歉意。李杏侧身躲过，连连叫道：姑父这是折杀者了。又骂大郎，哥哥不拉着也来凑热闹，这般生分却是叫我寒心。李满娘皱眉道：虽说此事因你家丹娘而起，但这亲戚之间不就是要互相帮衬的吗？难道说他日我家有难，你们就能因为怕麻烦袖手旁观？这般啰嗦什么？他们兄弟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行之被算计欺负了去吧？他们要敢如此，看我不剥了他们的皮！为什么都喜欢多多福？为什么千方计要扩展家族的影响力和势力？就是为了危难时刻大家伸把手就能扶起来，而不是孤立无援。牡丹到了这里后，感受是深的，就是在这个人治社会中，家族力量的巨大。李家人如此洒脱豪爽，和家人也就不再多说那些感谢的话。何志忠默默盘算着10月出海进珠宝香料时，带着李杏一起去，顺带让他发笔财。何大郎则道：不知几位表兄弟此刻在哪里？他们常年累月在幽州，到了这里哪里闲得住？昨晚将行之送回来后就又去了，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也不知哪里去了。何志忠道：他们这几日还是出去闲逛的好，省得正好撞在那老贼的刀口上。
李满娘不在乎的一笑，怕什么？最多挨顿罢了。他们还算没笨到那个地步，是误伤吗？谁会晓得一个大员会做圈套，又带了人去街上做捉奸，强嫁侄女那种丢脸的事情。他又没穿官服，穿的常服也不是紫色，哪个晓得他真的假的？何况也没真打了他，他自家胆小怪的谁？众人闻言全都笑起来，打了个岔。此时纠结的就是自己和李杏了，便偷偷看了李杏一眼，哪晓得正好对上李杏的目光，不由脸一红，垂下了头。李杏忍不住翘起嘴角，却又突然想起来，我娘怎么还没来？李满娘笑道，你娘先前是陪着一开方，这会儿怕又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吧？牡丹却有些不安，下意识的，她觉得这位表舅母会不会是因为她拖累了李杏，心里不高兴，所以才不愿意来接待他们。她看了薛氏一眼，却见薛氏也正向她看来，看来二人都是一样的心思。众人又喝了一回茶，方见李杏之母崔夫人带了2个丫头忽匆匆地赶过来。他人长得白胖，此刻天气正是最热的时候，带走到茶寮，已是热得不行，与众人见礼。诸位莫怪，我是才送走衣，确实又安排饭食去了，都到前面去吃饭。一眼看到李杏，立刻就沉了脸，骂道，我的话都是耳旁风，叫你躺着休息，你却爬起来坐着吹凉风，是专和我作对吗？李杏全然不怕他，只笑道，姑父他们难得到我这里来做客，偏巧我那屋里一大股药味，总不有叫姑父他们在那里闻臭味吧？崔夫人笑骂道，就你讲究多，还不快滚回去躺着，差点肋骨就也不知道爱惜自己。说着眼圈微微发红。何志忠大惊，这是怎么说？李杏阻挡不及，怨怪地瞅了崔夫人一眼，道，没什么，听他瞎说，若是真的这么厉害，我能起得来什么？不过是点皮外之伤，都怪表哥们粗鲁，把我当麻布口袋一样的，不当回事。牡丹却是知道一定是刘畅拿刀鞘砍的，也不知道当时下了多大的狠劲，可见是对李杏恨之入骨，不由内疚万分，感激莫名，简直不知该怎么还李杏这人情才好。大郎皱眉道，若是皮外伤，我家里有一瓶胡送的药油，治疗外伤却是再好不过，我这就去拿来。边说边果真起身要走，李满娘伸手拦住他，不以为然地看着崔夫人道，儿郎家吃点皮肉之苦算得什么？要紧的是顶天立地有出息，就算是要送药，也等稍后使人拿来，何以赶这么急？又不是赶着拿来救命。崔夫人见儿怨怪自己，姑不以为然地看着自己，又见何家人满脸自责之色，只得叹了口气，把话题转开，亲热地拉了牡丹的手，笑道，丹娘早就想去看你，成日里却总是被俗事缠身，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这么好的姑娘，他们家怎么就狠得下心？多谢舅母关心，一切都顺利。这还多亏了舅舅、舅母和诸位表哥操劳。牡丹抬眼看过去，但见崔夫人梳着宝髻，插着一把精致华美的金矿宝电梳，穿着家常绯色单丝窄袖短襦，系松花绿宝香花八幅长裙，脸蛋圆润白净，一双眼睛笑成弯月亮，看着倒也是很和气的。不由暗想，母亲心疼儿，有些怨气也是正常，总体看来这表舅母也还是不错。何志忠却是暗暗叹了一口气，回头问李杏，过几日有个，你想不想去？李杏眼睛一亮，当然想去。崔夫人骂道，你不好生养病，还到处去。何志忠又暗叹了一口气，道，若是你身养好了，我便使人来唤你，若是不好，那就等以后吧，反正机会多的是。李满娘却道，我倒是想去开开眼界，到时候姐夫使人来唤我一声。众我沉默的将饭吃了，崔夫人不许李杏去送，自己陪了李满娘将何家父几人送至门外，殷勤招呼众人以后多走动。何志忠瞅了个空同李满娘道，若是有什么新消息，记得使人来和我说一声，省得我心中挂怀。不管出多少钱，他总愿意拿出来抹平此事的。李满娘懒懒地挥了挥手，知道了，放心的去吧。又望着牡丹笑，过些天我们要出城跑马，你去吗？牡丹忙点头，去的。李满娘笑道，到时候使人来唤你，你这2天有空多骑骑马，到时候不要从马上掉下来。何家一行人归家时还没来尽那么欢喜。崔夫人的太很明白，到底还是有些怨怪李杏为了牡丹惹出这么多麻烦，然而却也怪不得他，虽然平时2家关系还不错，到底隔了这么远，平时一点小麻烦倒也罢了，惹上烦却是不一样。何志忠悄悄看垂头深思的牡丹一眼，忍不住又暗暗叹了口气。何家一片欢欣鼓舞，从刘家拿回去的2000民钱和20匹绢摆在岑夫人的房屋的正中，
还尚未收起，因为上次有孙氏多嘴惹了祸，这次却是没人敢问牡丹嫁妆钱的事情，只在心里猜了很多遍。薛氏却是早就得了吩咐的，主动道：刘家的钱暂时不趁手，这些是先送回来的一部分，其余的等过些日再送来。他这话一出口就冷了场，以刘家人那种不要脸的德行，今日没能拿回家来，以后怎可能再要回来？分明是何志忠、岑夫人偏心长房和牡丹，借这个机会明目张胆地补贴他们罢了。杨氏微微冷笑，张氏垂着头，孙氏、李氏面无表情，白氏和曾氏对视一眼，都在彼此眼里看到了不信，却也没多语。只有朱姨娘笑道：丹娘福大，到了白夫人和长公主都是好人，所以才会否太来。她的话不出所料的又得了曾氏一个白眼。岑夫人才懒得管这许多，只道：趁着天色还早，先把丹娘的这些东西送到她的库房里存着吧。你们也是，先前也不吩咐妥当，直接送过去，又白白让人多跑这一趟。众人心说，若是不拿回来现现，谁又知道你女儿正大光明的拿回嫁妆了呢？只是高压之下，再有多少想法也不敢多话。牡丹突然道：慢着，我有话说。众人闻言俱都抬眼看向牡丹。牡丹走到房屋正中，对着父母哥嫂行了一个大礼，情真意切地道：丹娘多病，从小到大没有给家里尽过责任，只给家里添了大大小小无数的麻烦。出嫁前让父母兄嫂忧心操劳，出嫁后又叫父母兄嫂麻烦不尽，破财费力，更别提孝敬父母，实是惭愧之至。然而父母疼爱，哥嫂不计较个人得失，视我如珠四宝，丹娘感激不尽，有心答谢父母兄嫂之恩。可惜我身上的一针一线，都是父母和哥哥们的血汗钱换来的，丹娘唯一能做的，就是孝敬父母，敬重兄嫂，爱惜者侄女。这些天来，家里为了我花的钱实在不少，刘家这笔钱无论多寡，我都不要，请娘将它收到宫中去吧。岑夫人闻言大惊，阴沉地瞪着儿媳们。薛氏忙道：丹娘，你想这么多做什么？给你的嫁妆就是你的，谁家女儿不是如此？回了娘家养你一辈也是应该的，快别说这些糊涂话。扫视了众妯娌一眼，你们说是不是这样？众人少不得附和一番。有人相信牡丹是真心的，也有人暗里想，牡丹不过就是情故纵，做作，讨好父母，收买人心来着，那么一大笔钱真放到他面前，看他舍得舍不得。郑重地道：我是真心的。他猜着现在这个情形，就算是那笔钱最后回不来，何志忠和岑夫人也会想法另外补贴他。虽然说现在还是何志忠当，但那钱也是大郎他们风里雨里的拼来的，将心比心，嫂嫂们有意见很正常。他怎能让家里人为了这笔钱伤和气？他有的已经够多，不能贪心。众人面面相觑，薛氏还想再劝，岑夫人与何志忠对视一眼，彼此心领神会，最终喟然长叹：罢了，就依了你吧。牡丹长出了一口气，想要钱，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双手去挣，现在他是自由的，他有健康，有自由，有技术，还有亲人坚强的后盾，什么也比不上这些更重要。白氏见机笑道：今晚准备了玉煎面，替丹娘庆贺。他的话引得小孩们一阵欢呼。玉煎面却是用了肥美的熊肉和精料饲养的鹿肉做的包，格外美味。何家有钱，却不能在房屋用具方面为治，便挖空心思的在女人的穿着和吃食方面下功夫。但这玉煎面因为食料难得珍贵，所费很多，却也轻易不吃的，于是先前的些微不快顿时被美味给冲散了。牡丹扑哧一声笑出来，除了咱们家，再也没有谁家会因为女儿和而做好吃的庆贺的了吧？白氏一愣，微微有些尴尬。何大郎却已经大笑起来。今日爹爹在上，也和丹娘说，今日是大喜的日。何志忠也在笑，岑夫人笑道：甩掉了一块臭烘烘的狗皮膏药，丹娘的病又好了，那不是大喜事是什么？虽然如此说，他心里却始终放不下两件事，一怕牡丹什么时候又旧病复发，二是操心再给牡丹找个什么人家呢。见大家都在笑，白氏这才放心下来，热情地招呼吴氏：姨娘和我一起去厨房看看准备好了没有。薛氏忙道：姨娘歇着，还是我和二弟妹一起去吧。白氏忙一把揪住她：大嫂在外面忙了一整天，回家来还要忙，累坏了，可就是我们这些弟媳们的不是，快陪着娘和丹娘歇歇，说说话吧，由我和姨娘去照管就是了。我不累。薛氏有些意外，以往可都是他和白氏一道的，怎地突然间白氏就和吴姨娘凑到一处去了？细细想来，自从孙氏和杨姨娘针对自己那件事之后，白氏和吴姨娘每天跑进跑出做和事佬，他二人的关系就变得近了起来，
白氏就不像从前那样喜欢来找自己说话了。岑夫人淡淡的扫了白氏和吴姨娘一眼，道：老大家的，兄弟媳妇愿意体贴你，帮你做事情，这是多好的事情，你就安安心心的歇着，过来把今天你们道的事儿说给我听听。薛氏微微一笑，应道：是。果真走到岑夫人跟前，拿了美人锤，替她敲着腿脚，细细讲起今日的事情来。牡丹和大郎间或插几句嘴，其他人听得哈哈大笑，显得其乐融融。白氏的脸色微变，心情突然变得很糟糕。看来一屋的笑得轻松快活的妯娌们，脚步就显得分外沉重。牡丹有个小心思，想问家里的玉煎面做了多少，是不是给李姓送药油的时候，顺便送点过去给李家人尝尝。今日他看到了，李家有钱，绝对不比何家穷，况且李家因为给宁王府做事的缘故，总是能近水楼台得到许多宫中制的东西，御赐之物也不少，不少这顿玉煎面吃，但是这始终是何家的心意。想开口，却又怕嫂嫂们多意，但若是不送，确实又实在想送。牡丹犹豫在，小声问薛氏：嫂嫂，咱们今日吃了李家的盐尽荔枝，可需要还礼？薛氏骤然明白过来，促狭一笑，伸手了掐他的脸颊，回头望着岑夫人道：儿媳才想起来，李满表姨也在呢，记得当年她最爱吃这个，这里要让人送药去给行之，是不是让人送些玉煎面去给他们尝尝？也不晓得二弟妹他们可备的有多的。岑夫人扫了二人一眼，道：定然有多的，家里这么多的人，难道是随便一点就能发了的？让人装2食盒送过去，哦，不，叫大郎亲自送过去。薛氏忙起身去安排，回来后悄声问牡丹：你怎么谢我？牡丹一本正经地道：嫂嫂这些天为了我的事情跑进跑出，的确很是辛苦，过2天我给嫂嫂做双鞋穿。薛氏叹了口气，道：你呀。见牡丹白玉一般的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来，笑了一笑，算是放过了她。晚间，在外忙碌的二郎几人俱都归了家，一家欢欢喜喜的等着去送药的大郎回来一起吃饭。大郎却一直到天擦黑了才阴沉着脸回来，众人第一反应就是李姓那8个表哥出事儿了。岑夫人问他，他只是摇头。2个食盒才送过去，就被抢光了1个食盒。都好着呢，说是1日1夜都在街上闲逛，没人找他们的麻烦。何志忠奇道：那是谁说了不好听的话了？难道是碰上李元？李元也和崔夫人一样的不高兴了？大郎偷偷瞟了牡丹一眼，还是摇头：不是，我是马在上挂着个人，生了几句口角，所以心里不高兴。吃饭吧。二郎笑道：又不是什么大事，这种小事情也值得你生气？什么时候你的心思也和女人一样了？真间大点事情就闹气。这话说出来，引起一片反对攻击之声，并当场就挨了牡丹一下，引得他嘿嘿直笑，挡住嘴不敢再冒话。饭后众人俱都嚷嚷累了，很快散去，只留下大郎、二郎说是有生意上的事情要与何志忠亮。牡丹兴奋得很，本想陪岑夫人说几句话，大郎瞥了他一眼，皱眉道：丹娘你身不好，昨夜又没休息好，今日冒着日头到处地去，还不赶紧去歇着？牡丹不敢反驳，冲他做了个鬼脸，反身跑了。大郎见他去了，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张望一番，命封大娘帮忙把门看好，方阴沉着脸入内，破口大骂：刘家不是人，到处坏丹娘的名声，不过半日功夫就已经传到我们家附近了。岑夫人脸色一变，翻身坐起，道：怎么回事？大郎道：说是我们丹娘病坏了身，生不出孩来，却又心肠恶毒，挑拨是非，人见人厌，在夫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被休的明明是他家没道理，明明是合理。大郎一口气不顺，气得说不下去。岑夫人、何志忠气得发抖，刘家这是要毁了牡丹啊！挑拨是非，人见人厌，这个不算什么，只要牡丹多和人接触，自然不攻自破。可是生不出孩来，难道叫他到处去和人说丹娘与刘畅从未圆过房吗？世人总是不但于用最恶毒的心思去揣测旁人，结婚年没圆房，说给谁听谁也不信，就算是信了，也会觉得奇怪，明明这么一个千娇媚的女，硬是不能打动丈夫，别不是有什么隐疾吧？单凭生不出孩这一点来，什么好人家还会要丹娘？二郎皱眉道：这件事情注意叫丹娘晓得，省得她听了伤心，咱们先别声张，看看谣言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然后又再做论断。岑夫人揉着额头道：哪里瞒得住？她迟早要知道，与其等旁人去告诉她，打她个措手不及，茫然失态，还不如提前告诉她，她有个心理准备，也不至于莫名吃气。我这就去和丹娘说。何志忠咬着牙道：大郎，明日你再去看看李姓，问问他上次我们商量好的事情，什么时候动手好？
牡丹并不知道有关她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她舒舒服服地泡在澡盆里，享受着宽儿和舒儿的精心服务，听他二人抱怨逗乐。奴婢们陪着夫人在家，心里猫着火燎的，才听到街上的锣鼓一响，几位小娘和小公就哭了。特别是韩娘他们几个小的，哭声差点没把屋顶掀翻，惹得甩甩嘎嘎怪笑，又他们哭，差点没被纯公把尾巴给揪了。他却又知机，晓得您不在家，没人保他，只是大声喊阿娘救命。夫人又好骂了纯公一顿，他活该。这鸟年纪越大越成精了。牡丹大笑，起身擦干水渍，问道：雨禾睡了吗？他的头可还疼？宽儿笑道：雨禾姐姐说她没事儿，这会儿正给您熏衣服呢。牡丹换了干净里衣，歪上床去，舒舒服服地躺下，叹道：哎呀，我是觉得浑身轻松了一大截呀。舒儿和宽儿对视一眼，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您自然觉得轻松一大截了。正说着，门吱呀一声轻响，岑夫人脸色难看地走了进来，冷冷地对着宽儿和舒儿道：你们出去。牡丹见他神色严肃，连忙起身扶他坐下。娘，你怎么还不睡？岑夫人挨着牡丹坐下，摸摸牡丹顺滑的头发，长叹一口气：丹娘，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后要怎么过？今后要怎么过？按着牡丹原本的打算，自然是先立个女户，然后买地买房建园子种牡丹，发家致富，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若是能遇上那个人，真心相爱，生儿育女，小吵小闹，一辈子就这样了。若是不能，他总不能胡乱把自己给嫁了吧。刘畅那样的人和牡丹那样的婚姻，有一次就已经足够了，绝对不想再来第二次。牡丹想到此，试探着道：娘，其实我想立个女户。他敏感地感觉到岑夫人放在他头上的手猛然一顿，他紧张地抬起头来看着岑夫人。刚和离就想独立，会不会让岑夫人伤心，觉得他没良心？岑夫人严厉地看着他不说话，牡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地在胸腔里跳动，频率赶得上差点被清华郡主的马蹄踏上之时。虽然紧张，他仍然坚持用最柔和的眼神看着岑夫人，轻声说：娘，我知道您心疼我，也知道这个时候提这件事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您和爹一定能理解我的心情。他犹豫良久，轻声道：不瞒您说，我 X 后想种牡丹。岑夫人既然想得到把他和何家的财产分开放，想得到千方百计的替他打算补贴他，必然就能明白他的想法。他要独立，他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掌握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岑夫人沉默良久，方道：这件事情我要先和你父亲商量。他虽没有直截了当的答应，但牡丹看他的神色就知道已经成了一半，遂抛开此事不提，问岑夫人：娘可是有什么事要吩咐我？岑夫人方收拾起心情：你知道刘家对你恨之入骨，不会希望你好过吧？牡丹一笑：本就是冤孽，他家倘若能容得下我，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做什么都正常，可是又做了什么事了？岑夫人小心地打量着他的神色：你大哥今日从外间回来，才知流言已经传到咱们家门口，说是你病坏了身子，不能生育，在家惹是生非，人见人嫌，这才被休弃回家。这意味着以后就算是遇到合适的好人家，这种传言都会给自己的终身带来很大的麻烦。牡丹挑了挑眉，心中不是不窝火，但看到岑夫人难过的表情，她不在意的一笑，抚着岑夫人的手道：他家倒也没说错，我的确是没能生出孩子来，的确也算是惹是生非，让他家老老小小都吃了一台气，日后还有得吃，这不是人见人嫌是什么？至于休弃吗？和离也是离，休弃也是离，难道被休弃的人就真的全是他们的错，就没有再嫁的了？理他家作甚？咱们要是因此生了气，反而上了他们家的当。岑夫人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回答，她以为牡丹怎么也会很难过，或者会伏在自己怀里大哭一场，哪想到牡丹却反过头来安慰自己，当下难过的道：我和你爹本想着过段时间再给你另外找个合适的，哪晓得。牡丹甜甜一笑：娘，这样也好，省去了许多麻烦，就让我过几年想过的日子吧。姻缘天定，那人若是与我真的有缘，就不会在乎这些。您要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见到女儿如此乖巧懂事，岑夫人心头大痛，强忍着不表现出来，拍着牡丹的手道：好，好，你想得通就好。却又道：这几天你还是不要出门了吧，省得听着烦。牡丹把下巴一抬：不，我就要出门，我又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不敢出门？难不成那些真正被休弃回家的人就要躲起来不见人了？我越躲越像是我见不得人似的，正好叫他家称心如意，我明日就要出门。岑夫人见他可爱，
心情稍微好了些，微笑道：那你要去哪里？牡丹道：曲江池芙蓉园，请娘帮忙备份礼物，爹爹或者是哪位哥哥陪我去谢那位蒋公子吧。如果没有他，我此刻已经没了命在。岑夫人道：礼物已经备下了的，你爹说送做香山子。牡丹应了，送岑夫人出门。您早些歇着，不然坏了身子，叫我怎么舍得？岑夫人捏了他的脸颊一把，回家来这些日子也没见你少吃，怎地就长不胖呢？这么瘦哪能行？牡丹挺了挺胸，我哪瘦了，肉都藏着呢。一句话把岑夫人逗得大笑。岑夫人回了房，何志忠忙问：怎么样？岑夫人微微一笑：女儿到底长大了，以后你我就算是死了，也不用再为她操心了。何志忠疑惑道：怎么说？岑夫人将牡丹的话说给他听，笑道：说是不是什么大事，明日就要出门呢，旁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又看着何志忠道：他要立女户，说是以后想种牡丹花，果然是比从前明白了许多。何志忠沉默片刻，揉着额头叹道：依了他吧，儿大不由爹，你看看我们还没死，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形，暗潮涌动呀。若是我哪日从你前头死了，还有的你气的。孩子们不能说谁不好，但你我都是一样过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迟早的事。早些把他择出去，有个准备，也省得到时候措手不及，他连去处也没有，平白要受多少冤枉气。岑夫人道：我也是这样想的，亲骨肉，亲骨肉，再怎么亲，兄弟姐妹哪能亲得过自家父母子女去？但我还是有个想法，立了女户后，他要在外面做什么都可以，另嫁之前还是不能叫他搬出去，我不放心。何志忠道：由得你吧，叫他和者侄女们多亲近一下，若是将来有个什么，也叫得动。话音未落，就见岑夫人突然红了眼，用帕子捂了口，低声哽咽道：我苦命的丹娘，怎么就总遇上这许多破事儿呢？你要叫刘家狠狠栽个大跟头，方能解我心头之气。何志忠温柔地拍拍老妻的肩头，柔声哄道：莫哭了，莫哭了，都依得你。第二日一早，牡丹起了个大早，让雨禾把件胭脂红的翻领胡服寻来给她穿上，又换了双靴子，系条叠鞋带，梳了个回鹘髻，出外去吃饭。迎面遇到岑夫人，还没开口，岑夫人就道：你爹同意了，但要你住在家里，稍后我就使人去请术士来占宅，加间房子起来，冬天你也可以住得舒服点。这大概是他们所能做出最大的让步了，牡丹也就不再坚持。辛苦娘了。才刚进了屋，就见哥哥们都望着自己笑，嫂嫂们则俱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自己，平时总爱闹别扭的甄氏万般温柔地迎上来，热情地道：丹娘，你饿了没有？快到我这里坐下，马上就开饭。今早做的是你爱吃的水晶饭。还不饿呢，昨晚吃了那许多。牡丹心知肚明，大家这都是得了消息，同情他来着。到底是一家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立刻又团结起来了。突然间，他的心情大好起来，高高兴兴地挨着甄氏坐了，把最小的何纯抱在怀里，笑道：听说你前日挨祖母骂了，为什么呀？何纯不过5岁，伏在牡丹怀里，皱着鼻子道：甩甩是个大坏蛋，可恨又可恶。众人俱都大笑起来，五郎捏捏何纯的鼻子。他是只鸟呢，你逗他玩不说，反而被他给逗了。白氏则望着牡丹担忧地道：丹娘，你要出门？还是过2天再去吧。门是一定要出的。牡丹还未回答，何志忠已经一锤定音。吃了饭以后，还是我和大郎陪丹娘出门去道谢。4郎你去约张五郎，看看什么地方合适，请他吃饭答谢他，叫他把他那群兄弟一并请上，选个好地方，别心疼钱。等我和大郎把事情办完，就过来敬他的酒。何4郎闻言，郑重其事地道：爹，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曲江池离宣平坊隔着4个方区，说远不远，说近却也不近。一路上，牡丹遇到了好几个相熟的街坊，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那些人看着他的时候，表情都不一样。他也不管，该打招呼的打招呼，该问好的问好，对别人探究的目光一概视作是空气。大郎把张脸沉着，难看得很，看到有人和牡丹多说几句话，一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就拿鞭子甩得呼呼响，吓得人家赶紧把话咽回肚子里去，匆匆与牡丹告别。何志忠也不去管他，一脸的沉静，有人问候就答几句，不然就耐心的等待牡丹。大风大浪他见得多了，这点算什么？到的曲江池芙蓉园附近，大郎寻了个推着车子买蒸糊饼的老头道：敢问老丈，可知这附近有个蒋长阳江大郎住在哪里？那小贩却只是摇头，不知道，反正不会是芙蓉园就是了。郎君不妨去曲江池附近打听打听。
芙蓉园是皇家御苑，皇家沿郭城东壁修筑了由兴庆宫南通芙蓉园驾城，以便皇帝能随时到芙蓉园赏玩而不为外人所知。王公贵族非宣诏不能入内，不要说平头百姓了。曲江池则不同，属于大众型公共游乐场所，南靠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四处种植花卉，水波明媚，有无数烟柳、芙蕖飘香兰神。中和节、上巳节时候，行人如织，正是京中士庶踏青游玩好去处，就是民间组织清河科进士及地官宴也是此进行。彼时公卿之家会倾巢出动，此挑选东床序。附近闲僻之地不少，但多为一些官员建寺庙。可以说，能此修建一座院子，实是不容易，相当于现代人西湖边给自己建了座别墅一样，出门就是风景名胜区，羡慕死人。大郎有些糊涂，摸着头问牡丹：“丹娘，你确定他没说错？芙蓉园附近就芙蓉园附近，曲江池附近就曲江池附近，说的这样模棱两可，该不是他嫌麻烦，不想告诉那清华郡主真实住处，所以拿来敷衍？”牡丹也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个可能，毕竟清华郡主那样人就不是什么好鸟，那可比刘家那样狗皮膏药缠上还要麻烦些。要是他说出真实住址前，只怕也会犹豫一下吧。就算是自己不怕，那也不能将麻烦带给家人呀。何志忠却道：“赶那个时候出手救人，又夺马伤人，不走不避人，岂会是这种藏头露尾人？他说是曲江池芙蓉园附近，那便是两者之间，这推车卖蒸壶，并不是这片居住之人，不见得就晓得。曲江池不是和芙蓉园内芙蓉池相通吗？咱们往那边去，必然能打探到。”大郎猛地一拍脑袋，笑道：“是了，一定就是那里。前几年上巳节，我和二郎他们听说沟渠里面会流出叶片诗来，还特意往那里去看热闹呢。我记得那里是有几个院子，还以为会捡到里面美人们排解寂寞，随水放出诗词。自己这几个哥哥可真够可乐。”牡丹一声笑出来，斜瞅着大郎促狭的笑。沟渠里会流出叶片诗来，不知我大嫂二嫂可知道这件事？大郎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微微红了脸道：“都是骗人。”捞了半天，花瓣烂叶子倒是不少。建宇和宽儿和自家跟班都捂着嘴笑，面上过不去，望着牡丹道：“明年春天官宴，哥哥带你来看热闹，也就是来看看科进士有没有看得上，也挑挑女婿意思。”牡丹大大方方的一笑：“得了吧，咱们看得上人家，人家不见得给咱们挑；人家看得上我，我不见得就能看得上他。社会现实就这里，科及第进士，还不等着给权贵挑去一步登天？谁愿意娶一个商户女儿？有，只怕是艺术。所以他心思就没放这上面过，与其千方百计地攀上一个官家，不如找个有志青年，一起发大财，便由名山大川，生了孩儿，自己培养一个科进士现实。何大郎一想也是，却又觉得自己说错了话，勾起了牡丹伤心事，一时讷讷不能语，一门心思就想怎么弥补刚才过错，便道：“丹娘，我教你认珠宝吧。”丹娘叹口气，调皮摊摊手。那天四哥也说要教我认香料，让二哥教我学调香，可是我都不感兴趣，怎么办呢？我大致晓得什么是什么就可以了，还是种我花比较好。何志忠先前一直听他兄妹二人斗嘴，此刻方发了言，丹娘要立个女户，你抽个时间早点去帮他办了吧，然后去打听打听哪里的好，去买一些给他修个庄子，他爱种花就给他种着玩，平时还叫他住家里。大郎吃了一惊，第一个反应就是家里女人们给牡丹受气了。何志忠淡淡地道：“这样也好，你们迟早都是要分家，我也老了，什么时候嫌吵，就可以和你娘一起去庄子里住着散散心。”说到分家，大郎很是难过，眼圈红了，道：“爹爹说什么话？这个时候说这些怪没意思，倒叫儿子心里难受。”大郎一向忠厚，何志忠叹口气：“我没死之前自然不分，如果我死了，二郎、四郎、五郎我也就不说了，三郎和六郎各有生母，只怕是要分家出去单过。你和大儿媳都是忠厚吃的亏，趁着今日说起这个话来，我确实吩咐你，将来好生照料你娘和妹妹。弟弟们有过不去时候，拉他们一把。”大郎难过的要死，却晓得父亲说是正理。牡丹忙道：“大哥看，可是那里？”但见曲江池靠近芙蓉园边，果然有几座小巧精致院子，边上一座院子，粉墙青瓦，院墙不高，里面蔷薇探出墙来，彩蝶纷飞，一派欣欣向荣，看着很是引人眼馋。只是外间没有行人，安静得很。大郎少不得使人去敲开那户人家门问路，那门子闻言，惊讶地看了众人一眼，但见众人虽然穿得华丽，却不似是特别华贵那种，便道：“正是我家公子爷，不知各位。”
牡丹这才明白，蒋长阳所说一问便知，原来是因为他家就是第一户人家。但看这座园子，其实不像普通人家正式家居府邸，而是实一座优雅别院，实是与他眼中蒋长阳不太搭调。不过转念想到蒋长阳起心动意买花给他母亲，也就想得通了，想必他母亲也是个热爱生活、喜欢伺弄花草人吧。大郎说明来意，那门子道：我家公子爷请几位贵客进去，只是此刻有客，还请贵客稍后，带小人进去禀告。约莫过了半盏茶功夫，那门子出来引众人进去，牡丹一路进去，方知优雅之处。但见林木高大，花木茂盛，小径幽深，通庭院地面全由武康石块铺设，华丽整洁，花间小道却是用了碎石铺陈，已经生了苔藓，古色古香。走其间，可以听到清脆婉转鸟叫声。一行人一直走到厅堂，除了领路门子外，就没遇到过一个下人。按牡丹算来，这座宅子至少也有几十年样子了。厅堂中陈设简单却不简朴，家具虽是半旧，用料做工却极其精致。另有一架叠漆石竹六曲银胶关屏风非常显眼。一个青衣小童内伺候，请众人入座后，殷勤奉上茶汤，笑道：请客人恕罪，我们公子爷稍后就来。片刻后，蒋长阳果然从外间急匆匆赶来，与众人见过礼后告罪道：实对不起，让各位久等了。适才一位故交此，耽搁了些时候。何志忠与他寒暄几句，说明来意，命人呈上那座极品沉水香制成香山子，道：些微玩物，不成敬意，实是不能和您救了小女大恩大德相提并论。这个是我们家自己做，还请您不要嫌弃，留着把玩。时人流行熏香，凡是有点身份地位人，衣物要熏香，坐卧要焚香，行动要带香囊。支香山子难得贵重，稍微有点钱和地位，都会想法子弄一个去摆设，以为是雅士一桩。然而香有上中下品之分，价格有贵贱。何家这个香山子与市面上一些用小块沉水香堆叠而成不同，而是整块雕琢而成，绝对不是凡品。何志忠才一掀开盒子，就满是生香。蒋长阳只看了一眼，便肃了神色故辞，下不敢收。何志忠有些意外，难道公子看不上吗？这座香山子除了家中厅堂里摆设那一座以外就是好，不然他也不敢拿来答谢人。他看了蒋长阳这屋里陈设，晓得蒋长阳不会是不识货人，还想着这东西雅致，不会被人嫌弃，谁知道人家竟然不要。蒋长阳微微一笑，这么贵重雅致东西，下怎会看不上？路见不平，自由旁人铲，我若是没有办法也就算了，既然有能力，自当出手相助。我若是收了您东西，到教后没脸见人了。何志忠苦劝一番，见他实不收，便正色道：我何志忠虽然是个商贾，但生平为人，恩怨分明，公子救命之恩，原也不是一座小小香山子就能报答，您实不收，我也不勉强您。但您记着，日后若是有需要，便请到我家店里来说一声，但有所求，无所不从。何志忠这样一说，为难倒是蒋长阳了。他左思右想，望着牡丹道：若是真要谢，不如请何家娘子帮我照顾几株牡丹花吧。家母爱花，我此番来倒是替她买了几株品相不错，只可惜山高路远，我不放心让人送去，只好养着，家里仆人笨，不过半月功夫就养死了一株，实可惜。见到蒋长阳那几株蔫头蔫脑的牡丹时，不由连连叹气。有的叶被啃食的残缺不全，不只是一株死了，其他几株也跟着要死了。牡丹示意花匠拔起已经死了的那一株来看，不出所料，根腐病严重发生。那花匠怯怯地偷看一眼已经黑了脸的蒋长阳，小声问牡丹：小娘可知这牡丹花到底得了什么病？牡丹却不回答他的话，只问他：花后这次施肥可施过了？那花匠惊讶地道：花已经谢了，还施什么肥？施了倒引得它又萌芽，明年春天就不好开花了。一边量牡丹，一边暗想，这娇滴滴的小娘懂得种什么花？只怕又是一个假装自己懂得种花来讨好自主人的，心里就带了几分轻视，语气间也有些不以为然。牡丹一听就晓得这是个外行。牡丹花肥得根据植株的大小、密、长势及春开花、夏打盹、秋发根、冬休眠的习性来确定施肥的种类、时间和数量。每年要施次肥，第一次施肥在早春萌芽后，主要为促进开花，以施氮肥为主；第二次在花谢后，主要为促进花芽分化，这次施肥最为重要，但磷钾应该全面施用。第次在入冬前，主要为保护越冬，以促进新根生长为目的。据牡丹所知，有些人还会在牡丹植株周围埋下动物尸骨，或是将动物尸骨装缸，盛水密封，待到其腐熟后，将其浓汁稀释浇灌牡丹花，以便让牡丹花大色艳。
但这个人不但没有给牡丹花施最重要一次肥，还振振有词地反驳自己，说出那种外行话来，多半是蒋长阳要养牡丹，下人为了讨好他，以为这是争光的好差事，便假装说自己会养花的，结果去就惹出了麻烦，白白可惜了这几盆好花，也不晓得一盆就要值几万钱。牡丹想到此，便似笑非笑地望着那花匠道：大约你家这花种不同，我家的花每年花后总是要施一回肥的。说完也不看蒋长阳，低头去检查其他的花。蒋长阳听着这话十分不对，皱眉看向那花匠，那花匠晓得要坏事，赶紧避开蒋长阳的目光，往前帮牡丹的忙，讨好地说：小娘果然是行家里手，出手不凡，还请您教教下仆。下仆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病。牡丹恼他不懂装懂，到了这个时候还要硬撑着装下去，便沉下了脸道：你就没从这花周围看到过虫吗？这分明就是虫害。那花匠兀自嘴硬，凡是花木哪有不被虫吃的，这牡丹根田本来就招虫，吃了也就算了，您看看这花分明是根烂了。牡丹叹了口气，问那花匠要了个小花铲，就在牡丹花根旁小心地挖起来，片刻后挖出了几个虫蜕和虫蛹来，放在地上道：就是这东西倒贵，小的吃根，大了就吃叶。因为牡丹的根多根大，它通常是把一根牡丹吃到快死或是死了才会转移。牡丹的根烂是因为被吃得厉害了，大虫在叶里活动，现在正是最厉害的时候。这几株牡丹花是受了金龟虫害、幼虫危害，造成根部大量伤口，土壤中的镰刀菌大量侵入，导致牡丹根腐病严重发生，所以牡丹花才会出现烂根、长势衰弱、死亡的情况。但牡丹和他们是不清楚什么是镰刀菌，只能模糊说是被幼虫吃得厉害了。那花匠还在硬撑，这虫蜕什么地方没有几个，小娘怎能断定就是他们呢？若是教公得知这么贵重的花是因为他种植不得法才死的，打板还是小事，他也不够赔的。牡丹干脆不说话了，只看着蒋长阳。蒋长阳冷冷地扫了那花匠一眼，生硬的道：闭嘴。他带来的人不多，这人是一位朋友送的，原本只是个打杂的，听说他要请花匠，就自告奋勇地说自己会，他问起来也说得头头是道，还以为真的是很懂行，哪里晓得是个半出家的。那花匠缩了缩脖，退到一旁不敢再说话。蒋长阳认真地问牡丹：那可有什么法把他们挽救回来？实在可惜了。牡丹笑道：这东西冬天躲在土里过冬，如果今年不把它治好，只怕明年春天还要遭祸害。我有几个法，暂且试试。蒋长阳忙叫人取纸笔来记，牡丹见他这认真的样，不由笑道：不是什么很难的，很简单，不用记了。可以让人去捉，但这个法费力，不如用个省力的。这虫喜欢晚上出来，又似飞蛾一般喜欢灯光，只管用个大盆装满水，在中间放几块砖，拿盏琉璃灯放在上面，水里最好放一点点砒霜，这样这虫落进去后就只有死一条了。还可以用1勺糖、勺醋、2勺白酒、20勺水配成糖醋液，再加点砒霜进去，装在广口的小瓶里，水面瓶口最好在2%左右，挂在花周围进行诱杀。蒋长阳满头大汗：你说得快了，慢点说。牡丹不由好笑起来，又重新说了一遍，这次蒋长阳能完整复述下来了。牡丹又道：捉到虫就更好办了，将死了的虫捣碎，然后用厚纸袋密封起来暴晒，或者放在热的地方让它待臭味散发出来后，把碎末倒在盆里用水泡，水多，然后将过滤出来的汁按1勺之1 50勺水的力来兑，用来喷洒在汁液上，效果一定好。自然界中许多动物都有忌食熥类并厌恶避开同类尸体气味的现象，这个法从前他用过，屡试不爽。蒋长阳这回记得倒是清楚，不好意思地问牡丹：你可认得什么好的花匠吗？我愿意出高价请他来帮忙。牡丹为难道：我确实不认得，我家里的都是我自己管，不然就是我家丫鬟管。这京中知道怎么管花的人其实不少，大户人家就有专门管牡丹的，不然就是花农或是寺庙道观里的师傅也不少，您朋友多，不如您去问问他们看。蒋长阳应了，却又笑道：那边还有几棵，确实长得不错。有一株我在京中就没见哪家有，是远处的朋友送来，您喜欢牡丹，可要过去看看。牡丹听说有这种好事，自然求之不得，回过头去问何志忠：爹，我们再过去看看。何志忠晓得他的脾气，嗔怪地扫了他一眼，客气道：蒋公只怕有事，又被你耽搁了。蒋长阳忙道：我没事，正好请教一下怎么种花，将来回去也好讨讨母亲的欢心。边说边引了众人绕过一个遍开荷花的小池，又绕过一大块白色玲珑、
在旁边栽了菖蒲的昆山时，方见半阴半阳处还有几株长得还算不错的牡丹花。一见那几株牡丹花，牡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待蒋长阳开口，就忍不住自动上前去细细打量。那是一株约有4尺高，已经结了果的牡丹，生的与其他牡丹有些不一样。全体无毛，生的小枝为暗紫红色，基部有数枚鳞片。2回出复叶，叶片为宽卵形或者卵形，羽状分裂，裂片披针形。牡丹将叶片翻过来看，叶背是灰白色，便隐约有些相信自己所见了，便问道：不知这花开的可是 ISE？ 蒋长阳有些惊讶，的确如此，不知你如何得知？原来当初潘荣和我说你是此中高手，看叶看枝就能知晓是 SM 花，果然是真的。谬传，都是谬传。他不过多看了几本书，种过几年牡丹花，晓得区分一些种罢了。牡丹听得汗颜，赶紧问起蒋长阳这株牡丹从何而来。蒋长阳道：这就是我那位远处的朋友送的。他听说家母爱牡丹，便千里迢迢从南诏那边带过来。花不是很好看，但他说根部可以入药，皮为赤丹皮，可治吐血、尿血、血痢等症，去掉根部的部分又为云白芍，可治胸腹肋痛、泄痢腹痛、自汗盗汗等症。果然是从云南西北部来的紫牡丹。蒋长阳还说漏了一样，赤丹皮可以治疗痛经，大约是因为这是妇科病的一种，他不好意思说吧。确定了这颗牡丹的身份，牡丹很兴奋，这么远地方来的宝贝，若不是这个机会，他只怕这辈都不可能看得到，更不要说得到。牡丹心里犹如有10几只小手在心里抓呀抓，抓得他毛焦火燎，几番想开口，又实在开不得这个口。上门来道谢，人家什么都没要，自己倒打起人家东西的主意来了，实在要不得呀。但叫他就此错过这个机会，他确实是怎么也不甘心的。但是怎么开口呢？牡丹皱着眉头，围着那株紫牡丹直打转。自家人的德性，自家人认的。何志忠使劲咳嗽了一声，这花可真是全身是宝呀。何志忠赞叹了一声，一脸的老实无害，只问蒋长阳，敢问蒋公，您这位朋友可还在京中？若是方便，想高价请他帮忙带一株这种，或是帮忙买点种。这不是明摆着敲边鼓，帮自己要花吗？牡丹一愣，脸一热，悄悄扯了何志忠一把，自这个老爹什么都好，就是一关系到儿女，总是脸皮特别厚。何志忠反手将他的手握住了，无比诚恳地看着蒋长阳，一脸的期待。何家妇女小动作落到蒋长阳的眼里，蒋长阳不由暗自好笑。这世间自有痴人在，有人爱财，有人爱名，有人爱权势，有人爱美色，有人爱金石，有人爱民兵，如今自己却上一个爱花成痴的了。这和家人也算是恩怨分明，有骨气，明事理的人家可以交往得。蒋长阳想到此，便微微一笑。我那朋友如今不在京中，不方便请他。若是喜欢，待到秋天分了株，或是嫁接成功，我便让人取了送去府上好了。倒是个大方的。牡丹脱口而出，不必这么麻烦，给我几颗种就好。此时众人多不用种繁殖牡丹，而是用分株或是嫁接繁殖。坊间还流行着一种法，但凡好一点的种，一旦花谢后，立时便会剪去，只因为众人认为任它结种会叫花的种退化。若是蒋家这个花匠是个真的懂行的，只怕这些花早被修剪干净了，根本不会留下这种。蒋长阳扫了一眼这挂果的紫牡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若是喜欢，只管尽数摘去。牡丹见他大方，却也不想叫他吃了亏，便笑道：只要几颗就够了，用不得这许多。我那里也有几株公这里没有的种，到时候正好连先前说好的那位子玉楼点翠一并送了来。说到此，牡丹看了一眼那缩头缩脑的花匠，想到若是他不懂，给自己一包老的出不了芽的种，那可真是浪费了，便忍不住提醒到这些新接的种，拿了播种，将来用花苗来做嫁接的砧木也不错，只是牡丹子喜嫩不喜老，采摘要及时。牡丹种娇贵古怪，嫩的1年便可发芽，稍微老一点的2年发芽，很老的就要年才能出芽，而且是要当年采当年种的，不然出苗率非常非常低，实在是复杂了。蒋长阳微微有些发怔，上前量了那种一番，愁眉苦脸的。那要什么时候采摘才合适呢？许人几颗种，本以为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哪里晓得会这么复杂。只是自己答应了要给人家种，自然要送好的才行，少不得要仔细打清楚。牡丹笑道：蒋公不必烦恼，等到这果皮呈现黄色的时候，记得让人摘下来就行，然后交给我处理吧。他是有私心的，他要大规模生产种植，怎么处理这牡丹花种的相关技术，才不白白告诉旁人呢。蒋长阳见他已经给了明确答复，说是果皮呈现黄色就可以摘下，其他的他自然不去管。
也不推辞牡丹许给他的花，笑道：如此便叨扰了。严肃地看着那花匠道：你仔细将这些花的种看牢了，待到夯皮变成蟹黄色，就赶紧摘下来。那花匠须抹了一把冷汗，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蒋长阳的神色，见蒋长阳没什么特别的表情，晓得在找到真正会养牡丹的人之前是不会处罚自己的，遂将一颗心放下大半，连忙表态：公放心，夏普就算是豁出这条命去，也必然不会叫他有任何闪失。蒋长阳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道：如果是这样，你这条命早就该交出来了。你有几条命在？那花匠一时变了脸色，颤抖着嘴唇，不敢再多话，突然伏倒在地，朝蒋长阳深深一拜：公仁厚，小人以后再也不敢了。蒋长阳看向牡丹，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理这些花木，还请您教教他怎么管理这些花木吧。牡丹叫那花匠上来，认真交代了他几桩平时养护牡丹花需要注意的事项。浇水一定要见干见湿，不浇则已，浇则浇透，不能积水，夏天不能中午浇，要么就在早上阳未出来之前，要么就在阳下坡之后，最好用雨水或是河水，不然就用打出来放上1-2天的井水。那花匠才吃了一个大亏，不敢有所怠慢，小心应下不提。牡丹临告辞前，却又想起清华郡主要请蒋长阳去做客的事情来，便担忧地道：清华郡主过后没有找您的麻烦吧？蒋长阳微微一笑：我在家中等他的请帖呢。见何家父几人面上露出不过意的神色来，便笑道：不必替我担忧，潘氏从来与我交好，不会让我过不去的。我此番去，便能将这事给消弭了。何志忠看了蒋长阳这座宅，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再看他气定神闲的样，下意识的便对他所说的话信了7-8分。想到这事儿自家也不可能帮上什么忙，便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起身告辞。了蒋家的宅，何志忠心情好，引着牡丹在曲江池畔游了一圈，指着紫云楼道：新科进士官宴举行之时，教坊的 G 乐会来表演，圣上会在紫云楼上垂帘观望。以前你没机会出来，明年春天正好遇上，到时候可以来看看热闹。若是运气好，兴许还能见着圣上。牡丹凑他的去，特意捡着些无关紧要问题问东问西，和大郎二人插科打诨，把何志忠逗得开怀不已。恍然间突然想起来了，不得了，我让4郎宴请张五郎，这会儿也快差不多了，去得晚了只怕说我们不敬，赶紧回去。说完拨马回身，催促牡丹与大郎快些跟上。一行人走至修正坊附近，忽见一个苍老的妇人立在大中间，哭声哀嚎， cao 着一口外地口音向来往之人求援：救救我家娘。行人却是不怎么理睬，或是有人不忍递给几个钱的，他却又只是捂脸痛哭。牡丹抬眼看过去，但见那老妇人身上穿着细布襦裙，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虽然不华丽，却也干净整齐，像是个中等人家下人的样，却不似泼皮无赖，便起了几分好奇。得到何志忠的允许后，让与和尚前去问到底怎么回事。那老妇人哭嚎了半日，此时方见有人肯耐心听自己说话，也顾不得其他的，大步流星赶上前来，一把揪住牡丹的马缰，哭嚎道：小娘行性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救救我家娘。何志忠皱眉举鞭喝道：松开，有什么话好好说，这样抓抓扯扯的，小心我的鞭。那老妇人方松开手，直指不远处树荫下：我家娘不小心出了夫君，一纸休书赶了出来，她娘家又不在此，我们主仆人去时无处可去。她病急无力，将身上的钱全数用光了，刚被底店赶了出来，她却又病得昏死了，望望郎君垂怜，救救她吧。误伤其泪，牡丹心头一寒，祈求地看向何志忠。何志忠叹了口气道：过去看看。但见旁树荫下，一席还算干净的草席铺在地上，一个年约17-18岁丫鬟装扮的女贵坐在上面，怀里搂着个年约20的年轻妇人，正在垂泪，身边只得2个又小又旧的包袱，二人头上身上半点值钱的事全无。一行人走至修正坊附近，忽见一个苍老的夫人立在大中间，哭声哀嚎，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向来往之人求援：救救我家娘。行人却不怎么理睬，或是有人不忍递给几个钱的，他却又不要，只是捂脸痛哭。牡丹抬眼看过去，但见那老妇人身上穿着细布襦裙，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虽然不华丽，却也干净整齐，像是个中等人家下人的样，却不似无赖泼皮，便起了几分好奇。得到何志忠的允许后，让与和尚前去问到底怎么回事。那老妇人哭嚎了半日，此事方见有人肯耐心听自己说话，也顾不得其他的，大步流星赶上前来，一把揪住牡丹的马缰，哭嚎道：小娘行性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救救我家娘。何志忠皱眉举鞭喝道：松开，
有什么话好好说，这样抓抓扯扯的，小心我的鞭。那老妇人方松开手，指指不远处树荫下。我家娘不小心触怒了夫君，一纸休书赶了出来，他娘家又不在此处，外面主仆人确实无处可去。他病急无力，将身上的钱全数用光了，刚被敌赶了出来，他却又病得昏死了，万望郎君垂怜，救救他吧。牡丹看得分明，那年轻妇人虽然昏迷不醒，五官长相却是美丽精致，是个少见的美人胚。何志忠见状也觉得稀罕，你要我们帮你，却也要说清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他原来的夫家又是谁？他又是哪家的女儿，因何被休？不然我们怎好不明不白就帮了你们？那老妇人好一番哭诉，牡丹这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妇人娘家姓秦，本是扬州人士，父母双亡，被叔婶嫁给这京中通善坊的盐八郎。那男人容貌长得丑陋之，秦氏却也没说什么，夫妻相安无事。乃晓得半月前，秦氏正在梳妆，那盐八郎躲在一旁偷看，秦氏骤然间在镜里看到了他，吓得昏死过去。盐八郎痛恨不已，无论秦氏怎么告饶乞求都不行，一纸休书就将他赶了出来。可怜山长水远，有家不能归，沦落到了这个地步。美女也受配，不是喜剧是悲剧。这样一个算不上过错的过错，竟然就成为被休弃的理由。秦氏却也不去告，任由被弃。牡丹忍不住道：为何不去告他？那妇人呆了一呆，苦笑道：已经见弃，告了又如何？不过多得一点财物罢了。要说我家娘，差就差在没有父兄，不是本地人。牡丹有些发呆，虽然般愁，到底他仗着的也不过是身后有得力的父兄罢了，不然一样的凄惨，最多就是玉石俱焚，哪里去讨公道？他有些害怕的往何志忠身后缩了缩，抓紧了何大郎的手。何志忠看到女儿的样，沉声道扶起来，将人送到附近最近的底店去，马上去医馆请大夫，若是想回扬州，过2个月可以和我们的队一起走。到的底店，何志忠心里牵挂着宴请张五郎的事情，命店主安置妥当那秦娘主仆人，让人去请大夫，留下些钱财就要走。心中同情这个无辜的女，心想也遇上了，不如留下来看看她的病情如何。何志忠无奈，只得便叫大郎陪着牡丹，自己先行回去。等待大夫的过程中，主人正在为刚到的客人准备饭食，饭香飘到房里，不只是那叫阿慧的丫鬟，还是那蔡大娘的杜咕咕的叫起来，二人俱都红了脸，寻了借口，或是拖把椅弄点声响出来，或是假装说话避开尴尬。也不知道这两人饿了多久，牡丹心中暗叹不已，也装着没听见，转身悄声让雨禾去请主人家备些清淡爽口好消化的饭食送来。少卿，大夫来了，替秦娘请过脉，倒是风邪入体，郁结于心，没有得到及时调理，确实没什么大碍。开了药方后，又是笑非笑的看着牡丹道：弄点清淡地米汁来给病人用，比吃药还管用，很快就会恢复了。言下之意便是又饿又病，而且昏厥的真正原因就是饿的。如此说来，便无大碍了。牡丹放下了心来，见秦娘也醒了，便问道：夫人是要回扬州吗？如果是，请安心等待，过些日我家里有人要去扬州，可以捎带你回去。秦娘的表情先还有些呆呆木木的，弄不清楚状况，看着牡丹不说话。阿慧嘴巴利，言两语将情况说清楚了，她方才挣扎着要起来给牡丹行礼。牡丹忙按住她：你是病人，如果再这样不保重自己，把病情弄得恶化了，可就白白浪费了我们的一片心。如今你的情况是这样，他们俩全靠你拿主意呢，到底是要去告，还是要回扬州，还要早点拿定主意才是。秦娘突然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她长得像个鬼，我也不敢嫌弃什么，大清早的，任谁的镜里出现个恶鬼，也会被吓着吧。我没嫌弃她，她倒还嫌我了，偏这样恶毒。就算是去告，又能如何？让他家重新开大门迎接我？那不可能。就算是真的重新接我回去，他又如何能与我好生过日？回扬州，若是那里还有容身之所，我早就去了，也不会停留在这里。牡丹有些傻眼，耐了性道：那你要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其他亲人了吗？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既然不想回夫家，也不想回娘家，那便要早点打算，或是另个房住着，寻个生计才能养活人呀。这样一直住在底店里，把钱全花光了，沦落街头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秦娘一双眼黑黝黝的道：我还有个亲姐姐叫段大娘，她倒是的大有出息的，只可惜和我不是同一个爹爹生的。她恨我娘丢了她另嫁，不和我们来往，可是我成亲之前，她却去看过我一次，问我跟不跟她走，可恨我那个时候猪油蒙了心，以为能嫁到这京城里就是天大的好事，又以为她不安好心，从而拒绝了她。现在看来，真正有眼无珠的人是我。
牡丹默不作声地听他倾诉完，耐心地道：那他家住在哪里？要不然你写封信，我请人帮你送去，让他来接你吧。秦娘摇摇头，断然道：不必了，我没脸去见他。沉默片刻，望着牡丹道：不知小娘叫什么名字？雨禾只管朝牡丹使眼色，意思是轻易告诉着秦娘，省得以后麻烦。牡丹犹豫片刻，轻声道：我叫何为芳，大家都叫我牡丹或是丹娘。看先前阿慧和蔡大娘渡恶时的表现，她觉得就不会是什么下烂的人。秦娘闭了眼睛，我如今却只剩下行礼道谢这一件能办到的了，你却不要我给你行礼，以后若是有机会，自当报答，若是没有机会，你就当施舍了寺庙，总归是功德一件吧。牡丹对他这个话有些哭笑不得，见药也抓来了，又见他有送客的意思，便起身道：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再过来看你。万事都先把身养好再说。人已走到门边，秦娘突然喊道：你为何这样帮我？此时正值下午申时左右，多数人都不在，底店里除了厨房里有点声音外，一片寂静。牡丹抬头看了看天边那抹淡淡的云彩，心里浮起一种很安宁的感觉。她回头望着秦娘轻声道：先前是好奇，后来是因为我也刚和。不管怎么样，总得好好活下去。她此刻已经从先前那种震撼和感受中恢复过来了，不管怎么样了，第二次生命都是来得十分不易的，要珍惜。珍惜生活中美好的一点一滴，珍惜旁人对自己的一个善意的笑脸和一句关心的话，生活才会过得有滋有味。不然拥有再多的财富和再高的地位又有什么意思？秦娘显然没有和牡丹一眼的安宁，冷笑道：是啊，不管如何得先好好活下去。老天既然不叫我死，让我重新活过来，少不得要好好活下去，不然可是枉费了我爹娘生我来这世间。牡丹点点头，起身往外走。她觉得秦娘的态十分古怪，说是绝望软弱，却又不像；说是坚强豁达，更不像。但就有一件是肯定的，这秦娘不是个没主意的。见牡丹主仆的身影走远，秦娘眼望着底店黑漆漆的帐顶，对着一旁的阿慧和蔡大娘一字一顿地道：此仇不报枉为人。蔡大娘老泪纵横：娘，我们还是投奔大娘去吧。她有万贯家私，到底也顾骨肉亲情，不会不管你，何必留在这里餐风饮露？秦娘倔强地把脸侧开：我不把这件事办妥，没脸见人。阿慧道：那您又能怎样呢？秦娘嘿嘿冷笑，摸了自己姣好的脸一把：他亲这按我，自然有人看中我。你们就等着吧。大郎先前不好跟着进去，一直在外面等，见牡丹出来，忙亲自牵了马过来，笑道：怎样了？他可要跟队回扬州？牡丹摇头：他不肯去，也不肯打官司回夫家，更不想去投奔娘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营生。我是才本想问他会不会针线之类的，又觉得不好问，先看看再说吧。大郎道：那个盐巴郎实在是没道理，如果是我，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去的。牡丹心头微微一动，会不会这秦娘口里不说，其实已经打定主意要报复了？只是这样一个弱女，连生计都成问题，她能怎么报复？便道：哥哥，他说他有个义父姐姐叫段大娘的，有出息，你往年也经常去扬州的，可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不愿意，咱们也替他带封信去吧，你看如何？大郎皱了皱眉头：扬州是有个段大娘特别有名，我曾远远见过一面，和这位秦娘的差距可大了去，难道会是她的亲戚？不然明日我使人带封信去试一试。牡丹奇道：他怎么个有名法？大郎微微一笑：他有时下最大最好的商船，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到处都去得，我们都曾经坐过他的船，你说他有名不有名？牡丹吐了吐舌头道：假使真的是他的妹，他定然不会不管。哥哥千万记得此事，就算是不为今后咱们家坐他家的船方便，也算是积德。大郎应下，送了牡丹归家，离开直奔东市酒肆中寻何志忠和四郎去了。妇人直到方门要关闭的前一刻，才由童仆搀扶着归家，俱都醉得一塌糊涂。牡丹见大嫂和四嫂的表情都有些难看，很自觉地主动带着雨禾去厨房里准备了醒酒汤送上来，帮着岑夫人把醒酒汤给何志忠灌下去。见何志忠拉着岑夫人的手傻笑，方才忍笑退了下去。第二日，牡丹又提醒了一遍大郎，景孙陪着一道去看秦娘。秦娘主仆人已经走了，把何志忠留下的钱财全部带走，却什么话都没留下。雨禾十分生气，这人半点礼节都不懂，老爷和您帮了他，他好歹要道声谢，去了哪里好歹要说一声吧，怎地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咱们多半是遇上了骗。牡丹道：别胡说，虽然我不图他报答什么，但他不是一早就告诉了我吗？
如果是有机会，一定会报答；如果没机会，就当是施舍了寺庙。到底是不是骗，使人去通善坊打听打听，不就知道真假了？雨禾果真叫人去打听，回来后道，果然是有这样一件事，见过那秦娘的人不多，但凡见过的，都替他抱屈呢。那盐八郎果然奇丑无比，只要是个人，夜里骤然见着，定然也会吓个半死。晚上大郎归来，说是信已经送出，牡丹轻叹一声，自知无能为力，慢慢的也就把这事给淡忘了。转眼间过了6、7天，一日下着小雨，一家人正在吃早饭，李姓却兴冲冲的来了。李姓却又不撑伞，只是在头顶戴了一顶油帽，身上披了件油衣，慢吞吞的自如丝一般的小雨中走来，趁着院里青翠欲滴的花木和朱红的兰柱，像是一幅画似的。孙氏第一个看到，先瞟了一眼，拍着手笑，如此悠闲，果然是来走亲戚的。几个小孩立刻放下手里的碗筷，跑去迎接他，掀起他宽大的油衣来盖在身上，嘻嘻哈哈的跟着他一道小跑着进了饭厅。何人却也不怪孩们调皮，只微笑着招呼他。牡丹默不作声的起身给他添了副碗筷，他也不客气，挨着六郎坐下就开吃。众人俱都问候他的身体如何了，他使劲拍着胸口笑道，大表哥给的药好，完好如初。前2日姑父去瞧我时，我就已经大好了，只是我娘啰嗦，今日才肯放我出来。何志忠笑道，你那几个表哥怎样了？这几日我一直这人听着，却没听到什么消息，只晓得刘老贼好几天没出门，没去上朝，不晓得又打的什么阿扎主意。李姓微微一笑，正要和您说这事儿，刘老贼不上朝，不就是为了引起舆论，好报复人吗？虽然说起来不甚光彩，但他到底是大员，若是朝中大员个个都被如此慢待，那这些人就没脸面威信可言了。于是我大表哥他们被定了个冒犯之罪，左大表哥和二表哥被弄去一人打了一板，其余几个腿长都跑了。何家众人惊得立时放下了碗筷，何志忠皱起眉头来，大郎失声道，那要紧。李姓轻描淡写地道，没事儿，刘老贼这次却是失算了。姑父有军功在身，平时也豪爽仗义，交游不错，那些人也不好为难。爹爹又打点过的2位哥哥这一板听着吓人，实际上打得并不重，还没从前在幽州闹事时被姑父使人打得重，天把2天的功夫就养好了。至于另外几个，躲2天也就没事了。姑姑也不在乎。何志忠回头望向岑夫人，收拾些药材，吃了饭你我一起去看看2位侄儿吧。李姓也是这个意思，见何志忠一点就透，便不再提此事，笑道，我今日来主要还是为了那保会的事情。今日天气不好，还会举行吗？何志忠道，已经定下的日，不可能。不过此时尚早，我们先去看了你表哥他们，再去西市，时候正好。李姓把眼看向牡丹，姑姑上次说她也想去看看热闹，她本想要牡丹也借此机会开口跟了一道去，哪晓得牡丹低着头默默吃饭，确实没看向自己，也就没收到她的眼风，不由微微有些失望。何志忠道，只怕今日他又要照顾你表哥他们，没心情去呢。李姓笑道，不会，姑姑早就习惯了。说完使劲咳嗽了一声，见牡丹还是没抬头，又使劲咳嗽了一声，终于惊得众人侧目。牡丹也关心地看向他，5岁的何纯捧着饭碗，眨巴着眼睛清脆地说，表舅，你病了吗？李姓的脸微微一红，抚着脖道，没有，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喝点汤就好了。话音未落，英娘就舀了半碗鱼汤递过去，表叔，您喝这个。李姓只好端起碗来，边喝汤边向牡丹使眼色。牡丹不明白他想什么，以为他是有事想和自己说，只是当着众人的面不方便。转一想，自己本来就要跟着去看热闹的，到时候再说也不迟，便朝他微微一笑。但见李姓的眉毛挑起一条来，然后眼睛斜斜地看向何志忠，又朝他眨眨眼，暗示意味很浓。牡丹暗想，难道这事儿和自家老爹有关？到底什么事呢？于是霍地看向李姓，眨了眨眼，以目示意，要做什么？这回看到李姓笑了，朝他点点头。牡丹想，哦，果然和自家老爹有关，但就是不明白李姓到底想说什么，便干脆不猜，坐着不动，只等稍后再问他。却见李姓一脸的气急败坏，把额头猛地往饭桌上一磕，然后抬起头来，悲愤地看着他，简直恨不得捶桌。牡丹越发莫名，他2人这里眉来眼去的，还以为其他人都不知道，哪成想全都给人看进去了。这回却是岑夫人关心地道，行之，你可是头伤未愈，又犯头晕了，那什么保会也不要去了，我赶紧让人收拾间屋来，你去躺躺，等下我们使人赶了毡车送你回去。李姓一愣，随即将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谢姑母关心，这没事，是才是看到这桌上似乎有个洞，
以为生虫了，结果是我眼花了。岑夫人一本正经地道：原来如此。然后就没了下。其他人本来想开玩笑的，但见何志忠、岑夫人二人都一本正经的，便也缩了头默默吃饭。李杏意识到气氛不一样，也不敢再对着牡丹挤眉弄眼的，眼珠一转，看到一旁认真吃饭的何纯，主意便上来了。牡丹刚放下碗筷，肥嘟嘟的何纯便歪到他身边，用手搂了他的脖，讨好地道：姑姑，您替我说说情，领我跟了祖父和大伯他们一道去看宝慧好不好？他话音才落，十几道目光同时看向牡丹，全是毫不掩饰的渴求。牡丹只要敢答应何纯，其他人就有理由全都扑上来。牡丹呵呵干笑，拿眼睛去瞄何志忠。何志忠淡淡地道：哪里能领那么多人去？小孩去了浪费位置，何如、何红年龄不小，正该跟着一起去见见世面。其他人都留在家里。此话一出，薛氏想到会耽搁两个儿读书，不由有些不满，但见大郎半点反应都没有，就不敢多话，转头叮嘱两个孩：听祖父的话，好好的，技多不压身。白氏却是难过的要死，一眼一眼的瞪二郎：老爷这是要培养大房继承珠宝生意吗？自家个儿中的何温、何木年龄不比何红小吧？为什么就不可以一家去一个？虽然是长房，但这也偏心了却。见二郎半点不动地坐着，神色自若，他没法，便狠狠推了蛋儿一把。何温早得了吩咐，带了几分害怕道：祖父，阿温可不可以去？话音未落，就换来二郎恶狠狠的一眼。白氏坚定地看着何志忠，何志忠面无表情的：既然如此，阿温就跟了一起去。起身看看天色，回头望着牡丹道：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老大、老两家都可以去，为啥自家就不能去一个？难道将来要叫自己一家饿死吗？真是很是不满，看到不过7、8岁的儿，好歹住了口。笑着看向牡丹道：丹娘，你看了有什么好玩的，可记好了回来和我们细细的说。牡丹也不管嫂嫂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微微一笑：好的，嫂嫂们可要带什么回家？自从家里人知道她要立女户，去种牡丹花，而不是弄什么珠宝香料以后，虽然还有人持观望态，但就没人刻意针对她了。她自在许多，这家里人置气耍心眼的时候也就淡定了很多。李杏此时方知牡丹原来是要去的，不由转嗔为喜，笑嘻嘻的一把将何纯抱起来，笑道：让他去，我让他骑在我肩头上，不占位。乃晓得顿时捅了马蜂窝，年龄小的几个还个个都不饶他，他急得满头是汗，许诺改日请孩们去取姜池泛粥，这才平了民愤。牡丹笑道：知道了吧，咱们家还多，必须做到公平公正的。李杏只是笑，何志忠却望着孩们道：实在是没规矩了。不过一句话，孩们就拘束起来，再不敢胡闹。何纯也从李杏怀里留下来，垂手立好，不敢再提要跟了去的话。一群人去了李家，照例没见着李元。崔夫人看到和家人老老小小认认真真的上门望问后，又送了这许多好东西，却也欢喜，要留下岑夫人说话玩耍，但却是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狠狠瞪了李杏一眼。李杏只当没看见，满不在乎地扶着李满娘的胳膊，笑道：姑姑，您舍得表哥们吗？今日宝慧不改妻。李满娘笑道：我怎么舍不得他们，又不用我替他们疼，走走。拉了李杏就开走，真正的潇洒。走了2步，见牡丹要去钻毡车，便命人将件油衣并顶油帽扔给牡丹。你不试试雨中骑马的滋味吗？毡车有什么可做的？牡丹笑笑，接过去武装起来，由大郎替他抓紧马儿翻身上马。他自认为和从前相比已经很娴熟了，李满娘却啧啧出声：实在是需要练练了。崔夫人眼睁睁地看着李杏又披上油衣，冒着雨上了马，跟了和家人扬长而去，很快就不见了影踪。不由回头望着留下来的岑夫人诉苦道：一点不省心，这么大了还不肯说亲。本来他这段时间差事做得好，前些日宁王殿下亲自和他爹说起一门亲事来，对他将来只是有利的，他却鬼喊鬼叫的，叫他爹难做，只好先拖着。岑夫人淡定的一笑：谁还没年轻过？孩们有些任性总是有的，但总会回头的。宝慧立在西市的大街上，倒吸了一口气。他注意到西市的格局和东市虽然差不多，一样被4条大街分为9大区域，市属、平准属、长平仓占据了同样的位置，但它们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先。西市因为靠近丝绸之开远门，从而更加繁荣活跃，也更加国际化。在这里，外国人开设的店铺远比东市更多，波斯底、珠宝店、香料店、药店、货站、酒肆比比皆是。牡丹看到很多不同伴、不同口音，分别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冀、新罗、
扶桑等地的外国商人来来往往，观其打扮，又以来自波斯、大食的胡商最多，街头巷尾总能看到他们牵着骆驼的身影悠哉慢哉地晃过。其次，因西市远内，周围居住的多数为平民胡人，故而商种类与东市相比也很不同。东市爱卖奢侈，而这里卖的商更趋向于平民化，多是衣、竹、饼、药等日常生活。也因为这个缘故，出现在这里的人更多，远比东市喧嚣热闹。就连这里的胡姬也比东市的更加大胆，他们穿着艳丽的纱裙，端着酒粒在酒肆旁，娇笑着朝过往的夯们招手，邀请他们尝自手里的酒。看着那面善的，甚至上前去抓着就灌。客人不会生气，他们也哈哈大笑，行人见怪不怪。牡丹紧紧跟在何志忠等人的身后，只觉得怎么看也看不够。李杏不知什么时候摸到他身边，与他并辔而行，低声道：你没有去过扬州，扬州的商胡也很多，假如有机会去，会看到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牡丹点点头，假如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到处去走走看看，长长见识。我听说江南有东牡丹，很想去见识见识。李杏轻轻一笑，正要说什么，忽听何志忠沉声道：地方快到了，稍后牢牢跟紧我们，说话不要乱动手，只管带着耳朵听。牡丹等人见他和大郎神色严肃，便也郑重应下。少卿，街边停的驴、马匹、毡车等渐渐多起来，众人转过大街行至一条曲巷中，但见一座毫不起眼的临街店铺外围了许多人，指指点点，轻声交谈，都说是这次有不是出的稀罕宝贝出现，到底是什么，却没人能说清楚。而那店铺却紧闭着店门，只留2尺宽的一条工人进出，2个身材肥胖高大，穿着圆领缺胯袍，戴黑纱幞头，高鼻卷发的波斯胡牢牢守着，不许人随意进出。何志忠清点了自家这里一行的8个人，上前对着那2个波斯胡行了个礼，笑道：这都是我们自家的侄亲眷，想来开开眼界的。那2个人显见和他是相熟的，笑着还了礼，就放几人进去，问都没多问一声。大郎趁机向众人介绍保会的规则。这保会1年一次，胡商们都会带了宝贝来互相，看谁的宝贝最多最好，胜者便可以戴帽坐居第一，其他人则按着自己宝物的贵高低分列2旁，分定座次后便可自由买卖。似我们这等没什么可和他们比的，纯属来开眼界和买珠宝的，自然只能是旁观的地方有限，宝贝珍贵值钱，不是谁都能进来的。如果不是爹爹和他们了几10年的生意，深受信赖，也不能带这么多人进来。到了里面，穿过一个小小的天井，绕过一排狭窄的厢房，一片绿色突然闯入眼中，绿树后面一间宽大的厅堂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还未靠近，里面欢声笑语就传了出来，都是用的波斯语。牡丹只晓得他们非常快活，说些什么却是半点不知道。一个肤色黝黑的昆仑奴穿着雪白的圆领窄袖袍走出来，笑着给何志忠和大郎行礼，操着一口流利的京城话道：今日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贵客，他带的人也有点多，地点有限，稍后只怕要委屈几位挤挤了。何志忠目光一沉，看向李杏，后者自得的一笑。何志忠收回眼神，朝那昆仑奴道：奥布且放心，这算不得什么，当初坐海船，几10个人几个船舱，我也挤过。那昆仑奴灿烂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雪白的牙齿和袍与黑得发亮的皮肤交相辉映，黑白分明，好不醒目。何志忠、牡丹等人倒也罢了，何如他们几个却是被深深吸引住，只盯着他看。这昆仑奴老早就听说了，也曾在街上看到权贵之家带着出门，可惜却是没有机会好好近距离观察见识见识。到底为什么这么黑呢？不会把衣服染黑吗？何温悄悄将手指伸出袖口来，趁着奥布转身，飞速地在奥布的手背上擦了一下，然后偷偷拿起来对着光线看，看到自己的手指仍然干净洁白，不敢相信地摸了张帕出来，反复擦了擦，确定没有变黑后，便朝何红挤挤眼睛，人会心地一笑。牡丹看在眼里，虽然觉得个直是少年心性好奇，而非有恶意，但这种行为实在过无理，当下狠狠地瞪了个直一眼。他见过一些昆仑奴，都是被主人作为炫耀的财物，大多都是上身赤裸斜披薄带，或是横幅绕腰，穿着短裤的，似这个奥布这般规规矩矩的穿着本朝服饰的很少，可见主人家并没有轻贱于他。也不知道何温这行为会不会得罪人。小郎君，你我没有什么不同。奥布却是回头温和的一笑，大大方方的伸手给何温看，何温窘得红了脸，飞快地躲在了李杏身后。奥布也不计较，转身领。何志忠冷冷地道：既无见识，又无胆略，丢脸。何温顿时连耳尖都红透了，恨不得把头埋进怀里去。众人进了厅堂，
牡丹好奇地看去，但见厅堂正中面对大门放了一张空着的胡床，胡床下2列则铺满了阴席，上面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或是穿着胡服、戴着胡帽，或是穿着本土衣袍的胡商，正在愉快而热烈地交谈。周围散放着一些阴席，上面坐的却又是些本土人士，看到何志忠与大郎，都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里面不乏女，只不过数量要少一些而已。牡丹暗想，这张胡床大概就是新科出炉的斗宝王的宝座了吧。而这些本土人士都是和自家一样来长见识做买卖的。李姓却已经低声道：丹娘，刘畅也来了，怎么到处都有他？牡丹皱着眉头，顺着大郎示意的方向看过去，但见刘畅、潘荣和几个衣着华贵、有些面熟的男占据了一个观看觉最好、最通风的角落，正表情各异看着自己这一行人。刘畅恶狠狠地瞪着自己，又或者是瞪着自己身边的李姓，潘荣则是挤眉弄眼的，另外那几个男却是一副看好戏、坐观其变的模样。另有一个穿着月白色圆领宽袖袍、骨瘦如柴、脸色蜡黄的男垂眸坐在一旁，面无表情。牡丹侧头想了想，似乎刘畅做的生意中也有珠宝这一样，但听雨禾打听来的消息，好像是并不怎么赚钱，主要是为了淘宝集宝。既然如此，他就应该算不上什么大珠宝商，根本比不上何志忠这样在胡商中比较有名望的人，怎地他也能进入这里？他想到奥布所说的话，一位意想不到的贵客，不由暗自揣测，难道是楚州后府和举办这次宝会的主人有某种关系？所以刘畅才托了潘荣的福，混进这里面来的。刘畅来这里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想要插手珠宝生意，打压何家，断了何家的生。牡丹想到他的狠毒之处，不由捏了一把冷汗，低声问李信：你可知道他要做什么？李信淡笑着摇头，十分笃定地低声道：他虽然没告诉过我他到底来做什么，但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是来败家的。牡丹对他的回答有些意外，抬眼去看何志忠与大郎，但见何志忠一如既往的沉稳，大郎却是捏紧了拳头，似是一言不合就要冲上去暴打刘畅一顿的样。潘荣看到大郎暴的样，回头低声和刘畅说了几句话，刘畅对着何家人轻蔑的一笑，侧脸再不看牡丹，转而恭敬地同那个骨瘦如柴、脸色蜡黄的男说话，那男却是道理不理的，显得很是倨傲。李满娘扫了刘畅等人一眼，拉拉牡丹的袖，低声道：那就是你先前那位？牡丹点点头。李满娘撇撇嘴，看着就和那老东西一样，不是个好东西。走，咱们去坐他们旁边去。又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难怪德惠生出那8个天不怕的怕的而来。牡丹不由一笑，这么宽，何必非得去和他们挤？他们都喜欢熏浓香，您就不怕熏着您？李满娘道：谁熏着谁还不一定呢，你怕什么？何志忠沉稳地打量了周围一遍，道：果然是只有那里才能坐下咱们一家人了。丹娘你别怕，咱们堂堂正正的来参加宝会，该坐哪里还得坐哪里，更何况那里从前向来都是我的位。身为正妻却不被夫婿待见，站是错，坐是错，就连打个喷嚏都包藏祸心。嘿，姑奶奶还不伺候了，咱后会无期。婆婆，您拉我干嘛？不怕我故意捣乱，弄得家宅不宁？